修仙界双修宗门离月宗杂役处，一间破败的茅屋里，顾平看着镜子里自己布满皱纹的脸，只剩下3个月阳寿。他指尖颤抖，检测寿元的命火符已烧到烧完了，火苗小的像是金针菇的头。妈的，我这一生竟然如此短暂，我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呢，就要这样死了。窗外传来杂役同伴的笑声，快看，真传弟子们在主峰放烟花呢，特别漂亮。听说李师兄刚筑基，内门的女修围着他灌了3坛美酒。话未说完，说话的年轻杂役们就已经走远了。顾平慨叹，年轻真好。突然一阵稀碎的脚步声传来，有人来了他这里。咔嚓，一把断裂的玉簪被粗鲁地扔到顾平面前。老东西，要在明早之前修好它呢。一位女弟子带着魅惑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这可是苏师姐用来采补内门弟子的簪子哦，耽误了时辰，人家可是要好好的惩罚你。她的鞭子扫过顾平暴露在破袖外的手腕，给顾平带来一阵刺痛。他手腕这里还留着淤青呢，是上次给人修补东西留下来的伤。顾平点头，一声含糊的应答。直到女修脚步声远去，他浑浊的目光才从他那走路时扭动的身子上移开。入门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宗门都不愿意给他下发双修功法，现在快死了，他还没开过荤，每天却要和这些妖女打交道，可惜了，现在的我能有多少力气？顾平从地上抓起玉簪，簪子断裂处还沾染着血迹，他稍稍灌输灵力进入玉簪，想要检查摧毁程度，体内就一阵剧痛，咳嗽打断他的灵力输送。顾平一口黑血溅在炉灰上，脸色苍白，他急忙颤抖着手摸向怀里有纸包，这是他用3年奋力换来的劣质长寿茶，据传能暂缓生机流逝。把茶叶塞进嘴里，他细细咀嚼之后，咽下去后并没有感觉到生命活力的增加，相反，他只感觉到了情欲勃发。年迈的身体怎么会忽然有感觉了呢？他从怀里掏出来茶包，一看才发现长寿茶的贴纸下还有一层贴纸，揭开一看，上面写着长春茶3个字。不是长寿茶吗？反应过来之后，他就知道自己被坑了。他娘的！顾平被气了个半死，他早该想到了，这种双修宗门能给什么延寿药啊？休息了大半天，他这一次才小心地调动灵力，将簪子放进炼气炉中，小心地操控。苍老的脸此刻紧绷着，用尽全力控制着炉火。忽然，他老迈的大脑一阵眩晕，炼气炉也在此刻突然爆出刺目的红光。咔嚓一声脆响，顾平扑过去时，已经晚了玉簪里残存的灵力与修补的炼气材料相冲，玉簪彻底化作焦炭，没有修复的可能了。这意味着他不仅要用所剩无几的寿元熬夜重炼一把新的玉簪，还要赔偿3块下品灵石，甚至更多。看着眼前的惨状，顾平心已死。操！3块灵石，他怎么可能拿得出来这么多灵石？想到这里，他枯瘦的手指就在焦黑的炼气炉里寻找，希望能找到没有烧毁的灵玉碎屑。可惜一个毛都没有。去你妈的！杂役每月的3颗屁股丹早被他换成劣质长寿灵茶，现在他身上只剩的半块下品灵石，还是上月替师姐修补内衣时好心师姐赏给他的3块灵石，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但是若是赔不上，不要说那妖娆女修对他的惩罚了，杂役管事的玄铁棍就能敲碎他这把老骨头。哎呦，想想他已经在离月宗杂役处勤勤恳恳工作了30年，当初上山的时候说好的，只要表现好就有机会获得离月仙宗可以修行到筑基后期的双修功法，凭什么还不给我功法？如果他早点拿到功法，他还能只是停留在炼气3层一动不动吗？现在竟然因为3块灵石将要没有活路了，恨啊！他一拳砸出去，骨节嶙峋的拳头砸向炉灰，结实的炉子割开手指，鲜血长流，疼得他龇牙咧嘴，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血液滴在滚烫的炉灰上，腾起带着腥味的雾气。轰！顾平脑海深处突然炸开一道金光，系统激活条件达成。基础功能：修行时随机触发3至10倍修为暴击。修行线索：此时前往后山灵泉救治因情欲走火入魔者，奖励5年寿元。新手奖励待激活。顾平还来不及震惊，门外突然传来杂役管事的怒骂：老废物！苏师姐传来消息，她明天一早就要在紫气崖修行，你一定要在这之前把簪子修好。目光看向门外，顾平浑浊的眼底第一次亮起骇人的金光。这管事老狗又叫他老废物。他死死盯着脑海深处那些金色文字，手指微微发抖。暴击双修系统。他的喉咙里涌动着沙哑的笑声，似癫似狂。3个月的寿元
连炼制一把最低阶飞剑的时间都不够，如今竟突然撞见这等机缘。救治后山因情欲走火入魔女修，奖励5年寿元。5年，对现在的他来说，那简直是半辈子光阴。最重要的是，有了这5年的寿命，他就有机会利用系统提升修为了。双修对于这辈子还没有娶妻的他来说，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毕竟在离月宗，双修2字代表的就是修为的增长、寿命的延续，没有一个修士不愿意。至于赔偿给苏师姐的灵石，现在倒也是把他难住了。如果没办法修好交差的话，他这老身体可一点也承受不住任何修士的攻击。他又尝试去激活奖励，但发现自己怎么样都无法激活。没办法了，现在他只能按照修行线索的指引，此时前往后山灵泉，希望事情还有转机。寒风刺骨，夜空无心，顾平揣着从床底翻出的半截断剑，那是早年捡到的破损古剑，捡到的时候剑身就锈迹斑斑，剑锋也早已钝裂。后来他用自己并不怎么高明的炼器手法修修补补，无论什么材料都无法和这云铁剑融合，无法修复。但这把剑极其坚韧，现在仍旧被他当作最后的倚仗。在夜色下跋涉了1个小时后，他终于临近后山灵泉。后山灵泉并非禁地，平日里也偶有弟子前来休养，但此刻本应该清澈的泉水竟然从上游流下来，泛着诡异的血红色，浓烈的寒气让方圆10丈内的草木冻结成霜。果然是有人走火入魔，而且这场面对方的修为不低啊。顾平心中警惕，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上游泉边，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声音。夜色如墨，后山的山泉小道中，黑色的煞气胡乱翻涌，仿佛万千怨魂在嘶吼。女子吃痛，她正在苦苦坚持，时不时忍耐不住痛楚，发出声音来。萧千宁盘坐在泉水之中，素白的衣袍已被体内煞气浸染成暗紫色，纤细的脊背绷得笔直，白玉指尖掐诀，绝美的脸蛋痛苦到抽搐。她调动周身灵力化作锁链，死死压制着体内暴动的煞气。我这已经是第7代了。她唇角溢出一丝鲜血，猩红的眸子倒映着翻腾的煞雾。离月宗九幽峰自古便是镇压地脉煞气的境地，前6代镇守长老无一例外都早早陨落。第1代元婴巅峰镇守100年，煞气蚀骨，最终肉身崩解，化作一具黑金骸骨，至今仍嵌在阵眼之中。第3代金才绝艳，试图炼化煞气为己用，反被侵蚀神智，发疯之后屠了半个外门，被掌门亲手诛灭。第5代寿元将进食自愿接任，仅撑了30载，便因煞气侵染元婴爆体而亡，死前将毕生修为凝成静置，延缓了地脉暴动10年，而如今轮到他了。萧千宁的手指颤抖，煞气正顺着丹田逆流而上，如毒蛇般钻入他的经脉。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吞下1000万根冰针，寒气从肺腑蔓延至4肢百骸。可他突然躬身，一口黑血溅在泉水中，泉水顿时乌黑，煞气已侵入心脉。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元婴正在被一点点染黑，原本清冽的灵力逐渐浑浊，意识也开始出现裂隙，幻听幻视，无法控制的情欲翻涌。再这样下去，我撑不过10年，就算尝试和男人双修，也撑不过20年的。唉，萧千宁死死咬住牙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知道结局早已注定，要么像第3代那样疯魔而死，要么如第5代般自爆元婴，用残躯为宗门，争取最后的时间。顾平怀揣着紧张的心情，逐渐地凑近声音。5年寿命对他的吸引力很强的。泉水中隐约可见一道纤细身影，黑发湿漉漉地贴着雪白的背脊，女子的脸色美得不像样，但她的四肢却诡异的扭曲，仿佛被无形之力撕扯着。最令人心惊的是，她周身缠绕着黑紫色的煞气，连泉水都被腐蚀出滋滋声响。这绝不是普通的走火入魔。顾平藏在一棵大树后边，看着这个场景，他下意识后退，但很不巧，他的脚踩断了一根枯枝，咔嚓发出来的声音让女子猛然抬头，一双猩红的带着欲望的眼睛狠狠盯住了他。滚，否则死！他的声音沙哑破碎，唇角却不受控制的溢出血丝。顾平喉咙发颤，准备往后退，扭头就走，但后退几步之后，他停下来了。我现在可能面对的是这辈子最后的机缘了，如果放过机缘，或许我这辈子就没了。足足5年寿命，拼了！他别无选择，转身又回到了泉水边上，凑近之后关切的开口：我来救你，我要怎么帮你？他咬牙开口：找死！女子狠厉的出声，刹那间，那股黑紫色煞气疯狂翻涌，化作万千细丝朝顾平绞杀而来。轰！顾平老迈的身体怎么可能扛得住这样的攻势？他被击飞出去，狂暴的灵力在一瞬间摧毁他的经脉。炼气3层的他哪里能扛得住这种攻势？
他就要当场昏死过去了。意识模糊的时候，他看到了面板上字符跳动。新手奖励激活：1，一次至尊守护；2，觉醒上古体质，阴阳圣体，至尊守护，检测到元婴级煞毒，宿主当前肉身无法承受，临时开启暴击净化功能，现已自动激活，已失效。混沌阴阳圣体，上古第一的体质，清净3000大道，身具阴阳2气，人形大药，可消化各类灵力反哺自身。没死，活下来了。顾平苦笑，这新手奖励来的可真是巧妙，早不来晚不来。奖励激活之后，很快他要死不死的状态开始有了变化。先是这元婴女修的攻势，在碰到他的身体之后变成了纯净的灵力，在他体内的经脉之中狂轰乱炸。适应了片刻之后，顾平发现这一股庞大的灵力现在正硬生生地把他的经脉拓展开来。要知道，顾平因寿元枯竭，经脉如腐朽的枯木，严重的衰老已经让他的经脉非常脆弱。白天灵力运转时他都能咳血，但是现在这经脉自己竟然被自动开拓着，而且速度很吓人。就算是外门弟子拓展经脉的速度也绝对不会这么快。转眼间他修为就从炼气3层提升到了炼气4层。顾平啊，他在炼气3层已经停止了25年了，今天竟然有了突破。这至尊守护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还没完。紧接着他的丹田处出现了一枚虚幻的阴阳轮转圆盘，明暗交替。此刻这狂暴的灵力正在被这圆盘飞速吸收，一些青色的光芒正从圆盘处渗透进入体内各处阴阳圣体，正在蜕变。但似乎这点能量还不够完全蜕变。但是这女子的攻势已经结束了，对，她停手了。咦，女子见到顾平没事，而且还临时突破了修为，就有些惊异。没等顾平反应过来，一股恐怖的力量已经将他狠狠拽入圈中。顾平整个人立即湿透，苍老枯槁的头发现在也全部被打湿，蕴含着煞气，冰寒刺骨的水淹没了他的口鼻，他的胸口剧烈闷痛。没有了至尊庇护，这样饱含阴煞之气的泉水冻得让他意识几近涣散。在最后关头，他的手掌猛地抓到了什么，细腻光滑，冰冷却又带着一丝颤抖的体温，似乎香香软软的是那女子的手腕。接触的一刹那，他丹田里的出现的阴阳鱼盘飞快旋转，一股前所未有的阴冷感骤然从他掌心炸开。阴冷感来到体内之后，却在阴阳玉盘的飞快旋转之下变得温暖。他的意识稍稍清醒，发现女子恐怖的黑紫色的煞气在触碰到他的瞬间，竟如同开闸泄洪了一样，煞气疯狂地涌入他的经脉，并在他的全身经脉之中飞快流转。煞气流转时，被顾平体内被某种奇异力量彻底洗涤，化作澎湃的灵力，一部分留在了顾平丹田内，一部分反哺回女子体内。萧千宁浑身一颤，原本扭曲的四肢渐渐放松，眼中的赤红也消退了几分，但依旧红得发暗。温暖，久违的温暖。他发现了事情的奇怪，自己体内无法排斥的煞气竟然在消失。自从100年前镇守宗门地脉，这些煞气就一直在他体内积存，早就和他的肉体神魂纠缠在一起，无法剔除。现在竟然有了异动，他立即专心下来，仔细查找异变的原因，就顺手推开顾平。但是推开之后，他发现体内的煞气又开始狂涌，他双目变红，但是神魂维持着一丝清灵。明白过来之后，啪的一下，他又抓住了顾平的手。他明白过来之后，啪的一下，又抓住了顾平的手。但这次他美眸死死盯着顾平，声音冰冷：“你是谁？”顾平还没来得及回答，目光却看到了在他腰间一枚半坠入水中的玉牌上，离月仙宗9幽封首座。知道他是元婴修士之后，顾平本以为他只是一个长老而已，结果他竟然是一封首座。要真知道是一封首座在此，给他10个胆，他也不敢来这里找机缘啊！冰冷刺骨的灵泉水仍在荡漾，阴煞缭绕间，顾平只觉得喉咙发紧，他指尖微微发颤，是被萧千宁抓的疼了。他这一身老骨头哪里能被这样抓着？他这样抓着他，仿佛他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样。顾平挣扎了一下：“你想活吗？”他的声音立马响起，依旧沙哑，却比方才多了一分清明猩红的眸子微微眯起，凌厉的目光让他非常有压迫感。堂堂仙宗9幽封首座，此刻竟被一个苍老的杂役老修处碰了身子，还被他破解了体内暴走的煞气。他眼底闪过一丝冰冷杀意。咚！顾平猛地被他抬手一甩，整个人重重撞在泉边石壁上，一口逆血涌上喉头。可他死死咬紧牙关，没有咳出一丝声响。他留手了，而且是留了99手。按照他元婴修为来说，他的肉身何等强大，刚刚这么轻轻一甩，他肯定会被摔成肉泥，死的不能再死。
但现在他只是轻微的吐血而已。感谢前辈不杀之恩。哼！此时系统提示适时出现，任务完成，奖励5年寿元已到账。一瞬间，顾平体内的衰竭感骤然减轻，腐朽的经脉里涌出一缕新生的暖流，连皱纹都淡化了几分。他的心也落地，还能再活5年了，爽啊！女子冷冷注视着他的变化，眉头微蹙。你动用了什么邪术？顾平精神一灵，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变化肯定是被看出来了，他不敢抬头，只低声道：回长老，小人只是杂役峰一名炼器师，偶然路过此处，见您。放肆，胆敢骗我！他猛地打断他，纤细的指尖轻轻抬起，一缕黑紫色煞气在指尖缠绕。本座体内煞毒肆虐数十年，连掌门都无法压制，你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杂役，凭什么能化解？顾平哑然，他总不能脱口而出，因为我有暴击修行系统吧？气氛瞬间凝滞到极点。忽然，女子神色一变，她猛地低头看向掌心，原本有些安静的煞气，此刻竟然再一次暴动起来了，这一次来得尤其凶猛。她浑身一震，一大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神情和气势瞬间萎靡。顾平一惊，犹豫片刻之后，伸出手想要碰她。女子忽然睁开眼看了他一眼，他手立即顿住，他的嘴角再次溢出来一口鲜血，目光紧盯着他的手。顾平也反应过来，立即紧握着他的手。阴煞开始朝着他的体内狂涌动，而且有越来越强烈的势头，狂暴的灵力在他体内肆虐，没有一点想要停下来的迹象，甚至越来越狂暴。他感受到体内经脉的疯狂颤抖，丹田之中那虚幻的阴阳玉盘也在飞快的旋转，巨量的阴煞在旋转之中被转化成了纯净的灵力，回到他和女子体内。阴阳玉盘正在飞快的模糊，几乎要在丹田里消失。但是顾平并不慌，他能感觉到这阴阳玉盘此时正在融化为一缕缕丝线，和精髓的灵气一起和他的肉身融为一体。他的体质即将蜕变完成。萧千宁感受到从顾平体内反哺回来的灵力，他感受到了一股纯粹阳性灵力，这股灵力让他感受到温暖，竟然有抑制体内阴煞的作用。但是两人这种灵力交互的过程总让他感觉到奇怪，但是一时间也想不起这种灵力交互是什么。两人都没有打破这个状态，直到萧千宁另一只手也触碰到了顾平的身体。他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煞气流失更快了，而且从顾平体内反哺的灵力也更多了。忽然他终于想起来，两人这种灵力交互的状态是什么了。这是一种古时的修行状态，男女双方灵力交互，女子能够从男子那里得到反哺之后的精粹灵力，有助于修为提升。反应过来之后，他冷漠地开口：现在抱着我。顾平一愣，想要开口询问，就又对上了他那绝色俏脸上冷漠的双眼。他只好伸出手臂把他抱紧。贴近之后，两人之间的灵力交互更快了，顾平的体质也即将完成彻底的蜕变，阴阳玉盘几乎模糊不可见。终于，顾平的体质彻底蜕变完成，阴阳玉盘和他完全融合。但此刻，两人之间的灵力交互也停下来了。萧千宁眉头皱了起来，猩红的目光盯着他，声音嘶哑：怎么又停了？顾平此刻也不知所措，怎么忽然就停了呢？被他这样盯着，他也是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玉盘明明和他融合了，又不是消失了，怎么还停下来了？阿急的顾平又把他抱得紧一点，这样的场面太过滑稽和荒诞。一个苍老的老头子抱着一位清冷的绝色女子，视觉反差极大。我问你怎么停下来了？你刚刚的修行手段呢？萧千宁的声音再次响起。顾平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双修手段。忽然他的灵光一现，前辈，现在我的双修功法似乎有了瓶颈，你可以把你的双修功法和我讲述。我没有修行过双修功法。啊！顾平惊讶。离月仙宗是什么宗门，他心里可是很清楚的。顾平不知道的是，离月仙宗也只有镇守地脉的九幽峰不修阴阳大道，那这件事情有点难办了。如果没有另外一部双修功法的话，他认真的开口。同时他也意识到，阴阳玉盘还在的时候，应该是自动运转某种双修的功法。现在阴阳玉盘成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的体质彻底完成了蜕变后，则需要他自己运转双修功法。对，一定是这样，有救了。但是现在这种功法他没有。听了顾平的话之后，萧千宁耻笑一声：我不修此道，并不代表我没有这种功法。现在我把离月功只讲一遍，老东西，你记住了。好。萧千宁轻启红唇，神交异动，气和形随，玄关一窍，自有天机，七情为柴，六欲为心，焚尽凡念，方见真如。终于听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离月功之后，顾平内心激动万分，迟钝的脑袋此刻也认真的记了起来。片刻后，他第一遍运转这门功法，意外的发现自己竟然一遍就会。天啊！
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他现在修行的炼气功法，他1个月才修习熟练，完成上手。但是他也明白，这是因为自己的阴阳圣体的缘故，修行功法本就应该无师自通。在他熟练地运转了离月功之后，被他抱着的萧千宁瞬间有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煞气在减少，也能感受到来自顾平反哺的灵力。但是太弱了，真的太弱了，和刚刚比起来，现在的灵力交互差了不是一点点。如果刚刚是狂风暴雨的话，现在只能算是如丝春雨，只是勉强能够给他渡过来一口灼热的阳气，根本不能让他排解阴煞的折磨，更不能像刚刚那样压制住阴煞。你怎么回事？他冷漠地开口。顾平摇头，离月功太弱了，我们这样程度的修行功法根本无法彻底运转起来。他心里松了一口气，对赌了，果然是一门修行功法的事情。两人如果仅仅只是抱着，当然效率极低了。修行，谁家的男女修行是抱着拉拉手的啊？此刻的沉默，更是凸显了女子内心的明朗。萧千宁沉默，然后转而温和一笑，猩红的眼睛显得邪魅。他莫名温顺了一分，甚至隐约把他的手握得更紧。有趣。他缓缓抬眸，唇角竟浮现一抹危险的弧度。你叫什么？顾平。他低声回应。顾平几岁了？63岁。63岁的炼气修士，没几年可活了吧？但是我看你元阳还在，真是个踏实的苦修士啊。他若有所思地开口，随后竟猛地伸手一把扣住顾平的下巴，强行让他直视自己。本座萧千宁，九幽峰掌印。顾平心跳骤停，他竟然自报名姓。在仙宗，高境界修士极少向低阶修士透露真实姓名，除非对方已经是个死人。寒潭边上雾气缭绕，月光如纱般笼罩着这片静谧之地。萧千宁依袭白衣胜雪，他的面容清冷如霜，唯有那双眸子深处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你有什么好办法吗？他盯着他的目光。双修之法。顾平喉咙发紧，需要灵肉相合。你我。他打断顾平。夜风拂过，他耳畔一缕青丝飘起，露出白玉般的颈侧，脱去外袍。他头也不抬地说，顺手一挥，几枚阵旗插在这片地方，此处与外界彻底隔绝。他自己已解开白色腰封，外衣如流水般滑落，露出里面月白色的丝质中衣。在月光下，那单薄衣物几乎透明，隐约可见其下窈窕曲线。顾平深吸一口气，除去外衫，只留贴身的老旧的黑色练功服。寒潭的冷意立刻透过布料渗入皮肤，但与萧千宁身上散发的寒意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手给我。他伸出双手，掌心向上。顾平和他的手掌相处。放松。萧千宁的声音忽然近在耳畔，他不知何时已挪到我跟前，额头几乎贴上我的。先试一试贴身拥抱吧。好。他呼出的气息带着阴煞，阴阳相生。萧千宁闭着眼睛，长睫在脸上投下扇形阴影。阵法内的温度开始升高，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萧千宁脸上那不自然的苍白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红晕。刚刚阴阳玉盘辅助双修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但顾平很清楚，两人这样没有衣物隔绝的拥抱依旧没有多少效率。终于，萧千宁叹了一口气，算了，就这样吧。他睁开眼睛，接着开口，接下来的事情，你如果泄露出去一分，你就死无全尸。明白要发生什么之后，顾平点头如捣蒜。愣住干嘛？难道要我亲自动手吗？哦。顾平急忙答应一声，把他最后衣物也褪去。他苍老的身体泡在泉水里，忍不住的发抖，急切想要温暖。记住，不要沉溺情欲，要灵台清明，运转功法。是，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开始之后，两人都是先尝了个鲜。好在是他获得了5年寿命，此刻也勉强有了一展雄风的男性力量。萧千宁皱起了眉头，果然，修行功法的确是要这样做才有最大的效果。他体内的阴煞总量正在缓缓减少，从顾平那里反哺回来的灵力很是精髓，他的修为竟然松动了，往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步至少需要他苦修40年。另一边，顾平也心底狂喜，修行触发翻倍增益，5倍，轰！灵力运行飞快，此刻他已经来到了炼气5层，并且并未停止。因为修为低的缘故，他是两人中的受益者，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又因为触发的5倍增益，他能感受到一股庞大恐怖的力量正在丹田内汇聚，他一时间竟然无法估测要多久才能把这股力量完全吸收。他只知道这些灵力只要能够全部吸收，他的修为恐怕会是天翻地覆了。不要急着修为增长，你现在还未筑基，炼气初期的修为一定要扎实，不能有丝毫急切。他的声音温柔了许多，环着顾平老腰的纤纤素手始终没有松开。男子苍老，皮肤都有褶皱，他和白皙如玉冰肌玉骨的女子竟是如此场景。谁也不会想到，
离月宗最为神秘的九幽风首座会和一个寿元不多的老奴狗合在了一起，两人此刻抱得很紧。是，顾平点头答应，继续吸收这股力量，却不再急于修为的提升，而是让修为坚定、缓慢、扎实的提升。这种修为提升的感觉太爽了，让他有些欲罢不能。当然他心里也知道，自己真正欲罢不能的还有怀中的绝色女修。整整一夜，天要亮了，顾平也只是吸收了这庞大力量中的1/3，但他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炼气6层，距离炼气7层也只有一步之遥而已。顾平心头震撼，这股元婴的力量，他只要顺利的完全吸收，就筑基在望了。筑基啊，只要完成了，他的寿元就会再次增加，不用害怕死亡了。修行成仙，不就是期待的这件事情吗？顾平跪坐在冰冷的泉边石上，喉咙仍残留着萧千宁煞气侵蚀的刺痛。他盯着他腰间晃动的玉牌离月仙宗九幽风首座，指尖下意识地扣紧石缝。他现在爽完之后，内心有些惴惴不安。毕竟昨晚对他那样，但等了片刻之后，萧千宁依旧安静打坐压制煞气，没有想要找他算账的意思。顾平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萧长老，他嗓音沙哑，像锈铁摩擦，小人斗胆，求您赏3块下品灵石。萧千宁睁开眼睛，眉眼斜睨过来。他仅凭这张脸，足以封为人间绝色。顾平不敢多看。煞气未散的泉水在他白玉足边结出细冰。哦，他尾音上挑，一个杂役刚碰了本座的身子，现在还敢讨赏。话虽然是轻佻的说出来了，但是他心里却很是失望。早就听说现在宗门里世风日下，弟子长老所有人都对灵石尤其的势利，虽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更多灵石修行，但这种势利拜金的行为他尤其的不耻。方才他还在想，这杂役老归老，但胜在体质似乎很特殊，又和他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只是不知道他性情如何，想着如何处置他呢。他反倒是抢先开口朝他索要灵石了。这么一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能窥见3分了。而且只要了3枚下等灵石，这样的价钱让他觉得杂役就是杂役，3枚灵石还要张口讨要，哪怕他多要一点，他也能高看他几分。他这样讨要，就像是和宗门内那些女修所要嫖资一样，让人厌恶。顾平脊背绷紧，看出了他眼神中的鄙夷。那个男人没有硬气的时候，尤其当他拿走眼前女人的初次后，他就立即开口：前辈，你可能误会我了，我一个杂役老奴，虽然能够简单的修补一些灵物，但是平日里没有一丁点灵石月俸。昨日我修补灵物的时候，把苏师姐的财补脏毁了，明日若赔不出，杂役管事的玄铁棍又要搭在我身上了。他苦笑，语气中也有些许无奈。粗糙的手扯开破落的衣袖，露出手腕上交错的边痕，甚至不仅会被管事的打，还会被苏师姐打。我自清不久之后就有能耐把修为提升上去了，狠狠教育一下打我的人，但是现在我不如人，而且把别人的东西修废了，总得找个最简单的方式把事情摆平了吧。1分钱难倒了英雄汉，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没有灵石收入的杂役。前辈也不必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谁能保证自己从来都没有低谷的时候？我欠别人3块灵石，也只问你要3块，不多不少，哪怕你不是给我，只是借给我都行。但是萧前辈为什么要用那种鄙夷的眼神看我呢？萧千宁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把话说完，就凑近抬起他的手腕，仔细打量着上边边痕，然后用手轻轻抹撒，疗愈术悄然绽放，抹去了顾平边痕和痛楚。然后他才抬头看着顾平，抿唇之后开口：你倒有骨气，不像宗门里的其他男修，恨不得跪在女修的裙底。然后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了3枚灵石，扔给了顾平。的确是3枚，但是3块中品灵石。一颗中品灵石价值1万枚下品灵石，甚至有时候1万下灵还换不到1中灵。下品灵石我没有，我只有这个。顾平伸手接过灵石，心惊肉跳。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中灵，他总算明白为什么有人那么热衷于追求富婆了。天啊，当你累死累活1块灵石拿不到的时候，别人一出手就是几万，这让人怎么能不贪图富婆啊？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命归九幽峰，这个宗门没有谁可以欺负你了，老家伙。他俯身，发丝垂落时扫过顾平的耳朵。另外，若敢泄露今夜之事，顾平猛地攥紧灵石，他低头掩住眼底的亮光，哑声道：小人一定保密，多谢前辈大恩大德。在宗门有了靠山，他以后提升修为就简单了许多。听到顾平依旧用前辈2字称呼他之后，萧千宁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的脸，指尖轻轻抹撒着他干枯的皮肤。本座改变主意了，你跟我回九幽峰，喜欢叫前辈是吧？那你就好好叫吧，叫吧，叫破了喉咙也没有救你的。九幽峰，顾平眼神有些畏惧，那是离月仙宗的禁地之一，传闻那里活人难入，鬼物横行。不愿意。他指尖微微用力，冰冷的煞气瞬间刺入他的咽喉，
愿意。顾平咬牙应答。萧千宁满意的松开手，缓缓站起身，湿透的白衣紧贴曲线，注意到老汉黏腻的目光后，他转头，还没看够吗？顾平结结巴巴，不知道怎么回答，竟是老脸一红。哼！萧千宁随手掐了个法诀，周身水分瞬间蒸干，衣袍翻飞间，腰侧那枚玉牌再次清晰印出离月仙宗九幽风首作。明日辰时，自己去执事堂办理升调手续。他轻飘飘说道，转身欲走。顾平下意识开口：“您不怕我逃走？”萧千宁脚步一顿，回头看他，眼眸里闪过一丝诡异的赤红。“你觉得你走得掉吗？”话音刚落，顾平猛地捂住胸口，一股阴冷刺骨的劲力如复古之居在他五脏六腑游走。煞毒！他竟然在他体内种下了一缕煞毒。萧千宁淡笑：“这是本座给你的第一道保障，明日若不来，煞毒爆发时会比死更痛苦。”他的声音渐渐远去，身影已经在清晨来临之际消失在夜色里，只剩顾平贵坐在灵泉边，冷汗浸透后背。想想夜晚经历了什么，他竟然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但是现在浑身上下的精气神不会骗他，已经提升了的修为也不会骗他，还有脑海里那和萧千宁旖旎的场景也不会骗他。他顾平经此一役，真的得到了大机缘。快哉！他面对的死亡和刁难的心态缓和了许多。他也知道萧千宁没有想要存心为难他的意思，不然也不会为他疗伤，更不会让他去九幽峰。九幽峰不知道多少年都没人了，也并不对外开放，弟子们走过的时候都会远远的绕开。现在他被特许去九幽峰，他怎么不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呢？今早外门的苏师姐就要来索要的簪子了，所以顾平在后山不能耽搁太长时间了。他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从后山到了宗门方室，没有回杂役峰。这里可以买到的苏师姐同款的簪子，只需要4枚灵石。这种簪子是用一阶妖兽麻羊的羊鞭制成的，也没有其他作用，除了能够稍微放大低阶修士的情欲之外，也仅仅只是女子发丝的装饰物而已，算不得是法宝。离月仙宗里有的5大山头，九幽峰最为神秘，历来也没有公开的弟子。顾平能见到萧千宁就已经是奇遇了。合欢峰和天剑峰属于离月宗最大的2个山头，合欢峰正如其名，主攻双修阴阳大道，峰上弟子修为进境飞快。天剑峰的弟子虽然也双修，但他们并不追求依靠双修来快速提升修为，反而追求的是夯实基础，双修为辅，剑道是主。天剑峰是宗门的武力担当。天宫峰弟子很少，仅有1000人左右，主修炼气断灵。峰上有着离月宗直接经营的数十个炼气房，每年能赚取不少利润，紧挨着杂役区，因此许多杂役也能道听途说的学来一门炼气的手艺，养活自己。顾平就是这样。最后一峰是离月仙宗的主峰灵枢峰。灵枢峰主攻单一蛊毒，是离月宗长盛不衰的根本。传说中离月宗的老祖就是靠着一手制作春药的好手艺，浩浩荡荡的走上了修仙路。也有传言老祖当时只是一位闻名远近的采花大盗。赚钱能力天枢峰最强，排第2的反而不是武器法宝畅销的天宫峰，而是合欢峰。合欢峰的春楼殿在离月宗势力辐射的这片地域之中开得浩浩荡荡，大量的灵石把合欢峰的姑娘们喂得饱饱的同时，也给宗门供上了不少灵石储备。这也是为什么合欢峰的姑娘们在宗门内走路都是仰着鼻孔，高傲得很。当然，合欢峰生意最好的春楼当然是在离月宗内的方室之中了。宗门的方式就是天枢峰和天宫峰之间山谷之中，商铺小楼鳞次栉比，即便是大清早，这里也热闹非凡。合欢楼前，一批一批的修士从楼里走出来，又有一批修士拿着灵石走进去。虽然说双修受益的是双方，但姿色尤其貌美的女修毕竟是少数，有人愿意花钱和漂亮的女修共同修行，也在情理之中。这合欢楼就是这样开起来的。此时，顾平站在合欢楼前，苍老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合欢楼好啊！兜里的3块中品灵石让他这个杂役都不由得再次挺直了腰板。看到那些挂在合欢楼外边的巨大的仙子的画像，画像上的女子每一个都姿色非凡，风情万种，绝了，这也太漂亮了。他也和以前一样站在楼前盯着这些画像看了又看。兜里有灵石的男修肯定不会在这里硬站着，像顾平这样兜里有灵石又有双修功法在身的修士，却只在外边看看不进去的仅此一例，因为有重要的事情去做，他也就没有耽搁了。地摊上虽然就可以买到玉簪，但他毕竟拿着的是钟灵，这种灵石没有多少流通性的。珍宝楼是开在方室里最大的店，听说背后的势力离月仙宗都不敢惹。顾平观察4周之后走进了店内。哎呦，哪来的老杂役，赶紧出去出去，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我说你的鞋子太脏了吧。顾平一进门就被胖管事一边笑嘻嘻一边皱着眉头和他开玩笑。看着这管事，顾平心里也感觉有趣，明明要把他赶出去，
却也不愿意得罪人，笑脸相迎，嘴上的话不好听，脸上的表情却格外的生动。我来买点东西。胖管事歪头一笑，道友，咱这里的东西可不便宜。他仔细打量着顾平，有些摸不清顾平的身份，看他炼气6层的样子，应该是外门弟子的，偏偏他穿的实在是和杂役没什么两样。可杂役哪里有零食来他珍宝楼啊？顾平利索的从兜里摸出来了块零食，管事的眼睛猛地一亮，脸上立马挤满了笑容。稍有怠慢，道友勿怪，小妹，快来把客人请到2楼雅间去。来了。一个白皙的童子从2楼下来，转了一圈之后，把目光看向顾平，又看了看管事，表示疑惑。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请上去看茶。童子小嘴一鼓，走到顾平身前，道友，请往这边走。顾平也是走走看看，并没有反对胖管事热情，毕竟他现在在宗门里也有人撑腰，又有灵石花，说没有底气是不可能的。修为低只是眼前的状态，增长修为只不过是顷刻之间，在他60年的生命中不值一提。道童规规矩矩的给他敬茶之后，才例行公事的开口，这位道友，不知道你想要在珍宝楼购置些什么？顾平心里早就想好了，他在纸上利索的写了下来，上等道袍、衣物、鞋子1套。片刻之后，道童拿着一个所有东西回来。道友，这是你要的东西，上等道袍1件12下灵，巨灵蒲团1件25下灵，连体诀1本150下灵，血髓灵芝10颗共300下灵，低阶金刚符5张共400下灵，一柄低阶长剑100灵石，总共977下灵。顾平此刻早已不关注需要多少灵石了，他只是暗自感受人生的蜕变。没想到有一天他来到这珍宝楼还能被当作上宾，没想到自己也能一出手就是上千灵石。顾平看着道童放在地上的一堆东西，他就又开口，储物袋有吗？有的，最普通的要50下灵。那就拿一个储物袋吧。是。顾平看着这把长剑，100灵石的长剑品质已经非常高了，要知道15枚灵石都能到合欢楼找地字号的师姐双修一晚。这件虽然不是飞剑，但是坚韧和锋利程度毋庸置疑，至少可以用到炼气圆满。道童又拿了一个储物袋过来之后，就直直地看着顾平，他似乎很想确认顾平能不能拿出灵石来，毕竟这些东西已经价值不菲了。顾平注意到他的目光，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装模作样的品茶了。话又说回来，这里的茶水真好喝，他就从怀里掏出来一块中品灵石。他笑着开口，够吗？道童眼睛都直了，他看了看那块钟灵，又看了看顾平，很难想象一个浑身穿着烂衣服，看着就像杂役的人，能从兜里掏出一枚钟灵来。道友是我见过最低调的人，过奖过奖。道童接过钟灵，拿去找钱去了。片刻后，道童吃力地搬着一个箱子过来，道友，这里便是9000枚下灵，您请收好。顾平看着这一箱东西也是犯了难，这灵石的数量也多了一点，根本就没有钟灵便于携带，就算是全部装进储物袋里也不是什么好事。道童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窘状，急忙开口，道友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万宝楼储蓄业务，随出1楼随时支取，还有利息可以拿。不知何时，胖管事也凑了过来，详细的给顾平介绍他们的储蓄业务，给顾平讲解珍宝楼遍布世间的业务。一番讲解下来，顾平也是心动，这些灵石带在身上也不保险，他也是胆大，直接拿出另外2块钟灵，又把5000块下灵也存了起来。他只拿着4000枚下灵装进了储物袋里。胖管事一脸郑重的邀请他在一个玉牌中滴血，完成了身份的认证。下次您来存取，只需要把手放在我们珍宝楼的验身石上，即可证明身份，挺方便。顾平也放下心来，然后把崭新的储物袋塞进来黑黝黝的上衣怀里。他佝偻着腰，很不起眼的从珍宝楼走出去。他这个样子，哪里有人会怀疑他身上又有财宝啊？哎，还真有几个地痞杂役认得顾平，他们本来一大早在方氏找活干的，结果看到了顾平从珍宝楼里走出来，这事情可大了去了。他们杂役什么时候有能耐进珍宝楼了？能悠闲从里边出来还不奇怪吗？那顾平不会是进去买东西了吧？他那里来的灵石偷的吗？谁知道呢？几人对视一眼，默契的跟在顾平后边。顾平一时没有察觉，拿着灵石在一个女修的摊位上买了一个玉簪，恰好被跟在后边的几个杂役看在眼里。这老东西都快死了，还有灵石啊！走，跟上去，哥几个今天发财了。记住，一定要做干净一点。我就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吧。他们一行4人远远的跟在顾平后边，并不急于动手，因为此地到杂役峰还有一段路程。顾平在采买完毕之后就要起身回杂役峰了，把簪子赔出去之后，他也要收拾一下东西，前往九幽峰。脚步加快，走出方室之后，他逐渐感觉到不对劲了，身后那几个地痞杂役一直跟着他。他苦笑着回头，苍老的脸上挤出花来，几位道友不知为何一直跟着老朽啊？老头子别害怕，我们就是陪你走一走，送送你。是啊是啊，顾平知道
这几个平常就喜欢凑在一起为难其他杂役的畜生，就没再多说什么，反而加快了脚步往后山跑去。嘿，这老头子还真想死，我还担心他进了杂役峰没法下手呢，他倒好往后山跑了，这就叫慌不择路啊！哈哈，走吧，送送他去。顾平脚步不快，不紧不慢地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坳，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叹了一口气，就这里吧。他转身看着这4个围过来的杂役，老东西你怎么不跑了啊？让你跑，害得哥几个一顿追，哥几个先把他打一顿再说。开头那一人上去就要一巴掌呼在顾平脸上，顾平手里一闪一把长剑出现，噗呲，一个透心凉赏给了第一个动手的。灼热的血浆溅了他一脸。同伴的遭遇并没有让剩下3人醒悟，反倒是顾平手上的崭新长剑让他们更加眼红。上，我们人多。3人一哄而上，顾平枯瘦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出细长的影子，他佝偻着背，看似颤颤巍巍，浑浊的眼底却闪过一丝寒芒。老东西，把储物袋交出来。为首的刀疤脸凝笑着逼近，炼气3层的灵力在掌心翻涌。顾平突然挺直腰杆，炼气6层的气势轰然爆发。枯瘦的手指握住剑柄的瞬间，长剑如毒蛇出动，噗！剑锋贯穿刀疤脸的咽喉，血浆喷溅3丈。剩下2人还没反应过来，顾平手腕翻转，剑刃划出半月寒光。第2颗头颅飞起时，鲜血乱喷。跑啊！剩下1人肝胆俱裂。欺负惯别人的他，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顾平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老黄牙，身形如鬼魅般闪到最后1人背后，剑尖从后背透胸而出。最后1人倒地，砸碎。顾平一脚踩碎刀疤脸的脑袋，脑浆迸溅在破旧的道袍下摆。他慢条斯理地擦拭长剑，嘴角嘲讽，他们都是一群炼气初期的小角色，他现在已经是炼气6层巅峰，他们怎么斗？就算他的血气衰败，但终究灵力雄厚，几个简单的挥剑招式也能简单的摘走他们的脑袋。他拿着剑蹲了下来，伸手在1人的脸上拍了拍，别睡了，快醒醒。看到4人长睡不醒，他在4人身上搜刮一番，真被他找到了6枚灵石，几件小器物，真富裕啊！他感叹，杀人放火金腰带，自己兢兢业业的打铁炼气赚灵石，还真不如这几个畜生强取豪夺来的快。可惜了，这几身衣服也被我砍破了。他叹了一口气，指尖熟练的升起火苗，落在4人身上，熊熊大火开始燃烧。他则是在不远处找了一个溪流水坑，好好把身上的血迹洗干净。没有了寿命焦虑之后，他的精气神强了许多。把散乱的头发用木簪子捆起来，虽然道袍依旧破旧，但是他挺拔起来的身姿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年轻时的风华正茂。摩挲着粗糙的皮肤，他也只能叹一口气，返老还童只能等到筑基以后了，现在要把浑身的血气养好。又穿上洗净的旧道袍，他就回杂役峰了。他才刚回来，在茅屋里坐下来，一阵风风火火的声音就从远处传来，老奴才，我的簪子修得怎么样了？苏师姐像是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一样，立即就赶到了。她穿着一袭半透的胭脂红纱裙，衣领绣着的合欢花随着步伐若隐若现，雪白的肩头刻意裸露，锁骨处纹着的血色蝴蝶随着呼吸微微颤动。她走路的时候，腰肢像蛇一样扭动，大胆的裙摆开叉，露出带着银铃的雪白脚踝，每一步都让顾平直呼妖女。见到顾平之后，苏师姐就往他身上一贴，那双小手熟悉的摸了摸顾平脸，老奴才，我的簪子呢？顾平佝偻着身子，双手捧着那只崭新的玉簪，恭敬地递到苏师姐面前。师姐，您的簪子，小人已经尽力修复了。他低着头，仿佛真的费尽心力才勉强完成。苏师姐指尖轻轻挑起那只玉簪，细细端详，簪身莹润，毫无修补痕迹，分明是全新的。她唇角微勾，眼底闪过一丝玩味。哦，她嗓音慵懒，指尖轻轻摩挲着簪尖，你这手艺倒是比从前精进了不少。顾平仍旧低着头，像是紧张。苏师姐轻笑一声，忽然轻身向前，红唇几乎贴在他耳边，吐息温热。不过这簪子怎么闻着像是方室里最仙楼的脂粉香？顾平，师姐明鉴，小人只是去方室买了些修补材料。说了一半，他就停了下来，是吗？他指尖一挑，玉簪在他掌心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又轻轻抵在顾平的下巴上，让他抬头。他眸光潋滟，似笑非笑。那你这灵石又是从哪儿来的？顾平喉咙滚动，浑浊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卑微。小人攒了些积蓄。哈哈。苏师姐低低笑了，笑声如银铃般悦耳。她收回玉簪，指尖却若有似无地划过顾平的腰胯，留下一丝酥麻的触感。是吗？你这老头子，下次若再有这样的积蓄，不妨先来找我聊聊。顾平苦笑，师姐别拿老奴打趣了，老奴这身子可经不起师姐折腾。
苏师姐懒懒地挥了挥手，算了，不逗你了，簪子修得不错，我先走了。顾平躬身退下，脑袋却抬了起来，浑浊的眼底也是对苏师姐姣好身材的赞叹。这身材现在真能让她折寿啊！不知道多少人虚弱地躺在苏师姐的仙裙之下了。另一边，苏师姐走远之后，才把玩着那只新簪，红唇微勾，眼底浮现一抹兴味。这老东西倒是藏得深。这件事情虽然有趣，但是苏妹的脸色还是垮了下来。她现在是外门弟子，炼气圆满，距离筑基只需要临门一脚。她也有固定的一个双修伴侣，也可以称之为她的半个道侣。别看她在外边风情万种，事实上她也仅有过那么一个双修过的人而已。但对方现在已经是内门弟子了，而且在双修这件事情上并不积极，时常将她冷落。她对那人却又心存情谊，不愿意和其他女修一样放纵肉体。可现在是她晋升筑基的关键时刻，没有双修岂能行？一方面不愿意辜负自己的道侣，名声变差；一方面又实在不愿意自己止步不前。她现在心情可谓是差到了极点。如果有一个不起眼的、大家都不关注的男人和她双修就好了，她的心还是属于情郎，只是和无关紧要的人双修了一下而已。另一边，顾平在苏师姐走之后就关上了茅屋的门。昨晚没有吸收完的修为，他现在要炼化了。修为提升是很重要的事情。和萧千宁过了一夜，他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想法？但是两人之间的差距还太大，他只能尽快拔高修为。顾平开始盘坐下来，消化丹田内积压的元阴精粹灵力。原本5灵根废柴的他，因为体质蜕变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变成了阴阳1灵根修士。丹灵根被称为天灵根，放在哪里都是天才中的天才，资质无可匹敌。阴阳属性的灵根也是丹灵根，而且是丹灵根中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灵根，且更胜于风、雷、阳等1灵根。修炼的速度和他以前5灵根的时候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打坐修行了片刻之后，就有人敲响了他茅屋的门。没办法，顾平结束打坐，起身开门。原来是外门弟子来找，让他帮忙搬石头，顺便挑大粪、管饭，3天之后会给他一枚屁股丹。他以身体劳累为由拒绝了，也意识到自己已经不适合待在杂役峰了，这里并不适合修行。以前这种给外门弟子打工的事情，他肯定抢着干，毕竟辟谷丹也算是一种修行资粮了。但现在看来，给外门弟子打工，纯纯的就是被当畜生用了。修为超过炼气5层，就可以从杂役峰搬出来，选定其他5峰做外门弟子。他现在的修为已经超过了最低标准。片刻后，顾平背着一个包袱，把本就贫瘠的茅草屋里搜刮干净，然后下山朝着九幽峰走去。走到一半，他又回来，一把火把茅屋烧了个干净。扛着沉重的炼气炉子走了大半天，来到人迹罕至、像是无人区一样的九幽峰脚下的时候，顾平发现自己被九幽峰的结界挡住了路，无法前进一点。他不由得放下炼气炉，用简单的法术轰击法阵。片刻后，他浑身一抖，感觉到一股阴冷的神念从他身上扫过去，然后眼前的阵法一阵波动。他抬起步子往前走，发现可以走进去，就扛着炼气炉进山了。进入阵法之后，顾平一愣，被眼前的景象美到了。原来那阵法也隔绝了九幽峰的真实样子。九幽峰虽以九幽为名，实际上却并非阴森诡谲之地，目光所及反倒是一处清冷绝美的仙山胜境。就是和主峰天书峰相比，也不遑多让。此刻峰顶云雾缭绕，天光贯穿云层，洒落光辉，映得整座山峰宛如琉璃仙境。山脚下更有古木参天，灵泉飞瀑自崖壁倾泻而下，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霓虹。峰腰处，一片老旧宫殿群错落有致，飞檐翘角上悬挂着青铜风铃。宫殿虽然华美，却因常年无人居住而显得格外寂静，廊柱也蒙着一层尘灰，更添几分遗世独立的孤高。顾平欣喜万分，这地方好啊，是他可以独自清修的好地方。而且这么大的地方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他急不可耐地登山，兴冲冲地往宫殿的方向走。这么一大片的宫殿，可要比他那茅草屋舒服多了。终于到达殿前石板大广场之后，他盘坐下来稍作休息，看着山腰以下的风景，嘴角忍不住翘起来。想到以后可以在这里修行，过着真正的修行者的生活，他的内心又充满斗志。直到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身影。你倒是开心。萧千宁的声音清冷，目光凌冽。弟子见过首座大人。他急忙起身躬身。萧千宁的目光在他身上打量着，看到他还是一身杂役破袍之后，皱了皱眉，但是也没说什么。这上面的宫殿是九幽峰的祖业，几百年前的九幽峰广开山门，核心弟子才能在这宫殿里修行。现在这里是我的居所，以你现在的修为，来九幽峰也只是外门弟子而已。就先在这山脚下，你找个地方搭建住所吧。是。顾平点头，他也早有此意。这山腰属实有点高了，
他练气的修为爬这么高的山也需要一点时间，住在山脚下反而方便出行，等到自己筑基之后能够预见上来也是一样，那时候登山就轻松了许多。看到顾平利索答应，萧千宁拿出一枚巴掌大的令牌，这是九幽峰的令牌，你去宗门大殿办理外门弟子的身份吧，这令牌也可让你自由通行九幽峰法阵。多谢首座。萧千宁点头，一袭素白长袍如霜雪附身，清冷中透着一丝孤傲，偏偏身形纤细修长，腰肢如柳，因常年镇压煞气而带着几分凌厉的挺拔，仿佛一柄出鞘的寒刃，锋芒内敛。顾平的目光没忍住在他银白的肌肤上扫过，还有他的锁骨、耳朵、腰肢，女子怎么可能感受不到他的目光？他眼尾微微上挑，一颦一笑自带3分冷艳色。你怎么回事？他忽然开口。啊！顾平一愣，以为自己偷看被发现，内心有些惴惴不安。我说你为何仍旧元阳未失的状态？顾平有些疑惑，现在他有些不知道如何解释了，毕竟昨晚他才和他行事，今天又变成童子男了，怎么样解释都很奇怪。我也有些不清楚，他只有实话实说了。萧千宁也不见怪，只是淡淡开口，应该是你的体质不错。酝酿片刻之后，他还是接着开口，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代的圣女，她是万年难得一见的玄阴体，和你的体质颇为相似，若是有机会和她双修的话。顾平当然是使劲摇头。首座大人说笑了，弟子哪里敢和其他女修再有瓜葛？这话说出来，他看到萧千宁面无表情的时候就立即改口，首座恕罪，是弟子口不择言了。萧千宁没应声，目光定定地看着远处，又回头瞥他一眼。顾平再一眨眼，他就消失不见了。哎，首座大人，九幽峰要大开山门了吗？不开，仅你一人。声音袅袅传回来。顾平松了一口气，和萧千宁待在一起的时候压力真的不小，除非是待在他里边才能免除压力。回到山下之后，他先出了山门，回到方室去。方室里另一个火热的地方是方氏的宗门事务大殿，弟子们接任务赚灵石都是在这里。什么名字？顾平。以前在哪？杂役峰第3山，火气峰。什么修为？炼气6层。听到这话，管事的才惊讶地抬头看了顾平一眼。到炼气6层才来转为外门弟子的修士，他还是第一次见。大多数弟子是炼气5层一到就立马来晋升外门弟子了。来，你使用全力来轰击我的腹部。前辈得罪了。顾平攥紧老拳头，用上了自己炼气6层的全部力量，猛地出拳。那管事只是浑身一震，就把力道泄出去了，不吝点评道：不错，修为很扎实，是个苦修士，只是可惜了，现在你就算成了外门弟子也没今年可活了。哎，顾平飒然一笑，只是道了谢，拿着外门弟子的道袍和身份牌离开了。出门的时候，他看到一群修士围在宗门任务栏面前挑选任务，他也凑了上去。东林镇外围村落近日多名凡人男子精血枯竭而死，尸体眉心有红蝶印记，查明真相可得80灵石，剿灭血衣盟残党可得100灵石，春季宗门弟子招收可得50灵石，探索小东山南边山口遗迹，提供遗迹具体情报可得45灵石。顾平一一查看下来，看到了数额不低的灵石奖励，他心里也是跃跃欲试啊。外门弟子的待遇就是好，赚灵石的渠道还是不少的啊。现在自己也已经是外门弟子了，以后自己有福了。嘴角的笑容还没收起来，他就听到几个修士谈论声。这血一盟的任务已经从10块灵石涨到了100块灵石了，2个同门前往的同门命魂都熄灭了。出门招收弟子，如果遇到魔门抢人，也是死无葬身之地。那个遗迹里也已经死了不少人了，最近想要晋升内门的同门可惨了，这几个任务都不简单。顾平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瞬间就绝了领任务出门的念头。有命赚灵石，没命花，大家都是混口饭吃的，虽然都很想要机缘，但还是把小命看得很重要的。只有真正缺少灵石的人才会领了任务剑走偏锋吧。顾平可不干这事，这几十上百块的灵石虽然也算是机缘，甚至有可能在出门领任务的途中有新的机缘，但这些机缘都不确定，只有千万分之一的几率能够碰到。这一点他的系统机缘线索就强太多了。昨天只是一个后山灵泉有人走火入魔的线索，直接让他得到了天大机缘，不仅让一峰首座屈身侍奉，美人入怀，亲密双修，还让他的修为暴涨，一步踏进外门正式弟子的门列。钟灵都拿到了3块。什么叫机缘？这才叫机缘，可不是什么打生打死的拼命，那不叫机缘，那叫买命钱。想明白之后，他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这任务不适合自己，他并不想在宗门任务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但没办法，他也知道想要晋升内门，外门弟子是必须要为宗门完成一个任务的。他修为升上去了之后，再炼气巅峰肯定也会接一个任务的。至于现在，当然提升修为
坐等系统给自己机缘线索？难道还要像别人一样苦苦拼命寻找啊？万万不可能的。只要修为低的时候稳住不死，他就算是偷懒，修为也能蹭蹭账。没办法，现在他太强了。围观片刻，顾平又注意到苏师姐也挤在人群里，笑容满面。他和顾平擦肩而过，顾平看着他从接任务人那里回来，应该是接到了一个不错的任务。女修们大概不会去接那些有危险的任务，她们又不缺零食，缺了也不怕，往那里一趟，两腿一分，零食就哗啦哗啦的来了。顾平想着，苏妹肯定是找了个毫无风险任务。仔细看才发现，苏妹把剿灭血一盟残党的任务接了，零食最高的那个。奇怪，他感到有些疑惑，但也并未在意。苏梅虽然颇有姿色，但她以后大概是没机会和他有交集了吧。顾平离开，转身去方市里买了3袋灵米的种子和100只灵鸡仔，花费他800灵石，这价格也是贵得吓人。但是九幽峰那么大，鸡仔可以放养，灵米种植的地方更是大片大片。返回九幽峰，他找了一个溪流，拿出长剑，把自己的长胡子全部刮掉，头发也修理一顿，才换上了外门弟子的干净道袍。这么把自己收拾了一顿，身姿再挺拔起来，顿时年轻了至少有10岁。因为修行的缘故，他的面目白净，如果气血充沛的话，他脸上的皱纹也会消失的。在小溪边上，顾平砍到了一片大树，用篱笆把这块地围了起来，把小鸡仔全放在篱笆里。他自己则是挖了一个山洞做洞府。洞府不小，他费了不少功夫，天黑的时候才挖好，里边总算有了不小的空间，会客室、闭关室、厨房、炼器室都有。洞府门前就是一大块空地，他用火把荒草烧了个一干二净，用自己那把废铁剑卡在木头里做耕犁。他把3袋子的灵米种在了3亩地里，这块灵米地收获3叉之后，300枚灵石的种子成本就能回来。如果不算用地成本的话，每朵稻花会形成1粒稻穗，每株稻穗大约可结70到140粒米，一株灵稻可以长3至4个稻穗。基本上种完3叉灵米，把自己吃的灵米也算上，种植3季过后用于购买稻种的300块灵石也能回本了。当然，顾平现在不缺灵石，他之所以种地养鸡，还是因为炼体诀对灵骨灵肉的需求太大了，他不可能全部买肉来吃。这100只灵鸡刚开始可以用来生蛋，生蛋之后继续孵化小灵鸡，小灵鸡长大之后又可以吃肉。这鸡崽子虽然贵了点，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就是个不会赔本的买卖。九幽峰正好又有这么大的地方，闲置着不如开发起来，养鸡更是没问题。全部播种完成之后，已经深夜了，顾平才疲惫的洗漱，坐在蒲团开始深夜寂寞打坐，形单影只。他先是按照炼体诀修行，炼体功法运转熟练之后，他开始服用30灵石1颗的血髓灵芝。澎湃的血气顺着血液开始在他体内流动，他也忍不住起身，按照炼体功法上的指引开始挥拳。片刻后，又开始扛起数百斤的石头。因为有阴阳圣体，他现在的炼体速度飞快，尤其是有了血髓灵芝的加成之后，皮肤的褶皱开始缓缓打开，逐渐变红，气血稍有回暖。后半夜，他就盘坐修行，炼化体内从萧千宁那里得来的元阴之力。3天后，顾平突破了炼气7层，体内的留存的元阴之力却并没有减少的迹象。此刻清晨，他盘坐一块东西照射的巨石之上，顾平惊叹：太可怕了！萧千宁的元阴恐怕能将我送到筑基去。这种修为高绝女修士的元阴之力对我的作用真不小，可惜这种机缘并不常见啊。年纪大了会疼人，果然好处不少。嘴上这么说着，但他心里想的可是另外一件事情。这3天以来，他就再也没有看到萧千宁了，心里不痒是假的。萧千宁的绝色俏脸，纤细窈窕的身段，他睡觉的时候都在脑海里挥不去，总想在意清方泽。双修的好处两人也都知道，他的体质对于萧千宁又是十足好的药引子。哪个合欢宗女修知道他元阳长存，肯定会赖上他的，求着他双修，甚至顾平收灵时都有女修愿意倒贴双修。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价值，所以萧千宁让他来九幽峰，难道真的让他来做外门弟子吗？他又不傻，只是这种事情他不敢冒险去询问。当然他也不全是为了想要纵情声色，沉溺仙子美色之中，实在是双修的时候修行速度太快了，比他现在打坐修行快得多。只要一直双修下去，别说筑基了，金丹也是唾手可得。顾平也有想过首座大人没有来找他的原因，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现在外形条件实在太过差劲了，血气衰退，皮肤暗沉无光，脸上都有皱纹，和年轻时帅气的样子差远了。男修士不帅，这在双修宗门里月宗可是大忌。萧千宁的这种仙子级别的人物，年纪轻轻就是元婴大修士，肯定是眼高于顶的。他这种杂役出身的货色，能够尝到他一次都已经是万幸中的万幸了。他可不会自恋的觉得萧千宁不嫌弃他，这件事情
他看得很清楚。所以最近这几天他对修为提升的事是并不怎么用心的。那古元阴之力存在丹田里又不会散，反倒是炼体的事他废寝忘食，恨不得立即炼体成功，恢复青春。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楚的，只要血气重回巅峰，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帅得让女杂役胡乱抛媚眼的，到时候和首座大人一夜春宵、二夜春宵、三夜春宵，只是简简单单。想到这里，顾平就从蒲团上起身，赤着上身开始吞吐朝霞紫气，锤炼肉身。他腹间的赘肉已经消失了，取代是松散的肌肉，但是此刻他的肉身微微发汗，血气从头顶蒸腾出来，那些白色的头发在这3天时间内已经脱落，长出了新的黑发。炼体的境界划分并不是秘密，人尽皆知，毕竟炼体和炼气一样，在这片修仙界同样出名。炼筋、炼骨、炼皮是淬体3关，也是炼体的开始。淬体3关对应炼气期，淬体3关之后是凡胎境，对应炼气修士的筑基境界；凡胎境之后是燃血境，对应金丹境界；金身境对应元阴境。顾平这本花费不少灵石得到的炼体诀，只能修行到凡胎境中期，对于他现在来说已经够用。修炼片刻之后，顾平又开始扛起比他自己身体大了2倍的巨石，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往山顶扛。扛上去之后再扛下来，汗水蒸腾了不知道多少。这样每往返3次，就可以帮助他迅速消化1枚血髓灵芝，这样的效率尤其的吓人。1枚血髓灵芝就要30枚灵石，顾平1天就消耗2枚。现在是第4天，他已经只剩下2枚了，消耗堪称恐怖，但它的效果也是巨大的。4天时间，又有强横的苦修，又有灵物辅助，他已经完成炼精阶段，等同来到了淬体境4层，再精进3层，顾平的体修和灵修都来到了7层。那样的话，他可以和炼气8层的修士分庭抗礼了，这是实力给他的底气。但是这灵石未免花得有点太快了，今天过去之后，血髓灵芝可就用完了，炼体的速度可就一下子慢了下来了。这怎么能行？但这么花灵石，他也遭不住啊，总不能花完之后再去朝首座大人乞讨吧？他干不出来这事。想了想之后，顾平又把目光放在了这九幽峰的土地上。片刻后，他开始用青石敲打，花费了半天时间，敲打出来了出一个10里。他像牛一样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前边拉犁，九幽峰的大片荒地开始被松土垦荒，灵田规模还可以扩大。只要灵米能够及时产出，他的修行资粮就不会那么依赖血髓灵芝。半天时间，顾平亲自拉犁耕出了3亩地。没有血髓灵芝的帮助之后，果然他的炼体进境还是慢了下来。这鸡崽子赶紧长大才对啊！他从密林里割了10几捆大树的叶子，这些树并不怎么名贵，但长久生长在灵气充沛又紧锁的九幽峰，树叶和枝干也带着灵力，割了喂鸡最好不过。把鸡喂饱了之后，顾平就出门。外门弟子是无法进入藏经阁的，所以像是不语术这种灵芝师擅长的玩意，必须要去买才行。离月宗又没有一座山峰是教授灵植的，顾平自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没忍住，他又绕到了珍宝阁。管事一看是顾平，立即拱起了手，恭喜道友晋升外门弟子。顾平摆了摆手，气色比上次来的时候好太多了。想来顾道友应该是转运了，最近几天不见，这变化真是让人心惊啊！就是那些真传弟子的修行速度也不过如此啊！管事一顿马屁拍的顾平心痒难耐，不断的摆手，哎，管事的不要硬夸嘛，你不夸我，我也是要在你这里买东西的。咬了咬牙，顾平又从珍宝阁买了100枚血髓灵芝，花费3000枚下灵，用100块买到了灵植不语术，他身上就只剩下100下灵了，只够买1袋灵米种子。这可不行，他没办法，只能验明身份，又取了5000下灵出来，再买40袋灵米种子。啊，这管事和道童都惊了，这得是40亩地才能种得下这么多种子。管事的不愿意坑顾平，也是急忙把这种灵米的习性告知顾平。顾道友，这种灵米需要谨慎照顾的，需要不停不语催肥，补充灵田地力。催肥的法术我可以100灵石便宜卖给你，但是给灵田补充地力可就难得多了，必须要修士将灵植或者妖兽粉碎变成养料后撒在地里补充的力。恕我直言，几十亩地需要你做的工作量可是不小啊。顾平也是犹豫，但是片刻之后他就决定下来了。地他都已经辛苦理好了，哪有不种的道理？他只能又花费100灵石购置给灵米催肥的法术，算上40袋灵米种子，刚刚取出来的5000灵石，现在又只剩下1000了，花钱速度堪称一绝。顾平走后，小道童凑到掌柜的面前，不解地询问：离月宗什么时候有灵植夫了？你可别小瞧这灵植夫，种地可是很赚钱的，只是这老头子脾气还挺倔，花这多钱种地，怕是拿出来了棺材本了，要是赔本了，
那才叫个可怜呢，几十亩地啊！顾平将装满了东西的储物袋贴身放置在怀里，拿着东西不紧不慢走在方室之中。路过合欢楼的时候，他眼睛忽然一亮。大多数男女修士都不愿意让别人白白掠夺了这一缕自身的造化，毕竟一辈子也仅此一次。有些女修行遇到了阻碍，想要修为更进一步，就想到了要花钱找机缘，不惜高价。一般情况下，没几个男修会卖自己，但是顾平看到这样的告示，真是走不动路了，一步都迈不开。正如那天萧千宁的疑惑，她的身体可不一般啊，对女人来说是绝对的好东西。哎，都是为了修行嘛。他想到自己为了炼体花费的大量修行资粮，一枚血髓灵芝就要30下灵，他一次元阳售卖却最高能拿到150灵石，一次就能赚到5枚灵芝，足够他炼体2天半了，都是为了修行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明明没有想法的，怎么2条腿自动跑到这告示前来了？奇怪，他明明不想的。你好，这位道友。他和站在告示前白纱蒙面的女修打招呼，这女修的身姿高挑。女修转身看他一眼，见到是个老头子，就想要赶他走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顾平的修为是炼气7层，最为重要的是他这个年纪了，元阳还在，老处难好啊，要影子年份大的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俗话说，男人就像是好酒，岁数越大越香啊。道友好，你确定愿意卖吗？女修的眼中带着些许期待。听到这说辞的一瞬间，顾平嘴角一扯，这也太直白了吧，大家都是同门道友，说一起双修不好了，干嘛要这么露骨？我老头子一把年纪了，还要点脸面呢。他温声开口，道友，那你也知道我都温养了这么多年了，不可能就这样和你双修了。女子眉头一挑，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看能不能再加一点灵石，240块灵石怎样？不行，160最高了。算了，我也给你一个实在价200行吧。我这够意思吧？一下减了40块，180，我的底线。女修也是咬牙切齿。顾平双手一拍，好，180成交。180能买6枚血髓灵芝了，够他修行3天时间了。说完，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过兴奋了，就立即叹了一声，可怜我这老头子啊，都一把年纪了，还要被人压榨。女修听闻嗤笑，别担心，老头子，我肯定不会伤害你的身体的，咱都是同门。顾平长叹，眼睛一转，那师姐我们走吧，去我的洞府。这女修开口，朝着合欢峰走去。顾平跟在他后边，时刻注意危险。好在他这波身上没多少钱，就算是被仙人跳了，也亏不了多少。最重要的是，双修宗门没谁会做这种仙人跳的事情，众弟子可都不压抑啊。宗门各处只要稍微隐蔽一点，就能看到有弟子两成队修习双修大道。这女修的身材极佳，尤其是双腿纤直。顾平看不到她的脸，但她以面纱遮掩，应该是有些头脸的人物，相貌必定不会差。尤其是跟在她身后的时候，那股清幽的淡香让他心思躁动。跟在女修后边走了一段路之后，顾平大吃一惊，前辈，你是筑基修士啊？怎么了？筑基修士不行吗？最近修行有些瓶颈，需借外力，老朽一定助你一臂之力。顾平拍着胸脯，硬挺着信心，有劳了。筑基内门弟子在宗门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洞府也是极其宽敞豪华。但是顾平进来洞府之后，就感觉到不对劲。前辈，似乎你是有道侣的人，要是事后被你道侣发现了，我这炼气修士可挡不住筑基修士的暴怒啊。他带着讪笑，有些想要退缩。无妨，他今日出门做任务了，近期不会回来。顾平一愣，算了，他只当作不知道了，赚取灵石重要。多谢道友。他就要起身离开，刚刚这一次修行对他的好处也不少，10倍的修行增益让他的修为隐隐有些压不住的样子，他必须立即打坐夯实下来。这10倍的增益太过离谱。顾道友，先等等。看着他的样子，顾平立即板起了脸，拒绝被白白使唤。楚玉是想要再试一下顾平平常的修行是否也有特殊的地方。你放心，灵石我肯定不会少你的。楚玉俏脸温婉，从储物袋里又拿出来了200枚灵石，他的家底已经没多少了。顾平还是干笑着收起来了这些灵石，触发翻倍增益4倍。精纯的灵力再一次交互在两人之间，楚玉已经验证了自己的想法，心头震惊万分。但他此刻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看出来似乎这个顾平并不知道他自己的体质特殊，那这个秘密就让他来守着就行了。他也没想到这种机缘还能被他遇上。看到楚玉那发现秘密的表情的时候，顾平心里也是嘿嘿一笑，看来这以后是不缺灵石了啊，一次200块比和欢楼里的姑娘贵了10倍都有。他心里乐个不停，不过他还是替那位仁兄难过。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人家是道侣，修士活的时间又很长，人家两人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有的合欢峰男修士也对此很不在意。这次顾平推开怀里的楚玉，楚道友，就此打住吧。虽然顾平嘴上这么说着，他其实是知道楚玉的储物袋已经空了，他怎么可能让白白使唤？利索的收拾妥当，转头就走。哎，顾道友，楚玉又一次叫住了他。顾平步子一顿转头，苍老的脸上有些害怕的开口：楚仙子难道要先修后杀啊？还是要把这灵石都拿回去啊？楚玉面色微红，又凑到他怀里来了。顾道友多想了，我只是觉得和顾道友你修行的感觉还不错，以后若是联系你。顾平心道果然，这女修心里明白这秘密，能吃一辈子呢。哎呀，楚道友还是别了吧，你都是有的人了，这样真的不合适。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是脚步可没动。顾道友不用担心，道侣这种事情又不是不能换，我看顾道友啊，这可不行。顾平严厉拒绝。开玩笑，他真要成了自己道侣，那就是真白白让他修行了。哎，顾道友说话还是这么伤人，那你总得想个法子，让我想要修行的时候也能找到你吧。顾平摇头晃脑地叹了一口气。这样吧，到时候你去九幽峰找我。九幽峰？楚玉疑惑，转而婉然一笑，轻轻拍了顾平一下。顾道友怕是故意躲着我吧？九幽峰哪里来的外门弟子？你就实话实说呗，我肯定只会偶尔和你同修，不缠着你的。顾平无奈，只好掏出来自己的九幽峰令牌。诺，我可没骗你。楚玉的眼睛猛然一亮，竟然真是九幽峰的令牌。忽然他心里有些害怕，顾平有这九幽峰令牌，又有这种神奇体质，最起码也是核心弟子。他在九幽峰也能理解，只是自己现在和他修行了，若是被他背后的人知道算了，只要心存善心，对他没阴谋就行了。两人毕竟是灵石交易。想通之后，楚玉对顾平更是舍不得。顾平则是严肃的开口：楚师姐，你来找我可一定要带着灵石啊，不然我肯定不会和你修行的。楚玉嗔怪：你倒是个负心汉，只认灵石。顾平叹气：修士修行就是如此啊，我们都在苦苦争夺。说完之后，顾平就收拾妥当，利利索索地离开。他走之后，此人到底是谁？以前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呢？这200灵石一次，未免也太便宜了一点。哎，不过我现在已经灵石了，只是不知我家夫君这次能不能赚点灵石回来。顾平走在回峰的路上，心情舒爽到了极致。他有心思继续去合欢楼边上寻找机缘，但他也没有忘记今天出来是干什么的。兜里的灵米的早点种在地里，早一天种下去就早一点收获，日常修行可不能停滞的。经过今天和楚玉的灵力交互，他发现自己最近几天体修还是很有用的，最起码没有上次和萧千宁那样的疲软无力了。他现在只是看着老，双修起来还是很猛的。不过他怎么可能停滞不前？猛了就要更猛，帅起来了就要更帅。干的萧千宁能一直和他缠绵。回到九幽峰，他立即服用了血髓灵芝，这次他买了100枚灵芝，足足可以修行50天了。服用之后，他就扛起了沉重的10厘，开始开荒耕地。一连10天时间，顾平的修行很有节奏，每天都不荒废。每日清晨6点醒来，去山上给灵鸡割草，割草完之后，他就开始给已经种下去的灵米布雨，随后就开始吃灵芝，扛着10厘耕地练体。10天之后，他完成了40亩地的开辟，把所有灵米种在灵田里了。最开始种下的灵米已经发了芽，这让他欣喜不已，卖力的布雨。只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些稻米苗的生长速度忽然慢了下来，他开始担心了。2天后，稻米的生长速度停滞不前，他没办法，只能又及时去了一趟珍宝楼。管事给他倒了一杯水，生长速度变慢。哎呀，顾道友，这还是我给你说的，土地肥力下降的缘故，你得找办法施肥了。顾平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肥力流失会是如此迅速，种田也没有那么简单啊。王掌柜，你有没有增肥的建议？掌柜的思索片刻，就笑着开口：顾道友不是也养了鸡吗？灵鸡的鸡粪也是不错的养料，但是肥力差了一点，鸡粪数量少的话更是没有多少作用。不过你可以射杀妖兽，把妖兽的血肉打碎了埋在地里，这是最常见的增强灵田肥力的办法。除此以外，就是寻找灵泉来浇灌灵田，这方法更难。顾平叹气，这几10亩地真的是需要花点心思的，想要当甩手掌柜还是不行的啊。妖兽可不是那么容易就狩猎到的，与其狩猎妖兽，不如顾平心里已经有了办法。妖兽漫山遍野的跑，想要狩猎很难的，但是修士却聚集成群，体内的灵力比妖兽还要精纯。顾平忽然开口，这想要把妖兽肉打碎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难道我还要自己用刀剁碎吗？这个简单，顾道友只需要把妖兽的尸体塞进炼气炉或者炼丹炉之中，炼化烧灰的过程中防止灵力外泄即可。原来如此，
听到这里，顾平就知道自己还是适合种田的。他正好有点炼器的经验，但是离开的时候，他还是花费了200枚灵石，购置了一个开装妖兽尸体的袋子，身上还剩1180块灵石，在珍宝阁账上的灵石还有2枚中品灵石。顾平先是回到了后山，把自己杀死的那4个炼器修士的骨灰装起来带走。这4人生前都是炼器3层的，希望这种不是在炉子里烧的骨灰也能有点肥力。回到方氏的时候，事务大殿前一阵闹腾，人声鼎沸。顾平不由得凑过去看了一眼，一看不知道，原来是苏师姐。她浑身都是伤，鲜血直流，怀里抱着的男修士现在已经死了，看样子是她的道侣，还是血翼盟残党。这次我们的筑基修士都死在他们手里了。是啊，这苏妹死了男人，她自己也伤成这样，那血翼盟的任务就不应该去接。众人七嘴八舌。苏妹在大殿前哭喊，抱着自己道侣长跪不起，求宗门为我做主。血翼门修士残暴邪恶到了极点，肯定长老、圣子、圣女出面为宗门斩去恶徒。他反复的开口，这次围着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后，一道清冷的月华从远处飞快倾泻过来，所有男修士此刻都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反应过来之后就立马震惊。圣女大人出关了！众人还未及抬头，便觉一股压得广场上所有修士呼吸一滞。恭迎圣女出关！随着一声悠长的唱和，赵清寒足尖轻点虚空，素白长袍无风自动，不输于元婴期的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广场上的弟子们纷纷低头，无人敢直视他的面容，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多看一眼便会亵渎神明。顾平在威压之下只觉得自己的双腿发软，直不起来的样子，他不由得抬起来头，想看一看圣女长什么样。赵清寒他眸光淡漠，目光所及之处，连苏妹都瞬间噤声，至于下喉间一丝颤抖的呜咽。顾平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还有高手，圣女比萧千宁还漂亮。这种女人一个时代有2人，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了。他愣愣地看着，一时间都舍不得移开目光。赵清寒终于开口时，声音似碎玉机冰，血衣盟。短短3字却让整个广场的温度骤降。本座会亲自去。话音未落，他伸出素手，一颗疗伤丹喂到了苏妹嘴边。等到他彻底消失在天际，众人才敢大口喘息。顾平一摸，自己竟然流了口水。你刚刚偷看没？肯定啊，圣女都2年没出关了，好不容易见一次。哎，圣子殿下真有福气，可以得到这样的美人。谁说不是呢？圣子圣女差不多都快要元婴了，估计会在突破的元婴时交合，一起冲击吧。这和我们可没什么关系。顾平也眼馋，圣女和圣子会留着处子之身，在有需要艰难突破的境界才会结合，共同突破。此代的2人都是精才绝艳，从筑基到金丹都没有任何修行阻碍，堪称修行天才。顾平脑海里还想着圣女的那张脸，一时间他心里火热。先回家种地吧，只能这样了。看着别的女人漂亮有什么用？他一个炼器小修士，还能让赵清寒刮目相看吗？往九幽峰走的路上，系统面板忽然跳动，修行机缘线索，和圣女殿下一起出发讨伐血衣盟。线索来了，顾平心头一喜，心里就有了想法。圣女出征肯定是会带着苏妹的，毕竟她今天出面也有替苏妹出气的意思。苏妹现在死了男人，肯定也还要养伤，所以现在还有点时间，他只需要去联系苏妹组队即可。他刚想到这里，就听到苏妹在人群中招募任务队员。和他想的相反，本以为还会有很多人因为圣女大人的加入而踊跃报名的，结果没人愿意上前和苏妹站在一起。他很奇怪，转身就问了一位身边的修士：你笨啊，圣子大人的脾气谁不知道？要是真有男修士跟着圣女一起出去了，那回来不死也掉一层皮啊！你可别忘了，当初争夺圣子之位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人看了顾平一眼，有点嫌弃，没想到你都年纪一大把了，心肠还挺热呢。都是同门。顾平看了一眼在人群中孤立无援的苏妹，他迈动步子走了过去。苏师姐，我来帮你。苏妹看到没人愿意掺和一脚，本来已经死心了，毕竟圣子大人不是什么好得罪的，圣女和他一同前去，这事情就算是一定能解决了。但他忽然听到有人应和他，不免有些惊讶。回头一看，看到来人是谁之后，他更惊讶。顾平，怎么是你？你成外门修士了？苏师姐侥幸突破，成为外门一员。血衣盟残忍邪恶，我辈修士义不容辞。苏妹叹了一口气，内心复杂的同时，也为他感到不值。他露出一抹苦笑，算了，顾平，你年纪也一大把了，没必要折腾，能突破成为内门修士已经很不容易了。顾平却摇摇头，苏师姐，你我是旧识，我愿意为诛灭魔修出一份力。苏妹张了张嘴，心里莫名发酸。
见自己没办法劝说成功，他只得开口：“苏妹拜谢顾平道友。”顾平则是帮忙吆喝，呼朋引伴，希望更多修士加入进来。男修士不敢来帮忙就算了，让他惊讶的是，女修此时都不愿意上前来和苏妹站在一起。远处，没走远的圣女神识留在这殿前广场上，口中轻叹：这数千男修士竟然不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修士，我离月仙宗竟然变成了这样，这圣子又有何用呢？广场上的修士逐渐散去，顾平也感觉到无奈，男修就算了，一个愿意帮忙女修士都没有。不用惊讶，我在宗门的人缘不好，这次没人帮我也是我罪有应得。顾平愣了一下，发现他的性格确实如此，要不是系统提示，他也不会来帮他的。苏妹以前可是用鞭子抽过他，他本想有机会再猛猛地抽回去的，现在看到他这样楚楚可怜的样子，尤其是他穿着校服给道侣披麻戴孝的样子，俗话说披麻戴孝三分俏，倒是别有一番风韵啊。一时间顾平改变主意了，苏妹打他的鞭子他也要抽回去啊，一码归一码，他今天帮他不代表明天不会捅他。不知苏师姐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再展血衣盟？3天后吧，到时候还来这里。好，顾平点头，慢悠悠地走开，走出一段距离之后，就有人凑了过来：喂，老头子，你真不要命啊，一把年纪了还想打圣女大人的主意，真不怕圣子啊？顾平一愣，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开口：我都一把年纪了，哪里还会有那么多心思？就算是圣子误会了，把我打死了又如何？本来我也没几年活的，倒是你们年富力壮，竟然不敢为同门出头，你们不感觉到丢人吗？一群人讪讪离开，顾平肯定也害怕圣子啊，但是他背后毕竟有萧千宁，圣子又如何？萧千宁还鼓动他去挖圣子的墙角呢。回到九幽峰之后，顾平把收集来的4人的骨灰撒进来灵田了，又去鸡圈里把鸡粪收集起来，也埋在地里。但这些肥料虽然也不少了，但是和40亩的灵田相比的话，还是杯水车薪。短期内，这灵米没办法再快速生长了，只希望这次出门除了机缘之外，还能顺道带点肥料回来。血髓灵芝还是太贵了，不如灵米划算。而且现在炼体的修为高起来之后，每天2枚灵芝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因为要出门杀敌的缘故，接下来的2天，顾平闭关打坐，提升修为。他现在的炼体进度已经完成了炼骨，只剩下最后的炼皮，就可以完成淬体3关。炼气7层的修为和炼体的修为不相上下，他现在能和炼气9层打个有来有回了2天时间。顾平巩固修为，萧千宁的元婴之力霸道浩瀚，他很自然的突破，成为一名炼气8层的修士，筑基在望。这样的修行速度万古罕见。最后1天时间，顾平花费了1整天时间给灵机寻找灵树叶。他不知道自己这次要出门几天，所以他放了高高的一座树斜山，足够这些灵机吃很长时间了。明天就是出发日子了。今天夜里，顾平犹豫再三，还是选择鼓起勇气，就这么离开了，不说一声也不礼貌。他洗了个干净的澡，直起腰来，看到镜子里此刻容光满面的脸，他又整理了头发和衣袍，勉强有年轻时的几分帅气后，他才一步一步往山腰上爬。半个时辰之后，他来到了山腰的殿前广场，朝着大殿走去。距离差不多之后，他才朗声开口：首座大人，弟子明日即将外出做宗门任务，忧心首座大人的身体，弟子特来一见。说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眼前宫殿，寻找萧千宁可能出来的地方。没人应声。顾平又等待了片刻，还是没人回应，他心里不免有些失望。萧千宁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说是完全不在意，怎么可能呢？虽然现在无法得到，但是总得在出发之前来看他一眼，也是留个念想。毕竟以后萧千宁肯定是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没有等到他人，顾平转身离开。啪的一声，开门声响起，顾平被吓了一跳。他回头，紧闭着的宫殿大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打开了。夜色如墨，九幽峰顶的宫殿被月光镀上一层银霜。顾平站在殿前石阶上，喉结滚动数次才发出声音：首座大人，弟子明日进来。清冷嗓音从殿内传出，打断了他斟酌半天的开场白。顾平踏入大殿时，萧千宁正背对着他站在暖玉床前，素白中衣被夜风吹得紧贴腰线，露出蝴蝶骨凌厉的轮廓。他转身时，顾平发现他眼底猩红未退，显然煞气又发作了。顾平走近了2步，准备找机会治疗一下他身上的煞气。你要去送死？萧千宁指尖挑起他下巴，绝色俏脸紧贴着顾平的脸，黑紫色煞气顺着他的指尖缠绕上顾平脖颈。炼气8层就敢接剿灭血衣盟的任务？顾平默默运转双修功法，当萧千宁的煞气处碰到他皮肤时，竟化作暖流涌入经脉。他闷哼一声，修为竟隐隐松动。萧千宁突然贴近，鼻尖抵住他皱纹横生的脸颊。那么
你是来讨要保命手段的。苍老的手突然抓住他手腕，顾平体内迸发的阳气让殿内温度骤升。弟子是来帮首座大人的，即将外出，首座大人的身体，弟子实在是放心不过。阴阳圣体早就已经觉醒，萧千宁被拽倒在寒玉床上，他惊觉这老家伙力气竟然变大了这么多，仔细分辨发现，他的炼体修为竟已接近凡胎境。元婴威压刚要爆发，顾平却将额头抵在他腰间，蓬勃阳气透过丹田涌入，那些纠缠他百年的阴煞和上次一样迅速消失。萧千宁停了下来，没有再反抗。你不怕我一巴掌拍死你吗？他声音很冷。首座说过。顾平粗糙的掌心抚过他腿侧，我是九幽峰的人，那弟子就要多多关照首座大人的身体，远行之际实在不忍首座遭受阴煞之苦。大胆老奴，放肆！他觉得顾平的手太胆大了，只能双手撑着不让顾平的身体压下来，眼中的红光丝毫没少。顾平没法，只能起身。他可不敢太冒犯，元婴女修士杀他只需要轻轻一口气，但是起身之后，萧千宁却依旧躺在温玉床上，这让他心思婉转。顾平转而跪坐在床边，伸出手抓住了萧千宁的脚，脱掉鞋子和罗袜，粗糙的指节正捏着萧千宁的脚踝。女子足尖绷直，煞气凝成的冰霜顺着小腿蔓延，却在触碰到顾平掌心的瞬间化作暖流。首座大人的阴煞比半月前重了许多，他拇指摩挲着他凸起的怀骨，阴阳二气在接触处流转。萧千宁忽然屈膝，白玉仙足底住他下巴，不知死活的老东西。顾平被踹得后仰，手却利索地抓住他滑落的腰带，素白绸缎腰带被他抽走，萧千宁的衣袍立即展开，露出白皙的腰间一道没有痊愈的阴煞伤痕。你受伤了？顾平一眼就看到了。关你何事？萧千宁这次没有挣开，只是带着血红的目光盯着他。顾平有些心疼他受伤，俯下身子亲吻在他的阴煞伤口上。那一刻，他感受到了萧千宁身子一颤。此时此刻，顾平心里已经有数，他如此放肆还没有被打死，已经说明问题了。弟子新学了套推拿手法，能导引煞气，嗨嗨，缓解首座大人痛苦。他的手开始放肆起来。萧千宁轻哼一声，突然掐住他后颈。元婴威压让顾平脊椎咔咔作响，他却将人按得更低。就凭你现在区区炼气8层的老东西，就想要幻想的得到某些东西吗？黑紫煞雾从他指尖钻入顾平衣领，所过之处泛起桃色红痕。听到他这么说，顾平脖子更是硬了，也没了畏惧，直言开口：炼气8层又怎样了？修炼对我来说只是最简单的事情。如果现在首座大人与我闭关双修，金丹8层、元婴8层，又有什么难度呢？他现在的修行资产足以支撑他这么狂。萧千宁松开手，你明日什么任务？诛灭血衣盟。顾平疼得吸气，此刻他松手后才舒服许多。此刻他把脑袋放在了女子雪腻的肩头，手大胆攀上她腰窝，手作若不舍的滚。气轰然炸开，顾平被掀翻在床。萧千宁玉足踩住他咽喉，裙摆下若隐若现的雪肤还残留着他掌温。顾平一抬头就看到了他裙底。记住，你体内的煞毒，我想让你发作，你就会发作。他的足尖碾过顾平喉结，若敢死在外头。顾平突然抓住他脚腕一拽，萧千宁猝不及防跌进他怀里，阴煞之气与阳气碰撞，他苍老的手掌稳稳拖住他后腰，阴阳圣体自发运转，将暴走的煞物吞吃。修行触发3倍增益。萧千宁眼睛闭上，他体内淤积的煞毒正通过两人相接，唇齿倒流进顾平体内，而反哺回来的是带着纯阳灵力。他指尖掐进顾平后背，元阴中气的瓶颈竟开始松动。这个发现让他彻底抛却矜持，素手结印。这一次他彻底不仅仅是用煞气与顾平交互，而是动用了自己的灵力。两人的躯体上有虚幻的太极流转，顾平苍老的身体以肉眼可见速度充盈起来，皱纹间溢出金光。这是阴阳圣体正在接受元阴修士的灵力洗礼首座大人。顾平突然翻身，他已经炼气9层了，不能继续再被动的运转双修了，否则他的修为将会虚浮。萧千宁紧紧抱着他苍老的躯体，元阴中气的瓶颈更是松动了。他腰间阴煞伤口凝结的冰霜煞晶正簌簌掉落，体内元阴表面黑斑褪去大半。继续。他红眼轻轻揉着顾平的头发，本座今日要冲破元阴后期。顾平满头大汗的摇头，双手从他躯体上离开。他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此刻只能干躺着，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了。看到顾平的样子，萧千宁从他身上离开，叹了一口气，真是废物。你现在还是把修为提上去吧。他顺手拉过来白色的裙袍，罩在自己身上，扣上了扣子。按理说，双修的两人修为低一点的得到的好处更多，
但是他和萧千宁的修为相差的太多了，他这老身板即便是体修也无济于事，还是没能让首座大人满意，还得练啊！弟子一定活着回来。顾平凑近，鼻尖蹭过他耳垂，在元婴修士震怒前及时松手，毕竟首座大人的身体还需要我。暖玉床上滚着2个人，萧千宁咬唇瞪他，却发现这老东西眼里闪着狡黠的光，他分明是故意这么说的。顾平和他说了苏妹和血衣盟的事情，萧千宁的声音意外，剿灭血衣盟。他指尖缠绕的煞气泄露了情绪，你可知那血衣老祖的炼血大阵，连金丹修士都能炼成血丹，你去不是送死吗？顾平低头看着地上凝结的冰霜，这次是圣女殿下带队，弟子想试试。顾平低头看着地上凝结的冰霜，这次是圣女殿下带队，弟子想试试。原来赵清寒在跟着，他的目光刮着顾平的脸。试试？萧千宁冷笑，就算是想要打赵清寒的主意，你现在也得先藏着掖着。柳长青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柳长青就是离月仙宗的圣子的名字，早就是赵清寒为自己的女人，根本不会让南修接触的。顾平还想狡辩，萧千宁居高临下睨着他，袖中手却微微发颤。区区炼气8层，你贪恋的东西还不少呢。他突然俯身掐住他下巴，记住，若遇到必死之局，捏碎令牌。一块染着血线的玉牌被粗暴塞进他怀里。顾平摸到牌面残留的温度，忽然发现他指甲缝里沾着未干的血迹，他立即明白了过来，这玉牌是他刚用精血刻完的符咒。他心里有些触动，想要说些什么来，但是萧千宁已背过身去。滚吧，别脏了本座的地方。顾平躬身退下时，听见风中飘来极轻的一句，你对我还有用，最好别让本座亲自去给你收尸。这九幽峰的煞气已经认得了我，只要我一走，整个离月仙宗都会乱成一锅粥。弟子明白。顾平疲惫地穿衣服，爬下床，扶着腰走出大殿。他原本还想在这里睡一晚上呢。站在殿前广场上，顾平回头看到宫殿的门早就已经关上了。唉，修为还是太低了。第二天清晨，顾平走出九幽峰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偷偷摸摸的身影。见到他出现之后，那道偷摸的身影也不再隐藏，而是很快就凑了过来。顾道友，原来你真是九幽峰的弟子啊。顾平打眼一看，竟然是楚玉。他竟然找过来了，想到是自己现在交易伙伴，顾平也耐着性子回应，楚道友，你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这一次就算是你有零食了，我也没时间，最近我要外出一段时间。楚玉搀着他的胳膊开口，顾道友说的哪里的话，我能不知道顾道友要去哪吗？这不是知道你今天要走，我特地来和你一同出发啊。这一次顾平是真惊讶到了，我们可是要去剿灭血衣盟的啊，楚道友，此去凶险，还请慎重考虑啊。就是因为凶险，我才要陪着顾道友去啊，不然顾道友练气期的修为出门做任务，我是真的不放心啊。顾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怕他这个机缘就这么没了，非要跟着他去当保镖。真的不用了，楚道友，这一次是圣女大人带队，多我一个人也是个帮手不是？楚玉的姿色颇有一种国色天香的大气美，只是他已经是人妻了，有些遗憾。顾平时再无法拒绝好意，就这么答应下来了。那楚道友，我们就一起上路吧。同行。两人来到宗门事务大殿的时候，苏妹已经在这里等着了，圣女大人并无踪影。顾道友，苏妹一阵紧促的步伐到顾平身前，感谢顾道友相助。这位是？顾平婉然一笑，这位是合欢峰的筑基道友楚玉，也是来助你一臂之力的。多谢楚道友。楚玉只是笑笑，并未应声，但是他站在贴着顾平站着，就已经说明态度了。他来不是为了帮助的苏妹，而是为了顾平。苏妹心里为顾平人脉惊讶，心想这位就是顾平身后的前辈吗？果然姿态非凡，他欣然地接受了楚玉的好意。顾平得知此次任务路途不尽之后，担心自己的脚力不足，在圣女没到来之前，也是匆匆到方氏买了一辆马车，用来替代脚力。等他的马车到了之后，赵清寒、楚玉、苏妹已经在殿前等着他了。他第一次和赵清寒迎着目光对视，圣女在他的马车上扫过，炼气9层，他口中惊异。顾平脸色有些讪讪，心里则是无语，你一个圣女嫌弃宗门底层弟子是什么意思？看到他的表情后，赵清寒才摇头，不要误会，我只是为你勇气感到惊讶而已，能为同门站出来，你很不错。顾平苍老的脸上又挂上笑容，你的马车应该是用不到了，过来吧，在我肩上。赵清寒脚底飞剑变大，像是一叶长舟，苏妹和楚玉先后站上去，顾平也摇摇晃晃地站了上去。楚玉很是体贴地扶着他，小声开口，遇见时抓紧我，不要害怕，我在你身边。顾平和他温润的目光对上，也是友善的点头。楚道友，你的道侣还没回来吗？楚玉脸上有一些担心，摇了摇头，应该快了吧。
赵清寒盘坐在箭头，顾平三人盘坐在箭尾，小声地说着话。事实上，他们4人是同龄人，只是圣女大人资质太强。这是顾平第一次遇见，看到地上的镜像在飞快移动，他也忍不住感叹：修仙者真是集大造化于一身，征服天地。另一边，赵清寒清冷的眉头紧皱，他的灵力包裹着整把大剑，飞剑上另外3个人体内修为，灵力他都能感知到些许，但是他的灵力在接触到顾平的身体的时候，出现了他从来都没见过的变化。一股阴阳2气在灵力和顾平接触的地方生成了，这股气息很微弱，但是他依旧发觉了。要知道他可是玄阴圣体，能和他的玄阴灵力发生如此反应的，这顾平的体质也是个谜，这是他从来都没遇到过的事情。据他所知，琉璃宗这一代根本没有纯阳圣体这一类的体质。飞剑从离月仙宗的离月洞天之中飞出，离月洞天自成一地，洞天内的灵气要比外界的浓郁许多，也因此许多洞天福地是不允许修行者携家带口到洞天内生存的。这几十年来，因为仇人追杀的缘故，这还是顾平第一次走出离月洞天，怎么能没有感慨呢？他避世了这么多年，外界不知道有什么样子。顾平坐在剑尾，高处的风让他的头发松散开来，吹得他脸上的皱纹都舒坦开了。天上飞着虽然很冷，但是楚玉很贴心地坐在他怀里，很温暖。苏妹看到2人这样，也是笑着开口询问：楚道友可真是温柔的人啊，只是不知楚道友是如何与顾道友相识的。楚玉一听这话，就知道苏妹是没有和顾平双修过的，他自然也不可能多言，只是开口说道：我的道侣在外经常不回来，他就托顾道友照看我，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这理由让抱着他的顾平汗颜，半个月之前他还是炼气3层呢，哪里也能力照顾他。这话说出来，苏妹肯定是不信的。结果苏妹一听这话，却是认同的点头。顾道友心肠热，懂得关心人，只是可怜我那道侣啊，好不容易修到筑基，因为我为宗门出任务丢了性命，以后谁来照顾我啊？说到道侣的时候，苏妹还是忍不住流泪，十足的伤心。听得楚玉和顾平也是心里替他难过。离月宗的姑娘大多数都很薄情，但是真的遇到苏妹这种重情重义的姑娘，倒也让人为之惋惜。听到苏妹这么说，楚玉心思婉转，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哎呀，苏道友，你现在反正也没个伴，正巧和顾道友结成一对。顾道友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是筑基应该是没问题的。他这话一开口，坐在另一边的赵清寒也忍不住侧目。顾平呵呵地笑着，苏妹则是摇头：楚道友多想了，我和顾平只是旧识，他来帮我，我很感谢他。现在我道侣尸骨未寒，我实在没有其他心思。哦，那可惜了。听了苏妹的话，楚玉反倒是松了一口气。他本来就觉得顾平对苏妹有想法，所以才会跟着苏妹一起出任务。现在他把2人的事戳破了，顾平就算是真的有想法，估计苏妹也难以改口了。这样的话，顾平体质的秘密就还是他知道。美哉！顾平此刻也开口：楚道友可千万不要乱点鸳鸯了，苏师姐现在内心必定悲痛。是我失言了。楚玉语气中装模作样的也带上点歉意，只是他的身体又在顾平的怀里扭了扭，坐在顾平的大腿上，靠在顾平怀里，只要他一身体就能吻到他的脸，这让顾平身体一阵火热。但是在飞剑上他可不敢造次，只能任由楚玉动作，他倒是像一个坐怀不乱的真君子一样。赵清寒的目光从顾平正襟危坐的样子上移开，默默点头。这老头已经有几分古修士的气节了，对同门义气相助，对女色熟视无睹。他若是能筑基，修行之路倒要畅通。对于楚玉这样有了道侣还和其他男修士纠缠不清的离月宗女修，赵清寒也见怪不怪。毕竟是双修宗门，青山县，这是距离离月仙宗3300里的小城，偏居一隅，属于离月仙宗管辖的模糊地带。因为这里距离这地方距离太阳教的洞天也已经不远，这里本就是2家宗门之间的模糊地带。曾经这里的人世代都以种田为生。从离月宗的宗卷里显示，近200年内，这里有3位有灵根的少年少女被发现，送到了离月宗，也有3位灵根不错的苗子被接到了太阳教，2宗之间互不干涉，也算是和平相处。但是在2个月前，青山县的人就莫名死掉许多，有传言称血衣盟的人苟延残喘在此地，先前2次的离月宗接任务的弟子也都葬命于此，只有苏妹逃出升天，确认了血衣盟就在此处的消息。消息属实，飞剑在飞行了小半天之后，顾平一行人到达的青山县境内，远远的就有一个葫芦法器靠近。赵清寒将飞剑悬停，顾平的目光也朝着来人迎了上去。可是离月宗的道友，一位金袍男修士声音响亮，如同炸雷，他和他身后的那群人都有一种的火光四射的灼热感。刘冲，别来无恙。赵清寒叫出了那人的名字。刘冲咧嘴一笑，拱了拱手，没有回应的赵清寒的话，而是目光饶有兴致地盯上了飞剑之上的顾平。
都说璃月仙宗的妖女为了圣子守节，不和任何男人有接触。今日一见，这传言也有误啊啧啧。只是没想到你竟然喜欢这种老男人。刘冲身后的人没憋住笑意，嘿嘿直乐。你们不要笑，我只是和赵圣女开个玩笑而已，是吧，圣女大人？这老奴肯定不是你的男宠吧？赵清寒的脸色始终冷漠，似乎并没有把他的话放进耳朵里。苏妹和楚玉的眉头却是紧皱。顾平抬头看了刘冲一眼，然后就移开目光了。忽然，赵清寒素手拍出一掌，空气中冷气骤聚。刘冲感受到那股冷气的时候，轰，手印已经隔空印在他的胸前了。太阳椒的葫芦震动，刘冲没有站稳，向后退了几步。赵清寒冷冷看他一眼，巧手一勾，飞剑远去了，自始至终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出手却是果断凌厉。顾平回头看了一眼，正巧遇上太阳椒的一众人看过来，肯定是刘冲不敌赵清寒，不然的话，刚刚那一掌，对方怎么可能不找不回来？另一边，师兄，那小子回头看我们呢？没事让他看，他活不了多久的，除非柳长青死了。只要刘长青还活着，这老头可定会被打成肉泥。你们知道我刚刚为什么不还手吗？师兄，为什么啊？我只要还手，无论有没有碰到过赵清寒，都会被刘长青那疯狗纠缠上。有时候真想找个人把赵清寒草了，看看他刘长青又能如何。说到这里的时候，刘冲忽然想到了那个坐在赵清寒飞剑上的老头子。哈哈，刘长青你等着乐吧。赵清寒依旧冷傲不语。楚玉和苏妹早就开骂了，璃月宗女羞骂人的威力也是十足，听得顾平都一阵阵的蛋疼害怕。但总归来说，这两人是在安慰顾平。顾平沉闷半晌，忽然开口：圣女大人。说。赵清寒没有转过身来。我跟着圣女大人实在是不方便，有辱您清白，被人说闲话，要不把我放在某处，等你们解决了血衣盟之后再把我接上如何？赵清寒的发丝无风自动，听到顾平的话之后，他才转头看了他一眼。人间绝色让顾平又忍不住盯着他的脸看。你是怕死吗？弟子绝非是怕死，只是见到圣女殿下被人那样冒犯，心里不爽。不怕死就没事，你跟我，没人敢找你麻烦。这句话说完之后，赵清寒又补了一句，就算回到了宗门，也可以跟在我身边做事，没有人敢动你，任何人。多谢圣女。顾平缓了一口气。楚玉则是有些担心了，若是顾平的秘密被圣女殿下发现了，飞剑在城外落下，3个女修带着面纱入城，他们3人的长相对于凡俗的人来说还是有些超乎想象的。城中大门紧闭，能够听到许多百姓躲在家里，忍饥挨饿都不愿意走出家门。几人在一处宽阔的街道上看见了前2次前来做任务的璃月宗弟子的尸体。顾平看到尸体之后，自动上前为2人收尸。2位师兄，我带你们回家。他利索地把2具尸体装进了储物袋里。这一幕在3女的眼中却成了急公好义的大好人。收尸结束后，顾平几人跟着苏妹的步伐朝城中走去，巡查几遍之后，依旧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当街杀人放血，修为最高的一人是筑基3层，知道我会回宗班救兵，现在他们应该已经提前逃走了。苏妹开口，眼中的仇恨根本藏不住的。赵清寒闭上了眼睛，默默感受周围的环境。他们没走。顾平也有感觉，这里的百姓对城中的变化最为敏感，如果血衣盟走了的话，城中没了动静，他们肯定会忍不住走出来的。而且他自从进了城中之后，就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怪，他猜测应该是和自己的体质有关。现在只能猜测，血衣盟的人和百姓混在了一起，他们无从查起。片刻之后，太阳教的人光明正大的飞在葫芦上，别费劲了，这里我们早就找过了，血衣盟的人早就走了。没人回应他，就连顾平3人都学着赵清寒的样子，没有看过去一眼。太阳教的人又离开了，他们的寻找的方向似乎是在城外。赵清寒把3人留在原地之后，他在城中用神识搜查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结果。他有些叹气的开口：你们3人先在这里待着吧，我去城外看看。说完之后就朝城外飞去了，只留下顾平3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的，赵清寒走后，顾平忽然感觉这座城都变得阴森了，他不由得和楚玉苏妹紧挨着。你们2人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怎么了？看到2人都是一脸茫然之后，顾平就心里有数了，毕竟这种阴森的变化在他看来太过明显了，似乎有一种血气的力量对他的阴阳圣体，对各种灵力都有包容性的。他忽然抓住了楚玉的手：楚师姐，要不我们也去城外和圣女大人一起寻找吧。楚玉笑嘻嘻的开口：顾平，你是害怕了吧？放心，我也是筑基4层，不害怕那血衣盟的余孽的。他的话音刚落，一群黑袍人就从边上死寂的围了上来，他们的脚步完全听不到，气息也感受不到，奇怪到了极点。楚玉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苏妹也跟着严肃了起来。
事情转瞬就发生了变化，让人无法反应过来。前一秒他们还在谈笑风生，后一秒他们就被包围了。楚玉的脸色郑重起来，这么多人，你们两个先撑住，我尽快解决他们的首领之后就帮你们。他话音刚落，黑袍人中有一人的身体如同利剑一般，忽然飞射而出，迅速靠近，伸出一掌，啪，轻轻一掌将楚玉拍飞出去。扑，楚玉倒地之后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煞白，气息瞬间萎靡。顾平和苏妹急忙围了过去，此刻就算是有所预料的顾平也手心发汗，楚玉都毫无招架之力。他和苏妹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不可能的坚持一息一刻，转瞬即死。你们快走，出城找圣女殿下。楚玉朝顾平两人开口，苏妹此刻抽出腰中的剑，意气凌人，顾道友，你走吧，今天我来就没准备回去。顾平知道他也想帮自己争取时间，但这种拖时间毫无意义，杀他两个人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所以他站在原地未动。血一盟有点意思，我猜你们应该是有一件能够遮掩，是控制气息的宝贝吧？你这修为金丹差不多吧，却能够让别人觉得只是筑基，宝贝应该不错。顾平声音很是散漫，没有多少紧张的意思。这些话却让排头那人笑了起来。你猜的不错，但是这样的结果和你本人一样没有价值，因为你会死得很仓促。顾平摇头失笑，拍手鼓掌，有意思，放狠话谁不会呢？你有本事动手试试看。他的神态和语气没有一点心虚和害怕，甚至有一种对现场的掌控感。这不仅让那人迟迟没有动手，也让倒地的楚玉和苏妹大跌眼球。现在不跑，等别人真拍过来一掌，他肯定只死救不过来的那种。顾平还真是太胆大了。两女为他捏了一把汗，怎么不敢动吗？你堂堂血衣盟就这点的出息吗？我都替你们脸红。一众黑袍人的目光汇聚在那位强者身上，强者依旧没有准备出手，似乎是真的有所顾忌，这让顾平装逼装爽。此人能够看透他们使用了掩盖气息的宝物，那他身上大概率也有这么一件宝贝。不仅如此，离月宗征讨筑基强者竟然带着一位炼气期的老者，这不是主动给他们创造突破口吗？这老者还有些仙风道骨，如今又使出了激将法，谁会动手？傻子才会动手。看到黑袍首领畏惧不前，顾平心头一愣，魔修的脸皮真够厚的，这还不出手？算了，跟你说也是白费，把你老大叫出来吧，让他和我谈。黑袍金丹阴恻恻地笑着，老道，你也莫要逞口舌之力，你这激将法在我这里不管用。他显得很有耐心，就是不愿意先手攻击。顾平一看，这不行啊，去你妈的，我看你真没出息。顾平骂了一句，就要把楚玉抱起来准备往外走，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骂的这句管用了。谁让你骂我妈的？一声暴怒在顾平耳边炸开，他回头一看，那金丹黑袍的拳头已经在眼前了。这一瞬间，顾平感受到了死亡。轰，一瞬间，一抹白影闪过，黑袍金丹又倒飞了回去。黑袍金丹吐出了一口血。顾平赌对了，赵清寒没走远，他是故意离开，用顾平三人钓鱼的。顾平想明白了他的做法之后，给他争取了这么一招，这一招就让黑袍金丹吐血，胜利的天平瞬间倾斜。赵清寒出现之后，顾平终于不用装高手了，腿肚子立即开始发软，抖得不停。刚刚他离死亡太近了，他怎么能不害怕？黑袍金丹被一掌拍在地上，胸口已经结上了冰霜。他挣扎了片刻之后，迅速逃向城中身去。但这一次，赵清寒怎么会跟丢？两人在城中激烈交手，那人竟然可以和赵清寒打个不相上下。楚玉皱眉，那人还是隐藏了修为，他是金丹巅峰的修为，这一次来的如果不是圣女殿下的话，或许我们都得死。顾平皱眉，幸好赵清寒够稳，没有在这些人出手的第一时间现身。轰，一阵巨响从顾平三人脚下响起，劫后余生的三人立即摇晃了起来。紧接着，赵清寒从远处迅速返回过来，抓着三人就朝着城门外走，没有一丝犹豫的。轰，还是晚了一步，又是一阵巨响，一道结界在笼罩在了青山县城。顾平一行人被困在了结界内部，没有及时逃出去。赵清寒放下三人后，使出全力一击轰击结界，大阵纹丝不动。顾平心惊胆战，他们被困住了。在圣女殿下陪同的情况下，刚刚他们的大好的形势瞬间发生了改变，他们现在被困住了。苏妹和楚玉此刻也慌了起来，跟着赵清寒一起出手，顾平也加入进来，四人合力出手，这结界依旧是纹丝不动。此时地面猛地一震，布置在城中的大阵开始运转。赵清寒看了三人一眼，这是炼血大阵，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若果出不去会被大阵炼化的，现在只能选择死战到底了，与其等死，不如我们主动杀。他的目光看过三人，苏妹点头，眼神坚定，他这次来就是杀人的。楚玉服用了赵清寒给的丹药，
此时也已经缓了一口气，目光朝着城中看去。顾平拔剑，他二话不说，抢先朝着城内冲了过去。硬骨头留给赵清寒，他们3人也要贡献点力量。虽然他心里并不看好这场反击战斗，毕竟这很明显是血衣盟的人要把他们困起来决一死战的，这也就证明了血衣盟的人有了打赢的把握。顾平只希望圣女殿下给力点。重回城中，3人跟在赵清寒的身后，迅速往血衣盟汇聚的地方冲。此时已经管不了会不会陷入包围了，脚下的血门大阵已经启动，他们要在自己浑身血气被掠夺之前死战，然后赢下来。顾平3人停下了脚步，周围10几个黑衣人已经包上来了。赵清寒没有停步，主动迎上黑袍金丹，两人在远处对战，声势浩大。顾平这边的厮杀也在顷刻之间惨烈起来，炼血大阵的红光从地缝里渗出来，顾平的长剑卡在第3个黑袍人的锁骨里，粘稠的血浆顺着剑身倒流到他虎口上，在阴阳圣体自发运转下，竟化作丝丝暖流渗入经脉。这发现让他瞳孔骤缩，小心背后。楚玉的尖叫混着骨裂声传来，顾平来不及抽剑，就是向前翻滚，一道乌光擦着他后颈掠过，在青石板上离出3尺长的胶痕。第4个黑袍人，这畜生竟用同伴尸体当诱饵。顾平喘着粗气半跪在地，看着被洞穿的衣袍下泛红的皮肤，炼皮境小成的肉身有些挡不住筑基期的蚀骨毒，左肋的伤口正鼓鼓冒着黑血。老东西挺能躲啊！黑袍人踢开同伴的尸体，腐臭味从兜帽下飘出来，他的手指捏着枚血色符箓，地面阵法纹路随之亮起，让你尝尝被活抽精血的滋。轰！一具无头尸体突然砸在2人之间，苏妹浑身是血从烟尘里冲出，手中软剑毒蛇般缠上黑袍人咽喉。顾平趁机抱起，沾血的拳头带着蛮劲，狠狠倒进那张腐烂的嘴里。噗嗤，颅骨爆裂的声音比想象中沉闷。他顾不得拳头上的黏腻，因为地上几具尸体没有让黑衣人数量减少，又有2人朝他杀过来了。一阵血针从远处飞射，楚玉强撑着的筑基威压全开，一口精血喷在手中的琉璃伞上，伞面旋转着撑开防护，血针暴雨般激射而来，伞面瞬间千疮百孔。顾平眼睁睁看着3根血针穿透屏障，一根钉进苏妹腰间，2根没入自己肩头。剧痛让顾平跪倒在地，阴阳2气在伤口处疯狂流转，堪堪抵住阵法对血肉的撕扯。苏妹情况更不好，她腰间有了伤口，血气飞快流失。顾平窜了过去，将自己的手贴在她腰间，用阴阳2气阻碍她的血气。楚玉一人强撑，神情也萎靡了起来，筑基灵力也在快速流失。顾平，接着苏妹突然甩来个小瓶，顾平咬开塞子灌下，赵清寒给的疗伤丹药在喉间炸开，澎湃药力暂时压住了炼血大阵的侵蚀。抬头时正看见剩余7个黑袍人结成阵型逼近，他手里的长剑已经有了豁口，砍杀的时候也没有刚开始锋利了。不得已，他从储物袋里掏出了那把半截云铁锈剑。楚道友，顾平抹了把糊住眼睛的血，发现楚玉的右腿已经露出森森白骨，还能战吗？回答他的是骤然亮起的剑光。楚玉静生生扯下自己一绺长发，以血为引催动秘法，老娘今天就是死也要拉你们这群杂碎垫背。顾平大笑，双手持剑杀了上去，阻止他破罐子破摔。身后扎实的修为和强劲的体修让他此刻的依旧能放开手，用尽全力斩杀，脚步龙行虎踞，染血的牙齿在阵法红光里森然可怖。他双剑快斩，炼体绝运转到了极致，皮肤下的金光隐隐复现交织，阴阳圣体的血液此刻在咆哮，他的每一步都在青石板上留下皲裂的脚印。当第7个黑袍人的心脏被他捏爆时，顾平整条右臂已经扭曲成诡异角度，但他也终于明白，自己炼气9层筑基的修士也能斩杀，而且本以为会被寻思消耗一空的灵力，此刻竟然有种用之不尽的感觉。呵呵，还是低估了自己，这种体质真可谓是强大。他开始替代楚玉的位置，成为灵力狂涌的那个人。幸运的是，他顶住了压力。他妈的，这次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要修一篇剑法，这样的砍瓜切菜太费力气了。眼看黑衣人的数量终于开始减少了，他忽然发现这些地上的尸体的血液也在逐渐消失，这些尸体的血气也在被抽取。他想到了一个可能，不由得担心正在和黑袍金丹对战的赵清寒，这可能就是那黑袍金丹的阳谋，不能这样杀下去了。他急忙开口，踉跄着拦住楚玉，拿出了自己买来的用来装尸体的储物袋，将地上的尸体一个个都装起来。那黑袍金丹再用我们养阵，小心这些黑袍人的血气成为大阵的养分。楚玉立即反应过来，将2具尸体抛过来，顾平立即装好。他浑身是血，有些凄然的开口，没用的，就算没有这些黑袍人，还
还有城中的百姓，百姓数量庞大，是真正用来养镇的。顾平反应过来，妈的，这群畜生，杀！炼血大阵的红光从地底渗出，整座青山县仿佛被浸泡在血池之中。这边顾平三人被10几名黑袍人团团围住，而赵清寒则被那名金丹巅峰的黑袍首领缠住，无法脱身。杀！黑袍人同时出手，刀光剑影裹挟着血色灵力，朝顾平三人绞杀而来。楚玉强忍伤势，手中琉璃伞再一次勉强撑开，挡住第一波攻势，但伞面瞬间被撕裂。他闷哼一声，嘴角一血。苏妹长剑挥舞，剑光如血，但她的灵力消耗极快，很快就被逼得节节败退。顾平，你先走。苏妹咬牙喊道。顾平没有回答。他炼气9层，苏妹炼气大圆满，但她的灵力尤其绵长。深吸一口气后，顾平体内阴阳二气疯狂流转，他的皮肤泛起淡淡的金光，炼体境界的肉身在此刻展现出惊人的韧性。退后，我来。他一步踏出，挡在苏妹身前，铁剑横斩，剑锋上阴阳二气交织，竟硬生生劈开2名黑袍人的攻势。找死！一名筑基初期的黑袍人冷笑，手中血刃直刺顾平咽喉。顾平不闪不避，横剑硬接，啪的一声，他在珍宝楼买的长剑碎开了，反倒是他半截云铁老锈剑坚硬无比。他的体内灵力再次狂涌，没有丝毫要枯竭的意思。他猛地抓住那人的手腕，猛地一肘，黑袍人飞起来。这一幕让其余黑袍人惊骇不已，攻势顿时一致。别怕，他不过炼气9层，耗死他。黑袍人再次扑上，刀光剑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顾平咬牙硬抗，铁剑挥舞，每一剑都凌厉无比，阴阳二气轮转，但敌人实在太多，他的身上很快布满伤痕，鲜血浸透衣袍。顾平！楚玉焦急喊道，想要上前帮忙，却被2名黑袍人拦住。顾平喘着粗气，体内的灵力却依旧绵长不绝，但肉身的伤势却无法快速愈合。再来！他怒吼一声，主动冲入敌群，铁剑横扫，气势再度爆发，竟硬生生将3名黑袍人震退。但黑袍人也不是吃素的，其中一名筑基的修士冷笑一声，手中血帆一挥，无数血影朝顾平扑来，每一道血影都带着腐蚀之力，顾平的皮肤瞬间被灼烧出焦痕。噗！他喷出一口鲜血，被掀翻在地。爬起来之后，他吐了一口血沫，但眼神依旧凶狠。就这点本事！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剑上，老锈铁剑竟然瞬间泛起血色光芒，阴阳二气与血气交融，化作一道赤金剑光横扫而出。轰！3名黑袍人瞬间被拦腰斩断，血雾炸开。顾平这才发现了自己年少时捡到的这把剑有多么不一般，但此刻他也到了极限，单膝跪地，大口喘息。他不行了，杀了他！剩余的黑袍人狞笑着逼近。此时楚玉和苏妹终于突破封锁，冲到他身旁。顾平，撑住！楚玉咬牙将仅剩的灵力注入他体内，苏妹则持剑挡在前方，冷声道，想杀他，先过我这关。顾平深吸一口气，浑身经脉共振，那些盘踞在丹田里来不及炼化的萧千宁的元婴之力，此刻迅速化为的精纯的灵力在他经脉之中狂涌。这个变化让他咧嘴一笑。够了，接下来交给我。他缓缓站起，铁剑横握，眼中金光大盛。受死！刹那间，整座炼血大阵的红光竟被他手中铁剑牵引，云铁袖剑，红光大盛。黑袍人惊恐，不由得朝后退了一步。不，这不可能！顾平冷笑，剑锋直指最后几名黑袍人。现在该我了。他脚步紧绷，一个突进就有1人倒地。片刻后，顾平1人杀光了所有黑袍人，浑身浴血，细小的伤口密布。楚玉和苏妹倒在地上，震撼地看着他。楚玉早就有心理准备，毕竟顾平出自九幽峰。苏妹则感觉到一阵不真实，她很清楚，这老头子前段时间还是一个将死的杂役啊。顾平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踉跄着跪倒在苏妹与楚玉身旁。2人衣衫早已被血与汗浸透，破碎的布料下露出雪白的肌肤，凌乱中透着一丝脆弱的美感。得罪了。顾平嗓音沙哑，目光清明如古井。他先扶起楚玉，掌心贴在他后背的伤口上，阴阳二气流转，温和的灵力渗入他体内。楚玉闷哼一声，身子不自觉地轻颤，因失血而苍白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他半合着眼，睫毛微湿，呼吸随着顾平掌心的温度逐渐急促。顾道友，他低喃，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他的衣襟，身子却软软地朝他怀里靠去。顾平却浑然未觉，只专注地引导灵力修复他受损的经脉，甚至未曾低头看他一眼。一旁的苏妹侧卧在地，腰间的伤口狰狞可怖。顾平小心地撕开他腰侧的衣料，
露出大片细腻的肌肤。他的指尖把疗伤丹碾成药粉，轻轻按在伤口上。苏妹疼得弓起身子，唇间溢出一声轻喘，发丝散乱地粘在颈侧，衬得肌肤如玉。忍一忍。顾平声音沉稳，手下动作利落。他的指尖偶尔擦过他腰窝的敏感处，苏妹咬唇别过脸去，耳尖通红。却见顾平神色肃然，连呼吸都未曾乱一分。楚玉支起身子，目光悠悠地落在顾平专注的侧脸上。他伸手想替他擦去额角的血渍，却被他下意识偏头避开。你先疗伤。他简短开口，又去检查苏妹的脉象，全然未察觉两女交错的灼热视线。为了及时处理伤口，楚玉的罗衫滑落肩头，苏妹的衣带一松松散开，而顾平始终脊背挺直，眼中只有疗愈的想法，没有一点杂念。这也让苏妹内心触动。把两人伤势简单处理了之后，顾平就盘坐下来，立即休养。稍一查看，他发现储物袋里已经有17具尸体。这样的战果，对于他们3人来说，简直有些天方夜谭了。但事实是，顾平做到了，这里边还有他手刃的3位筑基修士。远处，赵清寒听到这里的动静消失了，不免有些心急。自己没有速战速决，3位同门恐怕已经陨落。他的攻势越发凌厉，但是他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赵清寒眸光一凝，察觉到黑袍金丹的气息正在疯狂攀升，炼血大阵的红光如潮水般向他汇聚。地面皲裂，大阵纹路中渗出粘稠血雾，在黑袍金丹周身凝结成血色茧衣。血鹰化生，他剑指掐诀，月华剑气斩向血茧，却被骤然爆发的血煞之气弹开。黑袍金丹的狂笑从茧中传出。赵清寒，待本座破茧成阴，第一个拿你祭旗。话音未落，整座青山县的地面剧烈震颤，无数百姓的哀嚎声中，他们的血气被大阵强行抽离，化作猩红血雾灌入血茧。茧壳表面浮现出狰狞人脸，竟是那些被炼化者的残魂。赵清寒素白袍袖已经在战斗中破碎，他闪身离开，看到了远处顾平3人摇摇欲坠的身影，他眼底冰霜骤裂。来不及了，只能趁着黑袍金丹突破元婴的时候强闯结界，走出城外，不然的话顾平3人会死。这时顾平忽然起身，脚尖一点，朝着赵清寒扔过来了他手中的那把半截的锈铁剑。圣女殿下，试试这把剑。在刚刚对战过程中，他就感受到这把剑对血气尤其的敏感。赵清寒素手一扬，接住那柄半截锈铁剑的刹那间身，感受到它比顾平浩荡许多倍的灵力，突然剧烈震颤。赵清神色郑重，这看似残破的铁剑竟在慢慢吞噬周遭血气，剑脊上斑驳锈迹如活物般剥落，露出底下暗金色的古老纹路。这是……他指尖抚过剑身，玄阴灵力与剑中血气碰撞的瞬间，整座炼血大阵的红光突然躁动又凝滞。那些原本涌向血茧的血雾，此刻出现了分流，一部分血气竟如溪流般朝袖剑汇聚。黑袍金丹的笑声戛然而止，血茧表面人脸扭曲，发出刺耳尖笑。不可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区区废铁怎能干扰血阴大阵？赵清寒眸光骤亮，他足尖轻点，衣袂翻飞间，袖剑划出一道玄妙轨迹，剑身所过之处，城中血色阵纹如雪，欲烈阳般消融。黑袍金丹身上的血茧竟被撕开一道裂缝，大量血雾溢了出来。黑袍金丹本来冲击元婴的气势骤然一停，威势瞬间衰弱了下去。冲击元婴失败？怎么可能？他依旧难以置信。老匹夫！顾平突然高声讥讽：“你这破茧子还不如蚕宝宝吐的丝结实！你找死！”血茧轰然完全炸裂，黑袍金丹狰狞的身影尚未完全凝实，便不顾反噬在赵清寒的剑光下强行出手，一道裹挟着金丹巅峰之力的血掌穿透虚空，直袭顾平面门。只因为顾平骂了他吗？小心！楚玉尖叫着扑来，却被余波掀飞。苏妹的剑刚出鞘3寸，就看见顾平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胸口凹陷处泛着腐蚀性的血光。赵清寒眼中寒芒暴涨，锈铁剑在他手中迸发出刺目血红，竟将残余大阵之力尽数抽离。剑尖刺入血茧的瞬间，整座青山县地动山摇，黑袍金丹突破的契机被硬生生斩断。啊！半成型的血鹰在黑袍金丹体内爆裂，他七窍喷血的跌落尘埃，而赵清寒的剑锋已抵住他咽喉。这一剑为那些被炼化的亡魂。黑袍金丹却死死盯着远处咳血的顾平，癫狂大笑：“老夫虽败，但那句如母之仇。”他突然捏碎袖中血符，就用你的命来偿。血符刹那间临近顾平，轰！顾平怀里的一枚令牌忽然飘出来，和血符轰击在一起，抵消了这一击。黑袍还想继续出手，但是赵清寒怎么可能再给他机会？
双手剑已经齐齐插进了他身体，丹田一把剑，脖子一把剑。他的冰寒灵力在黑袍体内狂涌，黑袍的气势瞬间萎靡了下来，再想对顾平出手，已经彻底没有了机会。顾平此刻虽然重伤垂死，但依旧强撑着身体爬起来，满嘴是血，呵呵地笑着：“黑袍，我干你老母！你来打我啊！”嘲讽完黑袍金丹，顾平就昏死了过去。苏妹立即爬了过去，把仅剩的一颗疗伤丹喂给顾平，用灵力给他护住心脉。黑袍听到了顾平的咒骂，最后狠狠挣扎了一下，眼神恨恶地看了顾平一眼，然后死不瞑目。插在他丹田里那把锈铁剑此刻正在疯狂抽取他体内的血液。这把锈铁剑如此反应，赵清寒都没有办法。但好在是黑袍一死，城中的血门大阵终于停了下来，百姓不至于继续惨死，一切落幕了。赵清寒搜查了黑袍的储物袋，在里边找到了一个玄妙的罗盘。云铁剑一直把黑袍的血液抽干，才从黑袍的尸体里脱落。原本锈迹斑斑的断剑，此刻已经脱去了锈迹，展现出来了暗金色的剑身，俊美妖异。赵清寒收剑之后，来到顾平身边，扶起来他的身体，素手轻抬，双手贴近他的心脉，葱白指间凝聚一缕玄阴灵力，缓缓渡入顾平体内。他本意只是为他疗伤，可灵力刚一入体，异变陡升。顾平体内蛰伏的阴阳二气竟如活物般缠绕上来，与他的玄阴灵力交融，化作一股温润的灵力洪流，在两人经脉间循环往复。这是赵清寒瞳孔微缩，指尖一颤，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灵力在顾平体内流转一圈后，竟带着一丝精纯的阳气反哺回来。那阳气充沛的灵力符一入体，他浑身就舒服的一颤，停滞已久的金丹中期瓶颈竟隐隐松动。虽然他从来未与人双修过，但此刻他能感受到，现在他只是为顾平疗伤而已，竟有类似双修的灵力交互之效。这个发现让他清冷的神色触动，耳尖瞬间发烫。他自幼清修，从未与人双修，更不曾想过自己竟会在疗伤时与一个练气期的老修士产生这般修人的灵力共鸣。他下意识想抽回手，可顾平苍白的脸色让他动作一顿。今日之战，若是没有顾平，后果难料。他此刻还不知道，这些炼气筑基境界的血一盟杂碎，也是顾平出了大力。圣女殿下，顾平虚弱地睁开眼，声音沙哑：“感谢你，您的灵力很舒服。”赵清寒呼吸一滞，指尖微微发僵。舒服？他可知这话有多暧昧？他强自压下心头异样，冷声道：“休要开口，凝神调息。”顾平立即闭眼凝神，但是他真的感觉到很舒服。两人的灵力纠缠到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十分微妙，如同做了一样。掌心传来的温热处让赵清寒心神难定，那反哺的阳气对他来说如春风拂过冰山，让他经脉深处的寒意都消融了几分。若持续这般，或许真能借机突破。这念头刚起，他便猛地咬唇，断不可如此不知羞。他倏然收手，玄阴灵力如潮水般退去。顾平闷哼一声，茫然看向他：“圣女，伤势已稳，自行调息。”他背过身，袖中指尖悄悄蜷紧，连嗓音都比平日低了几分：“莫要多想，你此刻已经脱离了危险，男女有别。”“是，多谢圣女殿下。”赵清寒已经盘坐调息了。顾平从生死关头活下来，才来得及目睹此刻赵清寒的样子。因为激烈的死战，赵清寒破碎的衣袍下隐约可见紧致的腰线，随着打坐微微起伏，肌肤细腻宛若冰雕玉琢，却又带着活生生的柔韧。修长的腿在残破的白色染血裙摆下若隐若现，肌肤如羊脂凝玉，莹润无瑕。即便此刻沾染了血污，带着伤口，也丝毫不减其圣洁感。顾平喉咙发紧，目光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身形游移，却又在触及他冷冽的眼神时猛地惊醒。赵清寒察觉到他的视线，眸光一寒，却并未开口说什么，只是素手轻抬，破碎的衣袍无风自动，勉强遮掩住裸露的肌肤。他只从这老修士的眼里看到了赞叹和欣赏，并未看到那让他讨厌的男修士欲望，所以并未发作。顾平连忙低头，心脏却仍狂跳不止。糊涂，他是打坐了，不是死了。话说回来了，都变狼狈至此，他还能美成这个样子？四人盘坐在一起恢复，各自的身上都带着伤。楚玉是内伤严重，他耗费了大量精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休养回来。苏妹今日以炼气大圆满的修为厮杀到最后，浑身上下都是伤口，惨不忍睹。顾平自己也到处流血，衣袍被血浸湿透。回顾这一战，从最开始搜寻魔修无果，赵清寒假装离开，实则暗中观察，胆大的用顾平三人做鱼饵钓鱼。顾平对他的计谋心领神会，故意激怒黑袍金丹，逼其出手，为赵清寒创造一击必杀的机会。虽然没能一击必杀，但也给赵清寒争取了先手。
后续血衣盟破罐子破摔，关门打狗，顾平几人只能转头杀敌。在厮杀过程中，顾平又及时发现黑袍人尸体血气被大阵吸收，意识到魔修在养阵，果断开始用储物袋收纳尸体，切断大阵的主要血气来源。最后看来也是成功延缓黑袍金丹突破元婴的进度。最重要的一点是顾平那把年轻时捡到的锈铁剑，此断剑竟能牵引炼血大阵的血气。他又关键时刻将剑掷给赵清寒，助他刺穿血茧，一举打断黑袍金丹的突破，扭转战局。虽然最后又被金丹修士仓促之间轰杀一掌，但他体质毕竟逆天，撑住了没死。至于那用来诛杀他的血符，也被临行使吕萧谦拧给他的令牌挡住。这么一回想，顾平都自己都觉得步步惊心。一不错，今天他们或许就会死在这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他的实力最弱，仅仅炼气9层，但却成为连接整个除魔小队的纽带，最终奠定胜局。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顾平稍微缓过来之后就开始盘算胜利品。毕竟对他来说，这次能够从离月仙宗里大胆地走出来，还不是因为给出了修行线索，说这里有机缘。他最关心的肯定也是这件事。在其他3人打坐的时候，他的伤势竟然恢复了个七七八八，这让赵清寒看得眼皮子直跳，生怕他起身之后又倒地了，但他发现自己多虑了。顾平看起来生龙活虎的，这不对啊，被金丹巅峰的修士仓促之间拍了一掌，不死也要重伤啊，怎么就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也没有偷偷的进行这种摸尸的行为，而是把所有的尸体从储物袋里拿出来，开始一个个的摸尸，每一个尸体身上的宝贝都被他堆在4人眼前的空地上，黑袍金丹的尸体都被他搬过来，横沉在地。炼血大阵的红光早已消散，整座青山县恢复了死寂。顾平喘着粗气开始清点战利品，老头的脸上褶子都笑平了。赵清寒站在一旁，目光淡漠，但并未阻止他搜刮战利品，毕竟这一战顾平功不可没。顾平小心翼翼地取下黑袍金丹腰间的储物袋，神识探入，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足足有5000枚下品灵石，甚至还有3枚中品灵石。不仅如此，还有一件血煞幡，这是金丹上品法宝，能释放腐蚀血物，但需血煞之气催动，价值不菲。顾平预估这东西价值不低于20中灵。一个罗盘法宝不知品级，可遮掩气息，就是这玩意让赵清寒都未能第一时间察觉这群魔修躲在哪。一枚血阴丹是邪修用来突破元婴的丹药，但副作用极大。还有3本功法，炼血大阵详解记载了血衣盟的魔修秘术，价值极高，就是因为这部秘术，血衣盟才猖狂至今。血煞魔功，邪修功法，但其中有些秘术可借鉴，一部9阶遁术似乎是一门逃跑的功法。还有几瓶丹药，金丹阶的疗伤丹3瓶，血煞丹具10瓶。他把这些战利品摆在地上，然后去掏其他黑袍人的储物袋。10几名黑袍人大多是筑基初期或炼气巅峰，虽然单个不算富裕，但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灵石总计8000枚下品灵石，不算少数，看来栽在他们手上的修士不少。血针法器筑基下品，适合偷袭；血煞刀筑基中品，适合体修；护心镜筑基下品，防御类；15瓶筑基期的疗伤丹，72瓶魔修专用的血煞丹。这些战利品仅仅只是灵石都堆了一堆，堪称丰厚。顾平看了看赵清寒，见他没有插手的意思，便主动提议，这些功法除了邪修功法给圣女殿下带走，9阶遁术我们各留一份。圣女殿下是我军主力，功劳最大，这3枚钟灵、血煞幡、罗盘法宝、血阴丹还有这些金丹阶的丹药就归圣女殿下了。总共13000枚下灵，楚师姐分6000枚，我分4000枚，苏师姐分3000枚，但是筑基中品的血煞刀我要了。血针法器和护心镜，楚师姐和苏师姐你俩各自挑选。筑基阶的疗伤丹我们平分，每人正好5瓶。血煞丹收集起来回宗之后卖给珍宝楼，换成灵石之后我们平分。他说完之后，楚玉和苏妹都点头，他们很识趣的没有提及这些邪修修士尸体的分配，包括那一具金丹巅峰邪修的尸体，这也表明了他们认可了顾平功劳。楚玉嗔怪顾平一眼，他怎么能不知道顾平给他分那么多灵石的原因？那么多灵石都给他，他回宗门之后还不是要拿着灵石去找顾平双修？到最后这灵石就都到这老头子那里去了，打得好算盘。这糟老头子坏得很。苏妹此刻完全是一种放空自己的状态，大仇得报之后，对于这些战利品的分配并不怎么上心，甚至有一种死寂的感觉。顾平，赵清寒忽然开口，声音清冷，你今日功劳不小，这罗盘法宝你就留着用吧，遮掩气息的宝贝我有。顾平一愣，随即伸手接过来，恭敬行礼，多谢圣女大人。赵清寒颔首，从宗门出发的时候，他只觉得这老修士为人义气，
在飞剑上的时候，他又觉得老头子心思敏感。进城遇到了事之后，他就发现这个看似行将就木的老修士不仅人机灵，修为还扎实异常。尤其是他身上的特殊灵力，还最后抵挡黑袍金丹的血符时，他身上出现了未知高阶修士留下来的后手。这个老头子藏着连他都看不透的秘密。这样吧，你回宗门之后就跟在我身边做事吧。赵清寒忽然开口，因为他发现顾平始终对那些邪修的尸体看得很重，甚至比灵石还要看重。他心有疑，所以必须要让顾平待在自己眼睛能看得见的地方。顾平一愣，急忙应声：“是，多谢圣女殿下提携。”他还担心自己跟圣女出来一趟之后，回去要被柳长青坑死呢。现在好了，为圣女做事，圣女怎么可能不保他？苏妹眼中闪过羡慕，能被圣女亲自点名，这可是天大的机缘。楚玉则是面无表情，他比谁都清楚顾平的价值。刚刚圣女大人给顾平疗伤的时候，他就看出来圣女的脸色不对劲。现在圣女又明着说要把顾平带在身边，要知道离月宗圣女可从来都没有什么男仆人的。赵清寒这样做是第一次，而且还是个老奴。如果圣女殿下真的是因为疗伤时发现了顾平身体的秘密，那么这一次顾平陪在赵清寒身边为他做事的话，或许会发生一些大事。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也很不喜欢这代圣子柳长青，离月宗的女修都不喜欢，赵清寒能真的喜欢柳长青？当然不可能。在离月宗，圣女圣子只是配合修行而已，但如果圣女的原因给了另外一个男人，那事情就有趣了。青山县的炼血大阵被破，血衣盟余孽伏诛，但城中百姓仍陷于惊恐之中。他们并不知道血衣盟已破，城中百姓仍不敢出门，家家闭户，街道冷清。顾平主动请缨，挨家挨户敲门，耐心解释血衣盟已除，街上也逐渐有了人气，热闹了起来。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多的麻烦。顾平三人随赵清寒在城中巡查时，发现百姓家里巷间饿殍遍地，许多百姓因长期庇护躲避血衣盟，家中早已断粮，只能靠啃食树皮草根度日。现在就算是没有了性命威胁，但各个家中也没有余粮，更没有买粮食的银钱。这些凡人竟比修士还难活。楚玉皱眉，眼中闪过一丝不忍。苏妹也叹息，前有血衣盟作乱，现在城中粮商又囤积居奇，趁乱抬价，百姓哪还有活路？顾平目光冷峻，神识扫过城中，很快锁定了一处高墙大院，那是青山县最大的粮商刘家宅邸。走，去看看。刘府门前，顾平抬手一挥，府门轰然炸开，惊得院那家丁四散奔逃。刘老爷正搂着美妾饮酒作乐，见有人闯入，顿时大怒：哪来的刁民，敢闯我刘府？哪来的刁民，敢闯我刘府？顾平冷笑，袖袍一甩，一股灵力将刘老爷从席间拽出，重重摔在地上。城中百姓饿得啃树皮，你倒好，米仓堆满，却一粒不卖。刘老爷脸色煞白，但很快又强撑起气势。先师明鉴，小人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如今世道乱，粮价自然要涨，他们买不起，与我何干？你就算是先师，也不能乱杀人啊！顾平眼中寒光一闪，好一个与你何干！他抬手一抓，刘老爷的脖梗瞬间被无形之力扼住，整个人悬在半空，脸色涨红，双腿乱蹬。囤粮不受，做事百姓饿死，你这种人活着也是祸害。你今天就见识一下我能不能乱杀人吧！咔嚓，清脆的骨裂声响起，刘老爷的脑袋歪向一旁，当场毙命。顾平根本没给他解释的机会。离月宗本就不是什么正道宗门，亦正亦邪，门中弟子做事随性自然，这种人他觉得不爽，想杀就杀了。此刻刘老爷一死，他府中美妾、家丁、女眷下的贵妇在地瑟瑟发抖。顾平冷声道：开仓放粮。府中的奴仆马不停蹄地把粮食搬出来。顾平在城中央支起大锅，熬煮米粥。修仙之人自有辨人之法，他站在锅前，声音传遍全城：凡家中尚有存粮者，若敢冒领救济，必遭天谴，我会亲手诛杀。他把刘老爷的尸体挂了起来，以儆效尤。说罢，他指尖凝聚一缕灵力，化作金光洒向排队领粥的百姓。此乃变心术，若有人欺瞒，金光自会变黑。百姓们敬畏不已，纷纷跪拜，口中高呼仙师慈悲。那些原本想浑水摸鱼的富户见状，顿时缩了回去，不敢上前。真正恶极的人来领。顾平亲自掌勺，一碗碗热粥递到枯瘦如柴的百姓手中，有老者颤巍巍接过，热泪盈眶。仙师大恩，小老儿永世不忘。顾平摇头，不必谢我，活下去便是。一连3天，施州青山县百姓对顾平敬若神明，甚至有人在家中供奉他的长生牌位。赵清寒远远看着这一幕，眼中又闪过一丝赞许。
此人修为不高，却总有侠义之心，有股修士的风范。楚玉轻笑，顾道友向来如此，心善。苏妹则默默注视顾平的背影，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情绪。顾平在施粥的同时，他们一行人也在城中的一家客栈里住着。楚玉和苏妹一边养伤休养，又帮那些因炼血大阵而气血亏损的百姓熬药调养。苏妹跟在顾平身后，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在街巷间来回奔波，心里莫名有些触动。顾道友，你为何对这些凡人如此上心？顾平擦了擦脸上的灰尘，笑道：修士也是人，何况他们被血衣盟祸害，本就无辜。苏妹沉默片刻，低声道：但是他们或者仅仅只是为了一口饭，身体安康，这样的活着真的有意义吗？再来一次邪修，这些人就如同草芥一般，真正应该活下来的人却死了。他的声音有些落寞。顾平看了他一眼，知道他的内心。道侣死了，他连仇人都没亲手杀几个，虽然大仇报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忽然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苏师姐，你道侣若在天有灵，定不愿看你沉溺仇恨，修士修行总要向前看。苏妹眼眶微红，就算杀尽天才邪修，也不能解我心头之恨，更何况我如何能杀尽邪修？顾平指了指远处正在熬药的百姓：你看他们失去亲人，气血亏损，可他们仍要活下去。修士寿元漫长，若只困于仇恨，那漫长岁月岂不成了折磨？苏妹怔住。顾平笑了笑，继续熬药，火光映在他脸上，皱纹间竟透出几分温和。活着总得找点事做。这话让苏妹愣了很久。夜色渐深，青山县城内的客栈中，顾平正盘坐在床榻上打坐调息。忽然门外传来轻叩声：顾道友，可方便一叙？是苏妹的声音，温婉中带着一丝犹豫。顾平睁开眼，起身开门。门一开，夜风裹挟着一缕幽香拂面而来。苏妹站在门外，月光映照下，她褪去了白日里的素白校服，换了一身薄如蝉翼的淡紫色纱裙。裙摆轻盈，随着夜风微微飘动，隐约透出修长的双腿轮廓。腰肢纤细，束着一条银丝细带，衬得身段婀娜，胸前衣襟微敞，露出一抹雪白的肌肤，锁骨精致如玉，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发梢还带着些许诗意，显然刚刚沐浴过。苏师姐，这么晚了。顾平喉结微动，目光不由自主地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苏妹抿唇一笑，眼波流转，带着几分柔媚。今日多亏顾道友相助，解我心头阻碍，我心中感激，特来道谢。他说着，轻轻迈步进屋，裙摆摇曳间，隐约可见纤细的脚踝，赤足踩在地板上，指甲上还染着淡淡的扣丹，更添几分娇艳。顾平下意识的侧身让他进来，心跳却不受控制的加快了几分。苏妹进屋后并未坐下，而是站在窗边，月光洒在她身上，纱裙半透，勾勒出曼妙的身形。她手里拎着一壶酒，眼眶忽然有些红，但神色很平静。顾道友，陪我喝一杯。顾平一愣，夜已经深了，现在又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现在又要喝酒。片刻后，两人对坐窗前，窗外月光如水。苏妹仰头灌了一口酒，忽然道：顾平，你说的对，我该往前看。顾平点头：是也，修士修行本就是逆天争命，若连自己都困住，还修什么仙？苏妹沉默片刻，忽然抬头，目光灼灼：顾道友，我这次回宗门，想到方氏的合欢楼暂住了，多赚取一些修行的资粮，多多双修。顾平一愣：啊，顾道友，我这次回宗门，想到方氏的合欢楼暂住了，多赚取一些修行的资粮，多多与人修行。顾平一愣：啊。苏妹认真道：修士修行不进则退，合欢宗的修行氛围其实很不错的。顾平失笑：苏师姐，你这可不行啊，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你那尸骨未寒的道侣？苏妹抿唇一笑：走出来总比一直陷在里边好。月光下，她的笑容竟有几分释然。顾平举起酒壶，目光闪烁，与他轻轻一碰：好，回宗后你答应我，让我做你的第一个客人。他现在只得如此开口了，一言为定。接下来的几日，苏妹跟着顾平忙前忙后，帮百姓调养身体，分发粮食。她不再穿那深素白校服，换了一身浅青长裙，整个人仿佛轻松了许多。楚玉看在眼里，悄悄对顾平道：苏道友变了不少。顾平笑而不语。苏妹这都要回宗开卖了，说实话，她竟然有种舍不得的感觉，就仿佛是本来是摆在自己一个人面前的宝贝，自己错过了，这宝贝就要分给大家一起玩。思索呀，顾平就看看能不能牺牲一下自己，多一个双修的道友。苏妹本身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现在又是一个年轻的俏寡妇，临行前一晚，年迈的顾平在客栈后院熬最后一锅草药，这是明天给那些百姓们吃的。苏妹走过来，递给他一块绣着青竹的手帕，擦擦汗。
顾平笑着接过，他这样的修士哪里需要擦汗啊？只不过这手帕太精致了，他还是忍不住拿在手里，轻轻一嗅，手帕上还残留着他身上的淡香。他抬头，正对上苏妹微微泛红的脸。顾道友，他轻声开口，嗓音微哑，我今日才发觉，原来你比我想象中更可靠。他微微侧手，眸光潋滟，红唇轻启，似有未尽之言。夜风拂过，纱裙贴在他身上，更显曲线玲珑。顾平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躁动，故作镇定道：苏师姐客气了，同门互助，理所应当。苏妹轻笑，又有些哀愁，低声道：只是我如今孤身一人，往后修行之路，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他抬眸，目光灼灼地看向顾平，眼中似有泪光闪动，却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期待。顾平心头一凛，知道自己再像小女子一样矜持下去，肯定会错过这场机缘的，不仅错过机缘，还会让人失望。他硬朗地开口：如是苏师姐不嫌弃我这半死不活的老头子，顾某人愿意为苏师姐分心一二，若苏师姐不愿，也当我这话从没说过。苏妹点头，大方地开口：那往后就拜托顾道友照顾我这寡妇了，共勉，共同修行。顾平的老手很自然地攀上了苏妹的腰肢，轻轻往怀里勾了勾。苏妹还是有些害羞，轻轻推开他，温声开口：这一炉草药煮完之后，顾道友来我房里，我有事与你相商。好，夜半。顾平沐浴之后，有些犹豫地来到苏妹房前。片刻之后，他推门而入时，正看到她倚窗而立的背影，月光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腰肢纤细，纱裙下的肌肤若隐若现。苏师姐，这么晚了还没休息？顾平声音微哑，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苏妹回头，红唇微勾，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柔媚。顾道友，那日多谢你挺身相助，替我挡住血针，否则我恐怕……他声音渐低，指尖轻轻抚过窗棂，似有未尽之言。顾平走近两步，嗅到他身上淡淡的幽香，混合着夜风的清凉，让人心头发痒。同门互助，理所应当。他故作镇定，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他的衣襟上。两人早就互通了心意，保守的苏妹此刻也并不吝啬的自己衣襟处的美，雪白的肌肤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苏妹轻笑，忽然伸手拉住他的衣袖：顾道友，我有一事相求。他的指尖温热，轻轻划过顾平的手腕，带起一阵酥麻。苏师姐但说无妨。顾平喉结微动。苏妹凑近，吐息如兰：那日斩邪之后，我体内灵力紊乱，需要有人帮我才能稳固，不知顾道友可愿助我？他的声音又轻又软。顾平心头一跳，故作迟疑：这恐怕不妥吧？苏师姐刚丧道侣，我若趁人之危……苏妹眸光嗔怪，怪他故意如此多嘴，指尖轻轻点在他胸口：顾道友多虑了，修士修行本就逆天争命，何必拘泥世俗之见？他微微仰头，红唇轻启：还是说顾道友嫌弃我一个寡妇之身？顾平深吸一口气，终于不再克制，低声道：既然如此，苏师姐可别后悔。苏妹轻笑，身子软软靠近他怀里：顾道友，我们去城外。好。城外密林，顾平心神已经沉浸在打坐修行之中，他的力量正在增长之中。忽然远处传来苏妹的声音：顾平，我的修为要突破了。顾平，我好像要突破了。顾平也是一惊，立刻停下动作，感受着他体内灵力的躁动。不好，你要筑基了。苏妹脸色微变，她尚未准备筑基丹，若强行突破，极有可能失败，甚至走火入魔。顾平，我没带筑基丹。顾平当机立断，迅速帮他整理好衣衫，沉声道：你稳住灵力，别让气息外泄，我立刻去找圣女和楚玉。苏妹咬牙点头，盘膝而坐，一动不敢动，强行压制体内翻涌的灵力，但她的气息仍不受控制的节节攀升，周身隐隐有灵光闪烁，显然已到了突破边缘。片刻后，顾平带着赵清寒和楚玉匆匆赶回。楚玉看到苏妹的样子之后：顾平，你倒是挺会挑时候啊。他冷笑一声，语气酸涩。顾平干咳一声，没敢接话，只是焦急地看向赵清寒。赵清寒神色依旧清冷，她是离月仙宗的圣女，从顾平和苏妹双双出城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男女之事无需惊讶，但此刻他眸光在扫过苏妹时微微一顿，他敏锐地察觉到苏妹体内的灵力竟比寻常筑基修士还要精纯浑厚，而这股灵力的源头赫然是来自顾平的阴阳二气，他的灵力竟被他的气息滋养至此。赵清寒心头自语，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顾平连忙道：圣女大人，苏师姐情况紧急，还请赐丹护道。赵清寒不再多言，翻手取出一枚莹润如玉的筑基丹，指尖轻弹，丹药便飞入苏妹口中。凝神静气，我来助你。他素手结印，一道清冷灵力笼罩苏妹周身，帮她梳理躁动的灵气。
楚玉虽心中不悦，但也知道轻重，默默站在一旁护法，只是目光时不时瞥向顾平，眼中满是幽怨。半个时辰后，苏妹周身灵光骤然大盛，一股筑基期的威压缓缓散开，她成功突破了。苏妹睁开眼，眸中满是惊喜，但当她看到楚玉和赵青寒弱的目光时，顿时脸颊绯红，低声道：“多谢圣女赐丹，也多楚顾道友相助。”楚玉没有吭声，别过头去。赵青寒则深深看了顾平一眼，淡淡道：“你的体质似乎有些奇怪。”顾平干笑两声，不敢接话。夜风拂过，林间一时寂静，唯有楚玉的醋意和圣女的探究在月光下无声蔓延。苏妹则是奇怪，明明他和楚玉的关系很不错的，为何楚道友今晚对他的态度有些冷淡？难道是楚道友夜晚不喜欢被打扰吗？另一边，太阳教的人本来夜晚在青山城外巡逻的，忽然感觉到这片天地的灵气疯狂向一处山林汇聚。刘冲没有犹豫，立即带人赶了过去。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血衣盟的人突破的筑基了。当刘冲带人到达之后，才发现此地的密林深处有人说话的声音。带人近身赶到之后，他就看到了赵青寒和那个老头子站在一起说话，边上还有2个女修，还有铺在地上的散乱的衣袍。此时顾平与苏妹在密林双修后遍地狼藉，还未来得及收拾。苏妹依旧春意盎然，灵力波动尚未完全消散。这场面一下子就让刘冲心头火热，心头暗道自己来晚了，不然还有可能看到一场春宫大戏呢。刘冲本就因先前被赵青寒击退怀恨在心，现在又见赵青寒此时和那老男人凑在一起，当即刘冲也不再隐藏，带着人走出来了，阴笑高喊：“诸位快看！”离月宗圣女表面冰清玉洁，背地却与门下妖女共侍一男修。他踢开地上残留的双修痕迹，又指向和赵青寒站在一起的顾平。这密林间气息混杂，还有些许男子精阳的气息，分明是3人行苟且之事。赵圣女，你平日装得高高在上，原来也好这口，只是没想到你会喜欢这种老奴。啧啧。顾平几人先前还沉浸在苏妹突破的场景之中，一时不察，竟然被人近身了。赵青寒眸光骤冷，玄阴灵力瞬间冻结刘冲脚下土地。住嘴！胆敢妄议本座！他甩袖亮出长剑，剑锋直指刘冲咽喉。若再敢污蔑，我不介意让此处多几具太阳教的尸体。刘冲这次一点都没有想过服软，直言不讳地开口：“赵圣女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允许你做，不允许别人说是吧？离月宗可是越来越霸道。”顾平也是无奈，今天这是个啥事啊？他无奈上前，阴阳圣体主动释放出纯净的灵力波动，故意高调展示给围观修士。诸位不妨感知一番，若真如这小人所说，双修淫乱，我体内灵力怎会毫无驳杂？他转头瞥见苏妹红着脸整理衣襟，又意味深长道：“至于苏师姐与我之事，我和欢宗弟子双修，天经地义。倒是太阳教深夜尾随我派女修，莫非专干窥人隐私的勾当？”刘冲被戳中痛处，眉头一皱看了过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想和我说话？小子，你一个靠女人上位的杂役，也敢妄议我教？今日我便替赵圣女清理门户。”他猛然祭出太阳教秘法烈阳掌，却被赵青寒一剑震退。赵青寒，你护得了他一时，护不了一世。待我叫长老亲至，必让天下人知道你的真面目。臭婊子！刘冲怎么可能不嫉妒顾平？赵青寒这种万年难得一见的美人，若是在太阳教，必定会是他的道侣。现在竟然和这老头子苟且，顾平听他说话太难听了，他的脸色一下子也难看下来。如果是以前自己还是杂役的时候，遇到事情他肯定会选择忍气吞声，但是现在自己已经是资质超绝，修仙之路一片坦途，多少女修想和他共度春宵，现在被人这么嘲讽，他凭什么忍？和几人苏妹和楚玉对视一眼之后，他偏头询问赵青寒：“圣女殿下可有把握？”赵青寒看他一眼，并没有犹豫：“你那把断剑借我一用。”好。顾平拿出断剑给他，然后朝着远处大喊：“刘冲，你个小兔崽子，再大放厥词，老道把你嘴巴打烂！”刘冲二话没说，一刀朝着顾平砍过来：“老奴，今天你得死了！赵圣女这可不怨我。”他话没说完，赵青寒一瞬间杀了出去。顾平3人也齐齐攻上去，那些刚刚大笑着的太阳教普通弟子被他一人一剑杀死，只剩下刘冲在苦苦支撑。此刻他也是满身是血，根本无力招架赵青寒的攻势。赵青寒，你敢杀我，就不怕我叫来人查你吗？赵青寒又给了他大腿一剑，刘冲左腿被斩断。啊！求求你不要杀我啊！我可以发誓再也不说了，我真的错了，饶了我吧！赵青寒终于开口：“你不是知错了，你只是怕死了。”他又出一剑，这一剑直指刘冲的脑袋。轰！脑袋开花，
顾平的脸上都沾着血浆。但关键时刻，刘冲的金丹冲天而起，向远处飞去。哼！赵清寒怎么会容许他金丹飞走？起身又是一剑挥了过去，血色的剑芒像是一轮血月，斩在了那一枚金丹上。璀璨的金丹在一瞬间被斩得昏暗下来。只可惜的是，最终还没有拦下来，金丹飞走了。顾平起身狂奔，就要朝着金丹追去。在他这里可以没有什么留着不杀的道理，留了尾巴，将来就是大麻烦。不用追了，追不上的。他那金丹被人动了手脚，刘冲早就死了。金丹修士是没有能力如同元婴修士那样抛弃肉身，金丹逃走的。他那金丹被人预定了，在他被人杀死之前就会收走。顾平震惊，还有这种事情？四人面面相觑，赵清寒又巡查此地，查看是否有其他人暗中的躲藏。顾平三人则是迅速打扫战场，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摸尸，回收战利品了。顾平发现自己尤其喜欢摸尸，毕竟尸体也算是战利品的一部分。顾平一脚踢开刘冲的尸体，但愿此人死了也不要给他留下太多麻烦。太阳教其余弟子也尽数伏诛，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焦灼的凌厉余波。顾平蹲下身，熟练地翻捡刘冲的储物袋，刚一打开，便见灵光闪烁，灵石堆积如山，光是下品灵石就有6000枚，中品灵石2块，晶莹剔透，灵气浓郁的几乎凝成雾状。太阳教秘传功法，一本烈阳真诀残卷，虽只有注记篇，但其中记载的烈阳掌颇为阴毒，显然是太阳教核心弟子才能修习的秘法。赵清寒开口，这功法留着虽然摊手，但是技多不压身，你们又都是留在宗门修行的，可以收起来了，留给苏妹统一抄写下来给大家分发，原卷交给宗门，估计还有灵石奖励。是。除此之外，刘冲这里还有一柄赤焰刀，金丹前期的法宝，刀身铭刻太阳纹路，虽不及赵清寒的飞剑，但也是昂贵的东西了，价值不菲。这样一件金丹前期的法宝，最少有5枚中品灵石了，堪称十足的昂贵。另有数瓶烈阳丹，服用后可短暂提升火系功法威力，副作用是燃烧精血，典型的太阳教风格。烈阳丹的价格现在未知，还需要拿到珍宝楼才能确定。其余弟子的储物袋也不简单，顾平逐一检发现也有3000枚灵石左右，大量抢掠来的低阶法宝、灵材，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其他宗门弟子的信物，可见这群人平日没少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赵清寒抱剑而立，淡淡道：太阳教果然藏污纳垢。他虽不屑于摸尸，却未阻止顾平把这些其他宗门弟子的密信上交宗门，可换功勋。顾平将2枚中灵分给了赵清寒，但是这把赤焰刀他太喜欢了，就有些犹豫。圣女殿下，这把赤焰刀我……赵清寒看他一眼，眉头轻挑，刀拿回宗门之后也可以卖掉，不过你现在想要的话，你给我拿1万夏灵，此刀归你。好。顾平有些欣喜，赵清寒还算公平，总共9000枚灵石，他分了3000灵石给楚玉。顾师弟倒是大方，由不得楚玉不感慨，这种宗门任务他是知道，自己的道侣也经常为了灵石出任务，但最多一次也只拿回去了300枚灵石。结果这一次他本来是跟着顾平保护他的安全的，结果被顾平带着连连生死对战了2场，总共拿到了剩下6000是他和苏妹的。苏妹扭捏不肯要，只是开口，这些灵石先放你那里吧，毕竟现在明摆着顾平需要灵石买那把刀。现在6000枚灵石，7日前从血衣盟那里得来的灵石，他的灵石已经有1万枚足够了。他点了1万枚夏灵给赵清寒，赵清寒把烈焰刀扔给了他，皆大欢喜。顾平转身对苏妹开口，回到宗门之后，我会补给你3000灵石的，随你。苏妹如今突破了筑基，早就想明白是顾平有着让人惊叹的双修的能力，自然不会傻到和顾平斤斤计较，先路漫漫，不是这几块灵石可以承托的。明面上的东西分完之后，顾平也不藏着掖着，把地上的尸体一具一具的收起来，装进储物袋里，包括了刘冲的尸体，这可都是好东西啊。这些金丹、筑基、高阶炼器修士的躯体灵力该有多少？他不敢想象，一具尸体应该就足够10亩地很长时间了吧。地上的尸体总共有7具，顾平收了4具之后，发现自己专门购买用来装尸体的储物袋已经满了，剩下3具怎么也装不进去了。修士的储物袋只能由储物袋的主人打开，其他人强行打开一次，储物袋就会报废，不然的话杀人越货，单是卖掉储物袋都能大赚一笔，这让他尴尬在原地。看了苏妹一眼，方才和苏妹有了不一样的关系，2日又各自交换了心意，当然要第一时间求助苏妹了。苏妹摇头，她的储物袋装不了尸体。顾平不得已又看向楚玉，楚玉也笑着摇头。最终顾平只能到赵清寒面前，圣女大人是否有多余的储物袋？赵清寒瞥他一眼，看到这老修士那没装完的几具尸体，他手中出现了一个储物袋，300灵石。
顾平点头结果。赵清寒是比较公正的，300这个储物袋的空间要比他买的大得多，所以是公道的价格。他立马道谢，然后又准备去朝苏妹借零食的时候，楚玉给了赵清寒零食。顾师弟，这储物袋就当我送你了，毕竟这次我跟你来也分了不少零食。好，多谢楚道友。顾平和楚玉对视了一眼，其中的意味只有2人知道。这300顾平肯定是要卖力的卖给楚玉一次，卖一送一都行。次日，顾平把最后的一锅草药分给青山城的百姓之后，他们4人终于踏上了归程。和来的时候一样，顾平3人踏上了赵清寒的飞剑。不过与来时不同，此刻的他修为已至炼气9层中期，这是在完全没有打坐修炼的情况下，修为自动攀升。他体内灵力澎湃如潮，举手投足间尽是自信。他站在飞剑前端，迎着呼啸的山风，衣袍猎猎作响，嘴角噙着一抹笑意。轻易不出手，一出手不仅让他收获丰厚，这一场生死之间的战斗也让他的道心越发坚定，修为是最重要的。苏妹倚靠在他身侧，仙指轻轻勾住他的衣袖，眸中情媚之意流转。来时他因道侣之死冷若冰霜，如今却在顾平的开导下重拾生机，变化之大，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凑近顾平耳边，吐气如兰，非常小声的开口：师弟，昨夜密林中的双修可还满意？顾平低笑，抬头看了赵清寒和楚玉一眼，担心2人说话会被他们听到。他反手握住他的柔体。师姐的合欢楼秘术果然名不虚传。2人相视一笑，再无出实时的疏离。楚玉站在飞剑另一侧，指尖无意识地绞着裙角。他看着顾平与苏妹的亲密，在他们2人的对话，他怎么可能听不到？此刻他心中也忍不住酸涩，明明是他先与顾平双修，掌握了顾平身体的秘密，如今却仿佛成了局外人。他忍不住轻咳一声：顾师弟，回宗后别忘了来寻我，我有事与你相商。语气中带着几分幽怨，几分试探。顾平点头，给予眼神回应。送上门的零食自然不会拒绝，只是不知楚师姐的道侣有没有归来。如果归来的话，他倒是不方便赚钱了，他心中早也有盘算。回宗之后，先陪着苏妹去将血衣盟任务所得一些东西上交宗门，换取零食，然后立即处理手中的尸体存货。这些东西只要有1天留在身上都是危险，尤其是太阳教的人。半日之后，4人顺利返回宗门。顾平，你整顿几日，然后就来我府上做事吧。是，多谢圣女提携。赵清寒冷淡的点头。飞剑刚至山门，顾平便察觉不对劲，沿途弟子纷纷侧目，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听说了吗？顾平靠双修攀附圣女，还和合欢峰女修厮混。圣女大人向来清冷，怎会与杂役出身之人有染？更有人开口：谁能说得准呢？毕竟圣女和圣子从来没有双修过。圣女此次的任务若是遇到危机了，找个男修士双修临时突破一下也不是不可能。那也不能找这么老的一个修士吧？老了咋地？有点女修可不就是喜欢老的吗？也对哦，这顾平老是老了一点，模样倒是看得过去。赵清寒的冷眼与顾平的坦然。赵清寒眸光骤寒，威压横扫，议论声戛然而止。他冷冷道：离月宗门规第3条，妄议同门者杖30。众人噤若寒蝉，却仍有不服的目光隐现。这种传言起来之后，不是圣女几句话就能打住的。顾平倒是浑不在意，反而朗声笑道：诸位可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偏偏喜欢把自己幻想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你们不敢和圣女同行，我老头子为同门仗义出手，你们反倒来诋毁我，真是一群王八蛋。说罢，顾平反倒一把拦过苏妹的腰肢，在众人愕然的目光中扬长而去。看着顾平搂着苏妹离开，众弟子才反应过来，妈的，这老头原来是奔着苏妹去的，真牛批！那苏妹刚死了男人，还带着笑呢，就被他拿下了。你别说，这老头子脑子也好使，懂得趁虚而入。苏妹死里逃生，不正是需要人帮忙一起报仇杀敌吗？可惜那苏妹了，那么漂亮，好多内门弟子都眼巴巴等着呢。现在老了，被这老头子捷足先登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谣言似乎不攻自破了柳长青，离月宗当代圣子，金丹中期修为，天生青木灵体，擅长木系术法与剑道。他出身于修仙世家柳家，自幼天赋卓绝，20岁筑基，50岁结丹，被誉为离月宗100年来最有望冲击元婴的天骄之一。待人孤傲，性情暴烈，却常以折扇轻摇世人，谈吐间自带一股傲慢之气。圣子选定时，曾暴力手段杀害同门27位男修。按照传统，他早已将赵清寒视为自己的禁脔，虽未明言，但宗门上下皆知，圣女赵清寒是圣子柳长青不可触碰的逆鳞谣言传至闭关的柳长青耳中。他在宗门内等待多时，早已杀意滔天。当赵清寒与杂役弟子顾平密林双修的谣言传入柳长青耳中时，他手中的青玉茶盏瞬间化为齑粉，
眸中寒芒如剑，周身灵力暴涌，震得店内梁柱嗡嗡作响。顾平，什么来历？以前在杂役峰做杂役。杂役？开什么玩笑？多少岁了？65岁。65岁？你的意思是赵清寒不来找我，去找一个杂役老头是吧？还是说我比不上一个老奴？柳长青一连几个惊讶。什么修为？炼气。炼气。柳长青都快被气笑了。砰！柳长青一巴掌把桌子拍碎。区区一个杂役出身的蝼蚁也配沾染清寒？区区一个杂役出身的蝼蚁也配沾染清寒？他怒极反笑，声音冰冷刺骨。我记得我杀的同门已经够多了，现在难道还有人觊觎圣女吗？去，马上查出来传谣的人，传谣者死，涉事者废。至于那个顾平，本圣子有机会倒要亲眼看看，一个老头子到底有什么能耐，让人这么传谣。如果仅仅为帮助那门中女修苏妹出门任务，倒也罪不至死，反倒是那传谣的人该千刀万剐。顾平先把苏妹送回合欢峰，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回九幽峰了。顾平脚下生风，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灵田，发现虽然灵米长势缓慢，但也没有死。不着急，我回来，你们就能长快点了。50亩的灵米，将来能收获不少啊。一大群灵鸡已经把他留下来的树叶山吃完了，仅仅10来天的时间，这些灵鸡已经比他走的时候大了一圈。不要着急，等我回来给你们找东西吃。咯咯咯哒，一群鸡追着顾平的脚步，在他身后显然是饿极了。你们别急啊，你们饿，我更饿。他没有在自己洞府里多停留，而是的脚步不停地迎着九幽峰熟悉的云雾，朝着山腰爬去，嘴角的笑意几乎压不住，心情舒畅。这一趟青山县之行，他不仅修为长进，还收获了海量战利品。但出门在外，家中的道侣他怎么能不想念呢？他迫不及待想向萧千宁诉说这一路的事情，顺便找个由头与他亲近一下。首座打扰，弟子回来了，请求一见。他朗声开口，店门轻轻打开了一扇。顾平抬脚进入，刚踏入山腰大殿，一股刺骨寒意迎面扑来。萧千宁端坐于玉座上，双眸如刀，冷冷扫过顾平。回来了。未等顾平开口，他突然抬手一抓，顾平怀中的玉牌凌空飞入他掌心。那枚刻有他精血符咒的保命玉牌，如今已裂成2半。你用了它？萧千宁的声音比九幽峰的寒潭更冷。你遇到了什么事？让我给你留的后手都用上了。话未说完，萧千宁已闪身至他面前，指尖抵住他心口，一缕煞气钻入经脉，瞬间探查到他体内残留的暗伤，虽被阴阳圣体修复了大半，但脏腑间仍有些许裂痕，不知死活。他的目光看过来，眼中的红光不少。此刻他的威势让顾平害怕。顾平讪笑，首座大人有所不知，这一次弟子出门做任务，差点就回不来了，就算是圣女殿下跟着，也凶多吉少。好在是他开始把这次的经历详细的讲给萧千宁听。萧千宁眸中煞气翻涌，声音冷冽，我给你的玉牌是让你逃命，不是让你逞英雄。顾平趁机握住他的手腕，阴阳灵力悄然流转，化去他指尖的煞气。我也没有想到那黑袍金丹最后都要死，还会对我下杀手，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当时如果不是千宁你给我留的后手，或许我已经死在青山城了。萧千宁听到他忽然改口叫了他的名字，有些奇怪的看他一眼。出去跑了一趟之后，胆子确实大了不少啊。顾平凑近一步，压低声音，那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真死了，也是难以瞑目，心里还会有没有做成的后悔的事情。后悔什么？他问。后悔没有及时开口，告诉你，我想让你做我的道侣。萧千宁冷哼一声，眼神和嘴角都带着嘲讽，却未抽回手。顾平得寸进尺，掌心贴着他手腕内侧缓缓摩擦。首座大人，您看，我这趟不仅没死，还得了不少机缘。闭嘴！萧千宁突然打断，眼中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情绪和恼怒。你区区炼气9层，也配让本座操心？顾平愣住，一时心里有些不舒服。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小小的炼气能够一清方泽和元婴大修士缠绵，就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顾平只好耐下性子，凑近一点卡扣。首座大人，我走这几日，您这几日煞气似乎又躁动了，不如让我帮您调理一番。说罢，不等回应，他攥住首座大人的手，见到他没有阻止后，伸手揽住萧千宁的腰，准备到温玉床榻上。萧千宁忽然开口，去后山灵拳。好。顾平把他拦腰抱起，苍老的手臂刚劲有力，脚步沉稳地走进殿后。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殿后的灵泉中是一汪清水，灵气氤氲，泉水水气环绕。顾平宽衣解带，萧千宁怔了一下，终究没推开他。顾平的阴阳圣体主动牵引他体内煞气，却故意放慢转化速度，让两人肌肤相贴的时间拖得更长。首座大人，他在他耳边低笑，
气息灼热。其实我这次最惦记的不是那些战利品。萧千宁闭目不语，耳间却微微泛红。顾平的手顺着他脊背滑下，煞气与灵力交融的瞬间，他终于轻叹一声，反手扣住他的后颈，将人按进怀里，修行触发暴击倍数2倍，精纯的灵力交互在两人之间运行。顾平丹田内封存磁似的属于萧千宁元婴灵力，此刻被他迅速的吸收。这一次他强撑着，一连与萧千宁双修了5回合，市场价值1000灵石。修行结束时，顾平修为已稳固在炼气9层巅峰，萧千宁的煞气也暂时平息。而且当这些和他死死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去除的煞气都能够变成精粹修为的时候，心头的那些愉悦不是什么双修能够比拟的。阴煞能够去除，他就能够长久的活下去，长生并不在深梦。他背对着顾平淡淡道：下次再敢受伤，就把你扔进煞渊喂妖兽。顾平望着他白皙脊背，笑意更深，这哪是威胁，分明是首座大人别扭的关心。不过最后这句话他也听到一件事，煞渊妖兽，那种妖兽生活在煞渊，吞噬阴煞长大，血肉力量强大，你这样的扔下去不够他们吃2口的。顾平眼睛一亮，如果这些深渊妖兽有血肉灵力的话，就可以拿来做肥料啊，这可是好东西。不过听赵清寒的话，这些妖兽的修为不低，自己现在肯定是无法使用的，等到修为提升之后再寻想办法下去杀妖。因此他并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结太久。千宁，你现在不会忍心那样对我的。他温柔地开口，伸手轻轻抚摸他光洁的背。女子回头，眸子里的红光少了许多。你有野心是好事，但是在离月宗几十年的你也应该明白，难修是没有本领，就算是自己怀里的道侣都会离去，更何况你现在仅仅只是炼气修为。他这一次的口吻没有让顾平感到打击，而且他也知道这是萧千宁在回应他说的做他的道侣这件事情。他手臂用力将他揽在怀里，千宁，你先不要急，修为对我来说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不会太久，你注定会是我的女人。萧千宁勾起嘴角，嘲讽意味不减，所以别死，你才有机会得到，不然的话你的女人就会便宜别人的。顾平笑了起来，这话肯定是假的，和他相遇之前，萧千宁是几百年的老处女了，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和改弦易辙？感受到他的承诺，一时间他又重振雄风了。修行触发暴击倍数4倍。从九幽峰的山腰跑下来，顾平的腿都是软的，但是现在他没敢懈怠，现在已经炼气大圆满了，他随时有可能像苏妹那样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尤其是他现在丹田内还储积着大量的修为没有炼化，稍微炼化一点点或许就要晋升筑基。他没有耽搁，直接来到了珍宝楼。哟，顾道友好久不见，哈哈，这是修为又提升了。王掌柜眯着眼搓着手把顾平迎上2楼，亲自给他看茶。顾平笑着摇头，侥幸侥幸，脚步不停往2楼走。王管事目光在他身上扫过，心中暗惊，这老头子不仅修为精进，连气血都旺盛了许多，皮肤上的褶皱明显减少，整个人精神焕发，哪还有半点垂暮之态。顾道友这次来可是又要购置血髓灵芝。顾平摇头，从腰间解下一个储物袋掂在手里，今天来是想要出手一些东西，不知道王掌柜能不能给个好价钱啊？胖掌柜伸手接过顾平的储物袋，只要东西好，珍宝楼就能给得起价。探查一番之后，掌柜点头，可以，这些货珍宝楼都收。他哗啦一声把储物袋里的东西倒在柜台上，飞快地开口，这筑基中品的血煞刀是邪修的法宝，我这里可以给你5000夏灵，血煞丹72瓶，每瓶150灵石，一共10800夏灵，11瓶烈阳丹，每瓶250灵石，2750灵石。这烈阳真诀虽然我珍宝楼有，但是这一本上有修行感悟，可以给你500灵石，一共可以是19050块灵石，也可以给你一枚中灵和8050夏灵。如果这个价格你满意的话，我就去拿灵石了。掌柜的搓了搓手，等待顾平回应。顾平皱着眉头开口，凑个整数吧，一枚中灵和10000枚夏灵。掌柜明着开口，实不相瞒，顾道友，你喊的这个价格，我珍宝楼如果收了的话，是一定会赔本的。但是因为你第一次在我们这里出手，你喊的这个价格我就接住了。只希望道友以后若有好东西，还是第一时间考虑我珍宝楼，最起码我这里保密，这些东西黑的进来，白的出去，没谁敢查。顾平点头，卖给你了，一中灵存起来，剩下的10000夏灵给我拿一颗筑基丹。好嘞。片刻后，顾平把9000灵石装了起来，拿着筑基丹走出了珍宝楼。这次倒是赚了。他摸了摸下巴，查看了自己的储物袋剩余的物品。剩余灵石3中灵储存加10380夏灵。术法离月功9阶遁术，烈阳真诀残卷。法宝云铁断剑不知品级，罗盘法宝不知品级，赤焰刀金丹出阶
储物袋3只。物品：筑基接疗伤单5瓶，血髓灵芝90颗，尸体31具，半部元婴1具，金丹中期1具，筑基期9具，炼器后期20具。还不错，从一贫如洗到现在家底丰厚，这一趟出门对他来说可真是大机缘。这些灵物如果全部兑换成灵石的话，也足够他在不双修的情况下修行到筑基后期了。顾平终于回到了九幽峰，这一次他安心的在自己洞府里休息片刻，感受到自己没有那么快突破筑基之后，他才放心下来。这一趟青山县之行虽然凶险万分，但收获颇丰。他站在自己的洞府前，望着那50亩灵田，稻苗已经长高了不少，但生长速度明显放缓，灵田的肥力不够了，得赶紧施肥才行。顾平从储物袋里取出几具血衣盟修士的尸体，这些修士生前最低也是炼气5层，血肉蕴含的灵力比普通妖兽还要浓郁，用来做灵田肥料，效果绝对极佳。第一步，烧制骨灰。他走进炼器室，将尸体移具巨色净炼器炉中。这炉子他已经好久没用了，但毕竟这老炉子陪了他几十年，现在用来烧尸体也是得心应手。火焰在炉中灼烧，这是修士的灵力燃烧，融化炉内的东西。炼，炉火熊熊，这具尸体在高温下迅速碳化，但顾平控制着火焰，按照施肥方法防止灵力外泄。1个时辰后，炉火熄灭，炉底只剩下厚厚一层灰白色的灰，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果然有用。顾平满意的点头，将这些骨灰小心收集起来，装进特制的灵肥袋中。接下来又是几炉炼气修为的肥料，他收集了1缸之后，才搬着灰缸出门，像是老农撒种一样，把这肥灰薄薄的撒一层在田地里，保证每1亩地都均匀。他抓起一把骨灰，均匀地撒在灵田里，尤其关注到苗根部，这些可都是修士的血肉精华，比妖兽骨粉强多了。骨灰肥一接触土壤，立刻灵田吸收，灵道根系也跟着发出淡淡翠光，稻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高了一截，叶片更加翠绿饱满，效果不错。顾平咧嘴一笑，继续施肥。一番使用下来，他发现自己这50亩的灵田只需要2具尸体即可。这样来看，炼气修士的作用还不小呢。施肥完成后，顾平站在田埂上，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灵道长势旺盛，有些稻苗已经开始抽穗，再过一段时间兴许就能收获。按照这个速度，张完这一茬用不了多久，3茬之后不仅能回本，还能大赚一笔。他摸了摸下巴，心里盘算着。给灵田施肥之后，他就紧接着施展了布雨术，全部布雨一遍之后，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但他还是不能闲着，他又耗费了2个时辰，迈着双腿在月下的山林深处割树叶，装进储物袋里。回到洞府前，他走到鸡圈旁，灵鸡们见到他回来，立刻咯咯叫着围了上来。别急，都有吃的。顾平从储物袋里倒出一堆灵树树叶，这些树叶在九幽峰生长多年，蕴含微弱灵力，灵鸡啄食后不仅能饱腹，还能促进生长。多吃点，早点下蛋，早点长大。他拍了拍一只灵鸡的脑袋，灵鸡咕咕回应，似乎听懂了他的话。总算是把这些经营着的产业搞定了。他此时此刻也明白了王掌柜的话，一个人种这么多地还真是有点吃力，耗费了太多时间了。不过等自己突破筑基后，肯定就会好很多，毕竟那时候都能遇见了，施肥布雨都能轻松许多，在山林里割灵树叶都能省事。忙完农活，顾平回到洞府，盘坐在蒲团上，掌心托着那把暗金色的云铁断剑，剑身斑驳的锈迹已在青山县一战中剥落大半，露出底下繁复的古老纹路。此刻在他灵力灌注下，正泛着悠悠血光。这剑饮血后的变化倒是与炼血大阵有几分相似。他指尖凝聚一缕阴阳2气，缓缓渡入剑脊，断剑突然震颤，剑身纹路如活物般蠕动，竟将他的灵力吞噬一空。果然，顾平眉头一挑，在出任务的时候，这断剑就能够主动吞噬血气，恢复自身。现在他的灵力稍一注入，就如同泥牛入海，不见半点。但他挥剑起来，这把剑又能激荡出来灵力，用来杀敌可以，但是不杀敌的时候，他要吞噬灵力。奇怪，顾平用布细细的擦剑，不放任何一个细节。这把年轻时在逃亡路上捡到的残剑，如今看来绝非寻常。如果他吸收血气是用来恢复剑身的话，修饰灵力或许也能助他复原。但终归，这拔剑是和血气相关的。在青山县决战时，此剑甚至能干扰血衣盟的炼血大阵运转。顾平又多番实验，他尝试加大灵力，全力输入，断剑顿时发出嗡鸣，暗金纹路亮起，竟在剑锋处凝出一道3寸长的血色剑芒。顾平挥剑斩向洞府石壁，血芒过处，坚硬的黑曜石如豆腐般被切开，断面还残留着腐蚀性的血煞气息。好霸道的剑气！顾平急忙撤去灵力，血芒消散后，
剑身纹路再度暗淡，但那些吞噬的灵力并未反哺，反而像被剑体彻底消化了。他若有所思地抹挲剑脊，莫非此剑要真靠吞噬灵力或血气来修复自身？只可惜这是一把断剑。他想起黑袍金丹临死前的惊骇，这把看似废铁的残剑轻易就能打断元婴突破的契机，这让他意识到剑身那些古老纹路或许正是某种封印阵纹。如今随着不断饮血吞噬灵力，封印正在层层解开，得找机会再试试。他将断剑收入怀中，想了想又拿了出来，咬破手指，在剑身上滴了一滴精血。剑身立刻传来微弱的脉动，顷刻之间仿佛有生命般与他心跳共鸣。认主了，好剑，跟着我，我一定把剑身给你修复了。一句话说完，剑身又是一颤，似乎在回应他。顾平有些得意，他不知道这把剑最终会苏醒怎样的力量，但直觉告诉他，这截残剑恐怕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得多。收起断剑之后，顾平让自己的修行的心沉稳下来。虽然杀人放火金腰带，但如果修为跟不上，自己终有一天会被别人杀死，哪怕是最妖孽的天才。该好好消化一下积压的修为了，淬体三关要加快了，肉身强度最重要。这一次因为肉身强度好起来了，他才能和萧千宁大战5回合。他站起身来，闭上眼睛，运转炼体诀，往嘴里塞了一颗血髓灵芝，体内阴阳二气流转，皮肤下的金光愈发浓郁。顾平临时决定要来一次闭关，一口气突破筑基，谁知道这一闭关就是10几天时间。这段时间里，合欢峰圣子柳长青的亲卫队每日巡查各峰，名义上是清查造谣生事者，实则专门盘查与圣女有过接触的男修顾平。毕竟他留意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顾平这个人，圣子心里早就有了怀疑。如果整个宗门都找不到顾平的话，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地方了，圣女赵清寒的洞府。本以为凭借着圣子殿青铜镜上烙下的顾平影像就可以找到顾平，但现在他们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依旧无所获。甚至有些好事者，柳长青的筑基亲卫带着测阳罗盘，专门检测修士元阳状况。他们怀疑顾平可能已与圣女有染，毕竟圣女多年闭关，突然出关就带着个老杂役，实在蹊跷。若是在顾平的身上检查到了属于赵清寒的气息，那这件事情就有趣多了。另一边，楚玉的道侣徐岩结束3个月的外派任务回宗，竟然发现道侣修为莫名突破到筑基4层。从筑基前期到筑基中期是有一道瓶颈的，楚玉已经在这个瓶颈上困了很长时间，怎么会突然就突破了呢？他心头焦急，并且非常的清楚，自己离去的这段时间，自己道侣可能找人双修了。现在楚玉的修为又比他高，这让他问又不敢问。现在楚玉的修为又比他高，这让徐岩问又不敢问。但是徐岩也私下里了解过，自己道侣跟着一个不相关的女修苏妹一起出了任务，而这次任务里有一个男修士名叫顾平。他开始在宗门内寻找顾平这1号人，但几天时间过去了，他依旧一无所获。这人到底是不是离月宗的？怎么找不到呢？徐岩憋了一肚子火，没有办法找到顾平，那只有从自己的道侣身上下手了。徐岩的思路也很清楚，自己的道侣对于男女之事是有些害羞的，只要在双修的时候用点力气和手法，楚玉就肯定全都招了。但是回到家中，徐岩想要和楚玉亲密的时候，却被楚玉一把推开了。玉玉，你怎么回事？楚玉叹了一口气，夫君，我这次出任务，身子不太舒服，不太想双修。徐岩恼羞成怒，看到自己的道侣这样，他怎么可能还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就是被人绿了。还没等到徐岩发威，就看到楚玉掏出了1000枚灵石给徐岩，你去合欢楼找一个女修吧。当1000枚灵石拿出来的时候，徐岩愣了，顿时一丁点脾气也没有了，迅速拿了灵石，行，算你狠，那从今往后我们一刀两断。说完之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楚玉看到徐岩的背影，一时间有些恍惚，他走的竟然如此的仓促，就好像害怕他再把灵石要回来一样。一时间，楚玉竟然有些怀疑自己曾经的眼光了。这徐岩也只是个贪图点灵石的合欢楼男修罢了。他刚刚给灵石可不是想要和徐岩彻底分开，但是现在他可没有选择了另一边。苏妹这几天被打扰的身心俱疲，每天都有几拨人找上门来询问他顾平的去向，并且询问他和顾平的关系，搞得他无法静下心来修行。最重要的是，他发现顾平消失了。他尝试去顾平原来的住处寻找，也没有找到。这臭男人回来之后就彻底没有动静了。两人虽然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寡妇，但是也都互表心意，有是双修过的，他也知道顾平的为人，不是那种抛弃女人性格。只是现在顾平人不见了，确实是让人着急。赵清寒回到洞府后，立即开启了禁制，闭门不出。他盘坐于寒玉蒲团上，指尖轻点眉心，一缕清冷的玄阴灵力自丹田引出，
缓缓游走于经脉之间。这次出门，他和顾平有过一次接触，给顾平疗伤时，他截留了一股阴阳灵力存放体内。那时候他就感觉到这股阴阳灵力不简单。此刻回宗之后，就立即探查。此刻，当他刻意引导体内残留的那缕来自顾平的阴阳二气时，异变陡生。那缕看似微弱的阴阳二气，竟如活物般缠绕上他的玄阴灵力。二者交融的瞬间，他体内的灵力陡然沸腾。原本沉寂的玄阴之力如同被点燃，在经脉中奔涌流转，竟比平日精纯数倍。这是……赵清寒眉头一挑，他从未感受过如此顺畅的灵力运行。那一股细微的阴阳二气，仿佛一把无形的淬火之刃，将他灵力中的杂质尽数灼烧剥离，留下的唯有至纯至净的玄阴精华。更令他震惊的是，这股精纯灵力反哺丹田时，金丹中期瓶颈竟隐隐松动。这是什么灵力，竟能淬炼我的玄阴本源？他睁开眼，素来清冷的眸光罕见地泛起波澜。若长期有这种阴阳二气辅助，借阴阳二气淬炼灵力，或许不需10年，他便能冲击元阴之境。但下一瞬，他指尖骤然收紧。顾平这如此逆天的体质，若被宗门知晓，以他炼气期的修为，恐怕会有不少麻烦。顾平，你身上的秘密最好别让第三个人知道啊！冰屑簌簌落下，映出他眼底灰暗的杀意语，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灼热。片刻后，赵清寒出关，眉头一皱，奇怪，这么多天了，顾平怎么还没过来？洞府内，顾平盘坐在蒲团上，周身灵力如潮水般涌动。他双目紧闭，体内阴阳二气流转不息，丹田内的灵力早已充盈到极限，甚至隐隐有液化的趋势，这是即将突破筑基的征兆。丹田之外积存的双修得来的修为还没有完全消化，这次闭关必能一举筑基。他深吸一口气，运转离月功，引导灵力冲击瓶颈。经脉中的灵力如洪流般奔腾，汇聚于丹田，不断压缩凝练第一次冲击。3日后，顾平浑身一震，体内传来一声闷响，灵力骤然暴涨，成了。他欣喜地猛然睁眼，在感应自身境界后，顾平，不是筑基。顾平愣住，眉头紧锁，炼气9层之后，不是该筑基吗？怎么还是炼气7呢？现在这个样子，我仿佛是突破到炼气10层了。他反复检查经脉和丹田，确认自己并未感知错误。灵力确实比先前浑厚了许多，但境界却诡异地停留在炼气7，甚至比寻常修士的炼气大圆满9层还要高出1层。莫非是阴阳圣体的特殊之处？他压下疑惑，决定继续修炼，或许再突破一次就能筑基了。毕竟炼气10层也能接受，比别的修士打了更深厚的基础，将来才能一飞冲天。又过5日，顾平再次消化修为，凝聚灵力冲击瓶颈。这一次，他吞服了一颗筑基丹，药力化开，灵力如火山喷发般沸腾。轰！丹田内灵力疯狂压缩，最终化作一滴液态真元。这次总该筑基了吧？顾平迫不及待的内视丹田，却再次僵住。还是炼气11层？怎么可能？他几乎跳起来，额头渗出冷汗。筑基丹都吃了，怎么还是炼气7？他抓起离月功，御简反复查看，确认炼气9层即为大圆满，筑基丹是辅助突破的关键。可自己连破2层，却依旧在炼气7打转，甚至灵力比普通筑基初期还要雄浑。接下来的2天，顾平彻底陷入自我怀疑。他选择换了一个功法，暂时把离月功放一边，运转烈阳真诀残篇，试图以火系灵力强行冲关。结果灵力暴涨，境界却虚浮地停在了炼气12层。他又用阴阳二气反复淬炼丹田，灵力愈发精纯，但筑基壁垒纹丝不动。他不敢继续往下了，必须要去询问一番才对，尤其是突破心切，他的炼气12层很是虚浮，需要凝实一段时间了。他妈的，到底要炼气多少层啊？顾平瘫坐在蒲团上，眼神茫然。这算什么？功法里从来没有记载过炼气12层的说法。他想起阴阳圣体的特性，包容万物灵力，莫非连境界桎梏也能打破？若炼气13层还不是自己的大圆满，那他妈的我这筑基又该如何突破？第10天，顾平不得不结束闭关。他丝毫没有修为突破的喜悦，有的只是对这体质的无奈。这段时间他消化掉的修为，甚至足够普通修士突破到筑基2层了。他握了握拳，感受到体内澎湃如海的灵力，甚至能轻易压制普通筑基初期修士，但境界却始终卡在炼气7。这下麻烦了。他苦笑自语，别人修炼是为了突破，我倒好，突破的越多，离筑基越远。最让他焦虑的是，若一直无法筑基，寿元中有耗尽之日，而且现在千宁还等着他修为突破呢。赵清寒还等着他去当奴才，为他做事。不行，这件事情不能继续拖下去了，得找人问问了。他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首座大人见多识广，或许知道缘由，实在不行，只能找机会去藏经阁翻找古籍了。
闭关10日，顾平从洞府里出来，一出门就是农活。这几天闭关都没有喂鸡，他没办法，只能去山上割了几天分量的灵树叶给这些嗷嗷待哺的灵鸡吃，这又花费了他半天的时间。顾平盘坐在九幽峰山腰大殿内，神色凝重。他来了有一段时间了。萧千宁今日在闭关修行，没有第一时间和他搭话。他缓缓运转体内灵力，阴阳二气在经脉中流转不息，丹田内灵力充盈如海。叹息之后，他看到萧千宁睁开了眼。首座大人，弟子有一事相求。他抬头看向高座上的萧千宁，声音低沉。萧千宁睁开双眸，眼中煞气流转，冷冷道：说，若是顾平大白天来找他双修，惊扰他闭关，他定不饶他。顾平深吸一口气，将自己闭关冲击筑基却屡屡失败，反而接连突破炼气10层、11层直至12层的诡异情况详细道来。弟子本以为炼气9层便是大圆满，可如今已至13层，却仍无法筑基，这究竟是何缘由？萧千宁眉头微蹙，身形一闪便出现在顾平面前。他素手一抬，指尖凝聚一缕煞气，直接探入顾平丹田。放松心神。顾平没有抵抗，他对道侣很是信任，任由他的灵力在体内游走。一番探查之后，发现顾平的修为确实是炼气12层。你这体质，他罕见的露出惊色，我也是闻所未闻，好生奇怪的修为和境界。顾平苦笑，弟子也不明所以，只觉灵力越积越厚，境界却停滞不前。萧千宁沉默片刻，寒声道：此事非同小可。炼气12层我从未听说过，若被高阶修士察觉，必会拿你剖丹研究。他指尖敲击玉作扶手，你需一件遮掩气息的法宝，否则寸步难行。顾平闻言，立刻从怀中掏出一枚古朴罗盘。首座大人，您看此物可行？正是从黑袍金丹处得来的罗盘法宝。萧千宁眸光一凝，涉过罗盘细看。罗盘表面刻满符文，中心嵌着一颗幽蓝晶石，隐隐有隔绝神识之效。逆息罗盘。他指尖拂过符文，语气凝重：此物的品阶至少元婴高阶，甚至更高，你从何处得来？顾平一喜，将青山县一战简略告知。萧千宁听罢，深深看他一眼：你这老头儿机缘倒是不小。他催动灵力激活罗盘，一道无形屏障瞬间笼罩顾平周身，连他元婴期的神识都难以穿透。有此物在，寻常修士看不破你的虚实。他将罗盘抛回顾平，但切记莫在化神大能面前招摇。顾平郑重收好罗盘，又试探道：那弟子的修为，我需查阅古籍。萧千宁转身走外走去，衣袂翻飞间丢下一句冷斥：在此之前，你老实炼化这罗盘，直至罗盘能为你所用，掩盖你的气息，若敢乱跑。他回眸一瞥，煞气如刀：本座亲自打断你的腿。顾平脖梗一凉，连忙躬身称是。待萧千宁身起身去往藏经阁茶饮消失，他抹撒着罗盘：这叫个什么事啊？以后都要用这玩意遮掩了吗？唉，他今天过来是准备和萧千宁双修的，试一试能不能在双修的过程突破筑基，毕竟上一次苏妹就是这样突破的。结果千宁先去查阅藏经阁了，不过这次他也没急着走，而是盘坐在萧千宁玉床上，默默炼化着逆息罗盘。顾平盘膝而坐，掌心托着逆息罗盘，也不知道那黑袍老狗从哪里得来的这宝贝。他尝试注入灵力，罗盘却纹丝不动，反而传来一股阴冷反噬，震得他指尖发麻。顾平运转离月功，将阴阳二气缓缓渡入罗盘，然而罗盘内的血煞之气却与他的灵力激烈冲突，符文骤然亮起，竟化作血色锁链反缠他的手腕。顾平闷哼一声，手腕皮肤被腐蚀出焦黑痕迹。他急忙切断灵力，血色锁链才缓缓消散。这不对啊，这罗盘有些奇怪，这怎么还有能伤到他呢？既然灵力不行，那就用精血认主。他咬破指尖，一滴精血滴在罗盘中央的晶石上，晶石瞬间将精血吞噬，下一刻罗盘剧烈震颤，血光大盛。顾平脑海中骤然浮现无数凄厉惨叫：滚出去！他怒吼一声，阴阳二气在体内疯狂流转，强行镇压怨念反噬，额头冷汗涔涔，浑身大汗，太阳穴突突直跳，仿佛有千万根钢针扎入识海。血煞属阴，或需以阳力中和。顾平灵光一闪，左手凝聚阴灵力，右手催动烈阳真诀残篇的火系灵力，两股力量同时注入罗盘。罗盘上的符文开始扭曲，血光与幽蓝晶石的光晕交织，竟逐渐形成一道平衡的漩涡。顾平趁机将神识探入，在罗盘核心处烙下自己的神魂印记。就在印记即将成型时，罗盘内残留的一股气息猛然反扑，一道虚幻的血影从晶石中冲出，直袭顾平眉心。赫然是那黑袍金丹，他还有一缕残魂在这罗盘里。顾平一惊，这黑袍金丹老狗
还有后手，区区残念也敢夺舍，区区残念也敢夺舍。顾平双目赤红，阴阳圣体全力爆发，丹田内囤积的元阴之力化作洪流，顺着丹田逆流而上，将血影搅得粉碎。啊！凄厉的叫声响起，黑袍老狗死得不能再死了。罗盘此时也发出一声轻鸣，血色符文尽数收敛，化作温顺的黑玉质的幽蓝晶石也不再阴冷，反而如呼吸般明灭闪烁，与顾平的心跳同步。他长舒一口气，擦去嘴角血迹，咧嘴一笑，总算成了。此刻罗盘已如臂使指，心念一动，周身气息瞬间隐匿，恐怕连元婴修士的神识也难以察觉。哈哈，老狗，你这宝贝归我了。他操控罗盘，让自己的气息始终处于炼气9层，这样最是稳当。炼化了宝贝之后，顾平没有等到萧千宁回来，就先行下山了。闭关这么长时间，他得去看看苏妹，顺便再看看楚玉。卖了血煞丹和烈阳丹的丹药，他还要拿去给楚玉和苏妹分呢。苏妹就算了，以后可以给他白嫖，他也用不了太多修行资源。分给楚玉的灵石，他也不打算给了，可以折算成双修。一次双修，他可以给楚玉5回合，这就1000灵石了。多双修几次，楚玉还得给他钱。走出九幽峰之后，顾平就朝着合欢峰去。一路上脚步不快，但是他有些奇怪，今天出门怎么总感觉走在路上有许多眼睛在注视着他，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他出现一样，好奇怪的感觉。片刻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感觉是正常，已经有人凑上来拱手和他攀谈了。顾道友，最近在哪发财啊？闭关修行而已，在哪个好地方闭关也说来给大家听听。这就没必要说了。顾平皱眉，这人怎么刨根问底的，然后就快步走开了。等一下，顾道友，我想问一下，你最近几天有没有双修？顾平一愣，抽出一把长剑来，眉头一皱，道友，你找茬是吧？那人一看顾平拔剑，也是退开了。稍安勿躁，道友，我只是问问而已，没有恶意。哼！顾平把长剑收了起来，结果没走多远，又有人朝他走了过来。顾道友，别来无恙，最近是否躲在圣女大人那里？顾平停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刘安。行，我知道了，等会儿我亲自去找圣子，散布谣言的后果你知道的。刘安的脸色一下变密了起来。错了，顾道友，我和你开玩笑，你行行好，千万别说。他送过来了几枚灵石，顾平无视了，反倒拉着他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一个个的都来找他说话问话。略一询问，顾平就知道原来是圣子大人发力了啊。他也有些无奈，这圣子战友遇是真的强，离月宗也不管自家圣子是什么货色，圣女根本就鸟圣子，圣子还要那样自以为是。不过想到圣子的权威，他也一点不怂。他开始主动回应那些凑过来询问他的人，大家跟我来，就会知道为什么找不到我了。他打算主动出击，然后他绕路把一群人带到九幽峰脚下。这花费了众人不少时间。当他在九幽峰山脚下停下的时候，有人终于忍不住开口了：顾道友，大家的时间也是时间啊，你带着大家走了这么长时间，可别告诉大家你在九幽峰啊。是啊，顾兄，我们虽然关切你，但你也不能捉弄我们啊。几个弟子的脸色已经差起来了，都知道九幽峰进不去，这顾平搞什么？顾平回头看他们一眼，嘲讽道：急什么？各位都有耐心等着我闭关结束，这一点时间都等不来了。他伸手从怀里拿出了一枚令牌，举高给众人看，然后用令牌走近，打开九幽峰的法阵，进入了九幽峰。这一手让所有怀疑的人都傻了，这九幽峰不是闭山了几百年吗？怎么有人能住在九幽峰啊？老夫寿命不长，得九幽峰首座的恩待，能在九幽峰山脚下结庐静养。一群跟过来看热闹的修士顿时傻眼，里边也有圣子的走狗，他们费力差点把离月仙宗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没想到这人竟然躲在了九幽峰。好了，大家既然都知道了，就不要守在这里了，首座大人不可打搅，九幽峰也不向外开放。一群人也没有在这里逗留，弄清楚了真相之后，当然是第一时间把消息传递出去。把这些人应付完之后，顾平才去找苏妹。这一次倒是很顺利。苏妹的洞府，他以前给她送修补的法器的时候来过一次，也只是在门外静候。他的洞府是在山南的一处溪谷，洞府前有各样的花，争奇斗艳。他到来之后直接敲门。苏师姐。正在打坐的苏妹立即睁开了眼睛。顾道友，是我，终于来了。门内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随后木门缓缓开启。苏妹倚在门边，一袭薄纱长裙，衣襟微敞，雪白的肌肤薄有光泽。顾师弟，她唇角微扬，眸中带着几分柔媚，怎么现在才来找我？顾平喉结微动，苦修了10日，
心里怎么可能没点想法？美人的滋味，尝一次就离不了。本来他想与萧千宁双修的，结果萧千宁去给藏经阁了。他目光不由自主地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苏妹的腰肢纤细，纱裙下若隐若现的曲线曼妙动人。当然是闭关修行啊，师姐明知故问。顾平低笑，伸手轻轻揽住她的腰肢。这些天不见，我对苏妹你也是想念的紧啊。苏妹轻笑，身子微微前倾，红唇几乎贴在他耳边，吐息如兰。顾道友倒是心急，他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肩头。顾平呼吸微蹙，手臂一紧，将他拉入怀中。砰的一声，又关上了洞府的大门。苏妹顺势靠在他身上，仰头看他，眸光潋滟。老头子，今天可得好好出出力啊！苏妹顺势靠在他身上，仰头看他，眸光潋滟。老头子，今天可得好好拿出修行的手段啊！无需多言。苏妹盘坐在蒲团之上，手指掐诀，筑基修士厚重灵力运转了起来，周身的灵力被牵引了过来。他微微扬手，朝天吐出一口浊气，这是呼吸法运转的精髓所在。引灵力锻造己身，吐出无杂。顾平也变化了几个掐诀的手势，口中默念经文。离月功运转起来，混沌之气开始躁动，修为迅速增长，触发暴击倍数6倍。师姐的秘术果然名不虚传。顾平低笑，苏妹眸光迷离，此刻正是感悟大道的好时机。顾道友的灵力还真是奇特，修行一次比我1月苦修还要受益得多。今日他给苏妹的好处价值1200灵石，这好处可是不少，不收他1分钱。这样虽能大幅提升修为，但对体魄的消耗同样惊人。顾平与苏妹体内灵力虽充盈澎湃，但筋肉骨骼却如被千钧巨石碾过，酸胀乏力。他盘坐在蒲团上，连指尖都懒得动弹，更没兴致做其他事情，只觉周身气血翻涌未平，经脉间残余的疲惫仍在缓缓流转，带来阵阵酥麻刺痛。苏妹此刻她面色微白，额角渗汗，不由抿唇轻笑。怎么，堂堂炼体修士，这点损耗就受不住了？顾平扯了扯嘴角，声音沙哑。人老了是这样的。苏妹见状，指尖凝出一缕温和灵力，俯下身子温柔替他揉按肩颈穴位，嗔道：活该，谁让你逞强？顾平闭目调息，内视丹田，发现灵力虽增，但筋肉间疲劳，这是过度催发气血的代价。他暗自苦笑，这具身体果然还是不够强啊。正思索间，忽觉苏妹的灵力渡入他脊背大穴，如暖流化开淤塞，疲惫稍缓。你饿了吗？我去给你做点饭。他从他怀里起身，衣衫罩不住雪腻，脸上春情许许。哦，我还真想尝尝师姐的手艺。他笑着开口。长时间修行之后，确实需要补充点精气神，一直吃屁股丹一点趣味都没有。如果有灵食一尝，也算是一种享受啊。那你先睡一会儿吧。女子温声开口，从他怀里离开，带走温热。好。洞府内飘散着淡淡的灵米清香。苏妹一袭素色纱裙，腰间系着围裙，纤纤玉指捏着一柄灵木勺，轻轻搅动着灶台上的灵米粥。米粒晶莹饱满，在灵泉水中翻滚，蒸腾出氤氲的灵气，光是闻着便让人神清气爽。顾道友醒了。他回眸一笑，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柔媚。这锅玉髓灵米粥补气养元，对修士大有裨益。顾平披起身，还叫道友吗？他一巴掌拍在苏妹臀上，还不改口吗？苏妹俏脸一红，急忙低头。夫君来尝尝这米粥。顾平鼻尖微动，忍不住赞叹，好香，这灵米比我种的那些还要精纯。苏妹轻笑，指尖轻点粥面，一缕灵力注入，米粥顿时泛起莹润光泽。这是合欢峰特产的月华灵米，需以灵泉浸泡3日，再以文火慢熬，米粒中的灵气才能完全化开。他舀了一碗递给顾平，夫君快尝尝。顾平接过碗，米粥入口即化，温润的灵力顺着喉咙流入4肢百骸，丹田内的阴阳二气竟自发流转，将灵米精华尽数吸收。这灵米竟能直接滋养经脉。他惊讶道。苏妹点头，又端出一盘金黄酥脆的灵鸡酥卷，这是用灵鸡肉做的，肉质鲜嫩，蕴含灵力，用灵火炙烤，外酥里嫩，最适合补充气血。顾平夹起一块，咬下去的瞬间，美味的鸡肉汁水迸溅，浓郁的灵力在口中炸开，意外的非常好吃。这味道竟让他浑身毛孔舒张，连双休时消耗的精气都恢复了大半。这灵鸡比我预想的还要滋补。想到自己养的那100只鸡和苏妹这手艺，顾平就忍不住直乐。苏妹抿唇一笑，又取出一壶百花灵酿，酒液澄澈，泛着淡淡灵光。最后再饮一杯灵酒，调和体内灵力，助你稳固修为。顾平举杯与他轻轻一碰，酒液入喉，干裂中带着一丝清甜，灵力如春风般拂过经脉，让他忍不住长舒一口气。苏师姐这手艺，
怕是连宗门善堂的大厨都比不上。苏妹眸光潋滟，柔声道：“你若喜欢，日后我常做给你吃。只是这灵米和灵鸡都昂贵，买的太多也是为口腹之欲，浪费了修行资粮。”顾平笑而不语，不用担心，还有我呢。他伸手揽住他的腰肢，这么好的厨艺，岂不是要让我日日沉溺温柔乡？苏妹轻推他一下，嗔道：“少贫嘴，快吃，待会儿凉了，灵气就散了。”两人对坐而时，灵米、灵鸡、灵酒，每一口都是珍馐。在苏妹这里，顾平真切地感受到了有道侣的舒服劲。什么时候能和千宁也这样了？千宁如果能给他做饭，也是一件让人期待的美事啊。从苏妹那出来之后，顾平也是神清气爽，肚子吃得圆滚滚，满脸红光。走了片刻之后，顾平发现天上许多修士御剑朝着宗门广场去，肯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他也不急不慢地往那个方向走，心情舒畅，那就凑凑热闹去。离月宗宗门广场，数千名弟子汇聚于此，气氛肃杀。高台之上，圣子柳长青一袭青袍，负手而立，面容冷峻，目光如刀。他身旁跪着3名外门弟子，浑身是血气息萎靡，显然已被废去修为。诸位同门，柳长青的声音不大，却如寒冰般刺入每个人的耳中。近日宗门内谣言四起，污蔑圣女清誉，更有人胆敢妄议本圣子私事。他缓缓踱步，目光扫过人群，最终停留在人群边缘刚刚到达的顾平身上。顾平站在角落，神色平静，但心中已绷紧，这他妈的，该不会这妖巧吧？我一来，这审判大会就开始了。看似是惩戒传谣的人，或许也是冲他来的。柳长青嘴角微扬，露出一丝冷笑，随即抬手一挥，啪！跪在最前面的那名弟子头颅炸裂，鲜血溅洒一地。传谣者死！全场死寂。柳长青继续开口，声音森寒：“至于你们……”他看向剩余2人，指尖轻点，2道青芒闪过，那2名弟子瞬间惨叫出声，七窍流血，经脉寸断，已经被废了修为。涉事者废！广场上无人敢出声。柳长青这才满意的收回目光，淡淡道：“本圣子今日在此立下规矩，离月宗内，若再有人敢妄议圣女，下场便如此3人。”说罢，他目光再次锁定人群，语气意味深长：“另外，若有不知天高地厚之人，以为攀附圣女便能一步登天。”他顿了顿，眼中杀意一闪而逝。本圣子不介意亲自教他什么叫痴心妄想。顾平神色不变，这圣子还真是目中无人，把赵清寒当啥了啊？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警告？柳长青见顾平竟无惧色，心中不免冷笑。他当是什么青年俊才啊？原来只是个练气期的老头子。为这种事情下场，他感觉这次自己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种老奴根本不用担心才对，多余做这一场戏了。随即拂袖转身，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都散了吧。”尽管尚未证实顾平与赵清寒有染，但柳长青已将他列入必杀名单。他暗中派心腹监视顾平的一举一动，只待抓住把柄，便以亵渎圣女之名让他生不如死。广场上众弟子噤若寒蝉，纷纷退散。顾平站在原地，看着柳长青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圣子，呵，你最好别来惹我。宗门广场上肃杀的气氛尚未散去，众弟子正欲退散之际，天际忽有寒芒破空而来，一柄冰晶飞剑悬停于高台之上，剑气凛冽如霜，瞬间压得全场鸦雀无声。赵清寒踏剑而立，素白长袍猎猎翻飞，眸光清冷如9天玄冰。他无视跪伏在地的受刑弟子，更未看柳长青一眼，只将视线落向人群边缘的顾平。顾平，明日辰时来我洞府，以后你留在我府中做事。此言一出，满场哗然，众弟子不由得又停下了脚步。什么情况？圣子殿下刚刚不是说了吗？不要有人凑近圣女，这怎么圣女立即就站出来拆台了？他俩不是既定的道侣吗？柳长青瞳孔骤缩，手中折扇咔嚓一声捏得粉碎。他猛地转身，青袍无风自动，金丹中期的威压如怒涛般席卷全场，强行压下气氛。清寒，你这是何意？赵清寒终于瞥他一眼，目光却像在看一块顽石。我用人需向你解释。话音未落，飞剑已调转方向，载着他化作流光远去。至于一句冰刃般的话语刺入柳长青耳中：管好你的规矩，不要越界。柳长青脸色铁青，指节捏得发白，他死死盯着顾平，眼中杀意几乎凝成实质。好，很好，一个练气期的老杂役也配让圣女亲自来请。顾平站在原地，露出一口老牙，朝着圣子拱了拱手，面上却不动声色。哼，还圣子呢，老头子，我将来不把赵清寒干出眼泪了来，都对不起你今天的张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赵清寒是怎么想的？
该不会借着他这件事情来彻底和圣子划下界限吧？那他不是挡箭牌了吗？感受到柳长青的目光，顾平拱手一礼：“圣子明鉴，属下迫不得已，只是奉命行事。宗门之中的事情，我这种底层弟子总是没有话语权的。”这话说的恭敬，却让柳长青愈发暴怒，区区蝼蚁竟敢当众暗讽他心胸狭隘。顾平，柳长青一字一顿，周身灵力沸腾如火山，他几乎是咬牙说出来：“本圣子倒要看看你能在圣女府上待多久。”广场上众弟子噤若寒蝉，心中却已掀起惊涛骇浪。圣女公然挑衅圣子权威，只是为了想让一个老杂役，不，外门男弟子去他门中做事，而圣子那句威胁也是意味分明啊！这是要让顾平竖着进去，横着出来。顾平垂眸，掩去眼底冷意，转身离去时，袖中逆溪罗盘悄然运转，苍老的身体不由得又佝偻了几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已站在离月宗最危险的漩涡中心，圣子和圣女殿下的斗争之中。哎，多事之秋啊，我只想好好种地。当然说是没想法，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不是真的缠赵清寒的身子，他怎么可能去给人当奴才呢？这是有策略的，先在他身边做事，然后有机会大胆得到。那毕竟是玄阴体，对于任何男修来说都是魔法的引诱。顾平没有在外待得多久，趁着天黑隐蔽，他打算去找一趟楚玉。趁着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就算是楚玉的道友在，天黑也看不清楚人脸。如果楚玉的道侣不在，那他今晚就近在楚玉那里休息了。毕竟修行还是要用心心思，自己突破筑基还需要多双修几次。尽管不需要太多双修，但毕竟双修爽啊，一直双修一直爽。夜色如墨，和欢峰山脚的密林在月光下泛着微弱银光。顾平踏着露水未干的草径，步伐坚定。楚玉的性子应该是很爱凑热闹的，今天在圣子公开审判的时候，顾平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不像他的性子。顾平抹撒着怀中心得的暖玉佩，这是那天焚炼尸体的时候从太阳教弟子的尸体里掉出来的，本打算送给萧千宁把玩，此刻却鬼使神差转向合欢峰方向。楚玉的洞府外，一座亭子的飞檐下，楚玉正将半壶百花酿倾倒入喉，素来明艳的鹅黄纱衣沾着酒渍，发间金步摇歪斜的挂着，露出颈侧一道未消的淤青。顾平远远的就看到了，这让他不由得瞳孔微缩。受伤了？谁能让他受伤？顾平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太多的猜测，最大的可能就是楚玉的道侣回来了，然后发现他已经和别的男修双修过，就出手打了他。楚师姐，他在远处就开口提醒自己到来。楚玉转身看他的时候，顾平才看清他眼底布满血丝。顾师弟来看笑话。楚玉指尖凝出灵力，想整理仪容，却因醉意掐错了诀，反倒将衣领扯得更开。顾平左右看了几眼，没有感受到有其他人在这附近之后，他就迈动脚步凑近他。顾平解下外袍裹住他颤抖的肩膀，触到皮肤时才发现他在发烧。筑基修士寒暑不侵，这分明是道心受损的征兆。谁伤的？他声音沉得吓人，掌心阴阳二气已渡入他经脉。重要吗？楚玉突然笑出声，从储物袋抓出把灵石砸在石桌上，1000枚灵石。就为这点东西，那个混蛋立即不顾道侣情谊，转身就走。他抓起块灵石狠狠攥着，鲜血从指缝渗出。我在外边舍生冒死赚来的灵石，他拿着一声不吭的走了。我们之间就原来只值1000灵石。到这里，顾平已经知道那人是谁了，也大概猜测出来了楚玉和他道侣之间的事情。目光从他的身子上扫过，绝美之外的是一种凄惨和孤寂。这种感觉他还是第一次在楚玉身上感受到。他想起方氏出狱时，这个明眸善睐的合欢楼女修狡黠的讨价还价，哪像如今这般破碎。哎，师姐，若是能用1000块灵石把人看清楚了，也算很值了。楚玉的目光看过来，师姐若是不嫌弃。顾平突然蹲下身来，捉住他的手，将暖玉佩系在他腰间。我虽然老一点，但绝对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女子的心意。他抬头直视他惊愕的眼睛。我知合欢宗弟子常被轻贱，但顾平的洞府里永远有师姐一盏茶。他轻轻地揪住顾平前襟，我这种女人顾道友也不嫌弃吗？一听这话，顾平就知道他的心意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出关之后就马上来看你了，我对你的心意，楚道友岂能不知？我知道，那就好。楚玉的洞府的石壁上凝着水珠，映出暖玉灯盏的微光。女子蜷在蒲团上，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玉佩，这小玩意却能让他的心思开心许多。还未说上几句话，他便被顾平拽进怀里，鼻尖撞上他衣襟间，瞬间感受到他的体温。合欢峰角的竹楼尽在夜雾里，楚玉倚在玉床边上，鹅黄纱一半褪至肘间，露出颈侧未消的淤青。洞府内，此刻的昏光在他锁骨投下摇曳的阴影，
硬的那处伤痕愈发刺目，顾道友也瞧见了。他忽地轻笑，指尖抚过淤青，徐岩临走前送的纪念。顾平凝视那道伤，才知道原来他的道侣叫徐岩，心中也不免有些瞧不起这徐岩。分开就分开了，为什么还要打人？一点风度都没有。他伸手轻轻摩挲着这块淤青，楚玉感受到他的温柔，心底也舒服了很多。这楚玉还是有些的修行资质在身上的，这让顾平不得不惊叹，有的修士从他的气质之中就能够看出他们的天资如何，气度和神韵不凡的，一定会在某样修行上一鸣惊人。这楚玉就是修行离月宫的天才女修。楚玉也惊讶，这鸾凤经的意外运转，就算是他以前相爱的道侣都没有到过的境地。顾平突然扣住他后脑，混沌灵气进入他的灵台，保持灵台清明，感受道运。他厉声开口，在关键时候让他清醒过来，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机缘，不能浪费了。楚玉周身灵力氤氲，丹田内郁结的灵力终于轰然炸开。三更梆子响时，楚玉伏在顾平汗湿的胸膛上，指尖描摹着他肩头的剑伤痕迹。嘿嘿，顾平低笑着捉住他手腕，吻过腕内侧淡青血管。师姐当时压架太狠，我只能多讨些眼福抵账。散落的青丝垂落在他皱纹渐消的面颊上，像一帘突然倾泻的春雨。现在呢？他捧起他脸庞，眸中水光温柔。我现在不用掏钱了吧？夫人，这是说的哪里的话？我们两人是道侣，怎么会修行还要钱呢？顾平心满意足，男人要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吗？寒月西沉，顾平今晚要离开的，毕竟家里的鸡还没喂，而且他要向萧千宁确认自己的修为境界，只是不知千宁是否已经回去。这感觉妙哉妙哉啊！转过山道拐角时，顾平后颈汗毛突然倒竖，逆溪罗盘在袖中微微发烫，这是被人锁定的征兆。他佯装未觉继续前行，右手却悄然按上储物袋，这里边就是赤焰刀。老狗受死！破空声从背后袭来，顾平急忙转身，顺势挥刀，一气呵成，赤焰刀划出半轮刀气，将袭来的三枚透骨钉融成铁水。毒钉滋滋灼烧着地面杂草，腾起腥臭烟雾。道友这是何意？你我远日无恩，近日无怨，为何要对我下杀手呢？顾平朗声开口，眯眼看向樟树后转出的身影。徐岩双眼布满血丝，原本俊朗的面容此刻也扭曲着，他手中紧握碧灵鞭，筑基3层的浑厚灵力。老杂碎也配碰我道侣？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徐岩鞭烧直指顾平，声音嘶哑的不成人调。楚玉竟然让你在洞府里待了这么长时间。顾平突然笑了，原来这位就是徐岩啊。他故意点头，伸手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了一件粉丝的肚兜，看着徐岩额头爆起青筋。徐道友若真在乎道侣，怎会为千枚灵石就背信弃义呢？若不是我顾某人急公好义，给了夫人一个家，楚玉这美人就真的要被糟蹋了。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徐岩嘶吼着甩鞭，碧绿鞭影在空中炸开毒花，筑基威压阵的四周树叶簌簌坠落。小小炼器，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他一个筑基修士杀炼器不是手到擒来，真要炼器都杀不死，他也别活了。来得好！顾平不避不让，赤焰刀横斩如虹，刀锋与鞭影相撞的刹那，阴阳二气自丹田奔涌而出，竟将毒雾倒卷回去。徐岩惊骇地看着本命法宝被烈焰灼出焦痕，而本该被他一鞭子抽死的老头子却毫发无损。不可能！徐岩又掐诀唤出本命青木剑防身，炼器修士怎会？话音戛然而止，顾平的刀势突然变得飘忽不定，明明看着慢如龟爬，却每次都能精准接住杀招。更可怕的是，对方灵力仿佛无穷无尽，70回合后自己经脉已隐隐作痛，那老头子却呼吸都没乱。徐道友可知何楚玉在我这里多么幸福？顾平突然贴近他耳畔低语，恶魔低语。同时他的赤焰刀捅穿其护体青光，刀身符文亮如熔岩，灼得徐岩胸前皮肉滋滋作响，凄厉惨叫惊起林间鸟。徐岩踉跄后退，本命剑当啷落地，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焦黑伤口，眼神惊恐，他已经有了害怕。筑基修士的护体灵光竟被炼器修士一刀破开，徐岩瞳孔骤然收缩，垂死挣扎的筑基修士突然明白了什么，喉间发出呵呵怪响，刀刃刺入心脏。徐岩感受到自己的将要死去，才急忙向上伸手想要求饶，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映入眼帘的是顾平拿着依旧温柔的粉色肚兜把玩的样子，还有那句送他下地狱的话：放心去吧，我会替你好好照他的，不会让他寂寞。徐岩死不瞑目。顾平收拾现场，把所有痕迹都隐去，带着徐岩的尸体和储物袋迅速离开。夜色深沉，顾平踏着月光回到九幽峰洞府，手中提着徐岩的储物袋，腰间挂着新得的青木剑。
这把剑是筑基下阶的，也能值点钱。不过更让他开心的是，这赤焰刀他用起来竟然出奇顺手。思来想去，应该是自己的阴阳灵根也有至阳的属性，比太阳蛟的阳性灵力还要精纯。他刚踏入灵田范围，便听见一阵咯咯的嘈杂声，那群灵鸡已经饿得直叫唤，见他回来，立刻扑棱着翅膀围了上来，尖会啄着他的裤脚，显然饿极了。别急，别急。顾平咧嘴一笑，伸手揉了揉其中一只灵鸡的脑袋。老头子，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他走到灵田旁，从储物袋里倒出一大堆新鲜的灵树叶，这还不够。于是他转身又朝着山林里边走去了。一个时辰后又归来，在山林深处割来的灵树叶叶片上还带着露水，灵气浓郁。灵鸡们立刻扑了上去，争先恐后的啄食起来。顾平蹲在一旁，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心情舒畅了不少。多吃点，早点下蛋。他拍了拍一只肥硕的母鸡，老头子，我还等着你们的灵鸡蛋呢。灵鸡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啄食得更欢了，有几只甚至扑腾着翅膀在他脚边蹭来蹭去，像是在讨好他。这群有灵气的畜生就是聪明。顾平笑着摇摇头，又检查了一下灵田的情况。长势不错。他满意的点点头。回到洞府之后，顾平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具尸体，正是徐岩的。耽搁不得啊，这尸体要迅速处理。他叹了口气，处狱以后应该都不会知道徐岩去哪了吧。顾平指尖一弹，一缕灵火飞出，落在炉子里，尸体上瞬间燃起熊熊烈焰。徐岩的尸身在火光中迅速碳化，最终化作一堆灰白的肥灰。顾平将这些骨灰小心收集起来，拿出洞府撒在灵田边缘。虽然这人膈应晦气，但好歹是筑基修士的骨灰，肥力应该不错。他拍了拍手，看着灵田里的稻苗微微摇曳，似乎对新的养分很满意。做完这些，他又检查了一遍灵鸡的吃食情况，确保没有问题，这才伸了个懒腰朝洞府走去。明天还得去圣女府上报道，今晚得好好休息。他打了个哈欠，推开洞府大门，踏入其中。灵鸡们吃饱喝足，也安静了下来，在月光下蜷缩成一团，沉沉睡去。夜风拂过灵田，稻苗轻轻摇曳，仿佛在无声地感谢主人的照料。日子总会越来越好。次日清晨，顾平洗漱打理了之后，就出门朝着主峰天书峰赶去。当代圣女天资绝佳，拜在了宗主月华真君门下，成为月华真君仅有的弟子。到达天书峰之后，顾平问路寻找圣女的府邸。他本以为柳长青会在他这一路上不停地阻止呢，却发现自己想错了，只有几个柳长青的狗腿子远远地看着他，并未上前来。直到他站在了赵清寒的府邸门前，才有一人上前阴笑着开口：老奴，等你元阳丢失的那一刻，便是你的死期，记住了。顾平脸色一惊，这对常人来说，在离月宗不双修就是固步自封，怎么可能元阳不丢？但是对他来说，每次双修结束，处男都会刷新，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担心。同时他心里也是想笑，这柳长青也真有意思，真觉得他一个老头子能把赵清寒睡了。不得不说，在看人这一点上，柳长青还是料事如神的，看人真准。不过就算是睡了，他柳长青也会被蒙在鼓里。顾平敲门之后，大门无风自动打开，他进入之后门又关上。这府邸里太过冷清，和赵清寒人一样。他一直往前走，顺着前庭到后庭，才在后庭的大殿里看到了一身白衣，背对着他打坐的赵清寒。圣女殿下，找个地方住下来吧。是，住是要住的，回家也是要回家的，顾平拎得很清楚。而且他发现这里的灵气浓度和萧千宁的后山一样浓厚，修行必然也是事半功倍。他就找了个地方打坐，炼化体内的修为。昨日与苏妹和楚玉双修了差不多10个回合，体内积存的修为已经不少，但是考虑到自己炼气12层的修为还不够扎实，他目前还是要打坐巩固。半日之后，顾平服用下2枚血髓灵芝，开始了炼体。没错，是2枚，同时服用2枚，炼体的修士越是往后修行所需要的资源就越是庞大。以往只需要1枚灵芝的他，现在1枚已经不顶用了。灵芝下肚，顾平借着暴动的血气运转炼体诀，扛起了赵清寒院落之中的大鼎，虎虎生风，老迈佝偻的脊背产生了恐怖的力量。几个周天过去，炼体停下来，顾平的血气平静下来，正准备再吃2枚灵芝时，赵清寒忽然开口：先别炼了，随我去见师尊。圣女大人这是何意？你的灵力之中有大奥妙，我一人无法解决，得要师尊探查。顾平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站在原地没吭声。不要担心，我以性命担保，师尊不会为难你。相反，如果你天资不差，此次见面你或许有大机缘。顾平默默感受这怀里九幽峰的令牌，这令牌既能打开九幽峰大阵，也能第一时间让千宁感受到它。如果遇到危险，千宁应该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的。现在
他在离月宗内最大的依仗就是千宁了，这也是他敢乱杀徐延这内门弟子的底气所在。好，那就麻烦圣女殿下了。赵清寒带着顾平顺着后山的阶梯拾阶而上，天书峰峰顶没入云霄，在夜色里都不可见。顾平这也是入门之后第一次来这山顶。寒月顶终年不化的玄冰折射着冷月清辉，整座山峰映照得如同水晶雕琢的仙境。赵清寒踏着阶梯，素白长袍在凛冽寒风中纹丝不动。顾平跟在他身后三步之遥，逆溪罗盘在袖中微微发烫，有人在极力探查他。他抬头望去，只见峰顶一座完全由万年玄冰构筑的宫殿巍然矗立，眼角垂落冰棱，在月光下流转着幽蓝光晕。师尊不喜喧哗，你且谨言慎行。赵清寒忽然驻足，声音比以往的时候更清冷3分。顾平连忙低头称是，却在抬眼的刹那正在原地。冰阶尽头，一道身影正踏着月华而来，那人每走一步，脚下便绽开一朵冰莲，转瞬即逝的金银花瓣还未落地，就化作灵气消散。月华真君，离月宗宗主，境界未知，赵清寒的师尊。顾平只觉呼吸一滞，那袭月白色广袖流仙裙包裹的身姿，竟比赵清寒还要仙浓合度3分，发丝纤长，一直垂落至脚踝处。最摄人心魄的是，那张脸眉如远山寒带，眸似寒潭凝心，唇若朱砂点雪，明明该是倾国倾城的容颜，却因眉间那道银色月痕而显得凛然不可侵犯。仙女下凡，清寒，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弟子？月华真君开口，声音似从9天之外传来，每个字都带威压。赵清寒躬身行礼，回禀师尊，正是此人。弟子无能，恐护不住这般奇才，特请师尊定夺。顾平感到一道神识如冰水般漫过全身，体内阴阳二气竟自发运转抵抗，这在顾平意料之外。月华真君眸光微动，广袖轻拂间，3人已置身冰宫正殿，四壁都是透明的冰墙，峰顶流云如细沙般掠过宫殿，殿中央一株冰雕玉树亭亭而立，枝桠间悬挂的冰铃随风自响。这还是人间吗？展示给为师看。月华真君落座于玉树下的寒玉蒲团，裙摆铺展如月华倾泻。赵清寒转向顾平，素手轻抬，朝着顾平伸去，将你的灵力渡入我经脉。顾平喉结滚动，小心翼翼地将指尖搭上赵清寒皓腕。少女的肌肤冰凉，她没敢放肆，调动灵力，阴阳二气phủ一接触那凝脂般的肌肤，便如溪流汇入江海，与赵清寒的玄阴灵力纠缠交融。两人周身温度骤降，赵清寒和顾平却都不受这寒冷影响分毫。月华真君忽然起身，他一步踏至顾平身前，玉指轻点他眉心，莫抵抗。顾平根本来不及反应，更别说抵抗了。他只觉一股浩瀚如海的灵力涌入经脉，所过之处阴阳二气纷纷退避，那灵力在他丹田处稍作停留，随即如潮水般退去。月华真君收回手指时，指尖竟凝结着一缕阴阳交织的气息，阴阳相济，生生不息。月华真君凝视指尖灵力，眼中星河倒转，没有看顾平，反而看着自己徒弟清寒，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赵清寒垂手，弟子愚钝，只知他灵力能助我突破瓶颈，方才那缕反哺的阳气抵得上弟子1日苦修。月华真君忽然轻笑，这一笑如冰河解冻，满殿冰铃叮咚作响。他转身时，裙摆旋开完美弧度，玉足踏过的地面绽开冰帘。何止于此，此子若至元婴，与他双修一次，可抵50年修为。赵清寒惊讶，心头震动非凡，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他又急忙低头，那样的修行速度未免也太过骇人了一点。顾平后背渗出冷汗，他偷瞄赵清寒，却见圣女殿下不知为何耳尖微红，长睫低垂，掩去眸中异色。更难得的是，月华真君又开口，忽然拂袖，一道月光般的屏障将3人笼罩，他这灵力竟能调和天下万法，魔修煞气、佛门金光、道宗紫气，在他体内皆可共存。玉指轻抬，一道银芒没入顾平胸口，顾平闷哼一声，只觉体内阴阳二气突然沸腾，竟将那缕外来灵力分解吞噬，转而化作更精纯的自身修为。月华真君眸光骤亮，果然如此。他转向赵清寒，声音难得带上几分急切，清寒，你可还记得上古时期有种体质，可那天地万物为养分？赵清寒眉头紧皱，片刻后又松开，师尊是说造化之体？不。月华真君凝视顾平，目光灼热的几乎要顾平洞穿。造化之体虽然罕见，但也妖孽的有数，上古只有一种体质可以称王，那就是比造化之体更罕见的阴阳圣体，史称混沌圣体。殿内一时寂静，唯有冰铃轻响。顾平心跳如鼓，他从未想过自己的体质在月华真君的眼中竟然没有秘密可言，一下就被看穿了。逆溪罗盘在袖中发烫，
时刻提醒着他此刻处境危险。他心头苦笑，这罗盘也不是完全有用啊。月华真君忽然拂袖，3道冰晶凭空凝结，分别刺向顾平眉心、心口、丹田，赫然是元婴修士的杀招寒破3劫。顾平瞳孔骤缩，体内阴阳2气却自主暴涌，在体表结成黑白交织的屏障。冰晶刺入屏障3寸，便再难寸进，竟被缓缓消融成灵气反哺自身。好，月华真君点头，眸中星河倒转，广袖翻飞间已闪至顾平身前，玉指轻点他天灵盖，顾平顿觉浩瀚神识灌顶而入，自己毕生记忆如画卷般展开。他正在被人搜魂，却一丁点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弱小就是这样，65载颠沛流离，30年在离月宗老于手捉，却在生死关头体质蜕变。灵田里佝偻着妖师羽的背影，暗地里以阴阳2气调和灵肥的巧思月华真君收回手指时，频频点头。放心吧，此次搜魂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只是为了验证你是否是我离月宗人。你的所有恩怨情仇，本座不关心，仅此一次，往后没有人能搜你的魂。他又转身对赵清寒道：清寒，你可知上次见这等星星，还是300年前那位飞升的剑仙？顾平还伏在地上不敢动弹，忽听头顶传来清泉激玉般的声音：顾平，可愿入我门下？满殿兵临无风自鸣。赵清寒猛地抬头，300年来，这是师尊第一次主动收徒。顾平也是震惊万分，立即重重叩首，额头抵在冰面上。弟子惶恐。只是他苦笑着摸过脸上皱纹，这般朽木之躯。愚钝。月华真君突然冷斥，殿内温度骤降。他指尖凝出一缕月华，打入顾平眉心，那苍老面容竟以肉眼可见速度舒展，一瞬间就年轻了20岁有余。肉眼看过去，他只是35岁左右的俊朗男修士了。阴阳圣体若至大成，可长生久世。从今日起，你每日辰时修炼太阴炼形诀，已经偷偷修炼的烈阳真诀也不要停。有不懂的地方询问你师姐，若还不懂便来找我。顾平脸色有些尴尬，他确实偷偷修炼了太阳教的烈阳真诀，现在又被人点出来，实在有些难看。多谢师尊。月华真君手指轻点，一抹亮光进入他的脑中，便是太阴炼形诀，手边又扶着一枚令牌。这令牌是我的信物，拿着这令牌，离月宗没有你去不了的地方，若有危险，激发此令牌，我可前往保你性命。是，多谢师尊。顾平心头舒畅，这就是有师门的感觉吗？未免太爽了一点。赵清寒看着顾平白发转黑的异象，素来清冷的眸光微动。一向他都是老迈的，忽然年轻了这么多，看上去还是有些味道的。而且这次拜师见面，一向吝啬的师尊一见面就将太阴炼形诀传授给他了，这让他一时失神。这顾平该是有多受师尊喜欢啊！却见师尊忽然转头，眉间月痕银光大盛，3道月光分别没入他2人眉心。此事你2人入心魔，发大誓，若泄露出去半个字，顾平你必死无疑，我们师门也都要死绝。清寒，从今日起，你带他在你寒月峰修行，弟子谨记。顾平和赵清寒齐声开口。他转身走向殿外，群居拂过之处，冰晶地面竟生出朵朵雪莲。清寒，半年后的宗门大比，我要看到他至少金丹期的修为。话音未落，身影已化作流光，消散在云海之中。赵清寒长舒一口气，转身时发现顾平正盯着月华真君消失的方向出神。他眸光一冷，指尖凝出冰晶坛在他额头。再看，眼珠给你冻成冰珠。顾平急忙收回心思，却见圣女殿下耳间那抹绯红还未褪尽。冰树摇曳，他忽然觉得这寒月峰上的冰雪似乎也没那么冷了。下山的路上，顾平这次和赵清寒相伴下山。你有什么话直说即可，如今你叫我一声师姐，我也会知无不言。赵清寒看着顾平那想要开口却不敢的样子，师姐，那我可说了，你千万不要生气。说吧，我还没有你想的那样的心胸狭隘。他回看一眼，眉目冷清。顾平有些结巴的开口，师姐，我想让你做我的道侣。赵清寒的脚步停下，偏头朝他看过去，有些难以置信的开口，你说什么？放肆！他脸色瞬间冰冷下来。他原本还在想如何替师带徒教这个师弟，现在倒好，他想着如何做好师姐，他就已经在想让他做道侣了。岂有此理！师姐你说了不生气的。顾平脸色尴尬。我……赵清寒咬牙切齿，白皙的耳廓却红了。顾平观察细微，决定冒死加把火。师姐，他开口，声音低沉却诚恳，我知你性情清冷，不喜俗世牵绊，但修行之路漫长，孤身独行未免太过寂寥。赵清寒抬眸，眸光如霜，想要骂他，但顾及形象；想要打他，但自己已经说了不会生气。顾平继续道，我虽修为尚浅，
但体质特殊，阴阳二气可助你调和玄阴灵力，使修行事半功倍。若你我结为道侣，不仅可共参大道，更能互补长短。他顿了顿，目光真挚。况且你肩负宗门重任，若有一人可为你分担，岂不更好？我愿做你的助力，而非拖累。赵清寒眉头微蹙，闭上了眼睛。顾平见状，轻声道：你曾说我的灵力能助你突破瓶颈，若长久相伴，你的修行速度必能更上一层，而我也愿意余生护你周全。住口！赵清寒立即喊停，这些话竟然会让他的心动摇，岂有此理！顾平伸出手，掌心阴阳二气流转，温和而包容。师姐，大道之行就在眼前，别人苦苦追修的原因，化身境界，对我来说不过弹指一挥，有我的帮助，你突破境界也只会势如破竹，这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事情。赵清寒眸光微动，良久，他淡淡道：师弟，这件事以后你休要再说了，我不会答应。此生修道，我早已不愿意沾染男女之情。两人对视，顾平叹了一口气：那好吧，那我祝师姐仙路畅通，一路成仙，没有一丁点瓶颈。这话让赵清寒气得牙痒痒，谁家修仙没有瓶颈？以为都和你一样是吧？他深呼了一口气：师弟，在我这里你可以放肆说话，但是这些话你切不可在外边说。我虽对柳长青此人厌恶，但此人的手段却残忍，你莫要被他发现了你的心思，毕竟你现在修为尚浅。是，多谢师关切。顾平目光灼灼。赵清寒心头叹气，不知为何拒绝了顾平之后，他的心头竟然有些空落落的。这毕竟是混沌圣体，古往今来只有那么一例，若是能成为混沌圣体的道侣，但是想到顾平那花心的样子，随意与女修双修，他就叹气。1年之内必须金丹，如若不能，我会惩罚你。他恶狠狠地开口。顾平无所谓的点头，知道了，金丹而已。若是师姐愿意把玄阴体的原因给我，别说金丹了，原因都有可能。放肆，岂有此理！赵清寒羞愤不已。身为离月宗圣女，南修门从来只是幻想她，没有一个人敢把心里话说出来。这顾平简直无法无天。这一次他终于忍不了了。话音未落，台阶上温度骤降，冰晶自地面蔓延而上，瞬间冻结顾平的衣摆。赵清寒眸中寒芒暴涨，声音冷得刺骨：你既然选择冒犯我，那就应该尝尝后果。顾平不退反进，阴阳二气在体内流转，震碎冰晶。师姐何必动怒？这是师尊说让你助我修行的，如果能成好事，我也必能助师姐突破瓶颈，你我双赢。师姐你也不想看到别的天才后来居上，修为超过你吧？找死！赵清寒骤然起身，素手一挥，一道玄冰剑气直斩顾平面门。他刻意将修为压制在筑基初期，只想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师弟。顾平侧身避过，赤焰刀骤然出鞘，刀锋燃起灼热烈焰，与冰剑相撞，爆出漫天冰火碎芒。他咧嘴一笑：师姐若真想教训弟子，这点修为可不够。赵清寒眸光一沉，剑势陡然凌厉，冰晶如暴雨倾泻，每一剑都直指顾平要害。然而顾平身形如鬼魅，刀光裹挟阴阳二气，竟将他的攻势一一化解。30招过后，赵清寒越战越精，他竟压制不住这练气期的老头子。你隐藏了实力？他冷声质问，同时悄然将修为提升至筑基2层。玄冰剑气威力暴涨，地面凝结出尖锐冰刺，从4面8方刺向顾平。顾平大笑，刀势如龙，赤焰与阴阳二气交融，将冰刺尽数斩碎。弟子哪敢隐瞒，不过是师姐小瞧了这阴阳圣体。赵清寒终于动怒，玉指掐诀，寒月剑诀终极一式双天寂灭骤然爆发。他修为已放开至筑基3层，剑气化作100丈冰缝，长啸着扑向顾平。顾平眉头紧挑，却未退缩。他低吼一声，体内积蓄的阴阳灵力疯狂灌入赤焰刀，刀身符文亮如烈日，悍然劈向冰缝。轰！气浪炸开，整座山头都剧烈震颤，冰缝与烈焰同时崩碎。顾平倒退数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却笑得畅快。师姐，还要继续吗？赵清寒持剑而立，呼吸微乱，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本以为顾平只是仗着体质特殊才口出狂言，却不想他竟能以炼气之躯逼得自己动用筑基3层的实力。更令他心惊的是，方才交锋时，顾平的阴阳二气竟隐隐牵动他体内的玄阴灵力，让他经脉微微发热，滚出去。他突然收剑，背过身去，声音依旧冰冷，却少了几分杀意。顾平擦去血迹，深深一揖：师弟告退。不过师姐若改变主意，随时可寻我。赵清寒未应，袖中手指却悄然攥紧，准备放手彻底展开修为，给他点教训。忽然一股威压从峰顶传来：你们2个要打架，滚下山去打，不要在山上打。听到了月华真君的声音，
顾平精神一紧，他和赵清寒两人异口同声：“是。”两人沉默着下山，一直到圣女的府邸之中。顾平笑呵呵地凑上前去：“师姐，那我就先走了，明日再来。”滚远点！他几乎是咬牙切齿。想起顾平方才那阴阳二气在交战的时候都能勾动他体内的灵力，他就无奈羞愤。只是沾染到他的灵力就已经如此了，若是两人双修，他不敢想象自己在顾平身下该是何等惨状。师姐若有需要，弟子随时效劳。顾平着急回家喂鸡，就没有继续犯贱的意思了。今天他本来是没准备这么做的，但是师尊在赵清寒面前说了太多他的逆天资质，他当然要自持身份，趁热打铁了。我是天才，又不是废物，干嘛不自信一点？不过今天也有收获，虽然赵清寒没有答应他，但从今往后，他如果有男人的话，只能是他了。顾平走后，赵清寒立即静坐于寒玉蒲团上。殿门闭合的刹那，他指尖微颤，一缕被他珍重保护未散的阴阳二气仍在经脉中游走。方才顾平渡入他体内的灵力，此刻如暖泉般化开玄阴灵力中常年凝结的冰质。他闭目内视，惊觉金丹中几处极细微的裂痕竟被悄然修补，连停滞多年的寒月剑意瓶颈都松动了几分。竟有如此神效！他下意识运转功法，那缕阴阳二气被牵引至丹田，与玄阴灵力交融的瞬间，竟如星火燎原，将沉积多年的杂质焚尽。只可惜这股阴阳二气太少了，只有一缕。灵力反哺金丹时，他甚至感受到久违的修为增长，比平日苦修快了30%有余。赵清寒蓦然睁眼，眸中冷漠出现变化，泄出一丝罕见的动摇。若日日有此气辅助，莫说元婴境界，便是冲击化身境，也他的指尖无意识掐紧袖口，怎能不心动啊？某一个瞬间，他甚至都看到了大道横亘在眼前，唾手可得。他忽然想起顾平临行前那句话：“师姐若有需要，弟子随时效劳。”师弟分明是故意留了这缕气息，引他主动开口。荒唐！他挥袖震碎案几上凝结的冰花，仿佛这样就能压下心头燥热。这坏师弟的心思昭然若揭。如果他真的松口，他必定得寸进尺，要求双修。可丹田内此刻残余的暖意却怎么都挥之不去。赵清寒咬唇起身，玄冰剑争得出鞘，寒光在殿内爆起，剑气纵横间，他试图用剑意驱散杂念，却在一世月落霜天后猛然顿住。剑锋所指的冰墙上光洁明亮，竟然映映出自己绯红的耳尖。只是一缕气便如此，若真……这个念头刚起，就被他狠狠斩断。强行静心，转身从暗格取出一枚封存多年的玄阴丹吞下。然而往日立竿见影的灵药，此刻竟如泥牛入海，不见半点反应，始终无法静心。顾平，他终于忍不住低斥出声，却不知是怒是恼。殿外月光如水，赵清寒盯着自己投在冰面上的影子，忽然想起师尊那句此子若至元婴，与他双修一次可抵50年修为。当时他只当是戏言，如今看来，纤素手抚上心口，那里因为方才的战斗残留着陌生的灼热。明日，他抿唇望向殿门方向，最终只是拂袖熄灭灯盏，将自己引入黑暗。顾平从圣女府归来，已经半夜。他匆匆赶回九幽峰洞府，灵鸡们早已饿得咯咯直叫，扑棱着翅膀围上来啄他的裤脚。别急，都有份。顾平从储物袋倒出一堆灵树叶，鸡群立刻埋头啄食。他随口念叨一句：“多吃点，多下蛋。”老头子，我还指望你们换零食呢。喂完鸡，他又检查了灵田，稻苗长势喜人，已经开始抽穗，但肥力已消耗大半。他沉吟片刻，最近要找时间继续施肥了。趁着夜色，顾平疾步登山，踏入九幽峰山腰大殿。现在他到来，已经不用在殿前广场上呼声请见了，只需要推门而入即可。千宁并没有拿他当外人。此刻，殿中，萧千宁正闭目调息，周身煞气翻涌，眉心一缕红芒，忽明忽暗。首座大人，顾平恭敬行礼，凑上玉床，到他身边来，鼻尖萦绕着熟悉的美人香味。萧千宁倏然睁眼，目光看着他的脸，又有什么机缘让你返老还童？嘿嘿，怎么样，年轻一点之后是不是俊朗了许多？萧千宁没有回答，而是一把扣住他手腕，煞气直探丹田。细细探查一番之后，萧千宁沉吟片刻，突然将他拽上寒玉榻。我今日助你修行，你定要切切将自身功法完整的运行一个大周天。顾平一愣，随即会意，开始准备修行之前的所要做的事情，被高阶修士检验修行的脉络周天。这一步尤其考验修士的定力和细节，一旦有差错，就会运转失误。顾平就做得很不错，女子的肌肤皎白，绝美容颜让人觉得不真实，长发如瀑，披散在后腰。修行触发暴击倍数4倍，灵力奔涌间，萧千宁的神识彻底探查他体内状况。他似乎在验证什么。一番探查，他只觉得
顾平的丹田如海，灵力浑厚，远超寻常筑基，却始终被一层无形桎梏封锁。原来如此，女子温声开口。离月宗有记载，上古的修士修行追求的就是境界的圆满，而你便是踏上了上古修行之路。顾平愕然，上古之路。萧千宁指尖划过他心口，上古有能人异士修行追求极境，每一境界都要克服艰难险阻，修至13层大圆满方可突破。如今功法残缺，世人只知9层为限，而你似乎体质特殊，自行补全了这条路。他俯身咬住他耳垂，嗓音低哑，继续运转。待你炼气13层时，筑基之威不容小觑。修行时间太长了，直到太阳落幕，两人才结束打坐。顾平觉得体内积存未来的极炼化的修为已经积存到了要爆体而亡的地步，急忙停下来，这一次必须炼化修为才能继续修行了。话说回来，他的双修更关注修为的增长和大道的领悟。3000大道，他专攻此道，为的不是享受情欲，而是追求强大，仰慕长生沉沦在情欲之中，根本就无法炼化两人一同修行的好处。修行了之后，只管领悟、突破，等待修为积存之后才炼化、提升修为。萧千宁身姿矫健，毕竟是元婴修士，和他对战的时候，他也不会留手，每一击都会将自己的浑身解数使出来，炼气12层的强大的之处凸显出来。修为境界的事，他也心里有底了。原来只要炼气13层啊，他还以为要多久呢？如果真要是炼气100层，他还真扛不住。自己目前炼气12层，只需再突破一次，就可以着手准备筑基了。次日，徐岩留在宗门的命魂灯终于被人发现已经熄灭了，这意味着他已身死道消。内门弟子遇害，宗门执法队立刻展开调查。执法队首先排查与徐岩有过节的人，很快锁定和楚玉牵扯不清的顾平。毕竟徐岩死前曾与楚玉决裂，而顾平与楚玉关系密切，动机充分。然而当执法队找到顾平时，却发现他只是一个炼气9层的老修士，气息虚浮，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击杀筑基3层修士的强者。顾平，徐岩之死，你可有话说？执法队长冷声质问。顾平双手一摆，前辈明鉴，弟子区炼气修为，如何能杀筑基修士？况且徐师兄陨落当日，弟子一直在圣女府当值，圣女殿下可作证。执法队半信半疑，又用法器查验了顾平的灵力波动，确认他确实只有炼气9层，且气息驳杂，显然根基不稳。执法队长无语，扭头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一群手下，是哪个傻子说顾平是最有可能的？这都不考虑双方的修为差距吗？最终执法队只能作罢，转而怀疑是外敌潜入宗门作案。顾平目送执法队离去，嘴角微不可察的扬起。炼气杀筑基，呵，谁会信呢？送走了执法队之后，顾平赶往寒月峰修行。寒月峰，圣女府邸，宫殿檐角寂静，垂落的冰棱在阳光下折射出幽蓝光晕，整座府邸清冷如霜，与赵清寒的气质如出一辙。进来。府内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顾平随性迈步踏入。今天师姐应该不会还生气吧？寒气扑面而来，他的体质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寒冷。府内陈设极简，除了必要的蒲团、案几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连地面都凝结着一层薄霜。这就是玄阴体的奥妙。赵清寒盘坐在寒玉蒲团上，双眸微闭，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玄阴灵力。他并未睁眼，只是淡淡道：从今日起，师弟负责我府内杂物，每日晨时来，有时离开，不得擅入内室。期间我会找时间教你修行，为我做的杂物，也算是你对师姐我教授你修行的回报了。是，师姐。顾平恭敬行礼。赵清寒指尖轻点，一道冰晶令牌飞入顾平手中。持此令可出入外院，若敢逾矩，你也不要怪我不顾同门之意，就算是师尊拦着，我也要惩罚你。顾平接过令牌，心中暗叹，这哪是招仆从，分明是找了个看门的。不要担心，我不会为难你。听了这话，顾平就知道自己果然是被当作了挡箭牌，激化他与圣子的矛盾的。赵清寒的生活极有规律，清晨打坐，午时练剑，傍晚研习功法，几乎不食人间烟火。顾平的任务也很简单，打扫外院，整理典籍，偶尔给便宜师姐跑腿。这些事情都不耗费他的精力，而且这些事情做一次后可以数年都不用做。其他时间他都在庭院之中修行，炼体居多。赵清寒关上殿门之后，他就开始炼体。他在这里更多的作用或许是和赵清寒聊天说话吧，毕竟每日他都要拿出2个时辰代师授课。一连10几日，顾平的修行很是刻苦。他的体修已经完成了淬体3关，进入了凡胎境。每次修行从刚开始2枚灵芝已经变成了6枚灵芝才能维持体修的修行速度，也就是说每日修行炼体诀2个周天的话，
他就要消耗掉12枚灵芝，每枚30块灵石，每日炼体就要花费360枚灵石。这个代价他自己都感到害怕，太贵了，怪不得没人炼体。他也是为了双修的时候有更多体力，不然的话，这炼体简直就是无底洞啊！对于筑基修士来说，每天360枚灵石的花费也昂贵的吓人。要知道，合欢楼筑基女修、弟子号房的女修士双修一次才只要50灵石，一晚上包夜也只要150枚灵石。天字号房筑基女修包夜也只需要250灵石。天字号房的女修士都是人间绝色，一国一城之地难以见到一人，这些女修的姿色放在凡间，至少也是凡间王朝的皇后级别。这360枚灵石真的是太昂贵了，他一时间还是有些肉疼。而且现在专注修行，九幽峰的灵机灵田打理的也差劲，灵机们有些时候还会挨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蛋。思绪万千之后，他有些惆怅，自己的灵石也撑不住这么炼体下去啊。赵清寒从宫殿内走出来，看到他赤裸着上身和那他怀疑人生的样子，他就忍不住想笑。这师弟每日作恶，终于有事情难倒他了。他也缓缓开口，炼体的花费很大，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稍微妖孽的弟子追求的不仅仅只是灵体双修，而是追求灵魂体三修，灵力的修为、体修、神魂三重修行齐头并进，才能走得更远，同境界也是更为强大。神魂，顾平心累，他的灵石真不多啊。神魂的修行至关重要，在修仙界，神魂与肉身、灵力并列为3大修行根基。强大的神魂能提升你的悟性、感知力，更在炼丹、炼气、法术施展，让师弟你如虎添翼。比如炼丹的控火、感知药性，复杂法术的修习、操控，尤其在你突破大境界时，需以神魂承载天地法则。如果师弟突破时神魂孱弱，轻则突破失败，重则魂飞魄散，故修仙界有言：肉身可朽，灵力可散，唯神魂不灭，方得大道。顾平听着赵清寒的话，只得叹了一口气，那这神魂是必须修炼了。是极，但是神魂修行只需要选对功法，在重要的时候以灵药辅佐即可，不需要太多灵石的投入。那就好，那就好。顾平总算缓了一口气，太阴炼形诀里边有神魂的修行功法，他只是没来得及去修行而已，接下来也得要神魂的修行了。忽然，顾平看到了系统的提示：修行机缘线索，探索小东山南边山口遗迹，奖励丹道真解。修行机缘线索又一次出现了，顾平心情振奋，尤其是这奖励，他看着可是真的动心啊。要知道，修士修行尤其是炼体，对灵石的花费尤其庞大，但是修仙百艺，包括经营合欢楼，都是一种赚取灵石的手段。修仙百艺之中，尤其赚钱的门类，炼丹算一门。高阶炼丹师能够得到诸多大修士的追捧敬重，灵石根本就不缺，想要灵石就会有人给他们送，送美人都不在话下。不过这些炼丹师大多数是炼丹天赋异禀，要么是神魂强大，要么是得到天地异火，修行资质反倒是差了许多，所以有志大道的修士一般不会选择炼丹。有了机缘线索，顾平常规修行就要告一段落了。他的修为目前正处于炼气13层巅峰，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炼气修为最高的那几个人之一了。突破筑基只是一个念头的事情，但是最近他炼体火热，浑身血气逐渐回归，淬体3关过了之后，这凡胎境已经让他又年轻了10岁。现在他的真实样貌早就不是什么老头子了，20多岁的青年修士，腰杆很直。预计在突破了筑基之后，顾平可以回到18岁的年轻状态，风华正茂。返老还童，长生久世，就是修行之人最大的造化，怎么能不让人喜悦呢？就算是他现在20多岁的清俊的外表，萧千宁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顾平都能够感觉他身上多了一些主动。快哉！如果回到的18岁，圣女殿下估计也会折戟在他的腰笼之下。快哉！拿到了线索之后，顾平来到宗门事务大厅，查看了小东山南边山口遗迹的信息。这不看不知道，看完之后他就惊了一身的冷汗。幸好自己还没有突破筑基修为，因为这个遗迹只能允许筑基以下的修士进入，遗迹常年开放，遗迹深处有大片天地，许多年份极高的灵药生长在里边，只是进去的修士是炼气识货的人不多，甚至根本捕捉不到那些灵药的踪迹。进去的修士很多，出来的人很少。有大量的传言，里边有一群炼气巅峰修士组成了队伍，猎杀进入遗迹修士，这些年死在里边的炼气修士不计其数。但是因为有人偶尔带出来的1-2颗价值不菲灵药，那里依旧成为各大的势力目光汇聚之地。查到消息之后，他默默计划着，最值得担心的就是这小东山距离离月宗相当之远，平常炼气弟子赶路过去需要半年时间。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回到九幽峰洞府，看了一眼自己的灵田和数量庞大的灵机，
如果自己走了这么长时间，家里的这些东西该怎么办？犹豫片刻之后，他一步一步朝着山腰走去。夜色如墨，九幽峰顶的寒风卷着霜气掠过殿前石阶。顾平站在紧闭的殿门外，首座大人。他轻轻叩响陵墓雕成的殿门，声音比平日软了3分。弟子有要事相求。萧千宁不让他叫他夫人。门内传来衣袂摩擦的窸窣声，半晌才响起萧千宁特有的冷冽嗓音：深更半夜，你倒是会挑时辰。殿门无风自开，扑面而来的寒雾里隐约可见女子斜倚玉榻的身影。顾平低头盯着自己斜肩走进内室，鼻尖立刻萦绕起熟悉的冷香，是他身上味道。最近我要去小东山看一看了，所以过来道别。想去小东山？萧千宁突然开口，只见一道红光闪过。上一次我说过了，不允许你做送死的事情。小东山今年来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顾平喉结滚动，目光扫过他垂在榻边的赤足。他掐灭心头已念，苦笑道：我有预感，这次去小东山能有大收获。弟子这不是来求飞行法器了吗？你连筑基都不是，如何催动法器？萧千宁嗤笑一声，转而开口：天剑峰首座今日要护送新弟子去小东山，你可以跟着一起过去。顾平眼睛一亮，不知不觉他已经凑到了他玉榻上，两人呼吸交错，他清晰看见女子瞳孔里跳动的红芒，煞气依旧在他体内翻涌。他又凑近一些：弟子还有一事相求。顾平盯着他胡乱罩在身上的道袍，声音越来越小：我即将远行，唯独放不下灵田里已经抽穗的灵米，那些马上就要下蛋的灵鸡。萧千宁突然掐住他下巴，吐气在他鼻尖：顾平，你跟我拐弯抹角什么？说重点。还请首座大人，千宁再给我2块令牌，我准备让2个朋友暂住在我的洞府。谁？他的目光灼灼。让苏妹和楚玉暂住九幽峰。顾平开口说出来。如他所想，殿内温度骤降，沉默像把钝刀凌迟着顾平的心脏，直到他后背沁出的冷汗干了，才听见萧千宁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他们俩都是你的道侣吧？你倒是会享其人之福。他甩开顾平，赤足从床榻之上走下来，踏过的地方留下阴煞气息。当那道身影消失在屏风后，顾平才发觉自己的手被指甲掐出4个血痕，令牌在案几底下。内室突然传来重物落地的闷响，伴着萧千宁压抑的怒意：滚出去，带上大殿的门。什么时候我九幽峰成为你豢养道侣的后院了？顾平张了张嘴：等我回来之后，我就会让他们搬出去的。千宁，这事也实在没有办法，灵米和灵鸡都花费了我一些心思，不想半途而废。我这一走，家里的事情都没人照看。这是他的心里话，他可真的没有想在九幽峰养女人的意思。你真的没有办法了吗？真的没人照看了吗？他忽然开口质问。这一次顾平立马就反应了过来，急忙开口：若是千宁肯帮我照看产业，我一定记住千宁的好，一辈子对千宁好。住嘴，连吃带拿的。住嘴，连吃带拿的。萧千宁的语气无奈，碰到个这么一个脸皮厚极的人。顾平见他情绪缓和下来了，就笑着走进后殿。九幽峰山腰大殿之后，顾平蹲在灵泉冰莲池边，指尖凝出一缕阴阳2气注入花苞，原本紧闭的冰莲竟微微颤动，绽开一线银白，阴阳交替，生生不息。他这体质太好用了。首座大人。他忽然转头对不知何时立在身后的女子咧嘴一笑：您瞧这朵莲花。无聊。他甩袖欲走，却被顾平拽住裙角。萧千宁脚步顿住，顾平凑近半步：弟子想为首座大人缓解阴煞之苦，本座需要你可怜。他声音比冰莲上的霜还冷。离月宫运转5个大周天回合。萧千宁转身走向大殿，红绳在雪地上拖出蜿蜒痕迹，撑不住就自己滚去寒潭泡着。我萧千宁可不要没用的男人。顾平疾步追上，在殿门闭合前挤了进去。磨蹭什么？他屈指弹出一道劲风，打得顾平一个趔趄，不疼不痒，却有捉弄的意思。顾平却笑了，站在他身前施展出来自己这段时间的修行成果，灵力深厚不说，浑身的气质也大不相同。炼体的肌肉线条蓬勃有力，血气蒸腾，哪有一丁点老头子的样子？哈！他凭空打出一拳，拳风凌冽，肉身的力量十足。今日不同往日啊，顾平。他指尖划过他的脸，煞气如针般刺入。你现在都敢来算计我，让我九幽峰给你养女人？顾平闷哼一声：冤枉啊！修行触发暴击倍数9倍。顾平的修行强度在破新高，太阴炼形诀运转了6个周天回合。6个周天回合不是他的极限，只是他修为的极限。如果再继续下去，他恐怕会突破筑基。他体内的积存的修为已经很恐怖了。一缕晨光穿透大殿门户，顾平把玩着萧千宁散乱的发丝。女子罕见的沉睡，眉心那缕红芒彻底平息，
连呼吸都轻得如同融雪。他小心翼翼地从榻上爬起来，却在穿鞋时被一道紧断住脚踝。去哪？萧千宁声音还带着睡意，眼睛却已睁开。萧千宁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拽动颈段。顾平猝不及防跌回榻上，凑在他的怀里。出发之前要做的事情很多了，而且我接下来的时间不能继续修行了。千宁，如果再双修的话，我的境界就会压制不住的。萧千宁看了他一眼，可以不修行，不运转功法即可。顾平眼睛一亮，对啊，他差点搞得本末倒置了，还好现在他提醒了一下。男女修士的结合并非全都是为了修行了，也可能是为了享受情欲或者啖下子嗣。但是这话是从萧千宁的嘴里说出来。那顾平咽了口水，盯着他的躯体看。萧千宁抬头和他对视，眼睛里阴煞的红光已经淡了许多，证明两人昨天晚上的修行是极其有效的。傍晚离开的时候，顾平整个人都是憔悴的，脚步迷离，双眼迷离。站在殿前广场的时候，他看到山脚下那些嗷嗷待哺的灵鸡，实在没力气了，无奈回头开口：千宁，帮我喂一下鸡。女子出现在宫殿之外，看了顾平一眼，嘴角一勾。顾平本来还想说一下采集灵树叶的技巧呢，结果下一刻萧千宁就衣袍猎猎出现密林之上。他袖口一卷，密林之中的灵树叶如同溪流一样汇聚成一束，远远地流动过去，精准地在顾平的鸡圈里落下，甚至顷刻之间就把鸡圈堆满了。这些灵树叶之多，足够这些鸡吃半个月了。顾平整个人都目瞪口呆，这顷刻之间就喂鸡完成了，那他每天要花费1个时辰喂鸡算什么？他整个人傻了，这就是元婴修士啊！你境界提升上来之后，自然也能如此，但也要有强大的神魂操控。顾平深吸了一口气，看到自己的一大群灵鸡狂吃的样子，他虚弱的开口：长见识了，看来还是得把修为提上去啊，喂鸡能省事的多。离开九幽峰后，顾平直奔宗门珍宝楼。踏入楼内，万宝楼掌柜正低头拨弄算盘，余光瞥见来人，头也不抬的拖长声调道：客官需要时。话未说完，他猛地抬头瞪大眼睛，手中算盘啪地砸在柜台上。你是顾平？眼前的青年身形挺拔，面容俊朗，哪还有半分当初佝偻老朽的模样？掌柜绕着柜台疾步走出，上下打量，这才数月不见，你竟返老还童了。顾平摸了摸鼻尖，含糊道：偶得机缘罢了。掌柜啧啧称奇，却也不多问，转而搓手笑道：顾道友此番想要何物？筑基丹3枚。顾平直奔主题，也没上2楼。掌柜也是利落的从玉匣中取出丹药，又压低声音：道友若冲击筑基，不妨再看看这悬空戒。他取出1枚暗银色的戒指，戒面隐有流纹闪烁，内藏百方空间，滴血即认主，便是筑基修士也难强行破开。顾平接过细看，心头一热，却听掌柜报出价格：2枚钟灵。他指尖一抖，这几乎是他大半积蓄。掌柜察言观色，忙道：平常修士我是不愿意给推荐的，因为我知道道友出门一趟肯定满载而归，道友是需要这东西的。不过道友若手头紧，还有次一等的储物袋。顾平咬牙打断：就要这个。上次就因为储物袋太小，尸体多到他装不下，这一次一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如果可以，他要把小东山一记搬空。他清点灵石时，掌柜又趁机推销：再配把飞剑如何？青红剑轻巧迅捷，最适合赶路或突围。虽然现在顾道友还是炼气圆满，但是突破的筑基也是迟早的事情，不如早点购置这么一把飞剑的，方便以后赶路啊。顾平一想，也是这个道理，提前准备着总是不算错。但是这一把筑基下品的飞剑就要5000灵石，他现在可不敢乱花钱，只好把徐岩的那把青木剑拿出来给掌柜的兑换。顾道友，你知道的，我们处理这些东西也是要花费灵石的，不可能完全同阶置换，给你补100灵石吧。成交。顾平又将自己凡胎镜使用血髓灵芝已经后继无力的事情说了出来。掌柜的给他推荐了筑基期的气血丹，这种丹药是用妖兽的血肉浓缩炼制，每1枚只要150灵石。顾平稍一考量，就决定购置一些。按照自己每日2个大周天的炼体节奏来说，每日仅需2枚气血丹300灵石，而如果使用血髓灵芝的话，就要360灵石。买100枚吧。好嘞，总共15000灵石。顾道友现在账上还有1枚钟灵，你再不记我4000下灵即可。最终，顾平花了3枚钟灵，3100下灵后，带着悬空剑、气血丹、筑基丹和青红剑离开珍宝楼。手掌摩挲过储物戒，他肉疼之余又松了口气。一记凶险，这些准备或许能多1分生机。略微探查一番自己现在的东西，剩余灵石：1钟灵储存，加6380下灵。术法：离月功9阶遁术
烈阳真诀、残卷、太阴炼形诀。法宝：云铁断剑，不知品级；罗盘法宝，不知品级；赤焰刀，金丹出阶，储物戒1支；青红剑，筑基出阶，储物带3支。物品：筑基阶疗伤丹5瓶，筑基丹3枚，筑基期接气血丹100枚，尸体27具，半部元婴1具，金丹中期1具，筑基期9具，炼气后期16具。一番探查之后，顾平觉得自己这样还是不保险，很有可能会死在外边。于是乎，他又找上了韩岳峰，先向师尊月华真君禀报：师尊，弟子准备前往小东山遗迹历练，但此行凶险，不知师尊可有护身之物赐下？月华真君瞥他一眼，似笑非笑：你这小子倒是会讨便宜，不过念在他阴阳圣体珍贵，还是取出一枚玉符丢给他，此符可挡元婴初期一击，慎用。顾平大喜，又厚着脸皮道：师尊，若再有些疗伤丹药。月华真君摇头失笑，又甩给他一瓶玄元丹，这是筑基期非常高阶的疗伤丹了，滚吧，别死在外头。随后顾平找到赵清寒，一脸诚恳：师姐，一计危险，我实力低微。赵清寒冷哼：少装可怜。但还是取出2样东西，一件隐匿气息的雾影纱，这东西顾平摇头不要。圣女才想起来他有一个逆息罗盘，还给了他3张金丹初期的剑符，若遇强敌速逃。顾平笑嘻嘻收下。赵清寒语重心长地开口：如果你是达成天剑峰的非洲的话，现在距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我看你平日里对神通法术修行并不上心，整日都在练体。说着他白了顾平一眼：整日练体不知道有什么用。他继续开口：趁着还有时间，你不妨在进入遗迹之前入门9阶遁术，至少对保命有用。好。顾平觉得有道理，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生怕赵清寒反悔。圣女看着离开的顾平，对他那种得到了剑符之后的样子很是无奈。3张剑符就能把你打发了吗？还是说我这个师姐真的很难说话？同时他心里有些没底，小东山吗？你这么急着过去又是为何？还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来得及说，9阶遁术他修炼了13日才练成第1阶，他有心思让顾平全力休息，看看这位师弟多久能练成第1阶。毕竟他也是离月宗数百年难得一见的修行天才，师尊盛赞顾平的时候，他心底岂能服气？若是顾平的修行天赋不如他，次日一早，顾平就到天剑峰问询了出发的时间。得到具体时间后，顾平休整下来，做最后的准备。他决定在出发前2日内突击修炼一门保命遁术。稍微一查看，他便得知9阶遁术，此术分9重境界，每提升1阶，遁速与隐匿效果便翻倍，但修炼需消耗时间来修行，寻常修士难以投入如此多的时间来修行。此术可使修士遁行时身形如烟似雾，可穿透低阶禁制，但是每阶突破都需打通特定经脉，这一点尤其艰难，考验修士的资质。前3阶侧重速度，中3阶强化隐匿，后3阶涉及空间闪烁。不过这本9阶遁术只是残卷仅记载至第6阶，在修行过程中强行冲阶会导致气血逆冲，可能肉身崩解。顾平在九幽峰山脚开辟的境室中闭关，先以阴阳2气贯通足少阳经，这一步他花费整整2日时间。太慢了吧，只是第1阶就花费了我2天时间，圣女误我啊。事实上赵清寒根本就没有想过他能2天时间修成，赵清寒已经帮他算上了他在路途中的修行时间。顾平修成第1阶烟罗步，遁速提升3成，无论是对战还是逃跑都好用，临时抱佛脚还是有用的。接下来的时间他只能温养足少阳经，此术最忌强行进阶遁速，提升3成已经是很强的本领了。闭关结束，到了约定的时间。这日清晨，顾平收拾妥当，朝着天剑峰走去，准备离开宗门前往小东山遗迹。刚出九幽峰，忽听身后传来2道熟悉的声音。顾平，他回头一看，苏妹和楚玉并肩而立，一个妩媚动人，一个温婉正经，却都目光灼灼地望着他。苏妹和楚玉的同时出现在眼前，顾平心头一叹，前些日子他都和他们各自说过了，不用他们过来相送。苏妹眼波流转，唇角含笑，可当他瞥见楚玉也是这样看着顾平的时候，他就神色微微一滞，随即轻哼一声，原来楚师姐也成了你的道侣。语气里带着一丝酸意，但很快又压下，只是伸手捏了捏顾平的胳膊，你这家伙倒是艳福不浅。楚玉神色淡然，但耳尖微红，低声道，苏师妹，他此行凶险，我们还是别让他分心。顾平心头一暖，知道两女虽各有心思，却都默契的不在此时争执，给他留足了面子。他笑着牵起2人的手道，有你们在，我定会平安归来。顾平呼吸微沉，开始修行。苏妹的离月功如春风化雨，道韵绵长，楚玉的感悟得更深，鸾凤凌厉则如清泉流淌，
道韵沁人心脾，截然不同的气息在他体内交织。他沉溺进去，感受大道，却一丁点都不敢地运转修行的功法。这一次，顾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刻苦修行、苦修的价值。时间匆匆而过，顾平及时悟道，然后起身，两女已为他备好行装。苏妹替他整理衣襟，轻咬红唇：“早些回来，别让我们等太久。”楚玉则递给他一枚护身符，低声道：“保重。”顾平深深看了他们一眼，转身踏出洞府，心中却已下定决。此行他活着只是最基本的事，重要的是要大赚一笔，不然的话，出去这么长时间，家里的娇妻都寂寞了。另一边，圣子的府邸，圣子殿下，天剑峰的非洲要出发了。柳长青指尖轻扣玉案，对贵妇的亲卫冷声道：“记住，我要的是意外，若那炼气蝼蚁还能活着走出小东山，你们便提头来见。”亲卫双手奉上染着暗红符文的锁灵链，属下此次已经买通15位炼气巅峰修士，他顾平插翅难逃。圣子瞥向窗外天书峰的方向，唇角勾起一抹阴鸷：“哼，赵清寒，你护他一时可以，能护他一辈子吗？”迅速来到天剑峰之后，顾平发现自己确实已经来晚了，所有弟子都已经在非洲的甲板上等待了，只差他一人。可是顾平是弟子，快上船，就等你一人了。管事长老一脸严肃，但却没有为难他。顾平登船之后，非洲一震，缓缓飞了起来，然后逐渐加速，朝着离月洞天的出口飞去。天剑峰的巨型非洲通体银白，周身刻满符文，在云层中穿行时泛起淡淡灵光。甲板上设有3层阁楼，底层是杂役弟子与炼气修士的休息区，中层为筑基修士的独立静室，顶层则专供金丹长老使用。非洲两侧延伸出半透明的灵力屏障，既能抵御罡风，又可让乘客俯瞰山川景色。顾平独自站在甲板角落，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开离月宗执行任务，周围皆是陌生面孔。炼气后期的弟子扎堆，对他的观感并不好。顾平看过去的时候，人人都给他白眼，毕竟所有人等了顾平2个时辰，他也没话说。毕竟为了寻欢作乐，耽搁了大家时间。但话又说回来了，他顾平是一封手做的道侣，是宗主徒弟，享受一下宗门特权也无可厚非。他又不是和楚玉苏妹玩了一整天，如果玩一整天的话，他们所有人都得等他到明天去。他已经足够好心了。一名背负重剑的壮汉和顾平擦肩而过，阴阳怪气道：“听说我们船上要来一个小瘪三，那人还和圣女关系匪浅，到底是哪个？大家认识吗？让咱们这么多人等了他这么久，他到小东山可真得小心，别死在外头，辜负了美人厚爱。”这话一出，周围顿时一群人哈哈大笑。2个身着鹅黄衣裙的女修远远打量顾平，窃窃私语：“他就是那个靠双修攀附圣女的顾平啊，模样道俊俏，可惜修为低微。”顾平叹了一声，转头看向那背负重剑的壮汉：“道友，你这是何意？”那壮汉一愣，歪嘴一笑：“原来你是顾平啊，我就说嘛，石头扔到狗堆里，叫出声的肯定是被砸到了。”他先是嘲讽一句之后，然后小声的开口：“从你给圣女当老奴开始，你就应该会聊到今天发生的一切。”顾平听他说完，就眼前一亮，心里的无奈和犹豫立即消失了许多，心情通畅。这是圣子的人啊，那就可以随便杀了，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顾平也是歪嘴一笑：“你的意思是，这甲板上这么多人都是狗了？”一众炼气巅峰看了过来，这大汉说话确实不妥，骂顾平把他们所有人都骂了。那复见大汉哈哈一笑：“狗？他们有当狗的资格吗？在圣子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一边说着，这大汉还看了那些皱眉的弟子一眼：“怎么你们还不服啊？但可惜了，你们不服也得在这拥挤的甲板上待着。还有你，顾平，你也是，你也只能搭个顺风舟，待在这甲板上的炼气小修而已。”顾平刚想开口，金丹初期的非洲管事察觉到了甲板上的骚动，冷眼扫过众人。天剑峰非洲上禁止私斗，违者逐出非洲。众人噤声。管事多看了顾平一眼，意味深长道：“小友可去中层甲板观景，不必在此受嫌弃。”顾平深深看了那复见大汉一眼，点头：“好吧，这里确实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的人放屁臭不可闻。”他最后给了那大汉一个白眼，已经宣布了他的死刑。只要这大汉跟着到一计之中，这种人他一巴掌就能拍死。顾平跟着管事一起登上了中层甲板了，站在中层甲板上往下看，正好俯视到那大汉，脸色通红，显然是被气了个十足。管事大人，为何这顾平分明也是炼气期，他就能去金丹长老才能去的甲板层？我不服。管事转身冷冷看了他一眼：“你算什么东西？”大汉张口结舌，不敢回应了。管事看他色厉内敛，欺软怕硬，更是瞧不起了，严厉开口：“你若是再骚扰辱骂同门，小心我把你就地斩杀！”开什么玩笑，
顾平可是九幽峰那位亲自交代过的，他作为管事又受到了圣女的委托，就算是圣女大人不委托他，他也会给圣女一个面子。顾平在上层甲板把楼下发生的事情都看在了眼里，心情由方才的不爽已经变得舒坦多了。巨型飞舟穿行于云海之间，周身符文闪烁，灵力屏障隔绝罡风。顾平被安排的中层境室足够奢华，胜在清静，无人打扰，的确适合修行。他深知小东山遗迹凶险，心底不愿意小觑，因此抓紧非洲上的10几天时间，全力提升实力。每日夜晚，顾平便盘坐调息，运转月华真君传授的太阴炼形诀，集中修行神魂。修炼神魂的法子也尤其特殊，需要每夜接引月华的灵力，淬炼神魂。每当接引时，就会有一束皎白的月光从天穹之上垂射下来，直达顾平泥丸宫。奇了怪了，我的神魂淬炼时间似乎和功法里写的不太一样啊。功法里显示每日淬炼1个时辰就必须要停下来，太多的月华之力会让灵力躁动失衡。但是顾平一个没注意就超时了，他硬生生淬炼了7个时辰，直到太阳升起。白天顾平则是继续锤炼肉身，器械丹尤其好用，此刻他已经隐隐感受到了突破凡胎境中期的。他估计自己从遗迹里出来就可以完成凡胎境后期，一拳打出去，筑基后期的修士也得哭爹喊娘。除此以外，他也拿出时间来炼化心得法宝。顾平以阴阳2气温养青红剑健身，使其逐渐适应自己的灵力特性，剑锋隐现赤青双色流光。第7日的夜晚，顾平观非洲外云海翻腾，忽有所感。阴阳2气，刚柔并济，太阴炼形诀讲究以柔克刚，而赤焰刀与青红剑却需锋芒毕露。若能融会贯通，或可创出独属自己的战法。他尝试将阴属性灵力注入青红剑，阳属性灵力催动赤焰刀，双持演练，竟使刀剑轨迹隐隐形成太极之势，威力大增，竟然啪的一声斩出了空爆。他把玩着一刀一剑，但是仅仅片刻后，他的神魂就一阵刺痛。顾平及时收手。这一刀一剑，一阴一阳虽然好用，但是我现在这神魂还是太弱了。这法术虽然只是雏形，至少是筑基高阶的法术。顾平将这刀剑之术称为太极双刃。好一个太极双刃，这是他自己实验出来的招式，威力却是莫名的大。看着手中的刀剑，他忽然想到，这把赤焰刀可不是什么无主之物，这是刘冲的配刀。无奈他只能又拿出了自己很久都没用过的炼气炉，升起炉火，足足捶打了2日，才改变了赤焰刀的外形。费了我这么大劲，要是不能杀几个人开光就可惜了。非洲飞行了16日，离月宗的一行人终于到达小东山下。小东山虽然一个小字，但却高得骇人，又大又高。站在非洲上时，顾平以为前边的是世界之壁，大到眼睛看不无边无际。反应过来之后，他才知道那只是一座山。小东山，小东山南山口，此处是各大势力的进入遗迹的驻扎之地。此刻这里像是一座小城一样，修士繁多，各色的宗门服饰也让人目不转睛，更有许多别样风情的女修士，让顾平移不开眼。修仙界从来都不缺少美人啊！他长长慨叹一声之后，就脱离非洲，离开了离月宗的队伍。他走后，离月宗的队伍之中有10几人对视一眼，默默地跟在里后边。顾平注意到身后跟着的那些人，反应过来后，他就眼睛一亮。无忧杀人的感觉就是如此的爽。杀人之前，心里这一关还是要过的。因为此处修士太多的缘故，已经形成了一座不小的方式。很多人选择在活着走出遗迹之后，就把带出来的东西现场出售了。顾平走走看看，有许多的东西他都很想要，神魂大药清明草、血气大药猴头果，在其他地方必须要在拍卖会上才有的，这里全都可以看到。只可惜这2样对他有帮助的大药都是5枚中灵起售，他兜里的灵石太少了，买不起就算了，他还不能去抢。这里能摆摊的没有一个是废物，全都是修为高绝的修士。才侣法地，此刻他想要灵石的心思已经到了极点，他妈的忍不了，早点进入遗迹吧。进去之后杀人放火全凭心意，想对他动手的人他也可以清算一波了，只是希望他们身上的灵石足够多，多到这一趟任务结束之后他可以无忧修炼一段时间。他感觉到自己的手痒，太极双刃的威力还没来得及测试，继续一个人击刀啊。他闷头来到遗迹入口时，发现大家都是组队进入的，尽管都是炼气巅峰，人数多组成一队之后，进入之后活下去的机会还是更多。思虑片刻，为了不太过引人注目，也不愿意在遗迹之中乱杀人，他还是回到了方室。东域修仙界浩瀚无垠，3000道州林立，太玄州便是其中之一。大夏皇朝、太玄宗、太阳教、离月宗、大楚王朝、忠义军、剑斋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修行势力，这些势力千百年来在太玄州斗得鸡飞狗跳。离月宗并非太玄州最强势力，但却能够稳稳保持中立，毕竟谁会和漂亮的仙子结仇呢？
有许多的势力的长老级的人物都会到璃月宗内最大的合欢楼的消费，感受双修滋味。因此，最近2年，因为璃月宗的美人数量呈现出喷薄爆发的之势，璃月宗隐隐有要成为附近几大势力交易中心的迹象。璃月宗的灵石积累也在逐年积累，因此璃月宗的修士出门在外，也逐渐享受到了宗门的荣光。凭借璃月宗的修士的身份和他扎实的炼气巅峰的修为，找到一个队伍一起进入遗迹是很简单的。顾平来到散修聚集地，观察来往修士，炼气巅峰的修为在这里也是很受青睐的。很快，他注意到已经凑在一起的3名实力不俗的炼气巅峰修士。韩立，背负黑刀的冷峻男子，周身煞气缭绕，显然经历过不少厮杀。林小婉，腰间挂满符箓的娇小女修，身材娇小，肌肤白皙，眼神灵动，正与几名修士讨价还价。石勇，身材魁梧，似乎是体修，扛着一根玄铁棍，憨厚地笑着站在一旁。此3人显然已经组队完成。顾平主动上前抱拳道：“几位道友可对探索小东山遗迹有兴趣？”在下璃月宗修士赵寒夫。韩立冷扫了他一眼。赵寒夫，没听说过璃月宗有这么一号人，炼气巅峰，修为可扎实。拖后腿的别来。璃月宗的男修士在外行走，总会被人轻看，认为他们的修为都是双修的来，修为不扎实。赵寒夫这个名字当然没人听说过了，这是他瞎取的名字，意思是赵清寒的丈夫不为别的，只为让柳长青的那些走狗们传回宗门内，恶心一下圣子大人。林小婉笑嘻嘻道：“赵兄弟，遗迹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有何本事？”顾平不慌不忙从储物袋里掏出来了青红剑和赤焰刀，淡淡道：“虽修为不高，但有些手段，或许对诸位有用。”他给了自己一个打杀的角色。石勇挠头道：“俺觉得他挺实诚，不如带上。”韩立仍不松口，显然是璃月宗的修士很是不看好。恕我直言，赵道友，若是实力不济，进入遗迹之内，只会是拖油瓶，我们不会给予你太多关照的。组队死在里边的修士也不在少数，依我之见，道友你还是另寻其他队伍吧。顾平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忽然拔刀，赤焰刀出鞘，刀气凌厉，竟让韩立眼神一凝。林小婉笑眯眯的眼睛也正色起来。石勇惊讶的直点头：“好刀法。”韩立终于正视他，立即认可：“行，算你一个。”“多谢。”顾平应声收刀，站在几人身旁，安静地听着他们谈论的遗迹之中的事情。林小婉狡黠一笑：“既然组队，赵兄弟的战利品怎么分？”顾平早有准备，按贡献分配，若遇功法单方，我可优先挑选，但会补偿诸位灵石。众人商议后达成一致，算是正式结盟。就在4人的队伍即将出发时，一名面色苍白的修士莫青云主动加入，自称擅长毒术，可助队伍应对强敌。顾平察觉他眼神阴鸷，不似寻常正经修士，他暗自警惕，但未点破，只是暗中提防。反倒是这莫青云颇为大气，只说要找同伴进入遗迹之中，所遇到的机缘他一分不取，他只是进去看看，对里边的宝贝不感兴趣，因此林小婉和韩立对他的加入倒很是欢迎。石勇没多少的心思，但顾平知道，这石勇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看着的体修，而是体法双修，一身修为颇为浑厚。大夏皇朝的皇女夏元贞已经金丹，族中幼帝为了得到大夏皇帝的疼爱和看重，得进入遗迹之中，始终没有出来。现在大夏皇女四处招募炼气巅峰的修士人进遗迹，如果有3、2把刷子，倒是可以去夏皇女那里碰碰运气。若是被她敲上了，或能委以重任，就算是找不到皇子，也能和大夏交好，将来进入大夏皇朝修行也是一件美事。林小婉笑着开口，言语之中带着蛊惑，而且听闻大夏皇女和她的母后一样，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在整个东域的美人榜上排名第7，仅次于排名第6的璃月宗圣女。韩立、石勇、莫青云都不为所动，反倒是顾平来了兴致。自家夫人仅仅排在了美人榜第7吗？有点意思。他把自己的疑惑询问林小婉。林小婉笑着开口：“美人榜可不是完全以美貌排名哦，年轻一辈之中，赵圣女已经是排在最前边的了，前5名都是元婴修为以上的修士。”原来如此，顾平放心了。那也就说明这夏皇女确实也是很漂亮。他因此笑着开口提议：“反正是要进入遗迹的，大家不妨去大夏皇女那里瞧瞧。一旦我们进入遗迹之后，有缘遇到了皇子，最少也能换点灵石吧。”队伍里的其他几个男修面色有点怪，这顾平莫不是真的惦记夏元贞的美色吧？林小婉一脸看热闹的样子，那就顺道过去看看吧。大夏皇朝在南山口的驻地不小，巨大的帐篷在这里搭建起来，气势恢宏。韩立几人在远处等待着。顾平一人来到夏元贞的营帐外，只见帐前侍卫森严，皆是金丹期的高手。一时间他也是有些担忧。他一来是好奇夏元贞的长相，
一来是真的想要趁着进入遗迹寻找一些皇子，赚取一点零食。他是真的缺零食啊，但是这账前的气势还是让他有些谨慎，不由得浑身紧绷，精神高度集中。通报过后，一名侍女引他入内帐中陈设华贵，夏元贞端坐主位，气质清朗威严，头戴白玉凤纹冠冕，身着血色龙纹锦袍，举止从容。顾平进来时，他目光始终都在顾平身上，眼神颇有上位者的压迫感。他身旁有一位看不清修为黑袍老妪护卫。夏元贞目光扫开，淡淡道：“你既愿为本皇女效力，便须证明实力。”顾平点头，他抬手示意，黑袍老妪袖中飞出一枚青铜古镜，悬于顾平头顶。此镜可映照修士根基，若根基虚浮或灵力驳杂，镜面便会裂开。顾平不慌不忙，暗中运转太阴炼形诀，阴阳二气在经脉中流转，却并不显露。古镜光华大盛，镜面竟浮现一片混沌，转而光华又内敛消失。老妪瞳孔一缩，低声道：“此子不凡。”夏元贞微微颔首，又命顾平与一名炼气巅峰的侍卫交手。顾平以烟罗步周旋，赤焰刀与青红剑交替斩出，10招内象征性的逼退对手。最后一记太极双刃被他狠狠地忍住了。若是在帐中杀人，可就真的是不明智了。不过他的余力还是震得侍卫兵器脱手。夏元贞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屏退左右后单独留下顾平。夏元贞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屏退左右后单独留下顾平。赵道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若能寻回幼地，本皇女必不负你。他指尖轻扣暗戟，除先前承诺的与本宫结为道侣外，还可赠你3枚玄天造化丹助你金丹，另加1件灵气级护身法宝。见顾平沉吟，他又补充道：“若你愿入我大夏皇朝，我可请父皇赐你一座灵脉洞府，资源供应堪比离月宗真传。”顾平看似是在沉吟，实则心底已经骂娘了。这个林小婉不是说皇女会给零食赏赐吗？怎么变成了皇女择婿啊？他要的是零食啊，零食。显而易见的，林小婉几人都知道皇女的赏赐条件，却一个个的都不告诉他，现在害得他现场考虑，一个屁都放不出来。片刻后，顾平拱手道：“殿下厚爱，顾某愧不敢当，但师门恩重，恕难改投他处。不过寻人之事，在下必竭尽全力。”夏元贞似早有所料，轻笑一声：“无妨，此行凶险，道友不妨带上此物。”他取出一块龙纹玉佩，此物可感应右地血脉，100里内自有反应。顾平接过玉佩，察觉其中有一缕金丹级神识印记，心知对方仍存试探，却不动声色谢过。离开营帐后，顾平抹撒着玉佩暗存。玄天造化丹乃修士突破金丹圣品，无论何等的资质，只要到达筑基巅峰，服用此丹必定金丹，价值不菲。灵气级护身法宝更是宝贝，只有元婴境的法宝才能称之为灵气级，若能拿到，买了换灵石，足够他修为飞涨。但大夏皇族岂会轻易许人？这一计怕是要比我想象之中的更危险了。他望向遗迹方向，眼中战意渐起。不过机缘险中求，我顾平倒要看看这潭水有多深。还没等他离开营长区域，就被一行人拦住了。来人也是蟒袍冠冕，面色堂皇大气。顾平心中一凛，此人身上好大的气象。他正要转身让路，却不想对方不偏不倚地来到了他跟前。道友莫要急，我乃大楚皇朝楚春秋，无论那夏元贞许了道友什么样的重礼，我楚春秋都给双倍。当然，夏元贞说的那句愿意和寻地之人结为道侣必定是假话，那只是他笼络人套路罢了。但是如果道友来大楚王朝，本店可以跟你搜寻10位天姿国色的金丹女修送给道友取乐。他话音未落，大夏的营帐之中就传出来一阵暴怒：“楚春秋，你抢人都抢到我的地盘了！”夏元贞从营帐之中走出来，挡在了顾平身前，身姿窈窕，黄袍微微。赵道友是我的客人，我对他的承诺也完全为真。我大夏嫁女乃是历代传承，容不得你再次胡搅谣传。楚春秋笑着点头，在大夏这里也不好发作，而是转头对顾平开口：“赵道友，定要慎重思虑啊，不然的话，你就算是找到了夏皇子，夏元贞为了不嫁你，或许就只能把你解决了。慎重，再慎重啊，道友。”他没说完，夏元贞已经出手，但还是被楚春秋溜走了。夏元贞回头看他一眼：“赵道友，只管做事，我夏元贞已到兴起事，谨遵诺言。”远处传来楚春秋的大喊：“夏元贞，算你狠！”顾平一脸懵逼：“我没说要娶你啊！”他一个没拦住，这皇女已经用到新起事了。这下倒好，起事之后还被那楚春秋听到了，这下楚春秋招揽他不成，估计还真要找人解决他已经无言了。他只是想要顺手赚点零食，稍稍展露了一点实力，仅此而已，怎么就这么多事啊？不过也好，修行这么长时间，是时候该爽爽的杀一次了。只希望进入遗迹杀他的人多一点。夏道友，言重了，
此行我定当全力以赴搜寻。他也客套了一下。夏元真点头，送了他一段路，让顾平挺受宠若惊的。回到队伍之后，4位队员看到顾平一脸苦命的样子，都是不约而同的笑了出来。林小婉先笑着开口：“行了，赵道友，要知道，你可是第3位被夏元真委以重任的修士，可一定要不负所托啊。”顾平一愣：“前2位呢？”“哈哈，当然是死在了遗迹里了。”他脸色一黑，一脸无奈的掉在队伍最后。5人凑成一队进入了遗迹。踏入遗迹的瞬间，众人便被一股灼热的灵力包裹。这里的天穹呈现琉璃般的金红色，流云如同融化的琥珀缓缓流淌。远处7座赤金山峰环抱成谷，山体如红宝石，内部涌动着液态的火焰精华。此处谷底铺满会发光的赤玉沙，每一步都踏出涟漪状的光晕赤霞灵谷。林小婉惊呼：“腰间符箓无风自动，传说中能孕育火灵精魄的宝地，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进来就被传送到了此处。”话音未落，沙地突然隆起数十个鼓包，晶莹剔透的火蜥蜴破土而出，每只背甲都嵌着火焰符文。为首的蜥蜴王体型如牛，头顶生着珊瑚状的赤金角，张口喷出彩虹色的火环。一阵灼热传来，众人迅速后退。结阵，韩立黑刀出鞘，刀气在众人头顶结成玄铁屏障。火环撞上屏障的瞬间，砰的一声，无数火星散开。顾平趁机发动烟罗步，主动出击，身形化作流烟绕到蜥蜴王侧面，赤焰刀凌厉，一刀斩在蜥蜴王头角根部。吼！蜥蜴王痛苦翻滚，周身鳞片暴雨般击射。石永豹喝一声，抡起玄铁棍，棍影化作铜墙铁壁挡住鳞片。莫青云趁机朝着蜥蜴王弹出一缕幽蓝毒雾，却被谷底突然卷起的赤色旋风冲散。旋风中心站着一个由火焰组成的人形生物，通体如红水晶雕琢，心脏位置跳动着太阳般的核心。他伸手虚抓，蜥蜴群立刻化作流火融入其躯体，体型暴涨至3丈高。火灵浆！林小婉二话不说，甩出12张冰魄符，符纸在空中组成6角雪花的阵法。此刻不拿出真东西，众人都要死。极寒气息与热浪相撞，谷内顿时白雾弥漫，雾气中突然刺出火焰长矛，直取顾平咽喉。赵道友，小心！赵道友，小心！众人惊恐，这杀招来得飞快，顾平在这杀招面前恐怕要生死道消了。关键时刻，青红剑自动护主，剑身泛起月华般的青光。顾平符至心灵，迅速将太阴炼形诀灵力注入剑身。冰蓝剑气与火焰长矛相撞，火焰长矛轰然破碎。顾平烟罗步后退，韩立和石勇顶上来，3位道友找机会斩杀此物。火灵将的躯体全都是宝。好，顾平是主攻。林小婉和莫青云为他掠阵，韩立和石勇艰难的抵抗。这火灵将的修为至少有筑基2层，5个炼气巅峰修士是很难战胜的，顾平除外。他一手持刀，一手拿剑，将自己的修为控制在炼气巅峰。没什么出彩的杀招，只是在2剑之中稍稍带着阴阳2气。厮杀了2刻钟，林小婉眼看着火灵将疲软要逃遁，急忙拿出一张爆裂符贴在了火灵将脖子上。顾平趁机出手，稍稍用力，配合着爆裂符的力量，一刀斩首火灵将。战斗结束，众人气喘吁吁，虽然没受伤，但是体内灵力依然枯竭，顾平除外。火灵将倒下之后，他的躯体破碎开来，变成几块通体透明的石头。好啊，这一具火灵将至少可以售卖10枚钟灵，我们此次进来已经有得赚了。林小婉急忙上前把火灵将的躯体装起来，这东西分开之后就不好售卖，出去之后卖完了大家一起分钱。众人都没有异议，盘坐在地休息。片刻后，韩立开口：“我们得动身离开了，这里或许还有其他火灵将。”众人一言动身，飞掠之中，林小婉又开口：“所有人打起精神来，今晚是月会之夜，从现在开始，我们全程都不能停下来，要时刻注意灵力潮汐的动向。”好，每逢月会之夜，遗迹内会爆发灵力潮汐乱流，修士若被卷入，轻则经脉错乱，重则肉身崩解。远远的还能看到的其他炼气修士的队伍，也在这片地狱。遗迹里的人真不少，但是2支队伍没有往一起凑，在这里边被人杀了抢了，谁也不会知道，没必要多生事端。众人来到一片宫殿群，看样子应该是这座破碎洞天势力原来的弟子们修行的地方。小队在外围开始探索，几人虽然分散开来，但是却并不走远，相互有个照应。顾平选择了一处宫殿，飞掠进去之后，立即被墙上的石刻吸引。一男一女盘坐在一座祭坛上，天上降下来淋雨，但是山河破碎，他匆匆而过，迅速在宫殿里搜寻宝贝。但是这里显然已经被许多人光顾了。一番寻找之后，他只找到了2个材料还算不错的灯台，可以回炉重造，有点价值。从一个偏殿出来，来到主殿之后，进门的那一刻，他的精神一颤，
下意识地朝着边上偏头过去。有埋伏，而且是炼气巅峰。顾平没有着急，口中大喊：“什么人？杀你的人！”阴恻恻的声音响起。等到那人彻底从房梁上落地，顾平也不装了，一个转身抱起发难，太极双刃终于有机会实战出来了，一刀一剑瞬间劈砍至那人身体。只听轰的一声，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那人长什么样，就被他这一招轰杀，尸体都破碎开来。来不及仔细探查，他又听到宫殿里还有一个脚步声正在迅速远去，还有同伙。他脚步一转，迅速追上去，炼气13层的修为瞬间爆发，真炼气巅峰的修为让他迅速靠近，威势凶猛。道友饶我一命，我乃太玄宗修士，饶我一命，妾身做牛做马报答你。这女修姿色尚可，只是此刻眼神惊恐，一边说着，一边解开腰带，要用美色换命。顾平是那种好色之人吗？你看错了我顾某人。他没有继续给这位女修自报家门的机会，赤焰刀一刀劈斩，瞬间将她力劈在地，气息断绝，死不能再死。他将2具尸体迅速带走，转眼就离开此地。他走后没多久，韩立和石勇就迅速闻声过来，两人看到了这旧宫殿里的战斗状况，心底都是一沉。我们还是来晚一步吗？可惜顾道有实力不弱的，竟然也顷刻间就被人拿下了。埋伏在此的人修为该有多恐怖？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来了，确实没救到他。这片宫殿是是非之地，我们还是尽快远离吧。好，两人迅速离开，去寻找林小婉和莫青云了。躲在暗处的顾平看到4人离开此处宫殿群，他就放心下来了。这片宫殿确实有不少实力高绝的修士，他4人在此，他无法全都庇护，他自己行动起来也畏手畏脚。现在没有闲杂人等，他厮杀起来就利索多了。明明是一刀的事情，待在队伍里他还要演那么长时间，刚刚那火灵江也不过是他一刀的事情。他把这2位黑衣人的尸体摆在眼前，仔细搜身，在黑袍之内，他们穿的是太玄宗的服饰。顾平才不管是哪个宗门的，只要这些人对他动手，那他杀起来就毫无顾虑。把2人储物袋揭开，顾平稍一盘点，心底震动，这遗迹里也太富了吧。不过思考了片刻后，他觉得这些储物袋里的东西应该是他们2人埋伏多日的结果了。这2人应该是太玄宗炼气修士中的佼佼者了。中品灵石9枚，下品灵石有7300枚，筑基丹竟然有20颗，这代表着他们最少杀了10位炼气巅峰。这20颗丹药，1颗1000灵石来算，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玄元破障丹6枚，可以助筑基修士突破小境界。9转回气丹1瓶，瞬间恢复7成灵力。太玄金丹1枚，5品丹药，筑基巅峰冲击金丹时成功率增加3成。化毒清心散3枚，可解百毒。疗伤丹数瓶。除了丹药以外，还有法宝，这法宝的数量更是让顾平开怀大笑。紫雷印1枚，金丹下品法宝，需以雷法催动，释放天雷攻击。清明剑1把，筑基上品飞剑。玄龟盾1件，筑基中品防御法宝。缚灵锁，特殊法宝，可禁锢敌人。还有其他炼气境法宝9件，筑基初阶法宝5件。除此以外，还有材料：赤炎金晶2斤，炼制火系法宝的核心材料；千年寒铁5斤，通体泛蓝光，触之如冰；星云铁1块，龙血砂1瓶，五行灵晶5块。这些材料更是价值不菲，每一块都能上拍卖会的。只是灵药较少，只有9叶灵芝1株，500年药灵，叶片如翡翠，玄阴草3株。在2人身上，他还找到一部能入眼的功法——太玄雷法真解残卷。顾平迅速翻看一番，嘴角的笑容压不住了。这东西是太玄宗的宝贝，虽然是残卷，但也记载了雷法9消引雷诀的前3层。雷法的威力巨大，对战用起来杀伤力很可观。顾平收下了。其余杂七杂八的杂物，顾平预估拿到珍宝楼还能卖几千灵石，但是和今天的收获相比，就差太多了。他又从南修的腰间摸到了一枚太玄宗身份玉牌，顾平看了一眼之后，直接一把捏碎，不留痕迹。他管他是哪个宗门的，死就死了。储物袋里还有一张精绘地图，标记了遗迹内各个空间的特点和位置，甚至有某处古修士洞府的位置。好东西啊，怪不得天玄教在遗迹之外汇集了那么多人，原来是有门路。他也想到了离月宗的那个长期任务，探索遗迹信息，估计也是为了绘制地图。此外，在女修的胸前，他还摸到了一枚传讯玉简，最后一条记录是：素至赤峡谷汇合，发现太阳教踪迹。太阳教吗？倒是可以去看看。他把2人的尸体装了起来，让他心疼的是，这南修的尸体被他的太极双刃一招轰碎，丢失了许多血肉。这女的只是被拦腰斩断，勉强是完整的尸体。这太极双刃还是能不用就不用了，威力太大了，浪费一具好的尸体。
收拾完之后，顾平就继续在这宫殿里探索。刚刚看到了那传讯玉简，他就知道这群人是有预谋杀人夺货。这么大一片宫殿群，怎么可能只有这2人埋伏在此？闯一闯吧，希望我的储物袋能够装得下宝贝。他开始认真探索这片宫殿群。按理说，这样的宫殿群肯定是有宝贝的，就算是已经被许多人探索过了。顾平踏入一座不起眼的偏殿，先不准备杀人，好好了解一下这片遗迹。这样的偏殿一般是不会有人埋伏的，谁搜宝贝会来这种小偏殿啊？殿内光线暗淡，墙皮脱落，唯有角落的一盏古铜灯上闪着微弱灵光。他本想取灯便走，却注意到地面青砖有细微的纹路差异，数块地砖组成了一个模糊的环形图案，中间一块比其他砖略高出分毫。奇怪，他运转灵力注入砖缝，地面竟浮现出9宫8卦的阵纹。顾平回忆宗门典籍，以3才归位之法依次踩踏坎、离、震位，伴随着击破声响，环状青砖缓缓下沉，露出一个3尺见方的暗格。有东西，他心头一喜。暗格中静置一玄铁匣，匣面刻满锁灵符文，历久弥新。顾平伸手拿起铁匣子，打开一看，里边只有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纸条上赫然写着：你觉得你很聪明对吗？可以发现殿中阵纹。妈的，又被耍了。顾平竖起耳朵一听，已经有密集的脚步正在赶来了。他真的感觉挺无奈的，他现在明明不想杀人的，这群畜生总喜欢这样找死。殿门突然被一道火网封死，3名黑袍修士显出身形，为首者狞笑：留下储物袋，饶你不死。顾平真没时间和他们开玩笑，也不想让这宫殿群里的其他人知道他的来到。袖中云铁断剑骤然飞出，借对方轻敌之际，以9阶遁术闪至其身后，一剑贯穿心脉。余下2人惊怒交加，却被顾平一掌拍死，一句饶命都喊不出来。顾平没有收起尸体，也没有离开，而是继续探查此地。这铁匣子虽然此刻里边没有东西了，但这东西一看就是老东西了，这里边的东西应该是被这群人拿走了。他搜了3人的储物袋，里边的东西虽然丰厚，但是比不上先前那2人。他就继续在这里研究这阵法和铁匣子。一番查找之后，一无所获，他就把目光转移到那些脱落的墙皮上，隐约可见一些壁画。壁画模糊地显示，这种偏殿的阵法似乎是一整套，不仅是这个偏殿有，其他的偏殿也有，一共12个铁匣子。这些铁匣子里似乎装着东西，用来维持某种阵法的运转。但现在这里边的东西没有了可以维持阵法运转的东西，顾平猜测是高品质的灵石。他又在这2人的储物袋里寻找，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叹了一口气之后，他跳上房梁，拿着这2人的传讯玉简，直接传讯出去：敌强，速来。现在轮到我埋伏了。片刻之后，一阵迅速的脚步声临近，顾平稍一分辨，就意识到来者众多，足足10人。还真是救援迅速啊！当着10人来到此处偏殿，看到地上被杀的2人之后，不怒反喜：好啊，敢杀我同门，小子你今年死无葬身之地。顾平看到这10个人围过来，他也是有些惊讶的。他本以为太玄宗只是有那么1-2个弟子误入歧途杀人夺宝的，毕竟太玄宗可是太玄州的老霸主了，盘桓在此多少年了，也是位居名门正道。门下弟子出门在外，脸面可要比离月宗弟子强太多了。谁能知道这太玄宗出了一群这种畜生修士？你们都是太玄宗的？他语气惊讶。是又怎样？今日我们这么多人在此，你觉得你能带走什么？你的命你都保不住，这秘密你能保住吗？顾平往后退了一步，有些畏惧的样子。那人一看顾平这样，更是狂笑一声：来吧，好好看看他有什么本领，能杀了我们2人。10名炼气巅峰修士将顾平团团围住，刀光剑影间，杀意凛然。为首的8脸汉子狞笑：小子，交出储物袋，留你全尸。顾平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讥诮。这些蠢货竟真以为人多便能胜他。如果这些人不轻敌，看看地上那2人是怎么死的，他们也就不会如此狂妄了。即便这些人如此狂妄，顾平此刻还是稳健。他想把太玄宗这一杀人团伙所有人都调过来，因此他需要慢慢的杀。他故作慌乱，赤焰刀仓促格挡，身形踉跄后退，青红剑不慎脱手，插在远处岩石上。黑袍人见状大喜，攻势更猛。你不是很厉害吗？继续啊！顾平以烟罗步周旋，每次险险避过致命一击，却在袖中按掐剑诀。一名持斧壮汉率先冲来，他假意被逼至死角，却在斧刃砍刀头上的时候，时骤然侧身，反手一刀斩断其手腕。壮汉惨叫倒地，顾平却未补刀，反而气喘吁吁地喊道：你们休想得逞！剩余9人见同伴重伤，怒火更盛。顾平刻意放缓节奏，每当有人逼近，便以太极双刃
划破其衣甲皮肉，只是重伤人，并不杀人，就差一点，他撑不住了。紫衣女修尖声鼓动，顾平已经和他们周旋了太久了，眼看自己的同门一个又一个的倒下去，没有了战斗之力，顾平还在撑着。顾平暗自冷笑，指尖悄然弹出一缕阴阳灵力，没入他经脉。女修忽觉灵力滞涩，还未惊呼，便被青红剑飞旋而来的剑光削去发髻，吓得瘫软在地。想要开口，整个身子都发软。战至2刻钟，顾平已勉强击杀3人，自己却伤痕累累。他单膝跪地，赤焰刀主的喘息，暗中却以逆息罗盘遮掩了真实气息。快发信号，叫刘师兄把剩下人全带过来。一名瘦高修士掏出血色符箓点燃，顾平佯装惊恐扑去，却故意慢了一步，任由符光冲天而起。他心中盘算，刘师兄，剩下的人全带过来，他要达到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想必应该是今日便能一并清算。既然求援的信息已经放出去了，顾平索性也不再伪装了，他一个飞窜到门口，挡住大门，双手持刃。剩下还能站起来的修士仅仅只有5人，5人他只出了5刀，全部倒地。顾平都留了他们一命，为的是防止这群人出门在外带留有命魂。若是命魂看到这么多人同时死了，增援的人或许就不来了。等了片刻之后，顾平听到了援兵的动静，他走到那名紫发女修面前，抬脚踩在她的手指上，女子发出凄厉的惨叫。这惨叫声一下就给援军指明了方向。顾平笑呵呵看着5名援兵呼啸而至，放肆，大胆贼子，我来取你性命！为首那人须发皆张，恼怒到了极致。女修看到他来到之后，急忙开口：张师兄救我！顾平笑呵呵的，这次他没再留手，骤然暴起，烟罗布化作残影，赤焰刀与青红剑交织成太极图文，阴阳2气轰然爆发。张师兄还没凑近，就被他的双刃瞬间斩爆，崩开的鲜血骨肉洒得到处都是，那女修抬起来的苍白的脸上被糊了一脸血。一时间他惊恐万分，啊，鬼啊！他被吓坏了，身子下流出了黄白之物，颤抖着远离门口顾平站着的方向。顾平听到女人乱喊乱叫就心烦，甩手一个飞刃过去，摘掉她的脑袋，顿时就安静。方才还叫嚣的敌人如割脉般倒下，这5名援兵还未站稳，便被顾平刺出的剑黑一贯穿丹田。因为顾平发现刺透丹田是最划算的，斩首腰斩都会让他们体内的灵力流失，但是仅仅只是刺透身体，让他们没有了战斗力，再补上一掌，保持了尸体的完美。顾平踏过2具尸骸，拾起染血的储物袋，一群人倒在地上的人挣扎着跪着，给顾平磕头饶命，饶了我们一命啊！要我们做什么都行，求求你了，给个机会吧。顾平叹了一口气，你看看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啊？你们埋伏斩杀其他修士的时候，怎么不饶了他们一命呢？不过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们谁能回答，我就不杀谁。我说啊！一个女修士爬到顾平身边，祈求的开口。顾平点头，不错。那我问你，这个铁匣子里边原本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铁匣子里是牛丹，另一个铁匣子里是马丹，还有一个铁匣子里是龙丹。我们只有这3个，其他的都被别人抢走了。顾平一愣，他还以为是上品灵石之类的东西来维持阵法运转的，现在看来似乎不是。牛丹、马丹、龙丹，这是什么东西？天灵地宝中的天灵，这些宝丹共有12颗，修士可以借助宝丹感悟大妖的神通。那女修士说话结结巴巴的，但还是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了。这3枚宝丹现在在你们手上吗？拿出来吧。他一一搜查储物袋，所有的宝贝都无所遁形，最后凑齐了这3枚宝丹。他把龙丹拿在手里默默感应，片刻之后，他感应到了这宝丹中蕴含的大杀招九霄雷劫怒。一片恢宏的画面在他脑海里浮现，数片天庭积压，粗壮的天雷砸下，轰杀世界，转眼大地都成焦黑之色。他感觉到一阵后怕，这样的杀招未免太可怕了一点。只是现在他只能知道这杀招的名字，并不知悉其中具体的功法修行路径，这让他心里痒痒。随后又分别在另外2枚宝丹中感受到牛丹中的汉月镇狱境，马丹中的焚天烈焰蹄，每一个都是可怕的杀招。天灵地宝吗？这玩意还真得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顾平将这3枚宝丹连着装着3枚宝丹的铁匣子不珍重地收了起来，这可真是好东西啊。那我问你，剩下的9枚宝丹呢？剩下的被太阳教、离月宗、剑阁、大楚皇朝、大夏皇朝的修士拿走了。顾平恍然，竟然还有离月宗的事啊！也不知道是哪位同门错拿了他的东西。那我问你，这些宗门的修士可否都像你们一样杀人夺宝，专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那女修有点懵逼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心想你不也一样吗？那女修士还是开口，
进了这一季的修士大都是这样，大家彼此厮杀夺宝，各凭机缘，很少有修士是专心寻宝的，就算有也会被人抢。顾平叹气，世道变了，人心不古，还是要我这种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啊。这样吧，你把那些拿了其他宝丹的修士的名字告诉我，我就放你离开。女修摇头，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哪个势力的，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求求不要杀我，我年纪还小，还没有过道侣。顾平笑着点头，理解，你走吧，我不杀女人。多谢多谢。这女修从地上爬着，艰难地朝外边走，顾平确实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回头就发现了门外有一个匍匐在地，好像准备偷袭他的女修。他反应很快，立即至少甩出去一刀，一刀斩首。大胆贼子，竟然想要暗算我！这句话说完，他把在场所有人全杀了，尸体装进了储物袋，很是利索，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下辈子你们都要谨慎点，可不能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收拾完这里之后，顾平没有立即离开，但也没有放松警惕，毕竟今天是晦月，有灵力潮汐，如果修士长时间待在灵力潮汐之中，是会溺死的。足足等了一夜，天明之后，顾平安心地留下来了，继续探索这里，寻找可能得到的消息，不放过任何一个壁画。时刻再也没有人在此埋伏他了，就算是有几人偶尔进入这宫殿群寻宝，他也没有拦着，只要没人想要杀他，他肯定不会杀人的，这是他的原则。只可惜的是，只要有人发现他，都想杀他，他只能眼睛一亮，勉强收下储物袋了。在最大的宫殿内，这里的壁画保存的最是完好，甚至大殿本身都还残留着一些灵韵。顾平在这里细细研读了7日时间，算是对这个大殿群的过往有了一些了解。这片大殿群，或者说是这片已经破碎了的洞天，在上古的时候是一个叫做万兽宗的势力总部。这个宗门擅长临摹妖兽的行径，以此创造出杀伤力巨大的招式功法，也尤其擅长御兽炼丹，曾经辉煌到了极点，宗门内更是富足无比。只可惜有一天忽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宗门一夜之间被屠戮一空，传承断绝，现在后人更是只能通过这些壁画来了解那段过往。璀璨的文明，古老的修行圣地，原本是一地的霸主势力，却又顷刻之间覆灭。修仙界还是有太多事情是人无法预料的了。而这12枚天灵，正是万兽宗用来镇压宗门气数的底蕴，因为埋在地里，没有被人挖起来带走。顾平现在拥有3颗。了解了清楚之后，顾平也没有急着去赶路，而是找了一个地方安静的闭关，把储物袋里的尸体掏出来，一具一具都烧成灰肥。毕竟搜刮来的宝贝太多了，如果不把尸体处理了，的确会占据很多储物界的空间。烧制尸体耗费了顾平5天时间，而今日又是晦月，他站在宫殿的顶上盯着苍穹。3个小时后，他睁开了眼睛，感受到了空气中灵力的躁动，似乎是有一阵灵力之风从远处吹来。他没有犹豫，立即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但是他也是走走停停，没有立即深入遗迹，毕竟这遗迹之中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不能进入遗迹最中心的那血月笼罩之下的地方，那里会使人迷失在幻境之中。灵力潮汐逐渐狂涌，顾平赶路的速度提了上来，和他一起奔逃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修士，有的修士赶路不快，速度没有灵力潮汐涌动速度，待在潮汐之中坚持了片刻，就被潮汐卷走了浑身血肉，就连最后的白骨都被磨成白粉。吓人！顾平心有所感，希望大夏的皇子不是被卷进了灵力潮汐里，死在里边，可是尸体都找不到啊。顾平毫不犹豫施展烟罗步，身形化作一缕青烟朝远处掠去，不敢放松警惕。然而还未等他走多远，便听到前方传来激烈的打斗声。一处山口，3名炼气巅峰修士正疯狂厮杀，其中一位蓝袍修士胸口已被洞穿，却仍死死攥着一株赤红色的灵药不放。交出来，否则谁都别想活。你以为给了2枚灵石就想从这山口通过？黑衣修士面目狰狞，手中长刀劈向蓝袍修士。蓝袍修士冷笑，满脸是血。灵力潮汐马上就到，你们把守这山口，索要过路费，我辈修士还有像你们这样无耻的吗？话音未落，黑衣修士的刀锋已至，蓝袍修士仓促抵挡，却被震退数步，嘴角一血。顾平冷眼旁观，并未插手。他知道在这遗迹之中，信任是最奢侈的东西。果然就在3人缠斗之际，远处又冲来2名修士，其中一人狞笑道：既然你们都不要命，那这株赤血灵芝就归我了。话音未落，他抬手祭出一张符箓，瞬间化作漫天火雨，将3人笼罩其中。轰！爆炸声中，3人惨叫连连，黑衣修士当场殒命，蓝袍修士半边身子被炸碎，攥着灵药的手则被火雨烧成焦炭。2名后来者迅速上前，一人夺走灵药，另一人则毫不犹豫地一剑刺穿同伴的后心。抱歉，这灵药我一个人用更划算。说完之后，他立即站住山口的位置，
目光朝顾平看过来，喂，看什么呢？快点把储物袋交出来，否则休想通过这山口，在灵力潮汐里等死吧。顾平眼神冰冷，心中却已了然，进了这遗迹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好人。无论是太玄宗修士的劫掠，还是眼前这些为了一株灵药自相残杀的散修，所有人都在贪婪与生存之间挣扎。他不再停留，身形一闪，绕过山口，继续向遗迹深处遁去。然而就在他即将进入石殿时，一道阴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这位道友，既然来了，何必急着走？顾平脚步一顿，缓缓回头，只见那修士已经凑上来，正盯着他，手中握着大刀。修为不错，那你也得给点买路钱。他嘴角带着残忍的笑意。顾平看他一眼，你先摸摸一的脖子吧。顾平看他一眼，你先摸摸一的脖子吧。那人听闻此言，顿时觉得脖子凉凉的，急忙伸手去摸，轻轻一碰，脑袋就从脖子上掉下来了。顾平还得在灵力潮汐即将袭来的时候给他收尸。真他妈的是一群天才啊，守住山口不让别人过，你们自己难道留在这里等死吗？他继续朝着前边掠去。遗迹深处，灵力潮汐的余波尚未平息，狂暴的灵气在空气中肆虐，使得修士们的感知范围大幅缩减。顾平刚刚摆脱几名太玄宗修士的纠缠，杀死，正欲前往赤峡谷谷深处探索，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激烈的打斗声，隐约夹杂着熟悉的怒喝。韩立！顾平眉头一皱，立刻收敛气息，悄然靠近。在一片坍塌的石殿废墟前，废墟边上是一片药园，依稀可见这药园是刚刚被发现的，还有好多土坑都是新翻的土。此刻林木密集的药园里，韩立、林小婉、石勇和莫青云四人背靠背站立，周身伤痕累累，气息紊乱。而他们周围5名身穿金色长袍的修士正冷笑着逼近，手中法器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太阳教的杂碎！韩立咬牙怒骂，手中长刀已布满裂痕。你们趁灵力朝西偷袭，算什么名门正派？为首的太阳教修士嗤笑一声，遗迹之中弱肉强食，哪有什么正邪之分？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话音未落，他抬手一挥，一道炽烈金光如烈日般轰向4人。轰！四人承受不住，往后一退，齐齐喷血。石勇怒吼一声，单腿跃起，长枪刺向敌人咽喉，却被另一人挥抡砸断枪杆，铁靴重重踏在他背上，脊椎咔咔作响。这个体修汉子脊椎终于被打断了。韩立目眦欲裂，长刀裹挟，最后凌厉斩向敌人，却被几人联手烈阳轮震碎刀身，胸口遭金光贯穿，血染衣襟。他勉强抵挡，但早已力竭，被震得口吐鲜血，踉跄后退。林小婉脸色惨白，掷出最后3张爆炎符，却被太阳教修士以合击术法反制，伏火反噬，将他右臂灼至焦黑。这瘦小的姑娘咬牙道：难道真要死在这里？她想要拼命，却被莫青云死死劝住。别冲动，我们撑住，或许还有转机。林小婉惨笑，她带着的符箓已经用完了，不拼命就只有等死了。太阳教修士冷笑：转机？你们以为还会有人来救你们？他抬手凝聚第2道金光，杀意凛然。就在金光即将轰下的瞬间，一道身影如鬼魅般闪至众人身前，抬手一挥，竟将那炽烈金光生生震散。什么人？太阳教修士大惊。烟尘散去，韩立等人看清来人，瞬间瞪大眼睛。赵寒夫。顾平衣衫破损，气息紊乱，看起来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他咳嗽2声，扶腰勉强站稳，沉声道：诸位，没事吧？林小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还活着？石勇更是激动的声音发颤：我们以为你被太玄宗的人杀死了，我们去找你，连你的尸体都没找到。顾平苦笑一声，侥幸逃脱，但消耗太大，现在状态不佳。太阳教修士见状，顿时嗤笑：原来是个半死不活的废物，也敢来送死。顾平故作虚弱的喘息，低声道：诸位，我拖住他们，你们找机会撤。韩立咬牙：不行，赵寒夫，你快走吧，不要管我们，趁着现在你还有力气。顾平摇头：别废话，快走。他们待在这里，他是一点威力都不好发作。太阳教修士见顾平气息不稳，顿时放松警惕，狞笑着围了上来：不知死活的东西，既然你们感情这么好，那就一起上路吧。顾平没办法，4个队友没有想要逃走的心思，他只好艰难地抬起青红剑，剑锋微颤，似乎连握剑的力气都没有。杀！太阳教修士同时出手，5道金光如烈日般轰来。顾平勉强挥剑抵挡，剑光看似微弱，却在接触金光的瞬间，悄然运转阴阳2气，将攻势化解于无形。咦？太阳教修士一愣，还未反应过来，顾平已踉跄前冲，剑锋恰好划过一人咽喉。噗！
噗！鲜血喷溅，那人瞪大眼睛，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一个重伤之人秒杀。剩余4人大惊，立刻全力出手，但顾平身形如鬼魅般游走，每一次勉强闪避都恰好避开致命攻击，而他的剑却总能在最巧合的时刻刺入敌人的破绽。噗！噗！噗！转眼间又有3人倒下，最后一名太阳教修士终于意识到不对，惊恐后退。你根本不是重伤。顾平嘴角微扬，终于不再掩饰，身形一闪，剑锋已抵住对方咽喉。现在才明白，晚了。是，最后一人倒地，顾平收剑，转身看向目瞪口呆的队友们。韩立等人彻底懵了。赵兄，林小婉声音发颤，你刚才……顾平脸色虚白，微微一笑，故作虚弱的咳嗽2声。运气好，他们大意了。我的步伐比他们的精妙。石勇咽了口唾沫，这哪是运气？你明明……莫青云深深看了顾平一眼，低声道：“多谢相救，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韩立深吸一口气，郑重抱拳：“赵兄，大恩不言谢，日后若有需要，韩立万死不辞。”顾平摆摆手，笑道：“都是队友，何必客气？不过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众人点头，迅速收拾战利品，跟随顾平离开。路上，林小婉忍不住凑过来到他身边，低声问道：“赵兄，你到底是什么人？”顾平笑而不语，只是无奈道：“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散修罢了，这里边吃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众人对视一眼，嘴里不说，但是心中震撼更甚。这个看似普通的赵寒夫，恐怕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可怕得多。遗迹深处，灵力潮汐骤然加剧，狂暴的灵气如怒海狂涛般席卷而来，地面崩裂，古殿坍塌，所有修士都被迫朝着遗迹深处逃窜。顾平与韩立小队在混乱中前行，最终他们和许多人一样，被潮汐之力推入一座宏伟的地下宫殿。宫殿通体漆黑，墙壁上刻满古老符文，妖兽的图案在这里随处可见，让人害怕。穹顶悬挂青铜古灯，灯芯早已熄灭，却隐隐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地下的道路四通八达，顾平进来的时候，古殿深处就已经响起刀剑交加的声音了。越来越多的修士涌入进来，这古殿似乎有众多入口。顾平小队此刻一边赶路一边疗伤，队伍的核心隐隐变成了顾平。几人对视了一眼，此地明显不是什么祥和之地，越是往里边走，或许人越多，不免要厮杀，活命活下来估计都很难。顾平没有急于往里走，这群队友伤势太严重了，他顺着一条地宫岔路到了一间耳室，在这里休养片刻吧，疗伤结束才能继续往里进。好，顾平自己也盘坐了下来，慢慢等待。杀人夺宝，最后出场渔翁得利才是最省事的人，现在进去的一旦拿到点什么宝贝，就会被人围攻，得不偿失。现在灵力潮汐把所有人困在地宫里，他也不用担心有人夺了宝贝跑出地宫。对于有心思进入遗迹大吃一口的人来说，今天真是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时机了。2个时辰后，听到地宫深处的动静逐渐变小，顾平睁开了眼睛：“你们留在这里吧，我进去看看。切记，此向各位得到的宝贝已经不少，不要贪心冒进，这种地方是福不是祸。”众人还想要拦住他一下，顾平就已经走了，赶往地宫深处。韩立和几人面面相觑，最终他还是无奈开口：“我们和赵道友不是一路人，此行我们的收获已经不少，没必要继续冒险，还是待在此地养伤，等到灵力潮汐一过，我们就出去。”好。顾平越是往里走，越是心惊，这地宫通道越是往里走，尸体越多，这些暴毙在此的尸体，也只有他耐心的一具又一具的捡起来，装好，最后他的储物袋都装不下了，可见死人之多。他只有加快脚步，往宫殿深处奔袭。1刻钟后，他来到了一个中央大厅式的殿堂之中，许多储物袋和宝贝被堆放在大厅中央。他一出现，就有人朝他轰杀，但却没有下死手。顾平也拿出自身的实力来，2轮刀气开路，拦阻的人也纷纷让开，认可了他的实力，没有继续争斗。大家都是炼气巅峰，真要拼了命下死手，谁也说不好会是谁死。人多欺负人少才是好办法。大殿之中站着几十个，有男有女，气质皆是不俗。顾平隐隐能看出来几家势力，道友来自何方势力。他没有说话，高手是不用开口的。他直接走到离月宗的几人中间。离月宗顾平见过几位师姐，哈哈，原来是我离月宗的人才啊！师弟别怕，有我等几位姐姐在这里，没人敢欺负你。好。顾平站在4个姑娘身后，时不时低声和他们说说笑笑。顾平自然是拿出来宗门令牌给其中一女查看。你是顾平？那女子小声开口。是。你也是够胆大的，圣女都敢勾搭，事情都传到我小东山合欢楼了。谬赞了师姐，我只是替圣女做事。说着说着，他就搂上去了，
女修的身子很香，腰肢纤细柔软，这让一个多月没碰女人的顾平舒服起来了。原来是和小东山驻地合欢楼的师姐啊，也不早说。离月宗的弟子一旦外出为宗门做任务，就可以享受各地合欢楼师姐们的半价优惠，这是合欢峰师姐们对宗门男修士的回报。也因此，离月宗内部男修女修的关系最为和谐。男修们都记着师姐们的恩情，毕竟师姐们在外辛苦的做生意，为宗门赚零食，还要补贴他们一众男修。女修也记着男修士们在各处守护宗门矿场势力的艰辛，双方都很体谅对方。为圣女做事就是为宗门做事，总要比给圣子当狗腿子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师弟可真风流。这师姐腰肢一扭，却并没有正开，几乎是贴在了顾平身上。顾平忍不住又上下其手，这让师姐顿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吸引了一众男修看过去。师姐这种性格当然是趁机开口，各位师兄都别看我了，好羞人啊，若是惦记我，一定要去1季外的合欢楼找我。我是天字号房倩倩，我是天字号房东东，妾身天字号小雅。妙妙。最后一个姑娘最是青涩害羞，但顾平这种在离月宗活了几十年的人，一看就知道最后这个世界生意肯定是最好的。一番自我推销之后，场中有几位男修的呼吸立即就沉重了起来，恨不得代替顾平现在就对他们把玩一番。顾平也是给力，听到他们吆喝，也立即伸手把几位师姐的妙处都捉弄一番，看得在场的男修士心痒之极，他们怎么可能不想像顾平这样把玩女修士？今天他们又抢了这么多好东西，等一下出去了1季，无论怎样也要去合欢楼潇洒一场了。这群女修真让人惦记。一阵小插曲过去，众人似乎也接受了顾平的到来，所有人的目光重新回到大殿中央，顾平也看了过去。而在宫殿正中央，一道巨大的结界屏障横亘在前，其上流转着12道玄奥纹路，每一道纹路末端都连接着一座凹槽，共计12个。一众修士纷纷尝试破阵，却发现无论是蛮力轰击还是符箓阵法破解，皆无法撼动结界分毫。顾平也试着轰击了片刻，最终一名太玄宗阵法师沉声道：此乃上古12天灵锁，需集72枚天灵妖丹嵌入凹槽方能开启。此言一出，众人哗然，但是谁都没开口，毕竟那12天灵妖丹可都在众人的口袋里，谁兜里有几颗大家可都不知道，现在一下再让大家都拿出来，谁能愿意？但是眼看着这里有一个结界，里边的宝贝有多大，大家也都心里痒痒啊。顾平没吭声，这太玄宗的阵法师这么开口，应该是有原因，大概是太玄宗的人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人被杀了，手上的天灵妖丹也被夺了，所以想要在这个时候故意如此开口，让大家拿出妖丹来看看凶手到底是谁。众人一时间也都不吭声，虽然眼馋这结界里的东西，但是谁也没有先说话。顾平已经开始提前观察了，这里边有大夏皇朝的人、大楚皇朝、太阳教、太玄宗、忠义军、剑盟的人，加上离月宗，一共是7大势力，总共37人。顾平小声开口：师姐，我们往大夏皇朝那边凑凑吧。花名倩倩的师姐严肃地开口：师弟，我离月宗向来是中立的，不与人为敌。顾平看他一眼，耐心开口：如果我想要瓜分利益的话，分钱之前谁中立我就先杀谁。倩倩师姐沉吟片刻，只是大夏皇朝和我宗关系一般。顾平将储物袋中夏元贞给的玉佩拿了出来，倩倩眼睛一亮，能得到夏元贞委托的只有3人，没想到这第3人竟是同门的顾平。好，等到场中有变化，我们就凑过去。是师姐小觑你了，能得到夏元贞委托的，无一不是人中龙凤。顾平浅笑，只有庸才会在乎别人的评价。倩倩一愣，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你能为圣女殿下做事了。此刻场中的气氛已经有了变化，太玄宗的那位阵法师忽然开口：据我所知，大夏、大楚、太阳教、剑阁都有天灵妖丹，何不我们一同出手打开这座结界呢？他一下子把妖丹的拥有的势力都说了出来。这几个势力的人脸色有些差劲。大楚皇朝的人直言开口：我大楚可以拿出来打开结界，但是没有妖丹的实力，现在必须离开，不得与我等共同进入结界之内。一边说着，他将目光看向了离月宗、忠义军2家队伍。太阳教的人也跟着开口：放他们走其实也不妥，若是他们出去了，到处谣传我们拿到了逆天宝物，我们几家岂不是也被动了？有道理。剑阁的人跟着开口：大夏皇朝只是进来找皇子的，此刻并未开口，但是众人的一席话还是将离月宗和忠义军2家推到了对立面。离月宗的几位师姐顿时紧张了起来。顾平有疑问，他审问过那太玄宗的女子，分明离月宗也是有天灵妖丹的，现在怎么会没有呢？原本是有的，1枚蛇丹，1枚鸡丹，但是被一伙抢走了。谁抢走的？顾平立即皱眉起来。太玄宗。倩倩师姐的目光朝着那阵法师看了过去，
眼中的仇恨丝毫不减。那人注意到倩倩的目光，阴恻恻转头笑着看了他们一眼，一脸嘲讽。顾平大声询问师姐：“师姐，你确定是太玄宗抢了我们的蛇丹和鸡丹？”“确定，因为我离月宗得到这2枚天灵石，2大皇朝和剑阁的人都知道。”“好！”顾平暴喝一声，“有理有据即可。”他朝着太玄宗的队伍开口：“敢抢我离月宗的东西，你们几个是活得不耐烦了吧？10息之内还回来，否则死！”他这话一出，离月宗的几位师姐心已经吊起来了。顾师弟怎么能这么冒失？现在离月宗已经是众矢之的了，想那个办法脱身即可，怎么还能主动找茬呢？太玄宗的人哈哈大笑：“你算个什么东西？躲在女人裤裆里的小瘪三也配叫嚣？这妖丹就是我们抢的，怎么了？你们5个难道还想要把我们7个人杀了不成？”顾平眼睛一亮：“好！”他忍不住开心的大喊一声，然后骤然暴动起来，一手刀一手剑，烟罗布瞬间临近，一个劈砍就有2人被腰斩。趁着对方没有反应过来，他又是2刀，又死2人。最后3人已经完全呆愣住了，一动不动。终于在顾平看过来的时候，他们转身就跑，一点战斗的想法都没有，只想逃命。顾平哪能让他们就这么离开了，立即动身追了上去。但是这一次他却被人挡住了。太阳教和剑阁的人将他拦住：“这位道友，没必要赶尽杀绝吧？你让他们把妖丹还一颗回来，和离月宗相安无事多好。”顾平收刀站直，不再动身，朝着活着的3人开口：“那你们3个把那2个我离月宗的妖丹还回来吧，我可以不计前嫌。”那3人死里逃生，又见有太阳教和剑阁的人帮忙，哪里还愿意返还妖丹？此时更是硬着脖子开口：“小畜生，你竟乱杀人！各位道友动手，合力将他拿下。此子身法精妙，杀了他这身法就是我们的了。”顾平一叹，此时的他依旧很有耐心，毕竟他现在是离月宗弟子的身份。“2位道友，你们也看到了，这3人不愿意归还，不愿意归还，那就不归还了。你做人要大度，现在你把你的身法交出来吧，不然的话，我们出手你必死。”顾平沉默，然后叹了一口气：“我真不想乱杀人的。”他转头朝着4位师姐开口：“师姐，你们站远一点，小心弄脏衣服。”话音未落，他就使出了太极双刃，眼前挡住他的太阳教和剑阁的人被瞬杀，他又飞窜而过，一人一刀将太玄宗的3人杀死，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离月宗的4位女修早就看呆了，这同门师弟是怎么进来的？不是说只有炼气可以进来吗？不对，他还是炼气修为。顾平杀完人之后，也不等太阳教和剑阁的其他人围上来，他主动走了过去，周身杀气如潮水般涌动，手中赤焰刀映出森冷寒光。剑阁与太阳教的7名弟子早已目睹他连斩2名炼气修士的凶悍，此刻见他步步逼近，个个面色惨白，浑身发抖。此刻剑阁和太阳教残存的弟子害怕极了，顾平的杀招太让人恐惧了。“道友稍等，我们无冤无仇，不要杀我们啊！”剑阁男弟子心里颤抖，这煞星方才杀王师兄10眼都不眨，我才炼气9层中期的修为，在他面前怕是一招都接不住。2个太阳教女修脸色发白，这种杀戮的场景他们哪里见过？2女指甲掐入掌心，他看我的眼神像看死人。不行，我必须活下来。眼看顾平提着剑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为首的剑阁弟子猛地跪地磕头，额头砸出血痕：“道友明鉴，死的那2人与我们毫无交情，我们愿献上储物袋，求前辈。”话音未落，顾平刀光已斩断其左臂，鲜血喷溅中冷笑道：“没有交情？那刚刚他出手拦我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拦着他？我怎么不见你们及时划清界限？还不等他动刀子？”一名太阳教女弟子窜到他身前，他眼角含泪，却强作媚态，扭腰跪爬向顾平：“奴家愿侍奉道友，只求留我一命。”另一位剑阁的清冷女修也学着样子凑到顾平身前，云鬓散乱，杏眼含春，腰带松垮欲落。他们的舌尖微舔唇上血渍，手指故意拂过大腿：“只要道友留奴一命，奴婢一辈子随您。”顾平反手一刀结束他的屈辱。“你们也配！”此时残余的3名男修已彻底崩溃，其中剑阁弟子竟匍匐着去舔顾平靴上血渍。汪汪汪！小人愿当灵犬！顾平一脚把他踢开。“太阳教，你看看你带出来的弟子！”另一人疯狂撕扯自己衣襟，露出情面刺青：“我偷看过教主夫人沐浴，能带您去太阳教密库。”话音戛然而止，他的眼球突然爆裂，顾平屈指弹出2道气劲，连带最后那名尿湿裤裆的太阳教徒一同钉穿颅骨。女修见状绝望尖叫，竟主动撕开肚兜，想缠上顾平腰间，想偷袭。他赤焰刀锋一闪，他丰腴的身躯顿时裂作2截，落地时仍在诡异的痉挛扭动。
杀完人之后，他一具尸体的装起来，又笑呵呵地站在原地，朝众人开口：大家都见笑了，我这人嫉恶如仇，这群人先前在各个宫殿里埋伏，猎杀各个势力的弟子，手上沾满了人命，我也算出手替那些冤死的同道们报仇了。大楚皇朝的修士急忙躬身弯腰，顾道友侠心仁义，让人佩服啊！我辈修士就应该如同顾道友一样，嫉恶如仇。是极是极。大夏皇朝的人也跟着开口，表示赞同。顾平压了压手，呵呵一笑，低调低调，大家都是替天行道。众人一脸尴尬，但是得陪着笑。顾平脸色一正，从太玄教修士的储物袋里拿回来蛇丹和鸡丹，又从太阳教和剑阁修士的储物袋里掏出了虎丹、鼠丹、兔丹。此时他手上的天灵妖丹的数量已经来到了8枚，鼠、牛、虎、兔、龙、蛇、马、鸡，只剩下羊、猴、狗、猪4枚妖丹缺失。他叹了一口气，朝着在场还剩下的3家势力2大皇朝和忠义军开口：诸位，现在这结界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呢？大楚王朝的人挺身而出：顾道友，不用你出手，等我解决了闲杂人等之后，我们就打开结界。一边说着，大楚皇朝就和忠义军的人轰杀了起来。最后大楚王朝6人杀死了忠义军的4人，但是他们也搭上了2条命，只剩4人。现在在场的3家势力，离月宗、大楚皇朝、大夏皇朝。顾平看着大楚皇朝染血的4人，有些疑惑的开口：我让你们动手了吗？还有，你们这是在杀人夺宝吗？大楚皇朝的4人脸色骤然一变，急忙开口：不是，道友明察啊，我们和他们早就有恩怨，现在是报仇的时候。顾平摇头，恶狠狠地开口：当着我的面杀人，现在又一面之词，该死！当杀！他手起刀落，不再给这些人机会。全场死绝，只剩下大夏王朝的4位修士，此刻已经是浑身颤抖。看到顾平从大楚皇朝的储物袋里拿出来了3枚天灵妖丹的时候，他们就明白，顾平从一开始就想要拿走所有的妖丹，取得万寿宗的完整传承。大夏皇朝的人不傻，此刻也拿出了自己身上最后一颗妖丹。顾道友，我们大夏王朝这一颗也给你算是买命钱了。顾平回头一笑，无奈扶额：哎呀，真是客气了，我可没准备想要对大夏皇朝怎么样呢。但他的手还是老实的把最后一颗妖丹拿了回过来。此时12颗妖丹已经凑齐了。顾平严肃地盯着眼前的阶级，几位大夏皇朝的道友，离月宗的师姐，此刻还请发下道誓，此地发生的所有事情你们都不知情。大夏皇朝的人自然是一点都没耽搁，急忙发誓。发誓之后，他们也知道自己确实是活下来了，不会被杀。这顾平的一身功力真是堪称可怕。这个世上竟然炼气期都如此猛的人物，此刻12枚天灵妖丹悬浮于顾平掌心，每一颗都泛着不同色泽的妖异霞光。牛丹赤红如熔岩，马丹青翠似碧波，龙丹则缠绕着紫电嘶鸣。他缓步走向结界，脚下泛起涟漪般的符文，仿佛整座古殿都在随着他呼吸震颤。当最后一枚妖丹嵌入凹槽的刹那，12道纹路骤然坍缩成漩涡，结界屏障化作漫天星屑旋转，竟在地宫的穹顶凝出一幅洪荒形图。天灵归位，万妖俯首。苍老的道音震荡神魂，在场修士无不气血翻腾，修为虚浮的几位更是七窍渗血的踉跄后退。烟尘散尽后，结界中央有一个道石门，顾平走向石门，轻轻推开，回头看一眼，他疑惑的开口：你们都不进去吗？那我一个人进去了。没人吭声，也不敢吭声。顾平无奈，只能一人进入石门之后。进入之后，咔的一声，顾平又随手关掉了石门。既然他们不进来，那就待在外边，不要来打扰了他。定睛一看，此间石室竟浮着一座青铜祭坛，其上悬浮3件笼罩混沌雾霭的秘宝。顾平喉结滚动，一下就是3件宝贝。3件宝贝，他看不清楚里边到底是什么，只能凭借着感觉猜测，大概率是万寿宗的至宝。但他依旧谨慎，若是有人再次营造一个宝贝的假象，设了一个陷阱，他就万劫不复了，也要防止被人夺舍。喂，老狗，你以为你的魂魄藏在一团雾气之中，我就看不到你了吗？3团宝贝没有反应，他伸手去摸，就在他指尖触及祭坛的瞬间，异变陡生，一本虚幻玉书从混沌雾霭中爆射而出，竟直接穿透顾平眉心，没入子府。他瞳孔骤缩，脑中轰然炸开万千篆文，单道真解，4字如血烙般刻进元神。仙果、仙药、神水，无穷无尽的大药在他脑海之中飞快轮转循环。有的大药遮天蔽日，有的草药矮小伶俐，一片叶子斩下苍穹，更有神水灵泉，浩浩荡荡地侵袭了数个大世界。最终这些东西却被一人装进了炼丹炉里。顷刻间，炉中像是有大宇宙在开辟，
声势浩大到了极致，又如同鸿蒙世界被创造，隐隐竟与他丹田内积存的阴阳二气产生共鸣。顾平心思震动，这丹道真解真可谓是异象无穷无尽，炼丹师竟然也能有如此强大的威能，太过骇人。顾平反应过来之后，又去伸手拿剩下的2件宝贝，谁知这2件宝物其中1件就是烈火，他一沾上就浑身被点燃，血肉都在被燃烧。另一件则是一块玉盘，玉盘上又12个凹槽，他刚一拿到，身上的12枚妖灵就归位凹槽，12大妖像是活过来一样，在他手中的玉盘里横冲直撞，想要逃开他的手。顾平不得不把玉盘紧紧地抓在手里，但还是被这玉盘牵引着往外走。呼呼一阵风声，外界众人只见顾平浑身腾起金色妖火，发出凄厉的惨叫，他正忍受着经脉被这一簇火焰寸寸撕裂的痛苦。12枚天灵妖丹的力量在顾平手中轰然爆发，火焰从毛孔中喷涌而出，将他化作一尊嘶吼的火人。火焰并非凡火，每簇火苗里都翻腾着大妖虚影，牛魔登梯灼烈青石，龙影缠绕烧穿铜柱。他踉跄冲出结界石门，沿途滴落的血焰将地面蚀出蜂窝般的孔洞，吓得大夏皇朝修士连连后退。众人吓得不敢说话。顾道有他，莫非触怒了上古禁制？离月宗4位女修却面色巨变，倩倩师姐袖中绫罗刚卷向火焰，便被妖火焚为灰烬。顾师弟，他咬牙掐诀唤出寒冰屏障，却被火中龙影一爪拍碎。他自己也被火焰席卷一瞬，手臂被瞬间烧伤。眼见顾平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大夏皇朝老修突然开口：顾道友此去恐怕凶多吉少啊，那火焰只是让人看一眼都害怕。话音未落，离月宗持剑女修已一剑刺穿他脚背，再聒噪，下一剑便是咽喉。本门的天才修士被烈火点燃，他们的心里怎么会好受？待妖火残留渐息，众人战战兢兢踏入石门，只见祭坛光洁如新，中央凹槽还残留着顾平的血掌印。大夏的几位修士突然狂喜，快看，这祭坛材质是传说中的星域混天铁。他掏出一方，仅怕轻触祭坛，竟未被反噬，顿时惊讶起来。顾道友拼命取走的必是障眼法，所以他被烈火焚烧，珍宝在此啊！离月宗的几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忙不迭合力收起祭坛。我们发下过道士，所以这祭坛我离月宗和大夏王朝共享。理应如此。两拨人却未察觉角落里一枚玉简正悄然化为齑粉，那才是真正的核心宝物。此刻因顾平取走传承，早已自毁。另一边，顾平浑身欲火，从地下宫殿之中窜出来，他此刻如同一个金色的火人，被玉盘的力量带着朝着遗迹深处狂奔。这道金色的火焰如同复古之居，从经脉一路烧灼至骨髓。他感觉到浑身的血肉都在烧焦，再这么烧下去，他肯定会被活活烧死的。但是此刻玉盘也不老实，龙形虚影撕扯着他的右臂，牛魔虚影在胸腔内蹬踏，每踏一步都震得他口吐鲜血，玉盘在掌心疯狂震颤。12枚天灵妖丹在凹槽中发出刺目妖光，仿佛要挣脱束缚，重返自由。眼看自己就要被拖着往遗迹最深处走去，他揭开一瓶疗伤丹，飞快往嘴里倒，又吃了一瓶9转回气丹。这丹药可以瞬间恢复7成灵力，价值不菲。他本来留着换成钱的，但是此刻也是不用不行了。给我朕！他咬牙将阴阳二气灌入玉盘，黑白灵力与妖火交织成网，暂时压制住暴动的玉盘。趁着这喘息之机，他踉跄撞进一处坍塌的破旧废墟。残垣断壁间有座干涸的灵泉池，他直接跳进灵泉池，池底已经干涸。天要亡我吗？他体内阴阳之气流转，他似有所感，一刀劈开了灵泉池的池底。扑通！顾平纵身跃入水池，妖火玉玄冰顿时爆发更剧烈的反噬，他的皮肤开始一边燃烧皲裂，露出底下熔岩般的血肉，剧烈的水汽从他身上蒸发起来，他像是在被热水煮着，比刚刚烈火燃烧时还要痛苦。他没办法，只得从水里跳出来，盘坐在地，尝试用自己的阴阳灵力去引导这团火焰。一边引导，他一边运转太阴炼形诀，冰肌玉骨这一修行意象，此术是女修所用，只是此刻被强行催发来保命，因为别无他法。他蜷缩在冰池角落，左手死死扣住玉盘按在怀里，右手不断掐诀。阴阳二气在体内形成太极漩涡，将侵入心脉的龙形火焰引向丹田，那里的阴阳二气最为浓郁。金色的火焰开始在丹田内疯狂流动，竟然让它留在没有消化的修为燃烧，化作精粹灵力。原来如此，顾平突然明悟，忍着灼痛开始引导火焰在周身经脉游走。火焰所到之处，他疼得难以忍受。火焰之人盘坐在地，仰头大喊。他一把扯开焦黑的衣襟，浑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被烧的同时，玉盘又开始躁动。顾平一拳轰在玉盘上，
若不能为我所用，那就毁掉。他开始引导身上的火焰去烧玉盘，一直烧得玉盘上的天灵妖丹疯狂颤抖。没多久，这玉盘就安静下来了。顾平趁机把这12个天灵妖丹从玉盘上一一拿起来，装进12个铁匣子里。这铁匣子也并非凡物，原本就是用来装这些珠子的。最后一枚珠子装进铁匣子之后，玉盘也彻底安静了下来，被顾平收了起来。顾平浑身欲火，金色火焰如同复古之躯，他疼痛难忍，被烧得遍地打滚，丹田庞大的修为灵力被这火烧了一干二净。他心疼不已，丹田里还有他没有消化完的萧千宁的元婴之力，下次睡清白的元婴女修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烧了丹田里积存的修为之后，顾平发现这火已经点燃了他的修为，他的炼气13层的修为被点燃，1个时辰就烧到了炼气11层。他刚刚适应这火焰，觉得这火焰是在淬炼他修行中不扎实的地方。下一刻，火焰直接烧到他的神魂。啊！比之前痛苦100倍感觉袭来，顾平躺在地上浑身颤抖，这片地面都跟着着火。他把储物袋里所有的玄阴草拿出来，塞进嘴里。这东西本来是壮大神魂的大药，此刻他只能拿来做这大火的燃料。太阴炼形诀在飞快的运转，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认真的修行神魂。他发现了这火烧肉身、烧修为的时候，他还都能勉强扛住，毕竟他肉身和修为都很扎实。但是轮到神魂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那浅薄的神魂瞬间被烧穿。不知过了多久，顾平觉得自己被烧傻了，想到这火焰该不会要配合丹道真解使用吧。顾平咬牙从储物戒中拽出炼气炉，这尊通体漆黑的炉子刚落地就被惊艳吞没。他毫不犹豫地将一具具尸体投入炉中，太玄宗修士的残躯在火中发出噼啪爆响，血肉化作灰白色磷肥簌簌落下，一罐一罐的灰肥被他烧出来。这金色火焰在炉子逐渐变得可控起来。烧！都给老子烧！顾平癫狂大笑，半边脸已被火焰吞噬，露出森森白骨。他索性将整条左臂插入炉火，阴阳二气在骨肉间流转，竟将妖火一点点导引至炉中。炉火渐成太极之形，金色焰心处渐渐浮现一枚金色火种。顾平恍惚看见那火种中坐着个3寸高的火焰小人，正朝他咧嘴一笑。火焰小人和他一模一样，兼具他的灵魂体神韵。他张口一吸，这成熟的火种被他吞下，欢快地游走在他的体内各处，逐渐和他的血肉、修为、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原来如此，他残缺的嘴唇艰难开合，丹火认主，需要修士献祭自己，以血肉为引。当最后一具尸体化为灰烬时，金色火焰也彻底温顺如稠，顺着顾平焦黑的经络游走，所过之处交加脱落，新生的血肉泛着金色火焰的光泽。顾平体表胶加速脱落，新生的肌肤莹如玉石。他疲惫地躺在地上，又滚进了水里。新生的肌肤白皙晶莹，如婴儿般细嫩，五脏六腑也迎来了新生。他及时吃了2枚血气丹，补充一下血气。终于熬过去了。他把地上的一罐又一罐的灰肥收了起来，装进储物袋，然后放松自己在池水之中泡着，疲惫地睡了过去。这一睡就是5天时间，5天时间他才缓过来。从储物袋里找了一套衣服穿上后，他才真正走出这片小废墟。娘嘞，这还是遗迹里吗？这里的环境明显和遗迹外围有了区别。他又在4周赶路了1个时辰之后，只遇到了1个人，这让他确定这里已经临近了遗迹的核心区域。他快速离开，接下来的时间他就默默安静地搜查遗迹，在药园各个小结界之中寻找机缘，日子变得悠闲起来。他只是觉得最大的机缘已经被他拿到，就没有必要再费心思去寻找其他机缘了。一路哼着小曲，顾平悠哉悠哉地沿着遗迹边缘游荡，活像个出门春游的闲散修士，哪像是来拼命夺宝的。看着远处主殿区依旧打得热火朝天的修士，他摇摇头，这帮莽夫懂什么寻宝？真宝贝都藏在没人注意的犄角旮旯呢。一味的杀人夺宝，反倒是没人会去真正的寻宝，会错过许多东西。药园就是最好的例子。2日后，他经过一处药园，爬满藤蔓的石门都快跟山壁融为一体了，偏偏他顾小爷一眼就看出问题，门框上百草阁3个字模糊的都快看不见了，可那藤蔓里飘出的甜香味骗不了人。3两下破开禁制，里面锁灵阵保护的好好的7株9转青冥草，绿的跟翡翠似的，叶尖上还挂着露珠一样的月华精华。这东西要是搁拍卖会上，肯定得抢破头。他美滋滋的连土带根薅走，连带着把阵眼那块刻满符文的青石板都撬了。这玩意儿拿回去研究研究，说不定能仿制个锁灵阵，守护他一手打造的灵田。3天下来，他储物戒指里彻底塞满了800年的血参，刻满古篆的青铜灯，甚至还有半坛子闻着就上头的灵酒，瓶身上兽王醉3个字龙飞凤舞。顾平尝了一小口之后，晕睡过去3天，
醒来的时候，自己的肉身已经凡胎进中期了。这灵酒简直就是大药中的精华。当然，这几天时间内，就算是在人少的核心区域，他都被人打劫过2次，不得不出手，不得不拿到2个饱满的储物袋。整理储物界的时候，顾平忽然发现了一件东西，夏元真给的玉佩。他才想起来自己进来顺便也要帮忙找人的，立即动身起来。想起来自己还要帮夏元真找人，顾平就也没有闲下来了。找人好啊，得找人，这差事不错。他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找找人。那些从离月宗跟出来的圣子大人的走狗们，不知道他们在遗迹里的收获如何。如果收获很差的话，那就没意思了。他拿出从太玄宗修士那里拿来的地图，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清扫。在这份地图上，小东山遗迹的外围部分被分成了7个大的区域：大蛇湖、藏龙谷、古殿群、大药园、流沙地、地宫、跑马山。7个区域当中，顾平一行人进入遗迹之后，就到了流沙地，斩杀了火蜥蜴和火灵江。随后他又在古殿群发家致富，审判有罪的修士。最后在地宫之中拿到了此行最大的机缘：金色火焰、丹道真解和12天灵玉盘。他经过的3个地方都没有大夏皇朝皇子的踪迹。此刻顾平看着地图上自己所处的位置，临近的是大药园，他就朝着药园的地方赶过去了。吉布来到大药园的时候，饶是顾平战利品数之不尽，得到的草药数量也是非常多。但是此刻来到大药园之后，他也为之震惊，此地规模空前巨大，能够种植草药的区域更是数十上百亩。只可惜的是他来晚了，这里已经没有多少有的东西了，只有几座照看灵药的宫殿，几块其他修士不屑于采摘的低等级灵药。但是顾平毕竟是过惯了苦日子的人，他深知这些东西积少成多，可也不少呢。而且还有许多是非常幼小的灵药幼苗，这些幼苗没有太多价值，修士如果自己来种植的话，费时费力，不如直接买成品来的。但是顾平可不是这么觉得的，他有几十亩的灵田，虽然现在灵田的灵力还只是很微弱，可毕竟他现在能够杀死人的修为也不是很高。地里如果撒上金丹元婴期的肥料，即便是这些高阶的灵药，也能够在他的灵田里长得很好。种地多好啊，不像别人打打杀杀的，他就喜欢种地。顾平动身起来，把这些一颗一颗的灵药幼苗连着根系的土壤一起装进自己的储物界之中。遗迹的开放并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在这里的时间会非常的充裕。大多数遗迹在被修士完全的开发之后，都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丧失了灵力和底蕴的洞天，所以他也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困在这里。2个月以来，顾平就一直在这里移植灵药，细心的把它们装起来。这一天，正在忙碌的顾平忽然发现了脚底下这块灵田似乎有一些问题。普通的灵田里边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的土壤，但是今天他发现的这一块地的深处是2色土壤。他把土层表面的土移开之后，就发现深层的土是灵力充沛的2色土，这种土的肥力甚至要远胜于他在九幽峰灵田的土壤，即便是拿去售卖，应该也能卖出不少灵石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始收集这些灵土，转身看向灵田的最深处，那里的灵药品级更高，只是他按照顺序来移植幼苗，还没有工作的那个地方。此刻他直起了身体，朝着最深处走去，然后一锄头挖了下去。最初的2米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当土层来到第3米的时候，顾平感受到了一阵身体上的轻松愉悦，这是灵力充沛达到了外溢的程度。现在他眼前的是3色土，土壤里的灵力堪称恐怖。他没有犹豫，立即动手收集，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以后他炼丹需要的就是大量的灵药。有的灵药有价无市，被牢牢地把控在大势力的手中。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研究一下如何才能让普通的灵土变成这种有多种颜色的灵土，或许这些土要比灵药更加值钱。顾平挖得很细心，没有浪费一点一滴，可惜的是这3色灵土太少了，只有浅浅的一层。他掘地3尺收集到的也只有3方土。没有收获之后，他回到了2色土的区域，疯狂的劳作，像是一个勤恳的农夫。他必须要加快时间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修士到来。先前他收集幼苗的时候，就有许多修士来到大药园，每一个月来到这里的人都像他来时候一样，一点收获都没有。但是看到他在这里劳作搜集，以为是顾平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宝贝。他们大多数人都会悄咪咪的凑过来看一眼，在看到顾平连灵药的幼苗都不放过的时候，都会暗自骂一声，竭泽而渔。当然也有骂出声的，都被他杀了。更有甚至有的修士竟然把心思打到他这个老农身上了。对于这种人，顾平也是眼前一亮，拔剑就杀。也因此顾平这段时间虽然只是在干农活，但也算是收获不菲了。2色灵土的数量不少，虽然也是浅浅的一层，顾平收获了10方，这已经足够了。这种超大型灵田里的灵药都没有直接用双色土种植，也只是把双色土埋在了地底。这么多双色土铺上薄薄一层的话，也可以种很多东西了。
收集完领土之后，顾平又去把其他地块的林田也都挖开，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土。历时2个半月，顾平终于结束了大药园的探索工作，没有找到大夏的皇子。顾平离开1个小时后，有一对修士兴冲冲地来到大药园。师姐，我跟你说，虽然这里上了年份的灵药没有，但是你想要幼年那可就……那修士还没说完，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天杀的！师姐，我要和你说，2个月前这里最起码也有灵药的踪迹，你会相信我吗？此刻的解释是十足的苍白。哪个畜生啊，幼苗都薅走了，林田的地都被翻了一遍，这他妈的真是掘地3尺啊！众人站在药园的入口处，差点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这里哪里像是药园啊？什么时候被挖成战壕了？我们到处看一看吧。一旦那个畜生还没有走远呢，我倒要问问他，这是人干的事吗？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谁也不傻，几人只能无功而返。另一边，顾平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太玄宗这地图的有些问题，路程之间的距离标注的并不准确，甚至就在他刚刚赶路的这半个时辰之中，他就感觉到这路上的几个岔路口可能会通向其他没有标注出来的地方。他也在此时怀疑起这座遗迹把进去者的修为限制在炼气境界的原因。毕竟筑基修士就已经能够预见飞行了，那些藏起来的地方也有可能被飞在天上的修士看到。炼气弟子只能顺着好走一点的路探索这座遗迹，许多地方他们觉得有几棵树拦着，或许就不会前进。想明白这些，顾平没有继续按着地图赶路，而是回到了古殿群。这里的房子倒是没人拆，他可以继续进去里边探查消息了。这一次他探索的更加相信，从地板到房梁，甚至宫殿顶端的每一片瓦他都要扫一眼。果然大量的消息在他的探索之中清楚明了了起来。第一个重要的消息是在他探查一座偏殿的盘龙柱时，发现这根柱子的最顶端大约1/9处是空心的。他把空心掏开，里边是几件已经腐朽的东西。这是某个弟子藏在这里的私人空间吗？顾平翻看其中一张兽皮，这张兽皮上隐约可以看出来写着：妾身李慕言以道心起誓，生生世世做龙玄的奴仆，辅佐龙玄镇守大蛇湖与众民宫，不得背叛。这是个奴气。顾平的手在大蛇谷和众民宫2个字眼上停留，他在地图上大蛇湖附近圈了一个圈，标注上众民宫，同时镇守2地，两地间的距离应该不远。7天后，顾平在主殿的顶端看到了一句话：洞天即我，我即洞天。这句话没有标注出来是谁写的，也没有指明这个我到底是谁。顾平盘坐在房梁上，窃窃思索。他最初的时候推断这句话可能是开派祖师写的，后来又否定，又推测这个我指的是这间主殿。最后他爬到主殿的房顶，环视这个宫殿群。当他一个一个数清楚有多少个宫殿的时候，他恍然大悟：12个。12个宫殿对应了12个天灵妖丹。如果这个我指的是宫殿群的话，那么这12座宫殿的位置便可以对照这片洞天了。他又拿着地图出来对比，发现大蛇湖、跑马山、大药园3个地方和此处蛇、马、羊盘殿的位置布局完美对应。根据这个规律，顾平顷刻间就推断出来了其他几个未知地域的位置。众民宫对应的应该是龙，那份奴气上，李慕言做的是龙玄的奴仆，龙玄又姓龙，这就让众民宫属龙多了几分可能。他稍微排列一下，就发现12个偏殿是依次排列环绕着主殿。顾平抬起头，这主殿对应着的地方应该就是整片遗迹的核心区域了。除去古殿群之外，现在被修士们找到的仅仅只有6个地域，一半的地方而已，还有一半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去发掘。推测出来这个可能得时候，顾平心头一跳。且不说剩余6地的宝物全都得收，只要他能拿到其中1地的所有宝物都是庞大的，自己的储物界肯定是装不下的。不过他也想到了一些可能，或许有的人误打误撞会进去这些未知的地域，也不无可能。天底下的英雄如同过江之鲫，现在大夏失踪的皇子都很有可能是待在那些地方。顾平决定走出遗迹，看看遗迹之外的方式之中有没有其他消息，顺便把身上的东西该卖的都给卖了。另外，圣子的那群走狗，他进去遗迹之后竟然一个也没有遇到。如果是死在了别人的手上，那就可惜了；如果是待在遗迹外等他，那他也带出去给他们一点希望。他还惦记着他们身上的宝贝呢。找了一个夜晚合适的时间，顾平非常低调地从遗迹的出口走了出去。走出遗迹的一刹那，就感觉到自己被无数道神石锁定腰间挂着的罗盘正在飞速旋转，遮掩他身上的气息。片刻后，他走出了这一片大佬云集的地方。这个遗迹之中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么多修为超绝的修士围在这里。他迅速往前走，离开此地，全力朝着整个夜晚灯火最辉煌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夜晚最亮的那个地方就是合欢楼，这也是宗门在外弟子的保障。来到合欢楼前的时候，
顾平被吓了一跳。庞大的合欢楼此刻安静异常，有许多弟子在楼外巡视。他发动罗盘掩盖气息，迅速靠近，进去楼中，准备找一个相熟的弟子询问。结果刚进入楼内，他就被人一剑架在了脖子上。他抬眼一看，师姐，是赵清寒，他怎么也来小东山了？你进来就不会打声招呼吗？这么无声无息的进来，我还以为是奸细。他声音冷清，一个转身收剑，领着顾平往最高的楼层走。路途的过程中，有人听到动静走出房门，朝着外面一看，就和顾平对上了眼。苏妹，他惊讶，苏师姐，你怎么也来了？苏妹凑过来和他相拥，声音也怪，你还说呢，你几个月没回家，你不知道我们有多么担心你。顾平叹气，准备开口安慰，但是赵清寒怎么可能站在原地看他们两个人恩爱？要不我站在这里等你们两个亲热完之后？他冷冷地开口。顾平和苏妹对视了一眼，苏妹从他怀中离开，我和楚玉在下面等你。好。顾平跟着赵清寒上楼了。在这栋楼的最高层，赵清寒打开门，顾平就吓了一跳。离月宗的宗主，他的师父月华真君也在。他急忙行礼，弟子顾平见过师尊。不必多礼，你们两个坐吧。顾平，你来说说你在遗迹中遇到了什么事情，事无巨细都要说出来，我和你师姐会发道士为你保密。顾平知道师尊的性格，并没有过多的犹豫，将自己进入遗迹之后的事情缓缓道来。当他讲到自己在古殿群大开杀戒的时候，赵清寒深深吐出了一口气，终于明白那阵子太玄宗的人为什么上蹿下跳，急得跟狗一样了。顾平又从灵力潮汐说到了地宫结界。当他嘴中说出来12天灵妖丹的时候，月华真君忽然出手几套阵旗插在了这间房子里，数层结界立刻展开，此地一丁点声音都传不出去了。月华真君的手段不小，几层结界一出，搞得他也有些心里没底。一时间他也停下来。1210的事情众人皆知，又不是什么秘密。哎，不对，知道1210的人都被他杀了。赵清寒看他一眼，月华真君则是开口，我离月宗不惹事，也不怕事，无论怎样，师尊都不会让你出事。顾平傻了，怎么他都还没有怎么开口，重磅消息都还没有说出来呢，就已经到了保人的地步了。他一下就沉默了。不过看到师尊和师姐的样子，他也把狠话说到了前面。此行我得到的东西意义非凡，离月宗或许保不住我。一步丹道真解如果透露出去，就不是太玄州的事了，整个东域都兜不住，更不是离月总能够承担得起的。月华真君嗤笑，徒儿说吧，为师心里早有预料，即便是你不说，那几个从地宫里回来的门中女修就不说了吗？顾平呼出来一口气，把自己收复了一道金色火焰的事情全盘托出。这一下月华真君和赵清寒脸色大变。有的弟子从遗迹里发现的记载显示，当初强盛到极致的万寿宗顷刻之间被覆灭，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不得了的东西。月华真君的话让顾平点头，他也看到了那段壁画，但他的心里并不以为是那簇金色的火焰惹的祸。顾平伸出手指，一朵金色的火苗从他的指尖冒出来，火苗周围细小的虚空被烧破坍塌。月华真君凑近仔细观察这道火焰，你收服这火焰的时候可否得到他的名字？顾平摇头。月华真君严肃地告诫，在没有知道这火焰的底细之前，你不可乱用，这些天地间有名有姓的火都是有主之物，有的人凭借着一种火焰烧穿苍穹，飞升上仙，你若是擅自使用，就是触碰了他的大道，一会有人找上门来杀你。顾平心思震动，不由得收起了火焰，这竟然是个烫手的山芋。看到他的样子，月华真君也叹了一口气，你天资绝绝，得到这等宝物就是你应有的机缘，天与不取，反受其咎。顾平沉默。清寒，你早日突破金丹后期吧，以后你亲自为你师弟护道。月华真君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赵清寒一阵恍惚，他也是离月宗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拥有玄阴体，本应该是宗门汇聚全部力量培养的修士，现在宗门竟然要给他任务，让他做师弟的护道人，可是师命难违。是，师尊。月华真君知道徒弟的性格，此刻反而耐心开口，你若自己修行，此生有望化身巅峰，可窥探炼虚境，足以开宗立派，但万年寿命一过，终究还是死。若是用心辅佐你师弟，他以大气运、古往今来无二的资质，定可保你成仙。保你成仙4个字一出来，赵清寒的脑袋轰的一声，让他不由得看向眼前的顾平。顾平又年轻了，肌肤比女人还要白皙细腻，神采飞扬。此刻的他哪还有老迈的样子，浑然一副风华正茂的气质。顾平颔首，师尊的话让他心头谨慎，然后他果断掏出来了12天灵妖丹玉盘，还有12个放在铁匣子里的天灵妖丹。月华真君骤然起身，目光如炬。赵清寒忍住了惊呼，不得了啊！顾平，
幸好你从遗迹之中出来的时候低调，身上又有罗盘遮掩气息，否则你走出遗迹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你可知道，有人把12天灵妖丹的消息传走，不止东域、南域、北域、西域和中州的超级势力都派人过来进去遗迹搜查。这些势力中单拿出来一个，就能把我离月宗灭10遍。你现在把这东西拿出来，你让为师如何是好啊？顾平无奈，也下定了决心，那丹道真解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能吐出来，吐出来就是死。以后即便是炼丹也要偷摸的，给自己吃，给身边的人吃。虽然月华真君嘴上说着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烫手山芋，但他还是将玉盘和12妖丹拿起来仔细查看。顾平看出了师尊的心口不一，他也是不惯着，师尊，那要不我们还是把这一套东西卖给珍宝楼吧？月华真君脸色一黑，糊涂，你以为他珍宝楼给得起价格吗？你可知这12天灵妖丹的价值？每一颗妖丹里边都能领悟到完整的妖族功法绝技。知道人族道家9秘吗？每一世都可以让家族、宗门成为超级势力。这12天灵妖丹就是妖族先贤创造出来应对人族9秘的。你把这东西卖给珍宝楼，想让珍宝楼出什么价格？顾平，珍宝楼可以给我几个化神美人用来双修。几个？月华真君要问具体数量。顾平，5个，没那么便宜。你这东西至少可以卖10个化神中期的美人。顾平把摆在眼前的铁匣子一收，双手一摊，师尊，你把玉盘还给我吧，等我修为到了之后，就可以买来女修行了。月华真君开口，这东西留在你身上不安全了，从今天起就保管在我这里吧，需要参悟修行的时候就来找我，等到你12种绝技都修成了，我再把这还给你。顾平无奈，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这辈子估计都出不了离月宗了。没办法，他只得先交给师傅保管。随后顾平又把自己对遗迹的猜测说了出来，包括没有被其他修士探查搜寻到的6个地域。这时月华真君却忽然抬手，这些话你不必与我说，这是你自己找到的机缘。你一个人把这6个地方的宝贝搬空，宗门也不会怪你，这是你的机缘。不过若是在里边寻到了一些适合你师姐修行的宝物，还希望你多多帮助你师姐，当然这也是我的私心，毕竟你师姐为你护道是有苦劳。顾平深深点头叩首，这师傅很明事理，他心里也就放心许多。于是他当着师傅的面从储物戒里拿出来400多株玄阴草，分了一半给赵清寒。师姐，这玄阴草对你的体质有极大帮助，希望你用得上，当然我们亲师姐弟明算账，一颗草市价5枚钟灵，我给你算4枚钟灵吧。顾平说完之后继续开口，当然我也不会像是那些卖东西的小贩一样朝师姐要这笔钱，我们是同一师门，本就应该互相帮助，彼此扶持。你为我护道，我顾平也并非是坐享其成的人。他的声音稍稍硬气，师姐，我的意思是说，为我护道并不是丢人的事情，我可以保你修行资粮无忧。他的声音掷地有声。赵清寒沉默，这还是那个跟在他身后的老汉吗？说话都这么震耳欲聋了，还是说他这是借着师尊的重视装腔作势？不，他不用装腔作势，他有这样狂傲的资本。事实上，当大量的玄阴草摆在眼前的时候，饶是他金丹中期的修为也不由得震撼。如顾平所说，这些玄阴草对他百利无一害。赵清寒望着眼前堆积如小山的玄阴草，指尖不自觉地掐进掌心。200余株玄阴草此刻散发的阴寒灵气，让整间屋子的温度骤降。他玄阴体的经脉却像久旱逢甘霖般疯狂震颤。这些正是他冲击金丹后期最急需的至宝。一株市价5枚中品灵石，他喉头滚动，神识扫过时，脑中已炸开惊雷。这堆灵草价值超千枚中品灵石，相当于普通金丹修士30年的供奉。更可怕的是，玄阴草向来有价无市，上次拍卖会3株就拍出20枚中品灵石的疯狂高价，而此刻顾平随手拿出的分量，足够将他的修为堆到元阴境。赵清寒余光瞥见师弟漫不经心整理储物界的侧脸，他忽然想起几月前那个站在他飞剑上都吓得发抖的杂役老奴。那时候他修为低劣，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不俗的智慧、勇气。如今这随手赠要的豪阔做派，哪还有半分当年谨小慎微的影子？4枚中品灵石1株，他突然意识到这是顾平在给自己台阶。以他的精明，怎会不知这些灵草的真实价值？5枚中品灵石都买不来的1株，他的指尖抚过草叶上凝结的月华露珠，某种从未有过的温热情绪在胸腔蔓延。修行至今还未打过如此富裕的仗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投其所好了，针对性十足，他竟然拿不出理由来拒绝。就连拒绝当护道者这件事情，他都难以开口。或许师尊说的对，跟着这个的师弟，说不定真能。唉，但是师弟对他又有哪种想法？真正要为他护道的时候，应是免不了
师弟要对他有其他想法。当他从顾平手里接过储物袋时，玄阴草特有的寒气顺着经脉直冲子府，经丹上的道纹竟开始自主演化。赵清寒心头一跳，这些灵草的品质远超预期。他恍惚间仿佛看见自己突破元婴时，顾平笑着又给他推来一车天才地宝的场景。这个荒谬的联想让他耳尖发烫，却忍不住攥紧了袋子。多谢师弟。他听见自己声音比平时软了3分，连常年冰封的表情都松动了几分。这一刻，护道人他不干也得干了。月华真君也很惊讶，这些玄阴草的价值他是知道的。对于赵清寒的玄阴体来说，这东西不亚于是仙丹妙药，以往只有在拍卖会出现的东西，现在被顾平成批的拿出来给赵清寒。月华真君也不得不承认，顾平是有人格魅力的，自己的小徒儿目光足够长远。你今天拿出来这些宝贝给你师姐，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支派欺负你师姐。放心吧，师尊，弟子还没有到那样不知羞耻的地步。如此就好。真君点头。赵清寒已经将这200株玄阴草收了起来，眉目冷清，对顾平的话并没有多少回应。一码归一码，虽然他拿了这些玄阴草，但也需要在师弟需要的时候伸手帮助，所以他并不成情，都是硬做的事情。月华真君忽然压低了声音，在静室中缓缓响起，如同寒潭落玉，清冷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顾平，你可知这12天灵妖丹现世意味着什么？他指尖轻扣暗几，檀香炉里的青烟忽然凝成东域3000道州的地图虚影。太玄州不过是弹丸之地，而中州那些传承100万年的古世家早已派出了他们的道子。顾平一愣，这事情似乎比他想的还要影响重大。他看到师尊袖中飞出一枚玉简，在空中展开晨光木中州江家的9窍玲珑体，3岁通读道藏，7岁自创功法。西域佛国的转世灵童，天生佛陀金身，掌中握着一枚舍利子。北境雪原的冰魄玄女，据说出生时引动千里雪崩，寒气冻结了一条灵脉，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密密麻麻的战绩。这些人无一不是修行资质逆天，能够带领一大势力冲天而起，延续辉煌的人。这些天骄原本都是金丹境、元婴境的修士，此刻却甘愿将境界压制到炼气巅峰，只为进入遗迹争夺机缘。12天灵妖丹既然是古妖族抗衡人族久觅的至宝，月华真君目光灼灼，那人族就不可能放任不管，只要拿到一颗妖丹，就能保证的家族长盛数万年。这些天骄也都是为此前来的。至于遗迹的规则，这些势力大费周章地带来了中州的封天锁，此锁能蒙蔽遗迹规则，让筑基金丹修士在压制修为之后也能进入遗迹。顾平眼睛一亮，突然笑了，他舔了舔嘴唇，眼中燃起战意。师尊的意思是，这群肥羊会带着宗门秘宝主动送上门来？胡闹！赵清寒忍不住冷斥，师弟，你以为这些天骄和太玄宗那些废物一样，他们哪一个不是顺应天地意象而生，随手一击都蕴含着大道真意？你若是小瞧了，他们怕是会死得很惨。顾平笑了笑，并不做解释。他浑身的修为都被金色火焰灼烧，扎实的不能再扎实了，炼气13层巅峰，恐怕是古往今来最强的炼气巅峰修士了。他怕什么？此事师姐不知，他也不必解释，以免赵清寒道心动摇。毕竟他一向都很骄傲。月华真君对两人争执不置可否，而是谆谆开口：此代我离月宗本来只有一丝成为超级势力的机会，毕竟玄阴体也历来罕见，若能成长起来，也是一方至尊。师尊转而又说，但是顾平你出现在我离月宗，拿着天下的格局，无论怎么样变化，我离月宗在此代都应该雄起的。月华真君盯着顾平，你虽然资质逆天，但毕竟修行迟滞，踏上修行之路都很晚。此次遗迹之中，你若是能悄无声息地斩杀同代天骄，那未来你的路就会好走许多，我离月宗的以后也会更加明朗。顾平点头，弟子一定不负重托，宗门和天下大事他不管，只要让他知道这群天骄的手里哪有至宝，那杀人夺宝的勾当做起来也就是顺手的事吗？此次遗迹之行，你尤其要注意一个人。谁？顾平询问。中州的一大霸主，阴阳教的圣女西月。哦，顾平不认识此人。我离月宗是此间修行界为数不多的主修双修大道的宗门，但此间世界的双修之道传承并不在我离月宗。我宗根基尚浅，自诞生之日起并无双修正道成仙的修士。但中州的霸主阴阳教3000年前有一人凭借双修白日登仙，阴阳教也是此方世界正统的双修指导传承。我宗要想有人登仙留下万年传承，阴阳教就是摆在眼前的最大麻烦。西月是阴阳教圣女，号称中州3大美人之一，此次遗迹之行她也必定进入。你若能趁机杀死此女，阴阳教往后1000年也没有像此女如此惊艳之人。但这种天骄出门必定有长辈赐予至宝，
守护性命。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所以为师建议你，如有机会摘取此女红丸，破其原因，也算是断其一臂，或许能影响阴阳交往后的命数。顾平认真听着，直到师尊给他出馊主意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这有点不地道啊。他反问道：师尊，你也知道男女修士交合是相互的，若是我破了他的原因，那他岂不是也破了我的元阳吗？月华真君没有惯着他，一巴掌拍在他的脑袋上。你有个屁的元阳！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体质特殊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他停住了，但是顾平能感觉出来，他会说他和萧千宁的事情。是，弟子明白，不过弟子还有一个疑问。说，弟子虽无元阳，但弟子的体质和有元阳别无二致，若是夺了那西月的元婴，岂不是也让他从弟子元阳之身上得了好处？月华真君很是认真的开口，此事我慎重考虑过，你不会亏的，西月的身子应该会留在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破，你是为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顾平点头，这点很像赵清寒一直保持圣洁之身，留待无法突破的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师尊，我们如此图谋西月，那阴阳教的人会不会也图谋清寒师姐啊？毕竟他是玄阴体。赵清寒冷眼看过来，顾平感觉自己的嘴角在他的注视下发疼，他似乎想撕了他的嘴。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所以我让你师姐压制修为，与你一同进入遗迹。你也要保护好你师姐，若是有不可抗因素，我但愿肥水不流外人田。顾平正色，弟子明白。赵清寒脸色则是有些复杂，对于那句肥水不流外人田，他怎么可能不明白？想到自己的身子要便宜给师弟，他就一阵无奈。如果真让他恰巧得到了，才是真的圆了他心意。清寒，不要畏惧，我辈修士除了拼杀争抢，别无他法。是师尊。月华真君将一枚冰晶令牌放在案上，徒儿，你持我的玄月令，闭关1日，将修为压制到炼气巅峰。赵清寒接住。月华真君看向自己最得意的2个弟子，此番你2人同行，清寒主杀伐，顾平掌机缘，离月宗可以寂寂无名，但你2人皆是人中龙凤，理应声名远扬。赵清寒握紧令牌，玄阴体的寒气不受控制的溢出，在地面凝出霜花。宗门的困境和危险，他很早就听师父说了，但这是他第一次听师父和他讲关于西月的事情。不难猜出，西月对他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人，即便他是玄阴体。作为离月宗当代第一人，他若在遗迹中陨落，宗门将失去未来100年的一大支柱。但当他余光瞥见顾平把玩赤焰刀的模样，那刀锋上流转的阴阳二气，让他都感到害怕。师姐，顾平突然凑近，呼吸拂过他耳垂，别担心，阴阳教的男修士，我见一个杀一个就行了。如果有机会，我再把西月抓过来，给你做丫鬟。赵清寒长睫微颤，他终于明白师尊的深意，让他看看顾平，他的师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不是妥协，而是一场豪赌，赌顾平的为人，赌他的手段能不能带着他在一众天骄之中脱颖而出。如果顾平有这样本事，就说明此子身具大气运，北道登仙都不在话下。他赵清寒心甘情愿为他护道，又有什么不可呢？3日后辰时，遗迹入口见。他转身离开，袖中划出一枚玉简留给顾平，这是各势力天骄的详细情报，你若敢迟到。顾平接住玉简，上面还残留着师姐的体温。他望着赵清寒离去的背影，忽然对师尊咧嘴一笑。师尊，您说我和师姐双剑合璧，能抢哭多少天骄？月华真君抬手一道灵力，把他轰出境室，滚去准备。财宝固然很好，但也不要掉以轻心。顾平从顶楼下来时，合欢楼的灯火依旧通明，暖黄的光晕映在走廊上，将他的影子拉得修长。他刚转过楼梯拐角，急切地进入苏妹的房间，便听见一声低低的啜泣。苏妹正倚在窗边，身姿窈窕，纤细的身姿多了一些的消瘦。此刻她指尖绞着衣角，眼眶泛红。楚玉站在她身侧，亭亭玉立，婉约静娴的气质让她不似一个合欢风女修，倒像是哪个书香世家的文静前进。楚玉轻拍着苏妹的背，一抬眼却正对上顾平的目光。顾平，楚玉声音微颤，2个月来第一次面目柔和。苏妹猛地回头，发髻上的珠钗晃出细碎的光，她几乎是扑了过来，双手攥住顾平的衣襟，指尖发白。你这坏修士，知不知道我们每日都怕你死在遗迹里？他嗓音沙哑，显然哭过许久。顾平抬手抚上他的脸，拇指蹭过他眼下的泪痕，低笑道：苏师姐这般惦记我，莫非是缺了修行悟道的搭档？你……苏妹气得咬唇，她分明知道她心里只有他一人，却偏偏要说那些伤人心的话，想要怪罪他，却被他突然揽入怀中。他挣扎2下，终究将脸埋进他肩窝，闷声道：遗迹里死了那么多人，连大夏皇朝的皇子都失踪了，
我若是死了，顾平打断他，谁还能让苏师姐夜夜思念？苏妹耳尖通红，攥拳捶他胸口，不知羞。女子有些责怪他太不正经，活该他们想他了那么久，他性子温软，此刻却难得主动，指尖抚上他颈侧一道尚未痊愈的浅疤，颤声问：疼不疼？顾平低头吻他指尖，师姐亲一口就不疼了。他羞得低头，却被他捏着下巴抬起脸。我备了灵酒好菜，今晚你好好说说你在遗迹里的事情，免得我们担忧难过。厢房内熏香袅袅，他赤足踏过软毯，将酒壶倾泻，琥珀色的灵酒滑入玉杯。他仰头饮尽，酒液从唇角溢出，顺着脖颈没入衣领。顾平眸色带笑，师姐这喝法倒是浪费啊。2个月没有人陪着，他心里也是躁得慌，却也没有想到有人对他竟是如此关切，竟然找机会不远万里也来到了这小东山遗迹。得妾如此，夫复何求啊？女子跪坐在一旁，素手为他斟酒，单薄的衣衫挂在他的肩上，露出白皙的肩头，让他的娴静文雅多了一丝放荡。他轻声道：顾师兄在遗迹里可还顺利？顾平接过酒杯，却转含了一口酒。还好，今日为我护法，助我炼化遗迹中所得。夜色如水，合欢楼灯火通明，远处一辆金光闪闪的马车腾腾而至，气势如虹。夏元贞一袭素白长裙从车里下来，腰间悬着大夏皇族的龙纹玉佩，步履轻盈地踏入合欢楼。他此行前来，是为了与离月宗圣女赵清寒商议2家在遗迹中共同得到的那座祭台之事。楼内几名合欢楼女修见他到来，纷纷行礼。其中一位娇媚女子笑盈盈道：夏仙子，圣女已在顶楼等候多时。夏元贞微微颔首，眸光清冷，径直上楼。顶楼雅阁，茶香袅袅。赵清寒端坐案前，素手轻执玉盏，见夏元贞推门而入，他淡然开口：夏道友深夜来访，可是为了祭台之事？夏元贞落座，眉目间带着一丝凝重。不错，那座祭台材质特殊，我大夏的炼器师已初步确认，其上的符文与上古星陨混天铁有关，若能破解，或许能炼制出极品灵宝。赵清寒眸光微闪，沉吟道：我宗也正有此意，不过此间形势太过紧张，宝物在此处已经不安全，祭台已被带回离月宗，若要共同参研，还需夏道友亲自走一趟。夏元贞点头，此事不急，待遗迹风波平息后，我自会登门。正事谈完，气氛稍缓，两女对坐在一起，如同画中仙子，争奇斗艳，平分秋色。夏元贞端起茶盏，轻抿一口，似是无意般问道：听闻贵宗顾平道友也进了遗迹，不知可有消息？赵清寒指尖一顿，抬眸看他一眼，淡淡道：他回来了。什么？夏元贞手中茶盏轻松一颤，茶水溅出来一滴，落在他雪白的袖口上。他顾不得擦拭，眸光骤然锐利明亮。他在哪？赵清寒见他失态，唇角微不可察地扬起一丝弧度，就在楼下与他的小情人们叙旧。夏元贞豁然起身，素来清冷的面容罕见的浮现急切郑重之色。失礼了，我得立刻见他。道友请便。赵清寒并没有拦着他，顾平在遗迹里留下的祸患要他自己解决，毕竟还是有几人看到他浑身着金色的火焰离开地宫的。赵清寒的话音未落，夏元贞已推门而出，步履匆匆下楼。赵清寒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轻轻摇头，低语道：看来这位大夏公主对顾师弟倒是上心，他们之间似乎还有其他隐情啊。楼下暖阁内，顾平正懒散地倚在椅子上，苏妹半靠在他怀里，指尖轻点他的胸膛，娇嗔道：你这没良心的，在遗迹里待了那么久，连个信儿都不传回来，一回来就知道欺负人。楚玉坐在一旁，温婉地替他斟酒，柔声道：平安回来就好。顾平笑着捏了捏苏妹的脸，这不是怕你分心吗？万一你一着急冲进遗迹，我可舍不得。苏妹轻哼一声，正要再说什么，房门却被敲响。门外，夏元贞站在门口，眸光灼灼地盯着门内。屋内瞬间安静。顾平摇头，暗道都这个时间了，赵清寒来找他干嘛？难道是不想让他和女修同处一室？赵清寒，你可真是管得闲事宽。他心念一动，故意扬声道：师姐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门外没有回应，但脚步声却停住了。顾平眼中笑意更深，和苏妹对视了一眼。门外，夏元贞僵立原地，衣袍虎踞。他本是来找顾平询问弟弟的下落，却不想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屋内传来这般动静。夏元贞耳尖灼热，神魂轻颤。他自幼在大夏皇宫长大，虽知男女之事，但何曾亲耳听过这般放浪形骸的场面？更何况屋内之人还是他给予了厚望了的人。好色之徒不知所谓，他却挪不动脚步。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刻离开，可心底却莫名生出一丝的怒意。这顾平明明答应帮他寻人，
却在此处与女子厮混，还从未有人戏耍过他大夏皇女。屋内，顾平察觉到门外的气息紊乱了一瞬，心中暗笑，动作却更加放肆。他一把扣住楚玉的手腕，师姐还在听呢，你如果就这点本事的话，那可就太可惜了。门外，夏元真终于忍无可忍，猛地抬手，砰的一声推开了房门。顾平，你……顾平懵逼了，一脸惊讶，夏仙子，你怎么在这儿？他急忙拢了拢衣襟，一脸无辜，我还以为是赵师姐在门外呢。夏元真胸口剧烈起伏，羞愤交加，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弟弟可有消息？顾平正色道：我在遗迹中仔细搜寻过，暂时没有发现夏皇子的踪迹。夏元真眸光一暗，但很快又燃起一丝希望。那你可曾听说什么线索？或者有没有人见过他？顾平沉吟片刻道：我在大药园、古殿群、地宫都找过，但遗迹深处还有几处未探索之地，或许他误入了其中。夏元真深吸一口气，勉强压下心中焦灼。多谢，若有任何消息，请务必告知。他转身欲走，顾平却忽然叫住他：夏仙子。夏元真回头，顾平及时开口：若是我帮你找到了你弟弟，你的承诺还算数吗？夏元真气急，他都当着他的面和别的女人和其他的女人都这样了，这让他怎么可能答应嫁给他？但是想到弟弟生死未卜，他也不好回绝。希望顾道友还是先帮我找到弟弟再说吧。至于其他事情，我大夏皇朝历来信守承诺。顾平见他如此有诚意，也是严肃开口：你弟弟的事情我已经有了眉目，如果他还活着，我就可以把他带出来。夏元真脚步停下，有些意外他的语气的坚定，但是想到顾平在遗迹之中的作为，他还是转身开口，眸光锐利如剑：顾平，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顾平挑眉，故作轻松地笑道：夏仙子这话从何说起？夏元真上前一步，几乎贴到他面前，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皇气威压：别装傻。地宫里活下来的那几个人，大夏皇朝的4名修士，离月宗那4个合欢楼女修，他们都亲眼看到你被金色火焰吞噬。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整个东域都会知道万寿宗遗迹里出了一件火焰至宝，而最后接触他的人是你。顾平眼神微冷，但嘴角仍挂着笑。所以呢，夏仙子是来威胁我的吗？你……夏元真发冠精明，一把拽住他的衣襟：顾平，我若真想害你，此刻站在这里的就不会是我一个人。觉得不错的，大家给个好评。顾平终于收敛笑意，反手扣住他的手腕，将他拉进隔壁空置的厢房。房门砰地关上，隔音结界瞬间展开。你想怎么做？他直视夏元真的眼睛。夏元真盯着他的脸，抹去他们的记忆，所有关于金色火焰的部分。他从袖中取出一个青玉小瓶，这是忘川水，服下后能篡改特定记忆。大夏那4人的记忆我已经更改，他们只记得火焰遁走，至宝坠入地缝消失。顾平接过玉瓶把玩，忽然笑了：夏仙子为何帮我？夏元真别过脸，你答应过帮我找皇帝，这忘川水给你，是给你宗那4人洗去记忆的。就因为这个？顾平忽然逼近，我还以为元真公主是觉得我必定会带人出来，你提前和如意郎君打好关系呢。夏元真脸色一寒，皇气峥嵘：顾平，你若再口不择言，死！顾平大笑，心底害怕的紧。刚刚那一瞬间，他真的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威胁。他立即正色道：好，不过离月宗那4位师姐，我自己来处理。夏元真蹙眉：你信不过我？不，我是怕你难做。大夏皇朝的人，你亲自处理，合情合理。但若你对我宗弟子出手，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夏元真点头认可，他倒是想要趁机搜查合欢楼女修的神魂，多了解一些离月宗的事情。但显然，这顾平不是傻子，还请元真公主替我保密。那金色火焰确实是杀我不成，已经遁走了。我可以替你保密，但你得保证，离月宗在那块祭台的事情上，不要对我大夏有所保留。顾平一愣，他寻思，那祭台被他们搬回来了，那不是就是个放东西的地方吗？但他还是一下答应：放心吧，那祭台神秘，若有功法至宝，即便是卖给珍宝楼，所得收益，离月宗也与元真公主平分。如此甚好。夏元真走了，但顾平没有彻底心安。女人的话怎么可能全信？他现在说保密，很有可能转头就会变卦。看来这一次我不得不让你嫁给我了啊！只有成为他的女人，臣服他，才会认真的为他保守秘密。夏元真走后，合欢楼天字号房顾平假借想要和4位师姐双修的理由，来到了倩倩4人的闺房，引得他4人娇笑声整个合欢楼都能听到。顾平趁机将4杯掺了忘川水的灵酒推到倩倩等人面前：师姐们喝一杯压压惊。东东师姐狐疑的看他，师弟突然这么殷勤，
莫非做了什么亏心事？顾平叹气，突然一把搂住他的腰肢，另一手端起酒杯抵到他唇边。师姐这么说，我可要伤心了。难道非要师弟施展离月功才肯喝？呸！倩倩师姐红着脸拍开他的手，却主动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少拿合欢风那套唬我们。另外三人见状也笑着饮下。顾平眼底闪过一丝歉意，袖中手指悄然掐诀，一缕阴阳灵力从他指尖跃出，化作4道细不可察的光丝钻入师姐们眉心。咦，小雅师姐突然揉着太阳穴，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顾平立刻凑近，鼻尖几乎贴上她的脸颊。师姐是忘了上次答应与我双修的事。滚！4人齐声笑骂，记忆已被悄然篡改。顾平没有真的和他4人双修，他的体质秘密关紧，只能允许他和信得过的女人睡了。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隐患。从姑娘们的天字号房出来，回到苏妹这里。苏妹挑眉，哟，连大夏公主都对你念念不忘。顾平失笑，一把将她拉回怀里。瞎说什么，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楚玉抿唇轻笑，眸光温柔。夜色更深，合欢楼的灯火依旧明亮。清晨，天光微亮。顾平站在合欢楼顶层的窗前，指尖轻扣窗棂，目光扫过这片临时街道上已经密密麻麻的行人。他早已换了一身粗布麻衣，怀里挂着隐秘气息的罗盘，连面容都用易容术稍作调整，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散修，还是不够稳妥。他沉吟片刻，又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凡俗间的面皮贴在脸上，面容顿时化作一个面容蜡黄的中年修士，连气息都变得平庸起来。不对，我现在这样子已经年轻的不像样了，认得我的人不多才对。他干脆不做掩饰，他这副模样刚满18岁，没谁会认识的。半个时辰后，顾平在小东山方室绕了3圈，确认无人跟踪后，才缓步走向此地珍宝楼。小东山方室的珍宝楼高7层，是此地最高的建筑，通体由青玉砌成，眼角悬挂着青铜铃铛，微风拂过，铃声清脆悠扬。门口站着2名筑基期的护卫，目光如鹰，扫视着来往的客人。顾平刚踏入大门，便有一名侍女迎上前来，笑容温婉。这位道友可是要选购法宝？他摆摆手，声音沙哑。我找你们掌柜谈笔大生意。道友说笑了，我们掌柜日理万机，你想要出手什么东西，和我说即可。顾平看他一眼，嘴角一勾，遗迹里的许多东西你把握不住，还是让你们掌柜的来吧。侍女并未生气，反倒是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恢复如常。前辈请随我来，只希望前辈可以拿出点好东西来，免得我们掌柜怪罪于我。顾平笑而不语。这侍女姿色一般，他也没心思多与她闲谈。3楼雅间，侍女推开雕花木门后就躬身退下。顾平抬眼看进去，只见窗边立着一名女子，她一袭月白长裙，腰间束着银丝绦带，衬得腰肢纤细如柳，一只白玉簪斜插云鬓，青丝半挽，容貌绝美，俏脸让她惊艳。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瞳色竟是罕见的淡金色，眸光流转之间仿佛有星辉闪烁。好一个神采的姑娘！道友请坐。他唇角微扬，声音如清泉击石。顾平也不含糊，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嘴角带着笑容。你真的是珍宝楼掌柜吗？我看着你倒是不像啊，我在别的地方珍宝楼的掌柜都是对我笑脸相迎的。女子凑近，开始在茶桌上泡茶，蹲下来的时候耳廓白皙，让人眼睛移不开。妾身苏婉堂，忝为此地珍宝楼掌柜，这是我的身份玉牌。顾平瞥了一眼，拱手一礼，刻意压着嗓音赞叹道：是真的掌柜就好，珍宝楼的信誉我还是信得过的。我看苏掌柜年纪轻轻就位高权重，实乃人中龙凤啊。苏婉堂轻笑，素手为他斟茶。道友过誉了，不知今日要谈什么生意？顾平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先取出3张隔音符贴在墙上，又布下一道隔音结界。苏婉堂眸光微动，但并未阻止。苏掌柜见谅，顾平低声道：实在是这批货有些烫手，且让我再问一句，你珍宝楼真能信得过吗？苏婉堂闻言笑了，看了顾平一眼，道友不都已经选择了我珍宝楼了吗？这就已经说明我珍宝楼是道友认为最靠得住的。顾平也不再犹豫，珍宝楼他还是有了解的。他取出第一个储物袋，轻轻倒在桌上，哗啦，300多件法器堆成小山，刀剑枪戟应有尽有，其中不少还沾着干涸的血迹，散发着让人皱眉的血味。苏婉堂眉头轻蹙，指尖一顿，笑着开口：道友这是端了哪个宗门的库房？顾平咧嘴一笑：都是从死人身上扒的，掌柜的收还是不收？他一下把话说明了，不想那么多弯弯绕绕的，端起了一杯茶水，浅尝了一口。苏婉堂深深看他一眼，忽然抬手打出一道法诀，
雅间四壁顿时浮现出繁复的阵纹，将气息彻底封锁。继续，他声音依旧平静，看出来了，顾平这次是要大量出货，杀人怎么可能只得到了武器法宝呢？而且这些货的来路并不怎么光明正大。他的指尖不自觉地摩挲着杯沿，有些期待。顾平又取出第二个储物袋，这次倒出来的是700多瓶丹药，培元丹、凝气丹、九转回气丹、太玄金丹。苏婉堂一一查验，面目平静。这些丹药涉及多个宗门势力，道有这手段，恐怕在炼气巅峰之中已经无敌手了。顾平笑着摇头，不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苏婉堂深吸一口气，此刻他也不由得感慨，真是人不可貌相，明明一脸年轻的样子，事实上却是一个终极杀人狂。他经瞳中泛起异彩，道友到底杀了多少人？顾平笑而不答，又取出第3个储物袋，这一次是堆积如山的灵药，这些灵药不易保存，他又暂时用不到，就必须迅速出手，换成修行资粮。500年份的血参、青玉果、9叶灵芝，甚至还有3株9转清明草。苏婉堂站起身，拿起茶盏轻抿一口，平静地看着顾平。9转清明草，道友可知，这东西上次拍卖会拍出了3000钟灵的天价。他绕到顾平身边，俯身检查灵药，发丝间的幽香钻入顾平鼻尖。顾平忽然伸手扣住他的手腕，不让他碰这3株灵药。苏掌柜，验货可以，但别动小心思。苏婉堂没有想和顾平多纠缠的意思，他点头，起身，目光从这3株灵药上移开。道友想要如何处理这些东西？这3株东西上拍卖，你珍宝楼抽完手续费之后，把拍卖所得给我就好，其他的一件一件算价格。可以。苏婉堂颔首，他坐回原位，金铜中已带上几分郑重。道友这批货，珍宝楼全收了，按市价7折，如何？顾平嗤笑一声，做事要收起储物袋。且慢，苏婉堂拦住他，8成可否？8成5是我能给的最高价了。顾平摇头，忽然凑近，这么大的数量，苏掌柜，你也敢吞我1成5？我要9成5，否则免谈。他压抑着声音，气势却是很足。这些东西都是他拼了命拿到的，自然不肯轻易松口。这小娘皮这么年轻，压价的手段也是如此娴熟。苏婉堂眉头轻蹙，道友可有我珍宝楼的身份玉牌？若是售卖所得的灵石存储在我珍宝楼，这些东西可以给你算9成5。顾平从怀中取出身份玉牌，算账吧。苏婉堂指尖轻点查案，檀木桌面泛起波纹般的灵光，浮现出一册金丝账本。他袖手一招，手中出现了一个精致的算盘，女子淡金色的瞳孔映着顾平道出的3座小山，声音如珠玉落盘。道友既爽快，婉堂便逐渐验价。他捻起一柄血色长刀，刀脊隐现狼纹，太玄宗制式血狼刀，筑基出阶，刀口崩缺2处，作价2钟灵。指尖一划，账本字符飘动，已然完成记录。又拎起一对青铜轮，太阳教主机中接连阳轮，完整无缺，45钟灵。接连评估10余件后，他突然按住一柄玉骨折扇剑阁的清风影，这是一件金丹出阶法宝，扇骨暗藏剑阵，完好无损。这个只要20钟灵。抬眸瞥见顾平有疑虑，他便补充道：剑阁法器向来溢价3成，道友若不信，可查东域法宝录。顾平点头，剑阁内有一位铸剑大师。苏婉堂语速很快，每一件宝贝的价格他都清晰明了，顾平根本没有喊价的余地，他给的价格在他看来极其公道。想来这就是珍宝楼的掌柜的实力了。他也没有像方才那样因为他年轻貌美就轻看他了。女子素手弹开一个个丹药瓶子，瞬间屋内药香弥漫。苏婉堂鼻尖微动，9转回气丹，丹纹7转，市价80钟灵一瓶，这里12瓶算960钟灵。他指尖又沾了点紫色粉末，毒心散，这阴损东西。他突然将药瓶推远，珍宝楼不收害人毒丹，但可代销给万毒门，抽成3成。顾平没话说，他最后掂量着赤红丹丸，饶有兴致看着顾平大楚皇族的龙血丹，此丹需用胶血炼制，单颗作价200钟灵，道友的手气不错，这东西都能得到。顾平摆摆手，脸上的笑容很是灿烂。顺手的事，他怀疑自己杀掉的某些人就是高阶修士压制修为进去的，被他当初杀了，不然普通的炼气巅峰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宝贝？可惜那些高阶修士在外边风光无限，进入一技之中就成为他刀下鬼。苏婉堂的手又拨开灵药灵草堆顶层的腐叶，3株9转清明草顿时清光大盛。苏婉堂动作轻柔，从袖中抖出水晶罩扣住，上月拍卖会成交价3200钟灵，本次起拍价就定3000钟灵，道友这3株恐怕就要破1万钟灵了。顾平心思震动，但他按捺住激动，脸上古井无波，这些灵石足够他修行很长时间了。
苏婉堂又捻起一株根须缠绕雷光的紫参，800年雷纹参，他突然起身，施法隔绝气息，此物若被神霄宗知晓。他压低声音道：“此物我可以给你暗黑市价，4500钟灵。”顾平心底虽然已经被灵石的数量捣得麻木了，但此刻他也被吓了一跳。他对这些东西的价格并不是很了解，只能木着脸点头同意这价格。两人一阴一和，女子的语速飞快，手指极其灵巧，精巧的算盘不停被拨动，账本哗啦啦翻动。最后，苏婉堂袖中又飞出一把玉算盘，珠子自行碰撞。法器共717件，折合12000钟灵，丹药742瓶，作价38000钟灵，灵药部分已结的部分21000钟灵，3株九转青名草未结。他将算盘一推，带着笑脸，金铜灼灼，总计71243钟灵，6421块下灵。道友要多少现灵，多少存票。少女掌柜脸上的笑容比她的脸上的还要灿烂，说明这一次通过顾平能够赚不少。顾平点头，对这个结果表示认可。珍宝楼依旧是宝贝出手的最好地方，辛辛苦苦2个月有这样的收获，也算是可喜可贺了。他没有回应苏婉堂的话，而是从储物袋里掏出来了一堆灵石，把这11万下品灵石也存在我的账上吧。好，道友大气。11万下品灵石存为10钟灵，道友的账上一共71253枚钟灵，这6421块下灵，道友就收好了。顾平收下了散碎的下灵之后，默默等待。半个时辰之后，苏婉堂拿着顾平的身份玉牌回来，闻声开口：“原来是离月仙宗的顾道友啊！离月宗此代怕是要在东域扬名了。”顾平目光灼灼地盯着苏婉堂：“苏道友，你珍宝楼应该是天底下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了吧？”苏婉堂抿唇，又给顾平侦查：“道友言重了，我珍宝楼只为生意，并不做情报售卖工作。我们的客人遍布全天下，却没有发生过客人隐秘泄露的情况。珍宝楼的生意能做得如此大，靠的就是这份诚信。”顾平咧开嘴：“那苏掌柜，你看，我和珍宝楼的交易不算小，珍宝楼能不能送我几个储物袋？毕竟我装的少的话，卖的就少了，装的多，将来才能卖给珍宝楼的多。”苏婉堂点头，看了一眼顾平手上那枚珍宝楼出品的制式储物戒，大概衡量了一下，就知道顾平说的属实。他今天来，储物戒里确实是装满了。他又拿出了2枚同样的储物戒，递给顾平，笑着开口：“这算是我个人对顾道友的投资了，只有一个要求，希望顾道友将来出手东西的时候，是我的经手的。”好，一言为定。顾平又带上2枚储物戒，这2枚储物戒的空间要比他买的那枚还要大。他预估这2枚戒指的价格在6钟灵左右，价值不菲，筑基巅峰修士都不一定舍得买。两人对视一眼，顾平端起茶水一饮而尽：“那在下就先告辞了，苏道友最近还请不要离开此地，否则我从遗迹出来找不到人，那我可不知道去哪里把宝贝卖给你了。道友放心，珍宝楼会在此地驻扎一段时间的。”顾平离开。苏婉堂的话他知道是什么意思，珍宝楼会在这里驻扎一段时间，就代表小东山遗迹的事情不是很快结束。珍宝楼的动向往往代表着大事，毕竟他们有着第一手的消息。离开珍宝楼之后，顾平查看了自己剩下的宝贝，剩余灵石71243钟灵，储存加11498下灵。术法：丹道真解，离月功9阶遁术，烈阳真诀残卷，太阴炼形诀，断水剑法，太玄雷法真解残卷。法宝：金色火焰，阴血云铁断剑，不知品级；罗盘法宝，不知品级；赤焰刀，金丹出阶，储物戒3支，青红剑，筑基出阶。物品：筑基接疗伤丹5瓶，尸体肥料271罐，血气丹43枚。除此以外，顾平还有一个储物袋，里边装着的东西是他没有买的草药，玄阴草231株，这个可以用来偶尔性的投喂赵清寒。这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仙丹妙药，他难以抵抗诱惑。除此以外，还有赤霞火莲93株，天灵妖血藤47株，龙象断骨花107株。这3样对他来说都是有益气血的好东西，比血气丹好用太多，可以节省他购置血气丹的花费。只是现在他已经退凡境中期，血气丹每一次都要使用2颗，一天2个大周天回合的炼体，每天炼体花费就在600下灵。炼体越炼越穷，他早就知道了，却也没想到消耗资源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但顾平也很清楚，自己这强大的肉身会在许多时候救他一命。此次又要进入遗迹之中，和诸多天骄争霸，他的修为可以力压那些压制了修为的天骄，但是肉身强度或许并不及他们，所以还是要谨慎，以免被人用肉身轰杀。回到合欢楼之后，顾平没有继续和美妾寻欢作乐，他找了一间密室，稳坐下来，拿出了草药，开始炼体。顾平盘坐在密室中央，3株赤霞火莲悬浮头顶，妖异的红芒将他的肌肤映成血色。
地板上散落着被捏碎的天灵妖血藤残渣，龙象断骨花的枝叶也正顺着赤裸的脊背蜿蜒流淌。同时借用3种灵药的作用来淬炼肉身血气，顾平的肉身还扛不住这样的强度，但他又金色火焰在身，勉强可以吸收掉这些灵药的药力，但他肉身承受的痛苦也是成倍增加。噗嗤，第一缕莲火成功升腾起来，火焰钻入天灵盖的刹那，顾平脖颈青筋暴起，宛如囚笼。痛！赤霞火莲的至阳之气与妖血藤的阴煞在经脉里厮杀，像2柄烧红的利刃反复刮擦骨髓。他咬碎的牙缝里蹦出血沫，双手死死扣住墙面，指头关节在重压下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嘎吱嘎吱。他的肉身一度要扛不住这样的炼体强度。第3日寅时，密室墙壁已布满拳印。顾平突然伸手一把抓起一朵龙象断骨花，塞进嘴里，花瓣顷刻之间割破舌尖，花枝与血液交织之后，轰的一声，远古象鸣与龙吟在他的头颅腔内炸响，他整个人蜷缩成弓形，像是一只颤抖的虾，脊柱也发出爆竹般的炸裂声，背后浮现出龙象虚影相互撕咬的异象。给我破！随着一声野兽般的低吼，他周身毛孔喷出混着血雾的暗红杂质，赤霞火莲的焰光突然收束成9道火环，被他的金色火焰吞噬。顾平的体修又完成了突破，退凡境后期了。此刻他的肉身由红转白，赤霞火莲的火环化作龙形烙印没入胸腹砰，他全力砸出了一拳，自己高价买来的青红剑被他一拳砸断。我的圣剑！他想要收手已经来不及了，剑断了。他出手后就后悔了，但现在他也不在乎这一把剑，随手扔掉了。不过他也意识到自己这具肉身已然强劲有力，只要在一技之中遇不到体修，他都可以横着走。算算时间，今天就是他和赵清寒一起出发去遗迹的时间了。今天也是天下的天骄的修士们一同探索遗迹的时候，他不免也有些心情振奋，但他心底也没谱。他从来都没有小瞧天下英才，此去还是凶多吉少，要想拿到大的机缘，只有流血厮杀才行，很难像上一次那样宰鸡杀狗了。顾平从闭关的石室走出来，外边天已经大亮，他已经感受到赵清寒的气息，说明他已经在顶楼等了他很久。他没说话，而是回到苏妹和楚玉的住处。临行之前，当然是要和美妾团聚一番。一方面双修补充修为灵力，让自己的状态的达到巅峰；另一方面也是解一解双修之苦，免得在遗迹里分心。顾平推门而入，苏妹正倚在窗边，指尖无意识地摩擦着琉璃盏边缘，窗外细雨斜枝将她的侧脸映得朦胧如画。闭关结束了，她未回头顾平，声音比往日还要柔软3分。或许是知道顾平临行前会来找她，她今天的样子让人不得不多看上几眼，大饱眼福。苏妹身穿绛红纱裙，堪堪裹着丰腴身段，衣襟半敞，领口的血色肌肤若隐若现，腰间细链随步轻晃，衬得腰肢如蛇般柔韧，腰肢勾得顾平眼神恍惚。他的葱白手指有意无意掠过锁骨之下，这可是顾平最喜欢的地方。顾平忍不住仓促地解下身上的道袍，身后背着的刀鞘与地面相碰，啪的一声，轻响惊动了屏风后的楚玉。温婉女子捧着茶盏转出，青瓷衬得楚玉的指尖如玉。茶刚温好，夫君快些喝了吧。他将茶递来，腰间微红，却在顾平接过的刹那被他攥住手腕。顾平观他今日伤感，白白多了一分让人怜惜的神色，不由得目光肆意地在他身上打量着。楚玉向来文静羞涩，此刻他一袭月白罗衫裹着玲珑身段，玉带勒出不堪一握的纤腰，神色像羞怯的猫儿爪尖，挠人心扉。偏偏他羞逸的外表下，心底是一个顺从夫君折腾的小女子性子。在床榻上时，顾平也尤其喜欢他的反差感。楚玉将茶盏倾斜，亲手为顾平喝茶，但却被顾平捏住了小手，轻轻捉弄，惹得女子嘤咛不已。苏妹啧了一声，夺过茶壶，重重搁在案几上。稍后你就要进那吃人的遗迹，现在还闹？顾平低笑，指尖划过楚玉胸前跳动的血脉。师姐们若真舍不得，不如……话音未落，苏妹已被他揪住衣襟，拽进腰带，顿时散开了。他发间幽香混着语气扑面而来：少油嘴滑舌！那遗迹里多少天骄，一个个身具造化，你可千万不要缺胳膊少腿的回来。修行触发暴击倍数9倍。窗外艳阳高照，楚玉此时也尽显温柔，对他多了许多关切。听见他心跳如肋骨，夫君莫要误了时辰。误不了。他心里有着强大信念，阴阳圣体举世无敌，一座小小的遗迹定然会无忧拿下。阴阳二气在盘坐着的3人之间流转，在白日中织成一张绵密的网。苏妹隐隐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出现了突破的契机，她睁开目光，一口灵力吐出来，脸色清明，声音却比窗外的风还轻。活着回来，否则我做鬼
也要去地宫纠夫君的魂魄双修。几个大周天修行之后，楚玉给顾平穿衣，顾平把自己身上带着的数百罐骨灰肥料交给苏妹，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待着，这一次我进去有圣女殿下陪同，你们就不用担心我的安危了，一定要尽快回到宗门去，这里不是个太平的地方，你们两人要听话。是，夫唱妇随。他两人对顾平早就是过命的交情，知道他未来不可限量，对他很是顺从。顾平也对他们由衷的喜爱。这些骨灰是留给我九幽峰山脚下的灵田的，你们拿回去之后，去九幽峰找首座萧千宁，报上我的名字，他不会为难你们。你们也要告诉他，让他不要担心，不要心急，我这边的事情结束，就立即回去找他。好，两女满口答应下来。顾平才走出房门，赵清寒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两人一起出门，坐上马车，朝着小东山遗迹的方向上路了。赵清寒一袭白衣，面带白纱，遮住了他那让人躁动的俏脸。此刻他指尖轻扣剑柄，玄阴体的寒气在剑鞘上凝出细霜。今日午时入遗迹，你我需定下一个章程。他抬眸，清冷的目光如剑锋扫过顾平。中州江家、阴阳教、北域、南域的人已至，这些天骄绝非太玄宗那些废物可比。顾平斜倚窗棂，看着远处，赤焰刀在掌心翻转，映出他玩味的笑意。师姐主杀伐，我掌机缘。你在明处吸引目光，与天骄争霸，我在暗处做些见不得人的杀戮，负责捡漏，为我们两人争夺机缘。他故意将捡漏二字咬得极重，惹得赵清寒沉默。那200株玄阴草依旧让他心底触动，何其珍贵的宝物，怎能是捡漏二字可以描述的？少耍贫嘴，师弟这一次且莫要放松警惕。他甩出一枚玉简，这是各势力天骄的情报，若你栽在女人手里，休想我就去你；若你死在那些大天骄手中，师姐我一时间也无法替你当场报仇。在他心里，师弟毕竟是师弟，修行之路走得很晚，在道行上和那些金丹修士差了很多，更何况他出自东域一隅，见识和胆魄和那些大族的天骄们相比，恐怕也多有不足。此次行动，他只需要让师弟活着回来即可。至于拿到何等宝物，师弟不是已经把此次众天骄进入遗迹的目标12天灵妖丹枣就带回来了吗？顾平正经修行的晚，这是事实，也是赵清寒担心他的原因。顾平神识扫过玉简，忽然咧嘴一笑：师姐放心，我若擒住西月，定先废他修为，再捆了送你发落。对了，按照师尊说的，西月还得被我睡一觉。赵清寒对他那不上心的样子有些无奈和愤恨，如此重要的事情怎能儿戏？他指尖一颤，茶盏咔地裂开一道细缝。少女的声音冷淡：遗迹规则压制修为，但那些天骄必有护道秘宝。赵清寒并指为剑，在虚空划出灵力轨迹。我以炼气巅峰的玄阴体催动双天寂灭，勉强可与筑基3层对战，可以为你试探出那些天骄们的深浅。他顿了顿：而师弟你……我懂。顾平突然贴近，烟罗不带起的残影掠过他耳畔，温声吐气：趁他们被师姐的绝世剑光晃花眼时，我就一个大跳，掏他们后心。他掌心一翻，阴阳二气在手中凝成太极图文，银血断剑和赤焰刀被他两手拿起来，一招太极双刃，轰的一声斩爆了眼前的灵气。师姐如何呢？赵清寒面无表情地坐在马车车头，看着眼前的空气，然后面无表情地点头。他心里则是震撼有余，刚刚顾平那一事让他心底有些胆战。师弟，你那是什么招式？我自创的，叫太极双刃，很好用的师姐，我在遗迹里可以杀人杀得痛快，就是靠这一招。赵清寒感觉自己的背部出了一层细密的香汗。杀人用这一招？师弟和普通的炼气修士厮杀根本用不到这一招吧？嘿嘿，被你猜对了，师姐。这次我倒要看看哪一个天骄可以挡住我这一招。赵清寒顿时神魂一紧，为那些今日进入遗迹的一个个天才们担忧起来。他是玄阴体，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天骄，所以他与那些天才们是有些惺惺相惜之感的。但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遗迹里进入了一个顾平，什么天骄不天骄的，有他这个混世魔王在，他只希望此代的天骄不要陨落太多，如果死得太多了，有心人就会追查凶手。这2枚传讯玉牌的感应范围是10里，你我保持在10里内，遇险可随时驰援。顾平摇头：没事的，师姐，进入遗迹之后我们就走在一起，一起行动稳一点。赵清寒蹙眉：太近，10里为限。他下意识不愿意和师弟走得太近。顾平展示了自己手上带着的3枚储物件，如果遇到大量的机缘，我一个人无法及时拿走的，离我近一点，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沉默片刻，赵清寒终于颔首。两人的马车异常低调，不急不缓地来到了遗迹入口。正午时刻，遗迹入口云霞蒸腾，9条赤焰蛟龙拉拽的黄金辇车碾碎流云，
中州江家道子江无涯负手立于车辕，腰间悬着的斩运剑嗡鸣不止。这位生有九窍玲珑心的天骄忽然睁眼，眸中倒映出遗迹入口密密麻麻的人群。12天灵现世，天下英才齐聚，众宝何该为我江氏镇族之宝。西域方向传来梵唱，18颗舍利子组成的浮屠塔凌空飞来，转世灵童悬称赤足踏在塔间，脑后7重佛光里隐现怒目金刚。阿弥陀佛，此物与贫僧有缘。话音未落，他脚下浮屠塔撞碎3艘，没有及时让开灵舟，几名修士俩不及逃跑，就被撞了个粉碎。这是个恶僧。一股冷风忽然吹至，北境雪原的冰魄玄女洛清霜乘冰皇虚影而至，所过之处双节10里。太虚剑门7名剑修如同的飞星一般直直贯穿而来，挺立在遗迹入口。洛清霜的视线被后来的太虚剑门的剑修挡住，他素手一挥，那7人被顷刻冰封。忽然一声轻笑传来，阴阳教圣女西月驾着阴阳鱼从天而降，容颜绝世。顾平看到她的脸之后也是一阵恍惚，真有人漂亮到如此程度。他素手翻覆间，冰雕尽碎，何必动怒？一计未开先折人手，岂不便宜了那些臭男人？他一出场就是众人的中心，仙姿无双，就连声音都让人精神一振，如听仙乐。地面震颤，中州的羽化皇朝以铁骑结阵推进。南边的天空齐齐震荡，几位南域的英才在远天旁观，看不清楚身影，他们并无意在遗迹入口处争斗。东域也有人出现，声势浩大，一位头角峥嵘的少年坐在一辆警车上，拉扯的竟是4位妙龄少女。这是东域神霄宗的人。此车浩浩荡荡而来，无人敢挡他的道路。但忽然4位拉扯的少女身子骤停，他们走近了才看到，车子行进路上还有一个麻衣稚嫩少年正蹲在一块岩石上啃灵果，脚边放着一柄大刀。看什么看？顾平吐掉果核，赤焰刀啪的一声击碎车里神霄宗那位传人的窥探神识。顾平显微之后，他起身时周身隐现太阳教的火焰，明白地告诉众人，他是太阳教的人。附近修士连退3步。太阳教什么时候有这等猛人了？不知道，但是这太阳教估计是活不了太久了，连东域的一霸神霄宗都敢得罪。不过太阳教这小子年纪轻轻，气势倒是很足啊。顾平这里的动静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赵清寒叹气，这师弟一入场就找事，说好了进入遗迹之前要低调的，现在倒好，他这么强势必定会引来打压的。场中阴阳教圣女西月美眸微凝，盯着顾平的时候，她的眉心的月光印记此刻正在微微发烫，这是遇到天命鼎炉的征兆。天命之人，他的眉目盯紧了顾平，直到把顾平的样貌全都记了下来。场上神霄宗传人还没有说话，太玄宗阵营传来嗤笑，区区太阳教炼气。此人话音戛然而止，众人只见赤芒闪过，那说话的元婴修士伪装成的炼气弟子已人手分离。元婴逃遁离开，气急败坏地对顾平大声咒骂，但却也不敢上前了。顾平甩去刀上血珠，咧嘴露出森白牙齿，还有谁要教我太阳教做事？神霄宗的车子里传来一声轻哼，太阳教吗？东域势力今日倒是第一次听说，神霄宗传人的车子还是绕路了，没有直接和顾平起冲突。此刻小东山遗迹外的某处，本来已经在遗迹中元气大伤的太阳教修士也自知自家宗门无力去竞争遗迹之中的至宝，他们凑在一处贩卖兜售灵药。领头的太阳教的一元婴长老忽然心口一悸，奇怪了，怎么冥冥之中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遗迹入口，各域的天骄齐齐出现，东域也是人才辈出。赵青还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一剑寒光而至，白衣猎猎，孤身立于山崖一处，袖剑入鞘3寸，这份气势瞬间吸引所有天骄的视线。离月宗赵清寒有所耳闻，江无涯眯起眼，玄阴体道配得上与我等争锋。顾平混在人群中，行为放荡不羁，但此刻也站在了东域的阵营当中。他忽然朝西岳的方向看了过去，奇怪，怎么感觉那阴阳教的西岳仙子在盯着我一样？众天骄齐至，此刻遗迹入口热闹非凡。那些普通的炼气修士早就离得远远的，不敢凑热闹，也没资格和众人站在一起。天穹之上，云层如墨翻滚，7道身影凌空而立，衣袍猎猎，周身道运流转，压得方圆百里，灵气凝滞。为首的老者须发皆白，眉心一道金色竖纹，开合间似有日月轮转，正是中州江家的化神巅峰修士江无涯的护道人江九霄。他掌心托着一枚青铜古锁，锁身不过巴掌大小，却刻满密密麻麻的太古神纹，锁心处嵌着一颗暗淡的星辰石，此刻正随着老者灵力的灌注，逐渐泛起幽蓝光芒。诸位，请助我一臂之力。江九霄声如洪钟，震得虚空震颤。话音未落，6道磅礴气息同时爆发，
西域佛国的枯瘦老僧双手合十，脑后浮现7重佛轮，浩瀚佛光化作金桥，直贯所心。北境雪原的冰魄老祖屈指一弹，千里寒霜凝成冰龙，缠绕所身。阴阳教的紫袍美妇轻笑一声，袖中飞出阴阳2气，如太极鱼般犹如所孔7名化神大能合力施为，封天锁上的神纹逐一亮起，最终在锁链末端凝成12道虚幻的星链，哗啦啦垂落向遗迹入口。咔嚓，虚空突然传来瓷器碎裂般的脆响，原本笼罩遗迹的透明屏障竟被星链硬生生扯开一道裂缝，裂缝中喷涌出狂暴的遗迹灵力，却被7人联手布下的结界牢牢锁住。江九霄须发飞扬，暴喝一声：“此时不入，更待何时？”地面顿时亮起数十道盾光。中州江家的黄金辇车率先冲入裂缝，江无涯立于车辕，9窍玲珑心绽放神光。西域佛国的浮屠塔紧随其后，玄琛和尚赤足踏塔，掌中舍利子照破阴霾。北境冰皇长鸣，落青霜雪发飞舞，所过之处冰晶铺路，更有一道粉霞般的盾光后发先至。阴阳教圣女西月娇笑着掠过众修，腰间玉佩叮咚作响。诸位道友，一记再见。他身影没入裂缝的刹那，江九霄突然闷哼一声，封天锁上的星辰石砰的炸裂，速退！7名化神修士暴退1000丈。几乎同一时刻，遗迹规则反噬轰然降临，原本被撕开的裂缝处凭空生出无数血色雷蛇，将残留的星链搅得粉碎。冰魄老祖擦去嘴角血丝，冷笑道：“江老鬼，你这封天锁单单依靠我们几人，可无法完全对抗这小东山的规则。”江九霄凝视着逐渐闭合的裂缝，朗声开口道：“我们几人当然不行，那老夫就邀请诸位道友出手，合力送小辈们进入遗迹吧。”他的声音不小，震彻高空。又有几位化神修士走出来，灵力浩荡，加持在封天锁上。顾平忽然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他抬头看到师父月华真君也出手了，从远处飞溅出一股灵力，如同匹链，加持在封天锁上，气势骇人。顾平心惊，师尊竟也是化神修士，实力不俗。隐藏在暗中的化神真君此刻也都出手，大修士的威势让人害怕。顾平此刻也不得放肆，意识到自己方才可能是惹了个小祸，杀了太玄教修士的肉身。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现在是太阳教的修士，也算是弥补了此次天骄齐聚遗迹太阳教修士缺席的遗憾。遗迹的门户再一次被撑开了，万丈霞光中门洞打开，江无涯率先冲入去，要去追逐已经领先的西月仙子。玄琛和尚紧随其后，一道道身影鱼贯进入，如同飞梭。顾平却不动，直到看见赵清寒的剑光没入，他才突然抱起冲进去。在遗迹的光幕之中，他抓住了赵清寒的手，这不是他放肆，而是两人商量好的。毕竟进入遗迹之后会被传送到不同的位置，拉着可以保证两人在一起。赵清寒允许他拉着。进入遗迹之后，顾平主动松开拉着师姐的手，看了一下两人的位置，现在应该是在大蛇湖附近，这里顾平也没来过，此刻只能一点一点的探索了。师姐，打打杀杀的不好，我们还是安心找找机缘吧，希望这地方还有好的宝贝。好。赵清寒应声，他们此次进入本就不是去图谋什么大机缘，他大概知道顾平的想法，他是贪财又好色，不会让自己吃亏的，肯定是先自行寻找机缘，等别人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之后，就去杀人抢别人的机缘，那样最快。两人分散开来，各自寻找机缘。顾平的目光落在了湖边的石栏上，这栏杆上有石雕，一边探索，他一边吞食气血丹，默默运转炼体诀炼体。赵清寒则是深入湖水中寻找机缘所在。顾平3天时间消耗了12颗气血丹，也将这大湖的栏杆上的雕刻内容看了个大概，除了几个是万寿宗的能人异士的事迹之外，其他的就是一些弟子们的修行感悟。他喜欢看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有其他修士来打扰的日子，他也是自己修行。若有其他修士来打扰，那就是他的机缘到了。只可惜这一次进来的修士太少了，他苦苦修行了这么多天，也没有人来大蛇湖附近的。一直等到赵清寒从湖中出来，顾平才开口询问：“师姐，你有没有在湖中看到大夏的皇子？”赵清寒把那个对大夏血脉有反应的玉佩还给了他。没有，可惜。他这么说着，但并不意外这个结果。师姐此次可有什么机缘收获？赵清寒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大蛇池，此地原本应该有许多机缘的，只是已经被太多修士搜查过了，留下的只是一些小宝贝而已，称不上是机缘。顾平点头，和他想的一样。他拿出早已画好的地图，和赵清寒结伴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们得去崇明宫了，去得晚的话，或许有人会比我们先到。他的地图已经标出来了，他推断出的遗迹之中12片地域的大致位置。晨雾未散，顾平与赵清寒并肩走在探索众明宫的山林上，四周古木参天，枝叶间漏下的碎光斑驳的映在赵清寒的白衣上，
衬得他肌肤如雪。他眉目清冷，指尖始终按在剑柄上，对遗迹里有着充分的警戒。玄阴体的寒气在他足下凝出细碎的霜痕。顾平叼着一根草茎，懒洋洋地跟在他身后半步，目光却时不时掠过他纤细的腰肢，那里竖着一条银丝绦带，勒出盈盈一握的弧度，随着步伐轻轻晃动。此时赵清寒如果修为没有压制，一定可以感受到顾平的目光，但现在他的修为压制在了炼气巅峰，察觉不到顾平那放肆的目光。可这不代表他心里猜不到顾平一直落后他半步是打的什么念头。蓝修士们没有一个不觊觎他的，他的体质对双修宗门出身的男修来说是真正的仙丹妙药，被人惦记身子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师姐，赵清寒忽然听到师弟开口，他声音里带着笑意，你说这众明宫既然是龙属之地，龙族又善淫，这里会不会有龙族留下的双修秘术？赵清寒脚步一顿，侧眸瞥他，你若在胡言乱语，我不介意用剑鞘叫你闭嘴。顾平故作委屈的摊手，我这不是担心师姐的玄阴体修行艰难吗？若真有龙族秘术，说不定能助师姐突破。不需要。赵清寒打断他，耳尖却微微泛红。他加快脚步，衣袂翻飞间带起一缕幽香，这香味让顾平很熟悉，这是清寒师姐身上特有的味道。顾平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伸手拽住他的袖角，师姐，等等。赵清寒蹙眉回头，却见他俯身在他脚边蹲下来，伸手从他脚边拾起一枚鳞片，漆黑如墨，边缘泛着暗金色的纹路。龙鳞。他微微讶异。顾平指尖摩挲着鳞片，忽然勾唇一笑，龙鳞或许不是，应该是蛟龙的鳞片，不过看来我们没找错地方，已经临近了崇明宫了。不过他忽然凑近，几乎贴到他耳边，这鳞片上还沾着一些血，即便不是新鲜的也不会太长，血迹大概是10年之内的。顾平原地站起来，温热的气息立即拂过他耳廓。赵清寒下意识后退半步，剑鞘铿地抵住他胸口，师弟，还请离远点与我说话。顾平低笑，却故意将鳞片举到他眼前，师姐你看，这血里还混着一丝浓浓的龙气，这头蛟龙的血脉很纯净。赵清寒凝神细看，果然察觉到异常。他抬眸时正对上顾平近在咫尺的眼睛，那双眼黑白分明，眼底藏着灼人的光，像是能将他看透，也想将他清清楚楚的看光。他迅速别过脸，冷声道，这妖蛟或许是被修士追杀，逃往了众明宫，十有八九。顾平收起玩味的表情，指尖一弹，鳞片被他装进了储物戒之中，若能捉到这条妖蛟，用来给师姐逮捕也是极好。赵清寒沉默片刻，忽然道，勿要多言，妖蛟尚存不知所踪，你且跟紧我，若遇埋伏，千万别逞强。顾平眨了眨眼，师姐这是在担心我，我是怕你拖后腿。他转身向前，背影挺拔如青竹，却掩不住耳后那抹薄红。顾平望着他的背影，无声地笑了。夜幕降临，顾平两人也停止搜寻，在找到的一处山洞休憩。赵清寒盘坐在火堆旁调息，玄阴体的寒气与火焰交织，在他周身凝成朦胧的雾霭。顾平抱刀靠在岩壁上，目光肆无忌惮地描摹他的轮廓，从清冷的眉峰到淡色的唇，再到领口露出一截的雪白脖梗，看够了吗？赵清寒突然睁眼。顾平坦然点头，不够，师姐这般美人，看一辈子都不够。赵清寒指尖一颤，一缕寒气倏地冻灭了火堆。黑暗中，他的声音比冰还冷，再废话，我就把你扔出去守夜。顾平却忽然起身，3两步跨到他面前蹲下，掌心托着一枚从别人储物袋里搜来夜明珠，银白的光映出两人交错的影子。他笑得无辜，师姐，火灭了，还有这枚珠子照亮。赵清寒盯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呼吸微微一滞。夜明珠的光晕柔和了他锋利的轮廓，竟显出几分罕见的温柔。他别过脸，语气生硬，不需要。顾平却突然伸手，指尖轻轻拂过他肩头，有蜘蛛。赵清寒浑身一僵，他的指尖温热，隔着衣料都能感受到灼人的温度。那一瞬，他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如泪。骗你的。顾平突然撤回手，笑得狡黠，原来师姐怕蜘蛛。赵清寒猛地拔剑，剑气横扫而过，将岩壁斩出一道深痕。顾平，顾平早已闪到洞口，抱拳讨饶。师姐息怒，我这就去守夜。他立即转身，听见身后极轻的一声哼。顾平听到这声音，像是嗔怒，又像是无可奈何的纵容。夜风拂过，顾平仰头望向星空，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忽然一拍脑袋，他妈的，今晚是好不容易和师姐有孤男寡女独处一室的机会，就这样被他糟蹋了。唉，可惜。顾平只好在洞府外服用血气丹修行了，进入退凡境后期。他每次运转1周天的炼体诀就需要3枚血气丹，每次花费450灵石，堪称昂贵。
但修为不能停滞。他有绝顶的资质，日日坚持修行，不肯浪费光阴，修为的增长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另一边，此间的修仙界的中州，阴阳教的圣子萧远，他和西岳在教内地位相仿，但是两人的名声可是差了一大截。西岳资质极强，又姿色无双，单单是那张脸就让天下男人疯狂，比他这个阴阳教圣子出名多了。他作为圣子，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天下男人都要心思明显，对西岳也是追求的热烈。西岳仙子虽然在外人面前与南修划开了界限，却也愿意对他这位教内圣子展露笑颜。在萧远看来，这就是西岳给他的最大机会。也因此，这一次萧远在进入遗迹之后就极力赶路，终于在3日后找到西岳仙子。西岳此刻正站在古殿群的一座偏殿之上，他远远地打了声招呼：西岳，你也被传送到了这地方啊，好巧。西岳转身看到了凑近的萧远，师兄，你也进来了。这等机缘虽好，但对于我来说还是用不上的，我只是进入遗迹来助师妹一臂之力。他的笑容灿烂，凑上前来和西岳走在一起。西岳仙子脸色无波，只是淡淡开口：多谢师兄好意，只是此次进入遗迹之后，我有所修行感触，想要借着机会明炼道心，怕是很难参与到那12天灵妖丹的抢夺之中啊。西岳回眸一笑：师兄且去争那12天灵，我自有因果要度，圣女何必独行。圣子萧远黑袍猎猎，语气温和，心思也实诚，这也是师尊命我伴你左右，护你周全。他眉心的月牙印记依旧发烫，这是他修行阴阳交感大法感应到天命鼎炉的征兆。3日前，在遗迹入口外封天锁起时，他曾瞥见人群外围的那个啃食灵果的麻衣少年。那人啃着灵果蹲在岩石上，脚边放着一把大刀，那是他只是看一眼，眉心就灼热，也让他明白此行最大的机缘已经不是什么天灵妖丹了。原本他和萧远同时修行阴阳交感大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认定萧远就是天命鼎炉，这也是阴阳教每一代传人都会走的路。可以说，若无意外，他就算是名动天下，只要继续修行这阴阳交感大法，将来必定会成为萧远的道侣。只是前些日子看到那麻衣少年时，所有的打算都有了变化。他从未预料到自己的眉心能够如此发烫灼热。借鉴前几代圣女的修行，遇到天命鼎炉时，眉心只是会微微一暖而已，但是那少年却让他眉心发烫，持续性的灼热。更可怕的是，当他的神识扫过那少年时，少年竟抬头精准捕捉到他的视线，朝他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牙齿。那一瞬，他体内金丹的本命阴阳鱼疯狂震颤，这是功法创立者都未曾记载过的异象。这让他知道，那就是他西岳的机缘，没有什么机缘比得上那天命鼎炉了。12天灵妖丹也不行，只可惜他进来之后苦苦寻找那少年，都是一无所获，却不曾想现在那少年没找到，萧远却找过来了。此刻西岳立在风中，纱衣被风掀起惊心动魄的弧度。萧远心头一叹，只能尊重西岳的意见。此刻他不知想到了什么，就笑着开口，希望这一次师妹能够在遗迹之中顿悟得道，功法修行更进一步。他的话中之意明显，西岳修炼功法更进一步的话，就可以早日感应到天命鼎炉，那时他们两人就可以确认关系。能够将声动天下的仙子揽入怀中，是萧远的梦想。听到萧远的话，西岳面无表情，忽然入定了，默默盘腿打坐，进入冥想状态。萧远没有得到他的回应，也不气恼，毕竟这就是早晚的事。见到西岳已经在打坐感悟，他也没有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不会真的陪西岳修行。对他来说，此次进入遗迹12天灵妖丹是最大的机缘，若是能抢的一颗拿回来给师妹，师妹定能对他刮目相看，岂不妙哉？萧远走远了之后，西岳睁开了眼，起身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寻找顾平的身影。在他心目中，顾平有些飞扬跋扈，必定会进入遗迹的，两人相遇只是迟早的事。另一边，夏元真在压制修为进入遗迹之后，跟着他的12名大夏隐卫已化作黑雾散入四方，去寻找失踪的皇子。这次是夏元真亲自带队了。他指尖掐诀，腰间龙纹玉佩泛起血脉光芒，这是他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同心佩，此刻却暗淡如死灰。皇帝啊，你到底在哪？他眉目担忧，但浑身龙气不减，转而想到弟弟向来崇拜龙族，时常以天子幼龙自居，若是所有地方都找不到，恐怕弟弟是在搜查龙丹的线索，或者与此相关的事。只是那12天灵妖丹被顾平那厮全部拿走，他现在一心寻弟，不想追究。等到找到弟弟之后，他必定要与顾平瓜分那12天灵妖丹。现在知道此次遗迹至宝就在顾平身上的人只有他，他现在只想在顾平之前找到皇帝，好让那厮手里没有条件主动找他谈判，乖乖的把妖丹分他几枚。上一次和顾平谈话，
两人都默契的没有谈到天灵妖丹的事情，这并不代表着他忘了，也不代表着顾平忘了，只是一计之事还未落幕，并没有到瓜分战利品的时候。3日后，夏元真挫败。3天时间，他在遗迹的外围搜查了已知的所有地方，还是没有找到皇帝的踪迹。但是他在这些地方也没有遇到顾平，现在只希望顾平你能帮我找到了。顾平脚步轻盈，赵清寒的身子也宛如羽毛一样落在林间草叶上，两人迅速前进。不远处，一个孤零零的黑色的山是他们前进的方向，这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山奇怪异常，两人在100步开外根本看不到这山，进入100步之内后，这山就在眼前，101步都无法看得见。只是进入100步之内后，此地安静异常，一丁点的动静也没有，两人只好脚步放静，朝前赶路。黝黑的山体在两人过来的方向开了一个门户，走近了才能看到这硕大的门户。两人对视一眼，赵清寒拔出腰间细剑。进入门户之后，这的空间并不明朗，只是一条长长的蜿蜒的甬道，甬道中黑暗无光，他们不得不拿出夜明珠照明。顾平拿出那片自己捡来的龙鳞，龙鳞在昏暗的甬道中映出其上的蜿蜒龙纹。赵清寒的青红剑抵住岩壁，剑锋所过之处，冰霜凝结成剑头，指向地脉深处。这龙鳞果然与这地方有共鸣。顾平握住龙鳞，突然蹲下，赤焰刀刮开青苔，露出地面一道被岁月磨蚀的龙鳞刻痕。看来我们要找的众明宫就在这山腹之中。赵清寒听闻后，剑尖轻挑，3缕灵力钻入岩缝，灵力如同游鱼一样迅速向前蔓延。片刻后，100米外的甬道传来咔嗒轻响，机关齿轮的咬合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他的灵力触动了机关，两人立即竖起耳朵，仔细地倾听动静。见无事发生，顾平才开口：“有机关被触动，说明我们是第一批找到这里的修士。”赵清寒摇头，也可能是有人找到这里之后给后来者营造的假象。顾平心头一凛，点头后和赵清寒一同往前走。灵力就是在这里触动了机关。赵清寒蹲下来，仔细探查眼前的石门，石门已经破碎，坍塌的门户被黝黑的藤蔓缠绕，2条石雕蛟龙盘踞在断裂的梁柱上。顾平刚要上前，盯着这2条蛟龙的赵清寒突然拽住他后领，退后。他手中长剑悍然劈出，剑气斩碎左侧蛟龙石像的头颅，咔嚓，石像内部传来嘶吼，断裂处喷出腥臭的墨绿色毒物，蛟毒。顾平烟罗步急退，反手掷出赤焰刀，刀身旋转成火轮，将毒物点燃灼，烧成青烟。他趁机掠到右侧蛟龙向前，阴阳2气灌入银血断剑，一刀砍在龙头上，给我开！2头蛟龙瞬间破碎，地面震颤，石像轰然坍塌，露出后方幽深的阶梯。阶梯尽头，一扇刻满龙族古传的青铜巨门在黑暗中泛着微光，那才是真正的大门。顾平这次也谨慎了，用灵力试探之后，才捡起赤焰刀迈向青铜大门。等到两人凑近之后，才发现这座青铜大门是在虚掩着。顿时，两人心生警惕，不应该，这里不应该有人进入才对。顾平脑海里急速回想，方才那挡路的毒物不应该。众明宫是万寿宗的产业，是弟子们修行的地方，又需要人驻守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在入口处设置机关？况且，顾平在其他几个地方也都没有遇到过阻碍进入的机关，就连放着至宝的地宫都只是结界而已。他伸手拉住了想要进入青铜巨门的赵清寒。赵清寒停下来，等待顾平的动作，这是两人的默契。顾平先是一边观察着大门上的雕刻，一边竖起耳朵听里边的动静。片刻之后，他鼻子一抽，闻到了一股血味和尸体腐烂的味道，这让他眉头一挑，双手持刃，嘴里塞了几颗疗伤丹、避毒丹，甚至体内火焰都被他当作备用，时刻准备一招杀敌。赵清寒点头，两人从虚掩着的门缝里进入。门内是一座高大的宫殿，灯台上的火焰昏暗，不知道烧了多长时间，此刻映照着宫殿内的景象，让人惊叹。这里太大了。赵清寒环顾四周，保持警惕。顾平一进门，眼睛就眯了起来，他在门后地面上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死了，而且是死了多日。韩立、林小婉、石勇3人，这3人身上有着刀伤，伤口化脓，流出来恶臭的尸水，死前还被人下了毒。顾平眉头终于皱了起来，这样的手段未免有些残忍了。另外，这3人怎么可能找到这里？对于他们这样的炼器弟子来说，其他地方那些零散的机缘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怎么会找到这众明宫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并没有声张。再看3人死的位置，紧挨着的这青铜大门应该是被人关在了里边，急切想要逃出来。顾平猜测有人在这宫殿里释放毒气，这3人要逃离宫殿，但是却被关在了里边，最后被毒倒之后又被人上前补刀，死于非命。要做到这些，那杀人的人早有准备。
并且有让这大门关上的能耐。想到这里，顾平精神一抖。现在那人若是还在这宫殿内，岂不是可以故技重施，将他和赵清寒以同样的方式杀死吗？顾平心底有些拿不准，这莫青云到底何方神圣？他要做什么？莫青云是他们探索小队的第5人，擅长用毒。作为顶级摸尸人，他敏锐地发现这3人身上的储物袋都不见了。顾平迅速在附近寻找是否有其他尸体，他没有找到。在他犹豫要不要先带着师姐先走出去的时候，忽然听到宫殿深处传来了动静。他立即伸手抓住了赵清寒，2人进步躲到了黑暗处。顾平后背紧贴着冰凉的盘龙柱，赵清寒被他拽进石雕龙爪形成的3角空间里，2人胸口相贴。顾平突然扣住他腰肢往怀里带，鼻尖擦过他耳垂，别动。赵清寒绷紧的身子撞上他胸膛，剑柄搁在2人小腹之间。他下意识要挣开，却被顾平掌心灼热的温度烫得一颤。那该死的阴阳灵力又在他身上作坏，脚步逐渐逼近。顾平为调整姿势，屈膝顶进他腿间，膝盖不经意蹭过裙摆。赵清寒立即并拢双腿，足尖踩到他靴面，让他不要乱动了。赵清寒目光带着羞怒，身子突然僵住。顾平的拇指正按在他腰窝，那里是他的敏感所在，此刻被阴阳2气侵入，激得他脚趾在袖鞋里蜷缩。殿外脚步声渐近，顾平突然低头，他的嘴几乎贴上他眉心，呼吸间带着口中有丹香。师姐，你的心跳声太响了。他一说话，喉结就滚动，蹭到他的穷鼻。一缕青丝勾缠在顾平领口，随他呼吸轻轻摇曳。赵清寒抑制住自己的心跳声，2人屏住呼吸，顾平灵力灌入逆息罗盘之中，将2人的气息彻底遮掩。这下只要来人修为不高，只要眼睛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注意他们的存在。脚步临近，顾平突然掐诀，阴阳2气化做薄雾裹住2人，却让相贴的躯体温度骤升。赵清寒玄阴体有了反应，寒气在2人之间生出。顾平火热的胸膛受到了警告，冷却了下来。宫殿深处的动静逐渐靠近，速度飞快。在看到那人是谁之后，顾平心底落定，果然是莫青云。莫青云脚步飞快，走过来的时候迅速排查此间宫殿，然后凑到青铜大门缝往外看。看到外边没有动静之后，莫青云并不罢休，而是蹲下身来查看门口的几具尸体附近的地面。此刻的顾平才发现，那地面被撒了一层细细的薄灰。他看了赵清寒一眼，赵清寒摇头，顾平点头。他们2人都注意脚步，没有在地上留下痕迹。探查完地面之后，莫青云走出了青铜大门。顾平和赵清寒并没有选择妄动。果不其然，几息过后，莫青云又进来了。顾平知道，他肯定发现了外边那2座被破坏的用来吞吐毒物的石龙。莫青云进来之后，站在门口，朗声大笑：“出来吧，我知道你们进来了。”顾平抓紧了赵清寒的手，赵清寒也没动。这依旧是诈。顾平的目光很冷静。莫青云的声音在大殿之中产生了回音，莫青云闭着眼睛仔细听取回音。若有人藏在殿中，殿中多了1人，回音必定会和原本有所不同。顾平也揪心起来，这畜生真是好脑子。不过他小瞧了逆息罗盘的作用，那声音直接穿透罗盘笼罩的2人，在墙壁上激荡之后返回到莫青云的耳中，回音并无异常。莫青云似乎松了一口气，但他返回宫殿深处的时候，还是把青铜大门关上了。顾平注意到他手上的一块青铜令牌，那令牌就是用来关门的。关上门之后，莫青云在大殿中又扔了几颗疯狂冒着毒烟的毒丹，他才离开此处，朝着大殿深处走去。这畜生这么谨慎，里边肯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大事。刚刚没动手是明智的选择，动手了他就没有这洞悉秘密的机会了。毒物飞快扩散开来，顾平2人立马服用避毒丹，但是这避毒丹对这毒物竟然没有什么作用，2人还是吸入了毒物，疗伤药也不见效。顾平心头一惊，此毒无解，难道自己2人真的要像韩立几人一样被莫青云毒死？伏骨胶毒化作墨绿色浓雾翻涌而来时，赵清寒的玄阴寒气已凝成冰墙，但毒物竟腐蚀的冰墙滋滋作响，眼看就要穿透。一旦穿透，2人必定中毒。师姐别动！顾平突然从背后贴上来，双臂环过他腰际，掌心阴阳2气喷薄而出，黑白灵力在2人身前交织成太极图，毒物触及图文的瞬间，竟被阴阳2气疯狂吞噬。顾平闷哼一声，嘴角溢出血丝，毒物在他经脉中横冲直撞，被阴阳圣体自行吸收，金色火焰加以炼化成精纯灵力。你！赵清寒察觉背后传来的体温骤然升高，顾平的气息竟在暴涨，惊讶开口：“再用毒物修炼，这阴阳圣体未免太夸张了一点。”赵清寒此时算是对这逆天体质有了概念。顾平舔掉唇边血迹，眼中惊艳跳动。这畜生用的毒好强，我的身体都险些无法容纳消化。
他手中结印，最后一丝毒物被抽成灵丝，没入丹田。大殿内一片清明，毒物散了。顾平松开手，赵清寒的血色衣襟已皱得不成样子，腰间玉带不知何时被他扯得松松垮垮。他反手整理衣带，却摸到顾平来不及撤回的手，两人指尖相触，各自又瞬间移开手指，当作无事发生。夜明珠又被顾平拿了出来，照出他耳间一抹绯色，还有昏暗的宫殿角落。两人朝着宫殿深处走去，穿过这座宫殿之后，地上开始出现细如发丝的缠灵线。赵清寒剑尖轻挑，正要斩断，却被顾平按住手腕。等等，他阴阳二气顺着丝线蔓延，在这如同杂草一般的丝线上感受到了莫青云的灵力波动。这是经过特殊布置的警戒线，只要有人触碰到这些丝线，莫青云必定会知晓。顾平猜测赵清寒最初在石门处放出去的探查灵力，就是触发了莫青云的警戒。他用阴阳二气覆盖在这些缠灵线上，并没有触动警戒，这丝线也只是微微发亮后就恢复如常，二人踏过也无警报。你连他的灵力感知都能屏蔽？赵清寒声音中带着惊诧。顾平摇头，这人我认识，对他的灵力较为熟悉。当初莫青云进入探索小队时，他就觉得这人奇怪，有心防备。那时他就用心留意莫青云的灵力，想要推断他的来历，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顾平两人朝深处摸进去了，又经过一道门之后，两人感受了变化。此门内的灵气浓郁到已经凝成云雾，顾平刚踏入半步就僵在原地。好多宝贝，这是藏宝地。9根盘龙柱撑起的穹顶下，悬浮着数百件笼罩灵光的宝物。最中央的玉台上，一柄通体晶莹的古剑正吞吐着龙息般的白芒，那是真龙脊骨炼制的飞剑。赵清寒惊异，他腰间的双天剑突然震颤，对那古剑生出臣服之意。顾平目光如炬，考虑片刻之后，他凑近了一个光团，光团里边是龙灵盾，感受笼罩在龙灵盾上的光团。光团没有莫青云留下的警戒。顾平和赵清寒对视一眼，赵清寒伸手去拿，灵力在他手中绽放，但是光团不为所动，打不开，拿不走。两人心思明朗，这东西不是莫青云不想拿，而是他拿不走。因为赵清寒伸手触碰了光团的缘故，两人又躲在暗处静待片刻，莫青云没有出现，他们才又走出来。赵清寒的目光看过来，顾平知道他什么意思，毕竟他的灵力不一样。顾平伸手放在光团上，和方才溶解吸收了毒物一样，这光团在他的手中逐渐变淡。片刻之后，光团消失，他伸手拿起来了龙灵盾。两人再次消失，躲在暗处没有动静之后，顾平才开口，不行了，我不能一直这样吸收驳杂的能量，一来这样吸收的灵力驳杂至极，我的肉身扛不住，二来若是再这样吸纳，我的修为必定增长，炼气巅峰的修为就压制不住了。好，我们从长计议。赵清寒虽然这样说着，但目光紧盯那把雪白的龙骨剑。顾平也意识到师姐对那把剑也是异常喜欢，这件雪白的颜色确实与她的气质也相符。顾平拿出刚刚弄出来的龙灵盾，两人仔细探查盘算，具体品级不知，至少是金丹高阶的法宝。这个结果让顾平欣喜，他确实少一件防护型法宝，虽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但面对强敌的时候，这东西也是必须的。见赵清寒要往前赶路，顾平也是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宝贝，走不动路。他把心一横，师姐，帮我护法。好。顾平盘坐下来，金色的火焰在他经脉之中游走，灼烧炼化浑身修为，将修为再重新夯实。这火焰同时也灼烧点燃他体内积存修为的杂质。只是金色火焰刚一运转，豆子大的汗水立即从脸上流了下来。片刻后，顾平出汗的速度堪称下雨，整个人都被烧得枯萎了，浑身水气散失。他从炼气一层开始用火焰点燃炼化修为，一层一层的又过了一遍，和上次收服火焰时一样。最后到炼气13层，这一次他的修为从炼气13层巅峰降至炼气12层巅峰。这一次他压无可压，修为已经扎实到了极限，再烧的话整个人都会死。炼化完之后，顾平吞下一枚气血丹，恢复了一些神采。太痛苦了。结束之后，赵清寒渡过来，灵力为他疗伤。休养片刻之后，两人将目光看向了最中间石台上的那把龙骨剑。顾平凑近，笼罩在龙骨剑上的光团更加浓郁，不知道把这光团容纳在体内，他的肉身能否扛得住。他伸出双手，慢慢吸收这些光团，这光团也是能量的一种，可以被他的阴阳圣体吸收容纳。只是这个过程太过痛苦的他的肉身都在颤抖，光芒渐渐变淡，里边的龙骨剑出现了细微的颤抖。顾平和赵清寒对视，圣女集中意念，静待可以伸手的机会。终于光芒全无，赵清寒在第一时间伸手，
但此剑的速度更快，一瞬间就逃窜出去。圣女早有预料，烟罗布往前一踏，一把抓住剑柄。龙骨剑被人抓住，顷刻间就挣扎个不停。赵清寒被他带着往远处乱窜，这真是宝贝啊！顾平气的眼睛一亮，急忙去帮他。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的后脑勺一阵发冷，他下意识地偏了脑袋，一抹剑光斩断了他的几缕发丝。仓促之间，顾平转身一刀，刀气凌冽。本以为是莫青云终于忍不住偷袭，但看清楚来人之后，他也是瞬间一愣。此人很陌生，并不是莫青云，还有高手。他心头一跳，如果不是的莫青云的话，此人必定已经看到了他拿出龙骨剑的全过程。一个词在顾平脑海中蹦了出来：守株待兔。此人必定是藏在某处，等待着有人能打开光团，拿到宝剑，他才趁机出手夺宝。仓促之间，他伸手一拳打在此人胸前。是软的，但那人被他一拳还是轰倒在地。他飞快拔剑，瞬间架在了那人脖子上。这时候赵清寒也终于勉强镇压住了那把剑，宝剑在他手中稍稍安顺下来，他就即刻赶了过来，和顾平成包围之势。你是谁？叫什么名字？顾平开口询问。地上那人不回答。顾平担心他是和莫青云一伙的，就要挥剑杀人。饶我一命，我和里边那人不是一伙的，放过我，我可以把储物带给你。顾平看他也是压着声音在说话，也就信了3分。最重要的是，他腰间挂着的那枚夏元贞给的玉佩，此刻也有了发烫的反应。这是夏元贞要找的人，大夏皇朝的皇子。但是这人是个女扮男装，她是个女人。刚刚他打出去的那一拳软软的感觉是不会错的。他把叶明珠凑近，见这人面色白净无须，身材高挑，脸色更是白里透红，肤若凝脂。虽说男人中也有这样的，但是顾平注意到他下意识的眼神中有一些小女子的情绪意味，且他以阴阳之气试探，发现阴气与他相冲，就证明此人就是女人。愚蠢，把我杀了，你的储物袋也是我的。顾平把刀逼得近一点，说吧，还有什么能给我的？如果说不出个1、2、3来，我留你何用？这一次，这姑娘真的是怕了，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浑身都在因为恐惧死亡而颤抖。她实在没想到自己的资质在炼气巅峰里都。赵清寒并没有看出来此女是女扮男装，他只是觉得顾平今天有点手软，甚至有点圣母。这种无关紧要的人杀了就杀人，不过是一刀的事情。莫青云身上的秘密才重大，此刻果断杀了此人才是最好的办法。留着此人也是夜长梦多。他决定此事之后教育一下师弟，该杀的时候不杀，留着过年嘛。地上那人颤颤巍巍开口：我可以认你为主，你别杀我。顾平脸色一正，不过他也确实遇到过许多修士在他的刀下时是如此求饶的，那些人甚至更狠，给他的条件更多，还有不仅自己给他做奴仆的，还让自己家人世代给他为奴的，太多了。修士好不容易得到寿命，没有一个人是不惜命的。这姑娘现在也是正常反应。顾平笑了：你有什么能耐，也配做我的奴仆？我的体质很特殊。哦，什么体质？我有返祖的真龙血脉。赵清寒听闻，顿时看了过来，眼睛一亮。这返祖的真龙血脉资质，若是真的，也可以作为一大家族兴盛所在了。此女若是饶他一命，可以带回宗门修行，甚至可以带师收徒，离月宗的未来就更加辉煌。妙哉！幸好师弟刀下留人了，不然这么一个好苗子就要被糟蹋了。顾平则是捂着嘴轻笑，恍然大悟。他低声凑过去，在姑娘耳边开口：笑死人了，就你这样的还返祖真龙血脉？这你要有这种血脉，你家里人不保护你，让你一个人来这一集。这话一出，似乎触动了他心弦。小姑娘顿时眼泪婆娑。顾平歪嘴，伸手在她脸上拍了拍：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真没出息！求求你了，不要杀我，好不好？他的语气之中已经有了哭腔，声音也没压着。顾平立即把剑刃贴着他的脖颈，恶狠狠地开口：喊什么喊？再大声说话，我现在就宰了你！他顿时屏气，不敢放肆。顾平摇头，有些可惜地开口：若是做了我的奴仆，你的道心必定破碎，此生再无大的成就，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要啊，不要杀我！一听自己没用，这姑娘的声音立即带上了哭腔。赵清寒心里已经有了决断，这姑娘守在这里不知道多久了，她和顾宁拿走龙骨剑之后，她才现身，说明她确实是很想要这把龙骨剑，这或许和她返祖真龙血脉有关。大概率这姑娘的话是真的。顾平叹了一口气：那你这有点难办啊，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只要不杀我都行。顾平点头：我现在还缺一个道侣，不知你愿不愿意做我的道侣呢？这样的话，你既可以跟在我身边伺候，也不用给别人当奴仆，未来不可限量，
现在还不用死啊？你发现了？这小姑娘一惊。当然。顾平咧开一个残酷的笑容。答不答应？不答应马上死。答应，我答应你。顾平点头。好了，这下到时候可以和夏元真算算账了。他心里很清楚，等到遗迹的事情一结束，夏元真必定会找他要天灵妖丹。现在他成夏元真妹夫了，出去之后把弟弟还给夏元真之后，再娶了夏元真，天灵妖丹就全在他手上了。师姐，你那里有没有写盗窃的纸张材料？赵清寒脸色很冷，听到顾平的馊主意之后，他眉头拧在了一起。好色之徒，原来早就看出来人家是女子，趁人之危就贪恋美色，果然是臭男人。但他也明白，顾平这馊主意还算是有点用。他要是把人家姑娘娶回了宗门了，这姑娘将来也是宗门的柱石，他倒是会占便宜。赵清寒愤愤地掏出了一张兽皮，兽皮经过了特殊的处理，上面有着云纹脉络。顾平用小刀割开少女的指尖，取出一滴精血，又取出了自己的一滴精血，混在一起之后，在兽皮上写下婚书。你叫什么名字？夏元白。生辰八字：甲子年丙寅月癸巳日乙卯时。得到了信息之后，顾平把手中的笔递给他，诺，你来写吧。夏元白一边擦眼泪，白皙的手一边在兽皮上写下内容。盖闻天地之初，阴阳始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结合，乃天地之大义，阴阳之正理。今有顾平与夏元白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妻，共修大道，同证真常。若有违背，天诛地灭，不得超生。一边抽泣一边写完。写完之后，这姑娘自觉地按了手印，顾平也写下名字结印。顿时这张道气发光，隐隐和大道关联在了一起。这下子他们两人中有一人不认婚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赵清寒心底一叹，这修行的好苗子还是要被糟蹋了。顾平也笑呵呵地把自己的架在人姑娘脖子上的剑拿开了。好了，你不用死了，起来吧。你不是想要这把剑吗？诺，这把剑给你。顾平转身就从赵清寒的手里把那把龙骨剑拿了过来，递给了夏元白。少女一脸疑惑，泪眼婆娑地看了看顾平。不用死，还有宝剑呢。和人结为道侣真是一件好事啊。姐姐不是说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吗？另一边，赵清寒人傻了，他站在原地似乎怀疑人生。他的宝剑，顾平转手就送给了夏元白那姑娘。那他赵清寒算什么？她不是师姐吗？那剑不是给她的吗？或许意识到不妥，顾平凑过来和赵清寒小声悄咪咪的开口：师姐，别担心，那剑只是先放在他那里，他是夏元真一直在寻找的弟弟，我现在骗婚，如果不把这宝剑放在他那里，走出遗迹，夏元真肯定不放过我。你先别心急。赵清寒这才缓和了内心躁动，原来是夏元真一直寻找的弟弟啊，难怪他顾平如此费尽心思。赵清寒轻哼了一声，顾平又凑近开口：就算是道侣，在我心里也无法与师姐相比，我早已把师姐你当作道侣对待，怎会辜负你呢？赵清寒转身只当作没有听到，只是耳根又红了一大片。顾平压不住嘴角的笑意，现在调戏师姐已经没有什么后果了，赵清寒也不会因为他放肆的话怪罪他。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双人行变成了三人行。顾平发现夏元白这姑娘也很是机灵，他给顾平两人指了指他躲藏的位置。顾平慨叹，这姑娘脑袋不笨的，只是遇到他实在打不过他，今天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有了一次失误之后，顾平这次走过一个地方就要把这地方盘查清楚，避免还有人藏在这里。元白，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要齐心协力了，不能有间隙，必须彼此信任，才能不受伤不丢命。深深呼出一口气之后，少女朝着顾平点头。开战之前先把自己所有的帮手都给稳住，发挥好所有人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顾平大费周章的和他签订道契的原因，他也不想自己前边干的时候后边有人捅他刀子。当三人终于抵达宫殿深处时，绕过一根石柱，眼前的景象让三人瞳孔骤缩，好在他们及时退了回去，没有一丁点动静。三人在黑暗处目光平静地看了过去，莫青云悬浮在一座祭坛中央，这已经不可思议了。要知道遗迹之中所有人都是炼气巅峰修为，不可能有人滞空，那就是祭坛的神意。此刻莫青云的周身缠绕着12道璀璨的锁链，每道锁链末端都定入虚空，看不到源头。祭坛下方整座遗迹的微缩投影正在他周身缓缓旋转。赵清寒没有出声，而是伸手在顾平手心飞快撰写，他在炼化这座万寿宗遗迹的洞天本源。他的青红剑出鞘3寸，却被顾平按住。顾平想先看看这家伙是如何炼化遗迹本源的。片刻后，顾平看了一会儿，没有看出一个所以然来，决定不再等待，他要立即绝杀莫青云。
炼化这座遗迹可是一个不小的机缘，他怎么可能看着别人炼化？这不是抢他机缘吗？顾平三人藏身于石柱阴影处，目光如炬地盯着祭坛中央的莫青云。那12道璀璨锁链缠绕其身，与整座遗迹的微缩投影都已经共鸣。显然，他已触及洞天本源的核心，不能再等了。顾平和赵清寒、夏元白对视，他的手掌擦过赤焰刀锋，阴阳二气在刀刃上流转，另一手饮血断剑也是如此，隐隐凝成太极轮转之势。他侧目看向赵清寒，后者微微颔首，剑身无声出鞘3寸，寒气在地面蔓延成霜。夏元白则紧握龙骨剑，剑身轻颤，似与他的真龙血脉呼应。万事俱备，顾平身形骤然暴起，烟罗步踏出残影，赤焰刀裹挟烈焰，直劈莫青云后心。刀势未消，阴冷的饮血剑就接踵而至。闭眼炼化的遗迹的莫青云忽然有感，觉得杀机来临。关键时刻，他及时闪身，但右臂还是被顷刻斩爆。顾平这一手太极双刃，无往不破。只是这莫青云还是太迅捷。莫青云猛然回头，脸色大变，仓促间捏碎扔出一枚毒丹，转身就逃。毒丹瞬间冒出墨绿色毒瘴。雕虫小技。顾平冷笑，伸手拿起毒丹，塞进了嘴里，以免这毒物影响赵清寒两女。这一幕反倒是让莫青云停下了逃跑的步伐。敢吃他的毒丹，这顾平必死。但顾平的刀势不减，阴阳二气轰然爆发，刀锋狠狠斩在莫青云肩头，鲜血喷溅。莫青云惨叫一声，连接在他身上的祭坛锁链剧烈震颤。他狰狞嘶吼：“你们找死！”反手又甩出3颗毒珠，这次的毒雾瞬间弥漫整个空间。赵清寒出手，毒雾尚未扩散，一道冰蓝剑光横扫而过。他玄阴体灵力全开，剑气所过之处，毒雾冻结成冰晶，速速坠落。他剑锋一转，寒冰锁链从地面爆起，缠住莫青云双足。见人莫青云怒吼，眼看自己寡不敌众，就要操控祭坛上的锁链骤然回缩，试图将他拉入虚空遁逃。等到这些人再次中毒后，他再回来也不迟。这时，夏元白忽然出现，他手中的龙骨剑骤然龙吟大作，他的真龙血脉沸腾，剑锋如龙，化作一道白虹贯穿锁链。咔嚓一声，3根锁链应声断裂。莫青云身形踉跄，还未站稳，顾平已欺身而上，饮血断剑抵住其咽喉，阴阳二气风死他周身经脉。剩余2人迅速处理毒物。莫青云被刀架住了脖子，顾平，没想到是你，可惜你吞了我的毒，任你如何强大，必定会死。你的毒在我面前全是笑话。顾平一脚踹碎祭坛阵眼，锁链崩散。莫青云面如死灰，被顾平掐着脖子提起，像条濒死的鱼般挣扎。赵清寒剑尖轻挑，挑飞他怀中所有毒丹与符箓。夏元白龙骨剑戳在他脊背上，龙骨剑的龙威镇压得他骨骼咯咯作响。3人合围，莫青云再无退路。说，谁派你炼化遗迹？顾平逼问，指节收紧。莫青云嘴角一血，却狞笑不语。不必问了。赵清寒冷然道，搜魂便是。被人骂贱人，赵清寒的性格怎么能忍？他掌心按上莫青云天灵盖，寒冰灵力和神魂侵入识海。莫青云终于恐惧嘶吼，不。片刻后，莫青云瘫软如泥，神魂俱损，死的不能再死。赵清寒也无奈，他的神魂深处有绝世强者下了禁制，只要搜魂，他就会当场死去。应该是大势力的弟子。顾平将其储物袋扯下，掂了掂笑道：“不过这畜生倒是攒了不少宝贝。”他把储物袋扔给了赵清寒：“师姐，你们2人分一下吧。”夏元白手拿着剑，眼巴巴地看着那储物袋。还有他的份吗？顾平则是转身看着那12条还未完全断裂的虚空锁链，没有炼化这洞天遗迹的办法，他也只好学着莫青云的办法，连接12根锁链。12道虚空锁链依旧悬浮在祭坛之上，与整座遗迹共鸣。顾平伸手触碰其中一条锁链，顿时感受到磅礴的洞天之力涌入体内，仿佛整座遗迹的规则都在向他敞开。这锁链是遗迹本源规则的具象化。他尝试以灵力牵引，但锁链纹丝不动，反而震得他经脉生疼。蛮力不行，得另寻他法。顾平盘坐于祭坛中央，金色火焰自丹田燃起，阴阳二气在周身流转，化作黑白交织的太极图。他闭目内视，以阴阳圣体的特性包容万千，容纳万千，去感知锁链的本质。他尝试将一缕锁链之力引入体内，但瞬间狂暴的洞天规则如洪水般冲击他的经脉，血肉几乎崩裂。噗！顾平嘴角一血，但眼神反而更加炽热。果然，这锁链蕴含的是整座遗迹的规则之力，普通修士根本无法承受。但我不同。师父说过，
阴阳圣体最强大的特性便是能将一切一种能量分解、容纳、炼化。想到了这里，顾平不再强行吸收整条锁链，而是以金色火焰为媒介，将锁链之力一点点剥离、分解，再以阴阳二气调和，使其变得温和可控。吃，锁链之力被金色的火焰灼烧，化作细小的规则碎片，如同星星点点地入他的血肉。每吸收一缕，他的肉身便微微震颤，骨骼发出龙吟般的共鸣。有效，但速度太慢，若按此法，至少需要数月才能完全炼化。遗迹的事情现在已经被架在了火上，他需要凑热闹，而不是躲在这里。另一边，赵清寒和夏元白确实听了顾平的话，拿着莫青云的储物袋开始瓜分战利品。赵清寒的积极性很高，这毕竟是他进入遗迹之后的第一个战利品。莫青云的储物袋打开了，只听噗的一声，一股气体在打开的瞬间散发了出来。凑得近的赵清寒和夏元白防无可防地吸入了这些无色无味的气体，两人对视一眼，都是脸色一变。这莫青云的一手用毒的功夫的很娴熟，却没有想到这人在自己的储物袋上也留下了禁制，祸害后来人。两人急忙盘坐下来，用心地去除这毒，但发现这气体进入体内之后，瞬间就无影无踪，灵脉丹田之中都没有发现这毒。这一下让两人着急了起来。片刻后，两女面色红润，他们似乎是发现了什么。赵清寒倚靠盘笼住喘息，玄阴寒气本能反扑体内的反应，却在银毒侵蚀下，这些寒气化作细密水珠，顺着锁骨滑落，偏偏少了一分冷淡，多了一分诱人滋味。他咬破舌尖维持清醒，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寒霜从脚底下蔓延开来，又瞬间被灼热的身子蒸腾。目光扫过正入定炼化洞天遗迹核心的顾平，他紧闭自己的嘴，此刻万万不能发出声音的。师弟本来就对他有心意，若是看到他这等样子，他的身子非得在今日丢了不可。片刻后，莫青云留下的银毒大展神威，毒力失控般涌向他的小腹。赵清寒手中的剑鞘当啷坠地，夏元白的龙骨剑早就脱手插进地面。他真龙血脉此刻与银毒竟然同流合污，血脉之力此刻就像是一个笑话。他背部的衣服开始灼热起来，龙血就在他的脊髓骨之中。他蜷缩在祭坛边缘，浑身颤抖，脸色又红又白，喉间溢出幼兽般的呜咽。夏元白的目光瞥见此刻密室之中唯一的男修顾平，又想起他和顾平已经签了婚契，他的双腿竟然不听使唤了，自动朝后瞪着，迫使他贴近那具阴阳圣体。赵清寒鼻尖忽然闻到了顾平身上的男人味道，这味道此刻对他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他已剑撑着地，想要起身远离，双腿却酥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身白皙的仙子就这样跪倒。他的衣裙被汗浸透贴在腰臀，这让赵清寒羞愤交加。眼见夏元白已无意识蹭向顾平衣摆，他急忙厉声喝道：“元白，守住道心！”声音却沙哑低微的，如同在说悄悄话。夏元白恍若未闻，依旧朝着顾平爬去。顾平则是全神贯注地思考炼化的这一季的事情。忽然，他想到莫青云能够用炼气巅峰的修为操控锁链，恐怕也不是用的什么好方法。即便是有方法，这么低的修为也未必可以顺利炼化。他必定是找到了某种捷径。他仔细地回忆莫青云的姿势，发现对方并非直接炼化锁链，反而是悬空在这里，与人说话一样的一脸平静。他好像是在以某种方式让锁链认主，威逼利诱，给这一季画大饼，或者是能够有什么东西正好克制这一季。他的脑袋飞快旋转，难道这锁链并非死物，而是有灵性的？他假设这一季的核心有灵性，但是灵性不多，如同幼童一样。他虽然打不过，无法直接炼化，但是可以哄骗威胁恐吓一下。做好了打算之后，顾平尝试以神识沟通锁链，果然锁链微微颤动，似在回应。原来如此，顾平猛然睁眼，双手结印，阴阳二气化作黑白锁链，反向缠绕住祭坛锁链。他可不会给谁许以重礼，那只能威胁一下了。既然无法直接炼化，那你就主动臣服吧。他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全力催动金色火焰，阴阳二气如洪流般为火焰助力，火焰在他体内熊熊燃烧，一遍又一遍地冲刷锁链。同时顾平也在以神识在锁链上烙印自己的意志，要么认我为主，要么被我炼化。锁链剧烈挣扎，一记震动，穹顶碎石簌簌坠落，但顾平不为所动，继续施压。咔嚓，第一条锁链崩碎，化作纯粹规则之力被顾平彻底吸收。成了！他精神大振，如法炮制，剩余锁链接连崩解，金色的火焰越烧越大。每炼化一条，他对遗迹的掌控便加深一分。当最后一条锁链被炼化时，这些纯粹的遗迹本源就和顾平融合在了一起。他脑袋一懵，
怎么回事？不是炼化遗迹的核心，掌握这个遗迹吗？现在为什么他和这个遗迹融合在一起了？他回想自己炼化的过程，好像真的像是我在吞噬一样。我把这遗迹的本源完全炼化进入体内了，阴阳圣体又主动吞噬容纳这些本源，好像应该把这些本源炼化成一件食物才对。但是现在这样，自己就是这座洞天，这座洞天就是自己，这种感觉似乎比把这遗迹炼化更爽。炼化成功的那一刻，顾平身上隐隐出现了一座洞天的虚影，然后虚影又在他身上隐没了，整座遗迹也猛然一颤。顾平的神识瞬间扩散至遗迹每一个角落，他看到了跑马山的灵泉，大蛇湖的蛟龙尸骸，地宫深处的残阵，甚至能感知到遗迹内其他修士的动向。我就是这洞天。遗迹之中，天地骤变，原本稳固的洞天规则先是突然紊乱，12处地狱同时震颤，山岳崩裂，湖水翻腾，灵气潮汐开始肆虐。此时洞天遗迹之内，各路天骄还在极力的搜寻12天灵妖丹的总计。江无涯正于跑马山灵泉处采集玄水精魄，忽觉脚下大地剧烈震动，灵泉竟逆流而上，化作水龙卷直冲天际。什么情况？洞天龟则被人撼动，他九窍玲珑心疯狂推演，眸中神光暴涨，有人竟然在炼化遗迹本源，真是不自量力。一个洞天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的本源哪有那么容易就被炼化？搞笑。但是片刻后，他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了，遗迹之中躁动的规则竟然平息下来了，而他在刚刚的一瞬间被一道神念扫过，这道神念来的迅速，走的也迅速，但他确确实实是感受到了。该死，真让他炼化成功了。很好，不过也要多谢谢你，把这洞天的本源炼化成食物。这一次除了12天灵妖丹，大家又有一件可以抢夺的至宝了。他盘腿坐下来，再次利用自己的巧夺天地造化的体质，七窍玲珑心推演到底是谁炼化了这洞天遗迹。噗，他一口脓血喷了出来，受伤惨重。怎么可能？我为什么都推算不出来他的身份？他的七窍玲珑心推算人和事的时候向来是有求必应，更何况是推算同阶修士，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竟然因为推演被反噬了。大蛇湖，西月正在于水底寻找顾平，忽然他的美眸中闪过一丝金色。洞天异变，他素手掐诀，神识扫过虚空，得不到结果，心里则是惊叹，此次遗迹之行是真正的天骄云集，不仅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天命鼎炉，此刻更是有人触动了洞天的规则。岂可乎！玄琛脚踏浮屠塔，正以佛光镇压一位修士，忽然他手中的动作停了下来，抬头看天，我佛慈悲，到底是谁有此等大机缘？南域的修士向来团结，进入遗迹之后也是如此，他们之中有人注意到这遗迹洞天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也是没有一丁点的犹豫，迅速离开了这遗迹。势不可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受制于同阶修士的，若是没有防备，落入同辈修士掌控之下，这对他们的道心有着极大的打压，不利于往后的修行。所有的探索遗迹的修士此刻都察觉到了这里的规则变得不太寻常。混乱中，一道恢宏道音自头顶的虚空降临，震得众修神魂战栗。洞天一主，闲杂退散。下一刻，各地都突兀地掀起了灵力潮汐，潮汐之力所过之处，所有修士都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在松动。如果一直在这样的灵力潮汐之中，他们必定会被剥夺肉身的。各路修士都不得不暂时放弃此地机缘，转身就朝着遗迹出口的位置过去。渐渐的，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修士都在往遗迹出口赶，这灵力潮汐就是要将他们赶出去。有不知道实情的修士开口说，原来是遗迹要关闭了，原来是遗迹要关闭了。谣言就这么起来了。遗迹的主人顾平都没有想到，10几位天骄此刻也不得不停下搜寻的步伐。这些灵力潮汐，他们现在的修为也是不敢抵抗，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普通的炼气巅峰修士一样慌不择路地朝着出口逃，他们自是艺高人胆大，不约而同地朝着遗迹的最核心的区域前进。那里的地狱即便会让人致幻，但他们哪一位身上没有至宝呢？区区致幻不会挡住他们的路，他们只想将那个得到了最大机缘的修士找出来。到底是谁得到了遗迹的核心？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一个个的都没有找到12天灵妖丹，都猜测别人已经得到了，想要抓住在遗迹之中的机会抢夺这些妖丹。毕竟他们这些压制修为进入遗迹的人，进来一次所花费的代价可不小，若是让妖丹离开了遗迹，想要得到那可就难上加难了。顾平周身缭绕的洞天规则逐渐收敛进体内，他还来不及向赵清寒传达喜悦。当他彻底炼化完遗迹核心，结束深层次打坐，睁开眼的时候，却对上了2双迷离如雾的眼睛。赵清寒倚在盘龙柱旁，素来清冷如霜的师姐此刻面色红润，
赵清寒体内玄阴体的寒气此刻正在与银毒激烈冲突，体温的冷热变化竟然在他肌肤上凝出细密的水珠，顺着锁骨和身子骨蜿蜒滑落。师姐的指尖却死死扣着剑柄，似乎连握剑的力气都被抽离。在对上顾平目光的那一刻，他手中的剑终于无力地落在地上，在寂静的宫殿内格外清脆。这剑原本是他要在自己控制不住身体的时候自己了断的武器，现在他竟然没有一丝拿剑的力气了。他现在拿什么自裁？师弟。他咬唇偏头，声音低哑呢喃，尾音带着难以抑制的轻颤。夏元白则已经爬到了祭坛边缘，他的抵抗要比赵清寒更加艰难，毕竟龙性喜阴，真龙血脉此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阴毒。只是他见到顾平还在闭关，不敢轻易打扰，硬生生的忍住了想要和顾平亲密的举动。只是顾平此刻盘坐着的坐台都被他的指甲抠出血痕，他的内心在顾平打坐结束之后被阴毒彻底点燃，浑身颤抖。夏元白伸出来手拽住了顾平的衣角，少女身上的衣袍也早已散乱开来了，露出底下泛着粉衣的雪肤。她无意识地蹭着地面。顾平刚想上前查看，却见两女同时都抬头，目光灼热地锁定了他。现在先救哪一个？在他犹豫的时候，赵清寒突然动身伸手，葱白的指尖勾住了顾平的衣摆。素来握剑稳如磐石的手指，此刻却虚软得如同无骨，只能借着他的力道一点点攀附而上。他的呼吸急促，吐息间带着淡淡的香味，混着银毒催生的情热。他整个身子扑在顾平脖颈之间的时候，烫得惊人。赵清寒脸色羞红，师弟别看。顾平哪里能忍着不看？更何况赵清寒更是把他的脸抱在怀里，他想不看都难。只是此刻事态危机，他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发展始末，只是匆匆的一眼之后，就立即礼貌地收起来了目光，着急地开口：师姐，你们这是怎么了？赵清寒已经察觉到了顾平的目光，心底一暗，身子已经被他看去了，如何是好啊？他强行转身，却把汗湿的脊背贴在了顾平的胸膛，血色的肌肤此刻正一团团地展露出来中了银毒之后的毒红，玄阴体此刻也在被这剧毒侵蚀最脆弱的灵脉节点，毒素正在随着他的灵力运转，在浑身各处游荡。是银毒，他艰难地开口。顾平不得不把他的身子扶正，以免师姐做出其他对他的冒犯之事。顾平此刻已经焦头烂额了，他刚想开口，夏元白却突然从另一侧扑来。少女的真龙血脉彻底暴走，毒素在她腰间亮起妖异的红光。她的俏脸无意识地蹭着顾平的手掌的虎口，似乎在渴望顾平的关注，更像是一个不通男女之事的少女，以为抚摸就可以解毒。夏元白体内的龙血躁动，使得尾音带着颤：夫君，帮帮我！他这称呼更是让顾平一愣，想来他已经是中毒，失神道不知天地为何物了。他的衣带早已松散开来，露出腰间的白皙，里衣也散乱，几乎所有的景色都摆在了顾平的眼前。顾平呼吸一滞又一滞的，口水疯狂吞咽。这他妈的是怎么中毒的？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银毒戏弄他这个大色狼啊！这放在他手里，不待在他怀里，他可怎么忍得住啊？终于，赵清寒的声音比风还轻：师弟，用你的阴阳二气。素来清冷的师姐此刻眼尾泛红，眸光水润，竟透出几分罕见的媚态。她的指尖又无意识地摩挲着顾平的腕骨，指甲在他肌肤上留下浅浅的红痕，想要引导顾平的手，但是他在强行忍着。夏元白真龙血脉与顾平的阴阳圣体共鸣，龙骨剑在不远处震颤，剑身上的龙纹隐隐发亮，似在呼应他的躁动。顾平能清晰地感受到两女的神识意识正在银毒的侵蚀下逐渐涣散。赵清寒的浑身灵力乱成漩涡，夏元白的龙血则如同沸水般在经脉中奔涌，两人的气息交织在一起，竟让也周身的灵力都为之震颤。师弟！赵清寒突然仰头，发簪坠地，青丝如瀑般散落。顾平深吸一口气，阴阳二气虽然可以给自己解毒，但是现在他两人毒已经深入骨髓，想要找到法子解毒也不是轻易的事情，更何况他现在想要抓住两人的手解毒，又是一番努力的寻找解毒的办法，但他还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因为一拉一扯之间，赵清寒也把他的衣服全，他不仅把衣服脱了，还整个人缠在顾平身上。师姐，清醒一点啊，你的身子现在可破不了。他虽然早就把赵清寒当做自己的女人了，但是现在明显是他修行的关键阶段，此时破了身子，以后遇到无法突破的桎梏又该怎么办？他的原因不能在此时丢失啊。他的呼喊非但没有让赵清寒清醒，相反赵清寒意识的抵抗越来越薄弱，此刻也无力的开口：算了，师弟，我实在太痛苦了。此话一出，顾平更是苦笑。赵清寒苦苦坚持数十年，未破的身子不能今日被歹人祸害，就这么丢失了。
他清醒过来之后，该是多难过。他强行压下心中的躁动，过程之所以缓慢，是因为这些毒精已经深入赵清寒的骨髓，极难剔除。他需要不停地输送阴阳二气。夏元白则更加放肆，整个人几乎挂在了顾平身上，滚烫的脸颊贴着他的后颈，呼出的热气拂过他的耳廓。好热，夫君，我好难受。顾平不再犹豫，双臂收紧，将两女牢牢锁在怀中。他的唇贴上赵清寒的耳垂，低声道：师姐，放松，让我帮你。这种方式对于夏元白来说的没有多少作用的，他的血脉让顾平的阴阳二气作用不大，眼看他就要被银毒烧透。顾平又尝试了片刻，就实在没有办法了。夏元白又不像是赵清寒一样修习的双修的功法，自然不必担心破身。做出了决定之后，顾平也不再婆婆妈妈的，他敢和夏元白毫无顾忌地签订了婚契，难道就害怕和他发生点什么吗？他顾平才不怕。他原本束发的男子玉冠早已松散，女扮男装法术消失，少女眉目如画，青丝如瀑，衬得肌肤胜雪。此刻杏眸含雾，眼尾泛红，唇若丹珠，轻轻开口时吐息如兰。好一个天姿国色，人间姿色绝伦啊！顾平惊叹。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躁动，要流出心思解毒。他低声道：元白，但愿你解完毒不要怪我。他伸手揽住少女，触发暴击倍数3倍。来不及仔细探查，顾平又急忙过来给赵清寒解毒。师姐意识还没有完全的涣散，能够知道顾平刚刚做什么，他就在边上看着顾平给夏元白解毒。那场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师弟，慢慢来，我的身子今日不能给你。他清醒了一点，把话说明了。顾平一愣，好，师姐，你尝试着配合我一下。赵清寒心底轻叹，事已至此，继续解毒吧。他又稳住了顾平。不知过了多久，不知过了几日时间，赵清寒率先推开顾平，气息已恢复平稳，只是眼尾还残留着一抹薄红。他别过脸，声音比往常更冷一点。够了。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穿了回去，没有再避开顾平的视线了。躲避视线已经无用，给他缓慢的解毒的过程中，他身上每一寸都被顾平用手触碰过。好在是身子未破，给他留了最后的脸面。顾平赶紧吃了一个疗伤丹，给嘴唇消肿，心里则是无言。师姐这真是吃完抹净，不认人啊！此刻他如同刚过门的小媳妇一样，躺在他的颈窝，小声羞涩地开口：夫君，谢谢你。顾平哑然失笑，指尖拂过他汗湿的发丝，低声道：没事了。三人的之间的关系微妙了起来。夏元白明显的有些粘人，紧紧地凑在顾平身边，一步都不想远离。这让也和顾平有了肌肤之亲，说不明道不清的赵清寒心里很是吃味。如今已经被师弟这般对待，他在心里已经是无奈。这样以后怎么可能跟其他男人呢？此生只有师弟了，但是他清冷高贵，又怎么可能像是夏元白一样窝在顾平的怀抱里和他温存呢？顾平也看出了气氛的不对，他要主动去拉赵清寒的手，却被他躲开了。一时间，顾平有些不知所措，他也想不清楚赵清寒的心思了。师姐那时说话分明还是很亲近的，怎么现在又这样了？该不会是师姐心里早有所属，有了如意郎君，对他并无那种心意，这次又被他轻薄，所以动怒生气。他心里有些难受，越来越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不然的话两人都那样亲近了，也不至于手都不让拉，心里难受归难受。但是他也知道，心不属于自己的女人自己不能要，既然他已经心有所属，他也不能行那强求之事。或许师姐和圣子柳长青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的疏离，他心里很痛。思虑片刻之后，他还是开口，诚心表达歉意：师姐，对不起，这次是我的不是，只是情况紧急，我一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毒方法，只能行此下策。等到回门之后，我自会向师尊请罪，不求师姐原谅，还请看在同门的份上，原谅师弟唐突。你放心，这次的事情我不会与任何人说起，不会污你清白的。说完之后，顾平又交代了夏元白，让他把此事藏在心底。听了顾平那明显有些疏离的话，赵清寒的心揪痛，他的心里像是有刀在割着一样，这种痛楚他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想和顾平说明心意，只是此时如何也张不开嘴来。他动了动手指，想要伸手和顾平的手牵住，告诉他是他误会了，却发现师弟早已收回了手。他偏过头去，不让顾平看到，眼角却忍不住流下一行清泪，心里又忍不住怪他，身子都被他看光了，玩过了，他还能有什么选择？此生只能与他相伴，他那样好色，偏偏现在又成了榆木疙瘩一样。气氛始终凝滞，顾平的心里也很痛，他如何不喜欢赵清寒呢？
可眼见他对自己如此冷漠，他难道还不明白吗？算了，该放手的时候也要放手。顾平和赵清寒之间的气氛凝滞了起来，他没办法，只得和夏元白亲密地谈谈心了。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不如意，不能冷落到自己其他女人。此刻，他也只有通过沉溺在和元白甜甜的情愫之中，才能避免那种无奈和痛苦。众明宫深处，幽暗的甬道内，顾平与夏元白并肩而行，赵清寒跟在他们身后。夏家少女手中龙骨剑泛着银白微光，映得她侧脸如玉，眉眼间还带着几分初为心腹的羞怯。她靠着顾平，小声开口：“夫君，这剑真的给我了。”他指尖轻抚剑身，可以听出他声音之中对这把剑的喜欢。这龙骨剑隐隐和他的血脉契合，他的身子走动之间都与剑共鸣。顾平低笑，鼻尖还环绕着心腹的温香，这是他此生得到的第2个处子，心里怎么可能不喜欢？他伸手替他拢了拢散落的发丝，本就是你的机缘。他指尖不经意擦过他耳垂，惹得少女耳尖泛红，真龙血脉配龙骨剑，天经地义。夏元白抿唇，忽然踮脚凑近他耳边：“那我晚上给你煮灵茶好不好？我带了龙涎香叶。”他吐息如兰，带着少女特有的清甜。忘记叫我什么了吗？少女脸色一红，小声开口：“夫君。”好。顾平眸色一亮，脸上的笑容藏不住，掌心顺势扣住他后腰，将人往怀里带了带。两人贴得极近，衣袂交缠，走路的时候也不忘记小声的说话亲热。阴影处，赵清寒蓦然驻足，他手中青红剑不知何时已攥得死紧，剑鞘上凝出细碎冰晶，玄阴体的寒气失控般蔓延。目光在触及眼前那对璧人的身影时骤然难过，他们竟以这般亲密，心底翻涌的酸楚让他喉头发涩。明明几日之前这丫头还瑟瑟发抖求饶，如今却已能坦然地与师弟耳鬓厮磨，而他这个师姐反倒成了多余的存在。他已经和顾平相识相知半年有余，那夏元白只是他认识了几日。更让他难过的是，几日之前顾平明明说过那把龙骨剑以后会给他的，现在却又改口了，要把那剑给夏元白。这样的落差感，他心里如何不难过？师姐。顾平忽然回头，嘴角还噙着未散的笑意，但却并不是和以往那样对他冒犯的挑逗笑容了，而是那种礼貌的笑容，让人忍不住疏离他说：“前面就是我们来时那个宝库了，还剩下那么多法宝，你看看你有没有喜欢的？这把剑要不就给元白吧，这件和他的有缘。”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的声音，要把承诺给他的剑给别人，赵清寒感到自己的心在抽搐，疼得他难受。但此时他只有下颌微抬，声音装作不经意的冷淡：“不必，那些宝物你来分配就好。你既然已经能独当一面，不用问我。”说完之后，径直越过二人，白衣翻飞间带起些许的寒意。夏元白有些不安地拽了拽顾平袖角：“夫君，师姐是不是生我气了？这把剑还给他好不好？”傻话。顾平捏了捏他掌心，目光却追着赵清寒的背影。师姐只是这样的性格而已。他内心此刻也有些不忿，赵清寒既然已经不愿意做他的女人，难道还想要拿他的东西？这把剑又不是什么凡品，又恰好和元白的，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他念她是自己师姐，是护道者，所以现在让他想选什么宝物就选什么宝物，他反倒如此不近人情。不过见到他如此不近人情，顾平也释怀了，既然他心里有别人，那他就只把他当作师姐来看，这样就少了许多犹豫和顾虑，也不用浪费许多修行至宝给他。顾平心中坦然，就让夏元白坦然地把龙骨剑收起来。两人向前走，前方岩壁赫然印着赵清寒孤绝的影子，他正用剑尖在石壁上反复刻划，痕迹凌乱如麻，却又在下一秒被玄阴寒气尽数抹平。师姐。顾平逼近时，赵清寒正一剑劈碎钟乳石，飞溅的碎石擦过他脸颊，划出一道血痕。你。赵清寒渐渐一颤，寒气倏地收敛，为何不躲？他抬手抹去血珠。师姐，我只希望我们可以是正常的师姐弟，出于同门，即便是此生与你有缘无分，我也会在能帮你的时候助你一臂之力的。他声音沙哑，言语上带着赵清寒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敬重。他呼吸一滞，此生有缘无分，凭什么？就凭他把他身子都砍光，把玩过一遍之后说出这些话吗？强行抑制住内心的死寂，赵清寒点头，放心吧师弟，那把剑就给元白吧，我心里没什么。你们两人新婚燕尔，也应该给人家姑娘一点不错的礼物。他目光有些闪躲，偏头之后才有些自嘲的开口，只是师姐我平日里修行花费甚巨，现在身上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送给元白。顾平摇头，浅笑着开口，没关系的师姐，元白他也不缺什么东西。赵清寒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的脆弱，他无言以对，装作自然的跟在顾平和夏元白身边，脸色平静。
可事实上，师弟和那女子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如同一把刀子插在他心上。三人回到了宝物大殿，此刻，宝物大殿之中，所有的光团之中的法宝都在熠熠生辉。师姐，选几件你喜欢的吧，这里的法宝品阶都还不错。赵清寒点头，师弟，那我就不客气了。他面无表情的随便指了几个宝物。顾平看到他能大方的接受他的馈赠，也放宽心下来。他最怕的是赵清寒被情绪左右，无论如何，两人都是师姐弟，不是吗？一两件法宝而已，既然是他的护道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接受他的给予，而不是因为他不能和顾平结为道侣而产生愧疚，因为愧疚而不接受这些东西。炼化了一记洞天的核心之后，此刻他已是这座遗迹的主宰。心念稍微一动，整座大殿的静止便在他面前层层瓦解。他抬手一挥，遗迹的规则之力如臂使指，那些笼罩在宝物上的光团纷纷消融，那些法宝都被释放了出来，展露在三人的眼前，宝光璀璨，光彩夺目。师姐，元白，这里的宝物我们全收了。顾平咧嘴一笑，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无论怎样，这样的收获也足够他开心了。第一件是一枚龙纹玉佩，通体晶莹，散发着浓郁的龙气。顾平将其递给夏元白，这玉佩与你的真龙血脉共鸣，戴上它可助你修行。夏元白欣喜接过，他早就没有再女扮男装了。自从和顾平有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少女的幸福的心情一直都摆在脸上，一点都没有隐藏着。白皙红润的俏脸比她姐姐夏元真还要让人惊艳。她姐姐能够坐上东域美人第7的宝座，应该是夏元白没有展露姿容的缘故。此刻她和东域美人第6的赵清寒站在一起，一点都不被冷美人的角色天资压制，隐隐还有分庭抗礼的势头。她胜在太年轻稚嫩了，是真正的豆蔻年华，但已经让人忍不住瞩目。纤细的腰肢，别致的腰胯，酥软挺秀，说是人间尤物也丝毫不夸张。顾平给他解银毒破身的时候，都爽的一次不够来了第2次深入解读，可想其中的妙处。玉佩刚一入手，便与夏元白脊背上的龙血呼应，绽放出璀璨金光。第二件是一柄冰晶长剑，剑身如霜，寒气逼人。赵清寒的目光刚一触及，顾平就点头，这把剑他肯定会留给赵清寒了，不然的话，作为师弟都不够格了。他起身拿到此剑，将剑柄递入他手中，接触的一瞬间，剑柄处的龙鳞割破他掌心，他鲜血被剑身吸收的刹那，大殿穹顶盘龙柱齐齐亮起，一道苍老龙迎在三人识海炸响。玄阴体持五股剑，当成冰破龙皇道统。赵清寒浑身一震，雪白的颈侧悄然浮现一片冰晶龙鳞的虚影。他抬起头来看向穹顶，面目圣洁，似乎在接受那道光芒的洗礼。顾平吓了一大跳，自己的脑海中怎么也有声音，但瞬间反应过来，他怀中抱着的一个青铜匣则浮现玉简虚影。原来这机缘传承也有自己的份。玉简的虚影收敛了起来，真龙断体诀5个古转着的他胸口发烫。他看向被龙影环绕的赵清寒，眼中闪过一丝惊艳，此刻接受传承的师姐越发圣洁神圣，一根根发丝都是晶莹的，无时无刻不在惊艳他的目光，甚至他有一瞬间都有些后悔，这样的女子真的值不值得完全放手啊？总感觉放手了就是真吃亏了。算了，如果有机会，还是要挖一挖圣子的墙角。如果能让师姐回心转意，那他就还有机会一清方泽。容不得他继续胡思乱想，真龙断体诀的功法内容已经开始在他脑海之中流转，密密麻麻的文字让他的眸子金光四射。龙皇传承，三人共得之。大殿中央，一座古老的龙皇祭坛缓缓升起，祭坛上刻满了龙族密文。顾平作为遗迹之主，自然感受到了这座大殿之中的变化。下一刻，祭坛便绽放出耀眼光芒，将三人笼罩其中。这是龙皇传承。夏元白惊呼。顾平点头，眼中惊艳跳动。我们三人今日共得龙族造化。祭坛之上，3道龙影分别没入三人体内。赵清寒周身寒气暴涨，背后浮现雪白的颈部逐渐覆盖起龙鳞，气势峥嵘，正在蜕变。夏元白脊背龙血龙纹彻底觉醒，化作金色龙鳞虚影，瞬间覆盖全身。顾平则浑身筋肉鼓胀，阴阳二气与龙力交融，在胸前凝成太极龙纹，血气的力量的在澎湃着。他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这大殿之中都有一阵阵鼓声。咚咚咚，神龙似乎在他的体内苏醒，血气如虹。一个时辰之后，光芒散去，三人缓缓落地。赵清寒轻抚颈侧龙鳞，龙鳞内敛在体内，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冰魄龙力，冷艳的容颜上罕见的浮现一抹笑意。这是一位女前辈留给他的机缘。夏元白兴奋地挥动龙骨剑，剑身龙吟阵阵，与他血脉完美契合。少女正在舞动龙骨剑，
一条条小神龙虚影正在围着龙骨剑凌厉飞冲，化作剑气，气势骇人。转而夏元白双手一变，细腻的手掌变成了龙爪，爪尖似有电光酝酿蛰伏。仅仅是看一眼，顾平和赵清寒都心惊肉跳，这资质未免太过逆天了一点。如果让他真的蜕变成了神龙，他可就成了天底下最强大的圣灵之一，战力恐怖。顾平则握了握拳，心中开心的同时也并不羡慕，因为他知道自己接受的传承真龙炼体术有多可怕。这一部功法修行到最后，会拥有比肩龙族的肉身，天下谁又能挡？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咧嘴一笑。这下遗迹之中的那些天骄，怕是连我一拳都接不住了。此刻他炼体修为也已经来到了凡胎境巅峰，只依靠肉身的力量就可以轰爆筑基巅峰修士的肉身。筑基高阶的法宝在他手里也只是枯枝，难以发挥作用。肉身的可怕之处正在显现出来，当然这也意味着血气丹这样的丹药对于他来说再也没有一丁点的作用。每天炼体修行所需要花费的灵石资源都会非常恐怖了，这是后话。眼前三人已经拿走了这里最珍贵的4件东西：龙骨剑、冰魄龙剑、龙纹玉佩、真龙炼体术。除了这4件宝物之外，还有其他数十件宝贝，全都被顾平收了起来。这些拿出去都可以成为他的修行资粮，当然放在这里边也全都是他的。这座洞天就是他就是这座洞天。一路从众民宫出来，外边的灵力潮汐避开了他步伐。顾平沉下心视察这座遗迹，所有留在这遗迹之中的修士他都看在了眼中。见到那些天骄修士都没有被他的灵力潮汐逼出遗迹，而是不约而同地齐齐走向遗迹的核心深处去，他也不得不慨叹，这份心性就能让那些庸才修行1万年也追不上。顾平抬起步子朝着核心区域走去，回头看了赵清寒和夏元白一眼：你们要和我一起去遗迹深处去吗？那些天骄都在那里征战，你们进去的话可能会厮杀得很激烈，你们也不一定能活得下来。他这话是假的，在他的遗迹之中，他们2个人怎么都不会死，在这里他顾平说了算。听到顾平的告诫之后，赵清寒抬起步子越过了顾平，朝着遗迹深处走去。夏元白也没有退后的意思，迈开步子凑到他身边：夫君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稚嫩的声音坚定有力。顾平笑而不语，拉着他一起往里边进。顾平探查了那些个没有被修士找到的地狱，他挥一挥袖袍，那些地狱匆匆震颤，然后被灰雾笼罩，地面浮现出所炼状的金色纹路。他以规则之力将那些地方彻底封禁，那些地方都有宝贝，他不可能留着被人探索了。神识扫全尽后，他又接连对3处未探索区域打出法诀。大蛇湖底的蛟龙巢穴被移入地下1000丈，湖面凝结冰晶和浓雾掩盖气息，古药田的灵脉被金色火焰包裹，化作普通山丘。藏经密阁则直接沉入地脉，仅留残垣迷惑外人。这3处在他的神识扫描之下都有着惊人至宝的痕迹，更是让他大费周章地利用洞天之力将这3个地方藏起来，只属于他一个人。既入我手，岂容他人染指？顾平冷笑。通过洞天感知，他发现中州天骄们已聚集在遗迹核心的仙灵之渊，那里灵力浓郁，有着孕育重宝的迹象。众多天骄猜，那里正是12天灵妖丹最可能的藏匿的地方。顾平的神识扫过，他还发现了2个熟人，夏元真竟然也亲自来到了遗迹寻找的妹妹，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是顾平还看到了小东山遗迹方式的珍宝楼年轻少女掌柜苏婉堂，此女的修为扎实，一身的功法也是凌厉至极。他这才意识到，天骄云集的时候，珍宝楼这种神秘的势力怎么可能不让自己的传人行走世间呢？除了他们2人之外，顾平还看到了一个真正让他意外的人，离月宗圣子柳长青，他也进入了遗迹之中。而且此刻他在遗迹的核心区域已经重伤，蜷缩在一个地方舔舐伤口，也不知道被哪一个经过的天骄顺手打成这样，也不知道柳长青进入遗迹是干嘛的。他虽然是离月宗的圣子，但是和真正的天骄相比还是差了10万8千里。顾平还未走2步，储物界之中的传讯符就震动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夏元真给他的传讯符，上面有夏元真留言的10几条讯息，都是询问他有没有帮他找到弟弟。刚刚是他又发讯息询问了，顾平这次回应了他：找到了，你的承诺还算吗？算，只要你能够把我弟弟或者带到我面前，我就遵守承诺。顾平看到消息之后又传讯道：你发下道士，不然我不相信，你这弟弟似乎有些不简单。他故意这样开口，告诉夏元真他已经知道他弟弟的秘密。果不其然，几乎是他信息传递过去的一瞬间，他手上的传讯符上有浮现出一层细密的小字：我夏元真以天道起誓，若你能将我幼弟活着带给我，我夏元真愿你嫁你，还有承诺给你的3枚丹药，1件灵气级护身法宝。顾平点头，
这夏元真是知道夏元白的天赋的。不过也是，夏元白的天赋已经是天骄之中佼佼者了，资质堪称逆天，若是成长起来，大夏皇朝一统太玄州都是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情。他也利索回应了，找到你妹妹了。他点破了夏元白的身份。夏元真回复了，好，你在哪里？我现在去找你。我现在朝着遗迹核心区域走。顾平知道他的位置。好，我在这里等你。显然是认可了他的找到夏元白的事实，毕竟夏元白是女子的事实，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夏皇朝知道的人都很少。顾平收起了通讯符之后，才注意到夏元白的目光。怎么了，娘子？夏元白小嘴一撇，顾平，你肯定骗我了。哦，此话怎讲？那传讯符是我大夏的出品，上面有我的姐姐的气息，我岂能认错？定是我姐姐差你来寻我，却不曾想我已经被你欺负，现在又成了你的道侣。哎，他竟然叹了一口气。顾平收敛起来笑容，摸了摸他的脑袋。若是你没有遇到我，就算你藏在那大殿之中，藏得有多好，等到莫青云将这遗迹炼化的那一刻，他也只会将你拎出来杀死。我只是见你资质优越，在杀你的时候动了惜才的念头，让你做我的道侣。难道我亏待你了吗？少女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这样又该如何面对姐姐呢？她费尽心力寻找我，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我已经嫁人，她的心该是如何难过。顾平丝毫没有担心这件事情，给她支了个招。你这样，等你姐发现你嫁给我之后，你就把我给你的嫁妆展示给她看啊，那把龙骨剑还有龙纹玉佩的传承都告诉我。等你两只手变成龙爪的时候，你姐姐肯定不会怪你的，反而会夸你眼光好，嫁了一个好郎君。真的吗？他问。当然。顾平胸有成竹。走进遗迹的核心区域之后，顾平三人都感觉到了自己的步伐的虚浮，这里的浓郁的灵气之中蕴含着让人致幻的成分，浑浑噩噩的，但这一点致幻的力量不足以让三人停滞不前。顾平选定了一个方向，他看出来了赵清寒的疏离，于是就开口，师姐，要不我们就先分开行动吧，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寻找机缘，但是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超过传讯符的范围，如果有危险立即告知对方。赵清寒面无表情的点头，那师弟多多注意安全。好，师姐也是。三人分开的时候，顾平给赵清寒指了一个方向，赵清寒就顺着那方向赶路了。顾平和夏元白却没有像他刚刚说的那样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而是远远地跟在赵清寒的后边，这一点让夏元白有些不理解。顾平脸色平淡，赵清寒赶路的方向正好可以遇到正在疗伤的柳长青，他倒要用神识看一看，这对圣女圣子在没人的时候是否会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关系亲密一点。只是赵清寒赶路的时候，顾平也没闲着，他并不着急赶路，毕竟身边跟着小娇妻。路过一个山洞的时候，他的目光和夏元白的目光对在一起，少女脸色一红，急忙拉着顾平的手开口，夫君，君子慎独，你可不要师姐已离开就欺负我。顾平嘴角勾起了一个弧度，元白立即明白了他的心意，羞得抬不起头，就被顾平抱着进了山洞。夫君，等一下还要和姐姐会面，这样不好。无妨，不碍事。山洞里，顾平将夏元白放下来，心里也是对他喜欢的紧。萧千宁虽然也是他拥有的清白女子，但千宁的修为摆在那里，容不得他放肆。元白这样刚刚好，他又有一些小女人性子，把玩相处起来舒服极了。他对他也是顺服至极，任由他捉弄，这样的道侣简直是人间极品。山洞之中有一座前人打坐修行的石台，此刻这石台在顾平眼中可真是上好的休息之所啊。石榻上被他铺着一片雪貂裘，松松软软的，这是夏元白从莫青云储物袋里搜刮的战利品，此刻被他铺在石台上。顾平看在眼里，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姑娘，只是不知道她姐姐山洞之外的光芒透过洞口遮掩的绿萝照进来，让昏暗的洞中也能有些明亮。夏元白的衣带早已散开，雪白肌肤散发荧光，很是迷人。单薄的脊背上流转的金色龙纹纹随着呼吸明灭，像是有活物在皮下游走。夫君看够了吗？他小声开口，伸手解开了顾平的腰带。赵清寒真的美到了一种境界，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按捺得住心思。顾平低笑着扣住他作乱的手，另一只手掌抚上他后腰凸起的龙椎骨节，那里正发烫，是龙血彻底觉醒后留下的变化。为夫是在想，他突然含住他耳垂，那师姐的妖力定不及娘子半分。夏元白大羞，觉得顾平是在取笑他，白皙的肌肤顿时泛起潮红，伸手轻轻捶了捶顾平的胸膛。顾平的手已探入他松散的衣襟，拇指正摩挲着锁骨下方那片细密的龙鳞。别碰那里！他声音发颤，双腿却不由自主地又缠上顾平腰身。顾平呼吸一滞，这一回合的论道，他觉得越来越难走了，道阻且长，他找不到方向。
但是因为论道太过专心，刻意，痕迹太重，惹得少女有些不喜。夏元白忽然并指为剑，一道气劲将落洞的藤蔓劈得垂下来，翠绿枝条顿时将洞口遮得严严实实的。到最动情的时候，夏元白黑发间若隐若现的龙角虚影显出几分威严，偏生眼角还噙着未退的春情，看得顾平道心大动，自己娘子是小龙女。顾平正断藤蔓的刹那，整座山洞突然震颤，悬浮在空中的经验齐齐按了一瞬圆，是两人论道时阴阳二气相撞，激得一记规则都泛起涟漪。夏元白忽然论道有感，仰头发出一声似人似龙的呜咽，腰间的精灵闪烁。大夏皇室束发丝带改制的事物，此刻正随着他绷直的足尖不断轻晃。慢些论道，修行不能急切，以免走火入魔。顾平开口。此次论道，两人皆是受益颇多，修行也有了新的感悟。正在这时，洞外忽然传来声音：顾平。赵清寒的传音突然穿透静止，惊得夏元白一个哆嗦。双天剑的寒意隔着老远都能感知，再不出来我就劈了这阿扎山洞。夏元白慌忙要起身，却被顾平按着腰窝。他舔去他鼻尖的汗珠，有些心疼他的反应，低笑道：害怕什么？我们是签过婚书的道侣，做这事情更是天经地义，不要担心才对。少女点头，但还是迅速穿好了衣服，然后就给顾平穿衣。衣服还没穿好，赵清寒就一剑劈开了挡住了山洞的层层藤蔓，红着眼走进山洞之中，一眼就看到顾平满脸享受地坐在那里的样子。他眼睛一红，想要开口说什么，却张不开嘴。师姐，你怎么回来了？顾平询问，把夏元白拉过来抱在怀里，担心师姐会拿元白开刀。赵清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静地开口：师弟，你来到这核心区域，应该和其他天骄一样争锋才对，修行切不可贪恋沉溺美色之中。赵清寒又看了夏元白一眼，又开口：夏元白，你作为道侣，应该成为他的助理，而不是纵容他沉溺在声色之中。夏元白鼓着小嘴，一时也有些不乐意，这是他的道侣，师姐也要管吗？到底我俩是道侣，还是你俩是啊？他也忍不住直言开口：好吧，多谢师姐教诲，听起来师姐比我更像是良妻，只可惜师姐和夫君没能走到一起。夏元白岂能不知道顾平和赵清寒之间那点事？此刻他当然是挑难听的说：谁让赵清寒教训他呢？果不其然，赵清寒脸色平静，但心里像是吃了刀子一样难受，看着自己的男人抱着其他女人并且呵护他的样子，他却所有的痛苦都没法发泄出来。他看着顾平，想让顾平说些什么，但此时顾平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他才开口：师姐，没事的，我和元白也是在双修论道，不会耽搁道途的。不等赵清寒回答，他又开口问：不过师姐不是走远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赵清寒神情一滞，他只是放心不下顾平，担心他有危险，所以才返回决定和顾平一起赶路的。只是经过这山洞时，隐隐听到了夏元白的动静，立即明白顾平是把他支走，他好和这心腹缠绵享乐，他心里怎能好受？自然是急切地闯了进来，现在却被顾平这样问住了。我还没走远，就听到了动静，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就回头过来看看。既然你们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吧。他转身匆匆离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赵清寒走后，夏元白有些害怕看着顾平：夫君，我刚刚一时口快，就说了那些话，不碍事。夫君，师姐对你或许还有其他的情愫，只是她不善于表达，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顾平苦笑，他那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他与赵清寒接吻几日，又有肌肤之亲，他的身子骨在他怀里待了太久，他本以为这样赵清寒能够归心，却没想到啊，他还是不愿意迁就他，他也只能不抱奢望了。有些事情要顺其自然才行，强行追求只会适得其反。而且话又说回来了，他如今这样资质，修为突破只是最轻松的事情，往后的日子还长，天底下什么样的女子不能得到？另一边，赵清寒离开山洞时，脚步比往常更快，白色衣裙翻飞间，窈窕身姿展露，纤薄的身子冰肌玉骨，他指尖死死攥着剑鞘，指节因用力而发白，玄阴体的寒气不受控制的溢出，在他足下凝出细碎的冰晶，又被他仓促的脚步碾碎。我到底在逃避什么？他咬紧下唇，脑海中不断浮现顾平与夏元白亲密无间的画面，师弟的指尖拂过少女发丝的温柔，两人相视而笑时默契的眼神，这画面让他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连呼吸都带着细微的刺痛。我本该解释的，可为何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解释什么？解释他与柳长青毫无瓜葛，解释他心中早已赵清寒猛地闭眼，剑气骤然爆发，将前方拦路的古木拦腰斩断。木屑纷飞中，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惊喜的呼唤：清寒师妹。柳长青虚弱地从一堆杂木之中走出来，
柳长青的身影从杂草灌木后的阴影之中踉跄地走出来。这位离月宗不可一世的圣子，此刻哪还有半分往日风采？他的法袍早已被血迹浸透成暗红，左边肩头一道狰狞剑，伤身可见骨，伤口边缘泛着诡异的青紫色，显然中了剧毒。清寒，师妹。柳长青的嗓音嘶哑的不成样子，每说一个字都像在撕扯喉管。他勉强抬手想抹去嘴角不断溢出的黑血，却连这个动作都做不到。右臂软绵绵垂着，腕骨以诡异的角度扭曲，显然是被人硬生生折断了。此刻的柳长青真是可怜至极。不过他看到赵清寒之后，还是像看到了道侣妻子那样欣喜，急忙走到向前迈步，朝着赵清寒走过来。赵清寒才发现他右腿竟拖着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每走一步都在泥地上留下触目惊心的血痕。师妹，你可知你离开宗门的日子，师兄我有多么的思念你，担心你的安危，我特意从宗门赶来，请求宗主帮我压制修为进入遗迹，护你周全。他都这样了，依旧改变不了那对赵清寒灼灼的目光。赵清寒厌恶他这样的目光，但此刻他只能耐着性子开口：谁把你伤成这样了？赵清寒平静地询问。柳长青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血沫里竟混着内脏碎片，他不得不扶着半截树桩喘息，清白的面皮下隐隐有黑气游走。阴阳教的圣女，嗨嗨，那妖女，她是真正的心狠手辣。眼看说完这几句话，他就有些体力不支。不过现在遇到同门了，他知道自己肯定能被救下来，或许还能趁着这个机会和赵清寒拉近关系。他脸上带着苍白的笑意，眼底却藏着炙热。清寒，没想到能在此处遇见你，当真是天赐。他话还没说完，铮的一声，赵清寒骤然拔剑，剑光如血，刹那封喉。柳长青瞳孔骤缩，尚未说完的话永远凝固在喉间。他不可置信地低头，看着贯穿自己咽喉的雪白长剑，剑锋上还沾着几滴滚烫的血，那是自己温热的血。惊恐、意外、痛苦、悲切。短暂的时间里，柳长青的脸上匆匆闪过了数十道情绪。他也意识到自己要死了，正在要死在自己的同门手里，而且是自己日思夜想、没人牵肠挂肚的圣女手里。原本他们不是应该在合适的时间结为道侣吗？为何会是现在这样的场景？他被赵清寒杀了。你……他喉间呵呵地发出去声音，还想要再说点什么。赵清寒却面无表情地抽剑，鲜血溅落在他雪白的衣襟上，像绽开的红梅聒噪。他收剑入鞘，甚至没有多看柳长青的尸体一眼，这样师弟就不会再误会了。可是杀了柳长青之后，此刻他心底的酸楚却未减分毫。山风掠过，吹散了他发间一缕幽香。赵清寒抬手拂去衣上血珠，忽然自嘲般扯了扯嘴角：我这般模样与那些争风吃醋的庸俗女子有何区别？竟是意气用事，杀了同门。不过这柳长青也是作恶多端，这圣子之位来的就不易。圣子，现在应该是师弟来做了。赵清寒深吸一口气，忽然转身朝来路疾驰。他要回去找顾平，告诉他这件事情，至少该让他知道柳长青已死，而且是被阴阳教西岳仙子所杀。他和师弟接下来才能够站在一起，杀向阴阳教，为同门报仇。白色的衣裙掠过树梢，一滴水珠坠入风中，不知是晨露，还是他眼角未干涸的泪。此时他心中已经将自己轻看，我真是不知羞耻。赵清寒清冷的脸上泛起羞红，为了和师弟相处，竟然做了这些恶事。这次柳长青的死，不知道能不能打消师弟心中的疑虑。走在回头的路上，赵清寒已经有些魂不守舍，脑海里全是那几日师弟为他解毒的时光。片刻后，他脸上重新回归了冷淡。我辈修士何以至此？都是数百年难得一遇的天骄，若是为情所困，便真的是修行意图要全部荒废了。想清楚之后，他的步子紧凑了起来，那就和师弟一同前去试一试西岳仙子的实力。作为遗迹之主，这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所有修士的所作所为都在他的眼中，每一寸土地都在他的法则下纤毫毕现。他整个人都像是坐在虚空之中王座上一样，成为了遗迹内全能者，俯视着他们所有人。这些天骄们有许多精彩的表现都落在了他眼中，极为有趣。阴阳教圣子萧远正将一名女修鸦倒在古祭坛上，手掌粗暴地探入她衣襟摸索储物袋，实际上却在不动声色地散播淫毒。中州江无涯假意与盟友分宝，转身却动用了某种秘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缠住了对方金丹，笑容温和如春风拂面。西域玄尘盘坐在尸堆中诵经超度，看似佛光的大发，但是他脚下飞快旋转的佛莲却是在吞噬死者气血。顾平心头明朗，这邪僧是一个体修的境界不低，
要比他高，只是用死人的血气来淬炼肉体，顾平为之不耻。死人在他这里都只是肥料。还有更劲爆的场面也被他看到了。北域的天骄冰魄玄女洛清霜褪去衣衫，浸在寒潭中，潭水太清澈了，以至于顾平清楚地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只不过这洛清霜似乎有所感应，临时生出了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他顺手一挥，水面上就起了一层浓雾。顾平大为可惜炼化此洞天的那人，别让我找到你是谁。他放出狠话。另一边，阴阳教的西岳仙子在整个遗迹最中央的地方，此处是一片弥漫着红雾的庞大的桃花林，修士走进去就会迷失方向，难以寻找走出来的路。此处幻力也是最强。而此刻，西岳仙子正在幻阵中与顾平虚影交紧缠绵，阴阳合欢功法运转到极致时，他突然咬破虚影喉咙，舔着唇间血沫冷笑。幻阵生出的赝品也配尝到我的身子。他在关键的时候醒过来，一巴掌拍碎了顾平的虚影。这场面让顾平心头一震。怎么回事？这一技之中的幻力都是根据修士自己内心的想法生出来的，同一个幻境对其修士都没用。现在这阴阳教的西岳为何他的幻境之中有他的身影？顾平皱起了眉头。出发的时候，师尊让他睡西岳的馊主意，只有3个人知道，并无第4人。可现在明摆着的，他们的馊主意似乎西岳现在早就有防备了。刚刚西岳一口咬在那顾平虚影的脖子上的时候，他的脖子都跟着疼了一下。西岳到底是如何得知的？顾平想不明白，但这不妨碍他的行动要谨慎起来了。如果真要施展师尊的馊主意的话，一定要注意了，这西岳很有可能是有备而来。顾平及时地转过视线，这些天骄的资质都太强了，他长时间地盯着他们看，他们都会有所察觉，然后遮掩自身。顾平又看到了某小宗门道侣在石缝间苟合，女修在亲热的时候突然捅穿道侣的丹田，夺走他刚取得的玄阴珠，而3丈外蹲守的另一男子师兄立刻大笑着上前拥住他，两人在血泊中再度纠缠。这类事情在遗迹的核心之中随处上演，越来越多的天才修士都在他的遗迹之中扎堆。顾平一幕幕地看着其他修士的所作所为，终于等到了赵清寒路过柳长青的疗伤之地，他的心揪了起来，也忍不住紧张。果不其然，在赵清寒路过的时候，柳长青果然出现，和赵清寒相认。顾平目不转睛，他正是要在此时看一看师姐对柳长青的态度。片刻后，顾平大惊，他看到了赵清寒那一剑有多么的凌厉，几乎是丝毫没有犹豫地朝着同门下了死手。他愣神的一瞬间之后，就立即反应了过来，误会，绝对是误会。师姐从小就在宗门里修行长大，因为体质的原因，师尊根本没有让她有什么机会出去接触难修，唯一在名声上与她有纠缠的也只有柳长青。现在柳长青被他亲手杀死，顾平心里又怎么可能会不明白师姐的心意呢？他心头畅快不已，看着赵清寒又朝他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也没有任何犹豫，脚步的变得急切起来。夏元白看出来了自己夫君此刻状态的不一样，他有些紧张的询问：“是我姐姐找过来了吗？是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顾平开口。夏元真虽然已经发过了道士，但是他和夏元真的事情到底能不能成还要两说，毕竟现在他要了人家的妹妹。夏元真接到妹妹之后，肯定要检查一番，若是发现夏元白已经不完整了，顾平肯定会是第一怀疑对象。不过现在已经有了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及时的接纳赵清寒。今天自己又要多一位道侣了，这次是顺水推舟的两情相悦啊，爽！遗迹的核心区域，这些高大林立的树木很让人的目光受限。此刻又下起了小雨，雨丝裹着雾气，在林间敲着细碎的声响。赵清寒站在古树求结的阴影里，双天剑柄上的冰晶早已被掌心雾化，水珠顺着剑穗滴落。他已经听到了顾平和夏元白的声音，现在他就站在顾平两人的必经之路上，唯美静谧，美丽如同林中仙子。师姐，顾平的声音从3丈外传来，声音有些惊喜，似乎是突然发现他在这里等着的惊喜。不过这声音也带着赵清寒熟悉的调侃尾音：“师姐，你再捏下去，剑鞘要碎了。”赵清寒猛然回神，察觉到自己正用力地捏着剑鞘，一副紧张的样子。而青石小径尽头，顾平正倚着一个树上冲他笑，他的赤焰刀随意挂在腰间，腰间还挂着一个香囊，这香囊和他的气质并不相符。赵清寒猜测那香囊应该是夏元白给他的龙涎香。哼，顾平的神情样子，此刻两人的站位，他的话刺得他眼底发涩，玄阴寒气不受控的漫上足尖，将周遭雨丝冻成冰线。一计凶险，我来确认同门安危。他听见自己声音比剑锋更冷，不过现在看来我是多此一举了。他一试凌厉的挥剑，将剑身挺在背部，如果顾平再说话疏离，他就会转身就走。顾平轻笑，他当然知道柳长青死时喉间喷溅的血有多烫，
那抹猩红此刻就凝在赵清寒袖口暗纹里，只是被他遮起来了。师姐关心人的方式真特别。她故意踢开脚边碎石，看着石头滚到她缀满泥点和血点的靴尖前，然后惊讶地开口：“师姐，你的靴子上怎么沾了血？”赵清寒低头，发现自己一时不察，刚刚杀柳长青的时候，竟然还是留下了痕迹。此时更是被他眼尖发现，他只好将柳长青的事情缓缓道来。他被阴阳教妖圣所伤，我赶过去的时候，柳长青分了神，被西岳一剑封喉杀死。赵清寒停顿，双天剑争地出鞘3寸。我追击西岳不成，赶回时发现柳长青已咽气，雪白的剑身映出他绷紧的下颌。说谎时，赵清寒睫毛都没颤一下。顾平险些笑出声，但是此刻他得忍着，柳长青死了就死了。他本来就没有把那憨货放在心上，在他眼里，柳长青不过是路边一条而已。不过此刻他却也愤恨，要立即赞同师姐的仇恨。西岳仙子，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我还说要去找他摘了他的原因呢，他却好，竟然杀了我们的同门，真该死。师姐，不如这一次我们一起上路，你我2人再加上袁白掠阵，定让那西岳无处可逃。赵清寒面无表情的冷淡点头，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下一秒，顾平的话就让他心塞了。师姐，柳师兄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所以还请节哀顺变。这话说出来，赵清寒气急。住口！他厉声开口。现在他所想的是，到底要如何告诉顾平，他对柳长青一点瓜葛都没有，然后撕烂顾平这张嘴。顾平立即晋升，3人开始一同前进了。赶路的方向自然是各路天骄云集的仙灵之渊。越往深处走，一骑之中赶路条件就越艰难。当然，这些艰苦的条件和顾平无关，他是一骑之主，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这些毒物幻力都会给他让路。一骑深处的毒物在林间流淌，赵清寒的双天剑随手劈砍，劈开挡路的古树枝桠，剑锋劈开潮湿空气。赵清寒眼中的余光看见顾平背对着他，正俯身为下元白髻紧腰间玉带，下元白耳间的红晕笔很是刺眼。师姐小心！顾平的声音突然炸响起，赵清寒立刻回神，顾平的赤焰刀已经贴着他俏脸掠过，将偷袭埋伏的一根毒藤钉死在古树上。他温热的呼吸拂过他耳垂，和解毒时2人的距离一样亲近。多谢师！他本能道谢，却在转身的时候撞进他怀里。这一撞让赵清寒忍不住浑身紧张，玄阴体应激爆发，寒气将2人衣袍都冻在一起。顾平周身也展露出阴阳2气。夏元白的惊呼声响起，顾平和赵清寒已经踉跄滚到了地上。顾平后背撞上了一块石头，砰的一声，疼得他龇牙咧嘴。赵清寒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他听见自己心跳如雷。他故意没用手撑地，任由他整个人压在他身上，和那天解毒的时候一样。师姐，顾平突然开口，喉结擦过他鼻尖，你心乱了。林中雨声渐密，天色都变得昏暗了起来。夏元白的脚步声靠近，查探顾平2人的有没有出事，然后又默默离开。赵清寒急得去捂顾平的嘴，他却突然舔他掌心，羞得他急忙抽手。师弟，他有些严厉的开口，一点都不觉得此刻他趴在顾平身上有多冒昧。他一把推开了顾平，趁机和他拉开距离。师弟，不要这样，师姐现在你心里还是对柳师兄念念不忘吗？你胡说什么？赵清寒暴怒的剑气劈断一棵大树，柳长青与我半点关系都没有。他突然晋升，顾平站在雨幕里冲他笑，赤焰刀映出他涨红的脸。看到顾平那张嬉笑着的脸，赵清寒恍然想起来，顾平早就把这个遗迹炼化了，这里边发生的事情他岂能不知？为何他赶路的方向偏偏能够遇到柳长青，事情会那么巧吗？他脸色一变，知道这是顾平对他的试探。他也的确没有辜负顾平这小人期待，顺手把柳长青杀了。想通这一切之后，又看到顾平现在脸上的笑意，赵清寒气急败坏。这顾平明明是早就知道了，现在陪他演戏看他笑话，这谁能忍？夏元白又跑过来的时候，就见赵清寒的剑正抵着顾平咽喉，可他的剑尖再抖，倒像他才是被逼到绝境的那个。师姐，顾平突然握住抵在自己身前的剑刃，鲜血顺着双天剑滴落。龙皇传承需阴阳共济，你接受的冰破龙传承昨夜是不是发烫了？赵清寒手一抖，他今晨照例用冰破诀压制龙灵异动，却不知他如何察觉。他瞥见夏元白好奇的目光，见识更乱3分。你觊觎元白？元白？顾平突然转头，告诉师姐，我们那晚解毒后，他说了什么？少女眨着眼，掏出一块流影石。光影里，赵清寒衣衫尽退的蜷在顾平怀里，哽咽着说：“你若敢负我。”画面外的顾平轻笑：“那现在师姐又为何躲我？”
刘颖石啪地碎在赵清寒掌心。他那时候中毒深切，竟然被人拍下来了此种影像，太过香艳，传出去他名声就全毁了。他突然一把被他拽到眼前，揪住顾平衣领吻了上去，双天剑当啷坠地，一边吻一边报警。现在他喘着气抵住他额头，你满意了？顾平有些可惜地看着他捏碎的刘颖石，哎呀，你怎么捏碎了？我还想留着想你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呢。你混蛋！夏元白默默捡起剑溜走，心里也酸溜溜的，但他并不吃味，知道顾平和赵清寒认识很久了，况且修士的寿命动辄数千年，像他们这样的天才，万年寿命都能够一搏，在万年的光阴之中，顾平就算是有很多女人陪伴每一个道侣的时间也不会短暂。雨幕里传来他哼唱的小调，夏元白似乎是没有怎么出过门的，这种宛若仙境一样的参天巨木的林间对他的吸引力都很强，他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地方。顾平抚着赵清寒颈侧秀发轻笑，师姐的嘴比玄阴体还难捂热。给他解阴毒的时候，两人贴身抱在一起，他当然知道玄阴体有多难捂热了。赵清寒脸色平静地和他对视，一言不发。顾平知道他是在等他开口，酝酿片刻之后，他就大方表达，师姐做我的道侣吧。赵清寒红唇微动，下意识的嘴上又想要拒绝，但是想到最近因为自己的在众明宫拒绝顾平的牵手之后的一系列事情，他忍住了，然后偏过头不看顾平的脸，才轻声开口，师姐你答应我了。顾平嘴角带着笑又确认一遍。赵清寒转过头来看着他，叹了一声才小声的开口，师弟，你知道我的玄阴体，元阴一旦丢失，后续修行之路就格外艰难，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我也会给你的那些男修士们对我的惦记，从来都是贪恋我的身子，我也理解师弟你。没关系的师姐。顾平凑近温声开口，以后的日子还很长远，我不急于一时的，而且就算元阴不能动不能触碰，还有其他地方可以，难道不是吗？赵清寒脸色羞红，鲜白的手指在他嘴上狠狠地扯了一下，让他胡言乱语，谁知却被顾平又趁机尝了一下，弄得他满手都是水。不可胡来，他告诫了一句，然后离开顾平的怀里，朝着夏元白的方向去赶路了。顾平又确认了此次赶路的方向，仙灵之渊遗迹之中灵气最为浓郁的地方，西月此刻带着的幻境桃花林就在仙灵之渊之中，远远的三人就能够看到仙灵之渊的雾气在林间流淌，12条遗迹锁链在云层中若隐若现。顾平故意落后半步，看着赵清寒束发的丝带在风中翻飞，那根冰蓝绸缎还是他刚刚追上赵清寒之后亲手系的，当时指尖不小心擦过他耳垂，惹得师姐用剑鞘抽他手背。看路！赵清寒突然驻足，双天剑柄恰好撞在顾平腰间，顾平突然伸手拽住赵清寒的剑穗，玄阴体本能的寒气顺着丝线攀上他手腕，却在触及时化作暖流，他借着这股力道将人拉近，鼻尖几乎蹭到他颈侧，热得女子身子一颤。师姐走那么快干嘛？胡闹！赵清寒压低声音，耳间却泛起薄红。确定了道侣的关系之后，两人之间的这种甜蜜总让他有些难以自持，忍不住只能绷着脸骂他胡闹。他转头就看见这人故意用指头抹擦他的秀发，就像那天在大殿之中为他解毒时摆弄把玩他的身子和散开的长发一般。手欠！前方夏元白突然惊呼，两人同时弹开，却见少女只是被树藤绊了脚。顾平正要上前，袖口突然一沉，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清寒的剑鞘勾住了他衣角，力道轻的像是欲拒还迎的试探。元白活泼，你多看着些。他目视前方说话，绷紧的下颌线在雾气中格外清晰。顾平突然想起解毒时他咬唇忍耐的模样，喉结不自觉地滚动。师姐的唇都很诱人。他忽然并指凝气，阴阳二气化作黑白小蛇窜向前方，替夏元白拨开带刺的灌木。这手法还是赵清寒以前教给他的，此刻灵力流转间却带着顾平特有的痞气。果然听见身侧一声轻哼，学得不伦不类。那师姐再教教我。顾平突然贴近他后背，掌心虚浮在他腰侧，这个姿势从前方看向是规规矩矩的护持。赵清寒的剑鞘才猛地后戳，顾平早有预料般侧身避开。他又一个旋身，双天剑在空中画出半道圆弧，剑锋扫落一片沾露的桃花粉白花瓣，纷纷扬扬落在两人之间，有一半粘在他唇上，绝美。顾平呼吸一滞，赵清寒玉立在眼前，顾平只觉得天底下很难有比她漂亮的女人了，能得到这种女人，此生无悔。发什么呆？赵清寒突然用剑尖挑起他下巴，这个动作本该极具压迫感，偏偏有片花瓣粘在他睫毛上，颤啊颤。顾平伸手去扶，他却误以为要偷袭又碰他，双天剑瞬间横在两人之间，剑身映出他轻挑的秀眉，
顾平竟直接吻在剑锋上，舌尖卷走那片桃花，阴阳二气顺着剑深度过去，激得他耳郭微微发烫。眼见这两人又要腻味的滚在一起了，夏元白及时出现打断他们。夫君，他的呼唤从雾中传来，这谈谁好奇怪。赵清寒如蒙大赦般疾步前行，远离顾平。此刻他已经色令之婚，再这样下去，今日他们是赶不到仙灵之渊的。顾平却伸手趁机拽住剑穗一拉，他踉跄着又跌回来，后背撞进他怀里，臀身感受到了他的硬挺，他顿时羞意大发，小声开口：师弟，师姐。顾平贴着他耳廓低语，满意的看着那枚白玉般的耳垂瞬间充血，你真的很美，师弟我已经有些忍不住了。他叹了一声，摇了摇头，实在是修行所需，不能轻易给他，但又想起来现在自己对他太过纵容，他天资决绝，断不可如此沉溺在美色之中。他伸手推开顾平，被他早有预料的扣住手腕。放手！他声音很虚。顾平鼻尖蹭过他锁骨，甚至有想要继续大饱口福的想法。赵清寒脸色一冷，顺手捂住，目光盯着夏元白的方向。再不放开的话，你的小娇妻就要有危险了。顾平松了手，一点紧张都没有。能有什么危险？有我在这里，1季之内就是你们的家。这话赵清寒反驳不了一点，的确，这1季就是顾平的。两人凑近一看，夏元白正蹲下来面对一棵树，小手甚至拨动着树叶。夫君，师姐你们快来试试，这里的潭水很清凉。赵清寒看着夏元白在那拨弄树叶的样子，就给顾平翻了一个白眼，然后去拉起夏元白。中了幻境了，元白。哦，是吗？少女摇了摇脑袋，起身之后眼睛明亮的，原来还是树林啊，我刚刚看到这里还是潭水呢。她一边说着，一边看了顾平一眼。顾平笑而不语，这片地方根本就没有幻阵，只是某个姑娘实在吃醋了，忍不住耍的小伎俩而已。三人继续上路，一道浓浓雾墙拦住三人的路，雾墙之后就是仙灵之渊。夫君，怎么办？当然轰开了，别人都能穿过雾墙进入，我们肯定也行。好。看顾平如此低调，赵清寒和夏元白也就知道了，顾平接下来依旧要低调作为1季之主，如果他愿意，只是心念一动，这雾墙就会散开的。这种低调倒是和顾平那腹黑的性格相似，两女皆是嘴角带着笑意。这一次仙灵之渊这么多人，恐怕有人要受罪了。三人齐齐出手，雾墙勉强支撑了片刻，就忽然散开了。入口处就是一片灵气氤氲桃林，桃树上的果子又红又大，浓雾散开，三人就闻到了甜甜的果香。夏元白对这种景象喜爱异常，急不可耐地抱着一捧灵果跑来，把最红的果子塞进师姐手里。这个给夫君。赵清寒手比脑子快，已经将灵果塞进顾平嘴里。夏元白眯着眼睛笑着开口，师姐喂的肯定更甜。赵清寒反应过来，他被一个小姑娘捉弄了，他怎么可能服？他一把捂住夏元白的眼睛，你不许学他油嘴滑舌。谁啊？当然是你夫君。是我夫君，难道不是你夫君吗？哼！赵清寒脸色冷淡，瞥了顾平一眼。顾平的嘴被桃子塞住，笑着拿出来尝了一口，清脆香甜，汁水丰盈，美人相伴。这一次1季之行虽然没有多少机缘，但也算是一种心灵上的畅快啊。顾平才刚刚带着两人踏进桃林，一抹惊红身影如烈焰般撞进视野。夏元贞从远处迅速掠过来，向来端庄的东域第7美人，此刻竟顾不得群居沾花泥。小白，他一把攥住妹妹手腕，脸上的笑意根本收不住。失去的亲人，失而复得，这种血浓于水的感受，甚至不是和皇朝的未来无关。看到夏元白完好无损之后，他也平静了下来，眉目之间端庄威严，转身认真的和顾平道谢。顾道友，你放心，我答应你的承诺不会食言，多谢你将我弟弟找回来。顾平笑而不语，只是点点头。夏元白的灵力如潮水一般涌入妹妹体内探查，当确认她经脉中龙血运转更胜从前时，并没有被人剥夺后，他紧绷的肩膀才稍稍放松。元白啊，你这次乱跑可是害苦了姐姐我啊。夏元贞此刻颇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不过看到夏元白的体内的修为又浑厚了不少，他也忍不住放松心情。夏元白有感，姐，你到底给顾道有了什么承诺，才说动他找我？夏元贞沉默，摸了摸他的脑袋，你不用管，这是姐姐的事，你只需要好好修行，只要你能一直修炼下去，我大夏皇族还有复兴的时候。顾平在边上听着都快窒息了，他娘的，他可算知道这夏元白为什么要偷偷跑出来了。这夏元针对妹妹的教育太窒息了，把所有的压力都给元白传递。她才是个10几岁的少女，怎么可能扛得住这些？皇朝的未来怎么能放在她一个小姑娘身上呢？真是不应该。忽然
夏元真的神情一变，脸上有些难以置信的震怒，但他似乎不信邪，又仔细探查了一遍。这一次他确定了，妹妹被人破身，摘走了原因。夏元真强忍着暴怒，脸色平静地询问元白：“你和我说实话，你的身子怎么回事？”元白摇头，没有吭声，只是下意识地看向了顾平的方向。顾平，夏元真反手抽剑的动作快得拉出残影，剑锋割裂空气，发出尖笑声，直逼顾平眉心。剑势凶猛，气势骇人。顾平连忙后仰，勉强避开，但是头发梢被李健削去3寸，他原本站立处的岩石吃得裂开，断面光滑如镜。姐，夏元白想拦，却被一道符箓定在原地。夏元真的剑势已如暴雨倾泻，夏元真的每一剑都直取要害，剑尖绽放的凤凰虚影将方圆10丈照得雪亮。顾平却像片落叶般在剑光中飘摇，赤焰刀始终不曾出鞘，仅以烟罗布在毫厘之间闪转腾挪。这样的举动杀伤力不强，但羞辱性极强。东域美人第6就这点能耐，他故意踩着稀碎的步子，只是堪堪能够避过他的杀招的样子，但又给了他希望，让他有种下一剑就可以杀了顾平的感觉。连我衣角都碰不到，还想杀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夏元真的怒火。他突然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剑身，凤凰虚影瞬间凝实，炽热剑气将顾平逼退3步。顾平也不得不出刀抵挡，赤焰刀锵锵2下，顾平心疼不已，这刀上立即就出现了2个豁口。他妈的，老子的刀！来不及悼念宝刀受伤了，夏元真转身折腰一个回马剑，凌厉异常，直插顾平胸膛。就在剑锋即将刺入他心口的刹那，龙骨剑横空插入，当！夏元白不知何时冲破了定身符，龙骨剑与姐姐的鸣凤剑相撞，爆出的气浪掀飞3人发冠。找死！看到妹妹如此的不知进退，夏元真火气更大。此刻同是炼气巅峰，他也要决定给妹妹一点教训，免得夏元白出门偷跑一趟之后就变得无法无天了。此次更是把身子丢了，该罚。却不曾想，少女真龙血脉全开，掌心浮现的龙鳞迅速包裹住双手，进化成龙爪，应接姐姐10成成力道，竟只退了半步。夏元真惊了，元白你！他看着妹妹指尖未散的龙爪虚影，那龙爪的威力不俗，他心惊不已的同时也暗自惊喜，妹妹又强大了。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从小需要他保护的丫头，此刻眼中竟有了神龙的威势。此刻妹妹发丝飞扬，已经有着睥睨天下的锋芒。顾平趁机闪到夏元白身后，一手虚符在他腰侧，不打了，现在肯听人说话了。夏元真的剑尖还在发颤，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妹妹腰间顾平搂着她的手。妹妹对顾平的触碰丝毫没有反感，两人反倒是很亲密的样子。他还看到了夏元白腰间的那块龙纹玉佩，姐你看。夏元白突然并指为肘，五指覆盖着凝实的金龙鳞片，轻轻一划，就在虚空留下5道金痕。夫君给我的神龙传承，这样的蜕变才仅仅练了3天。夫君，夏元真声音陡然拔高，他破了你的身子，你反倒认他做了夫君？他的声音之中透露着难以置信。少女却已挽起袖子，脊背上蜿蜒的龙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夏元真的脸色骤变，急忙上前替他遮住，手中的剑顺势收回。他当然认得这是龙皇道统的传承印记，整个大夏皇族千年历史中，唯有开国老祖曾得过这般机缘。现在这龙纹又在妹妹身上出现，他大夏在这一代只能复兴，别无选择了。还有这个，夏元白献宝似的举起龙骨剑，剑身感应到他的血脉，立即发出清越龙吟。他随手一挥，剑气竟化作3丈金龙虚影，将远处山石轰成齑粉。夏元真踉跄后退2步，内心无奈的叹气。妹妹如今修为深厚，明明还是炼气巅峰，但是却要比进入遗迹前的时候雄浑了很多。这种修为上的深厚，就像经过了什么东西灌溉，被宝物大药锤炼了一样。修为上的深厚是一种巨大的机缘，他能够想象妹妹的这一机缘同样来自顾平，真是得谢谢顾平呢。不过他还是突然揪住顾平衣领，顾平，你给他灌顶了吗？不对，他反应过来，双修宗门怎么用自己的修为给别人灌顶？是双修。顾平任由他拽着，对啊，双修是我宗的秘传，的确有炼石修为的功用。他挑眉看向夏元白，告诉你姐，那晚是谁解我腰带的？少女顿时从耳根红到脖颈，却挺起胸脯道：姐，是我主动的。夫君担心我中毒至身，危害我的性命，是我。闭嘴！夏元真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转头死死盯住顾平，既恨又无奈。他忽然发现这个痞笑着的少年周身隐约有莫名的气息在流转，那是连他父亲夏皇都不曾触及的玄妙气息。山风卷着桃花掠过3人之间，
赵清寒也往这边凑了凑，准备劝架。夏元真突然泄了气般松开手，他弯腰拾起鸣凤剑，剑穗上沾的泥点像极了他此刻复杂的心情。妹妹贴心的给了一个清洁术为姐姐擦剑。元白，这段时间你在顾平身边有没有受委屈？虽然依旧这样询问，但是他的心已经不愿再争执了。夏元白摇了摇头。顾平又转而笑着询问夏元真，我替你找回了妹妹，你的承诺又该怎么兑现呢？说到这件事情，夏元真气的又想要拔剑杀了顾平了。已经得到了他妹妹还不够吗？还想要染指谁？但是没办法，因为承诺的事情他发过2次道士，此刻已经到了无解的地步。3年。他突然竖起3根手指，若你能在3年之内追赶上我的修为，我便与你履行婚约。不知为何，因为妹妹在边上听着的缘故，他说履行婚约4个字的时候反倒有些羞耻，这和他以往大方明朗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此时还在一边饶有兴致的赵清寒还没反应过来他听到了什么。履行婚约？顾平是不是搞错人了？履行婚约的不应该是夏元白吗？另一边的夏元白也是一愣，怎么回事？他急忙提醒，我和夫君已经签订了婚契，已经有了婚约。夏元真脸色尴尬，有些为难的开口，不一样，元白什么意思？夏元白到现在还是有些懵。赵清寒也是，但他已经想到了一种可能。顾平咧嘴开口，你姐姐为了找到你到处招募英才，谁能把你找回来她就嫁给谁啊。姐姐为了找到自己竟然公开择婿。夏元白心头复杂，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元真也是低头不语。顾平则乐得眉飞色舞，结果被冷美人一把掐在腰上，疼得他龇牙咧嘴。清寒，你倒是风流啊。这怎么能算风流呢？这是我的桃花运，女人机缘啊。师姐，我们离月宗不就是这样吗？赵清寒拿他没办法，只得开口，夏元真给你的承诺，他妹妹现在已经替姐姐完成了承诺，你也不用逼太紧。难道真的要让人家姐妹都做你的道侣才满意？本来顾平寻找夏元白也没花费什么力气，还是人家姑娘主动投案的，现在他要的报酬可真不低。夏元白也期待地看着顾平，这样的夫君他不愿意跟姐姐分享。顾平只能心里偷着乐，但是面目严肃地看着夏元真，元真，你来说。夏元真脸色很是差劲，犹豫一番之后还是实话实说了，这件事我发了道士，掷地有声。听完后，赵清寒无奈知道这事情再也没有转机了，发下道士的那一刻就已经板上钉钉，他只有轻哼一声，远离此地，眼不见心不烦。夏元白即便是有心理准备，但此刻还是陷入了怀疑人生。4个人里只有1个人现在是在偷着乐。顾平一脸无奈的开口，哎，造化弄人啊，本来我元白与我结为道侣，我已经受宠若惊，现在又不得不接纳元真，作为夫君，我肩上的责任更大了。这话听得夏元真真的想打人，只得冷漠的开口，你的修为先追上我再说吧。顾平笑了，我无所谓，但是某些人如果不履行婚约，天道誓言的惩罚加深，修为寸步不能进，时刻面临散功的危机。他话说的轻巧，但夏元真知道这是真的，道士的威力多么恐怖，史书上都已经写满了。夏元白也知道事情的危机，此刻即便是心里有些不舒服，也不得不开口，算了吧，天命不可违，姐，道士难当，你还是与夫君早日修成正果为好。夏元真沉默，一个字也没说，但也没有拒绝。顾平当然也不是白嫖狗，他尊重自己的每一位道侣，就算是自己一时好色，贪恋美色得到的女人，他也不会做恶人。他和夏元真走到一边，温声开口，对于元白这样的资质来说，太玄州也不过是一隅之地，对于整个修仙界来说，大夏皇朝所占据的地域也不过是一隅之地。目光要放得长远一些，此次一计之行，最大机缘获得者就是你和元白了。什么机缘？一个道侣，一个拥有12天灵妖丹的道侣，还有这座洞天遗迹，小东山遗迹已经被我炼化。前半句话他不以为然，后半句话夏元真一个字一个字确认，怎么可能？顾平看着他没有开口解释，而是伸手在他的眼前刮起了一阵小型的灵力潮汐。现在不得不相信了，这个消息对于夏元真来说依旧难以接受。你说的这些12天灵妖丹和这座遗迹洞天与我们姐妹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要顾平一个完整的承诺，而不是这样模糊的应付。12天灵妖丹的传承，我可以给你大夏皇室修行，而这座洞天，如果大夏某一天战败逃亡，这里就是你们喘息复兴之所。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一座洞天对一个宗门的意义。这里的万寿宗在最弱小的时候也是一州霸主的实力。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大夏引以为傲的神龙传承仅仅只是这遗迹传承之中的一支而已。跟随我，大夏就可以从东域往中州走一走。夏元真在顾平灼灼的目光之中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眼前的陶灵。顾平审视着这个东域第7美人，此女之美，东域第7怕是仅在修为上差了一些。只要夏元真点头，以后大夏王朝就是他顾平的势力了。只要大夏之人进入他的遗迹，就会变成他的子民。他是遗迹之主，我要做正妻。他开口了。顾平果断摇头，这件事情不切实际，也没有意义，因为我可能会有100个正妻。说到正妻，顾平又想起来了千宁。已经数月不见，千宁你可好？是否还在被阴煞之力折磨？听了他的话，夏元真捏紧了拳头，又无力地松开，直到顾平走过来揽住他的腰身，他也没有拒绝和挣扎。等到出了遗迹，我这里有几件法宝给你做聘礼。元真看了一眼妹妹的方向，那把龙骨剑的品级不低。说到龙骨剑，顾平也是心里唏嘘，清寒没有为难他，没有在这把剑上继续纠缠，不然那把剑如果又拿去给赵清寒的话，袁白心里也不好受。女人多了也就这一点麻烦事了。那把剑是元真的聘礼，我给你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终于回应了一声。就这样，东域美人榜第7的角色已经名花有主。两人返回桃林，夏元白当然凑到姐姐跟前询问事情的发展，姐妹两人凑在一起小声谈心。她端立面容上已经恢复了平静，看不出半点方才的暴怒。你尽快突破金丹吧，否则怎样？顾平故意凑近她耳边，大姨子要亲自替妹妹开当验货。夏元真的剑又争得出鞘3寸，但这次不用妹妹阻止，她也停下来了。弑夫的事情她还干不出来。姐，夫君还说要给你也找件至宝呢。夏元白突然眨着眼睛插话，他说东域美人第7配得上更好的，你现在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我没有，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哪里往外拐了？夏元真被噎了一下，无话可说。4人往遗迹的深处赶路，但一行人中，赵清寒和夏元真都是声名在外的天骄，他也在遗迹之外杀了人，此刻走在一起，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遇到修士，人家远远的看一眼就离开了，根本不敢上前来打劫送死，搞得顾平白白丢了许多波机缘。所以狩猎了一阵之后，4人一无所获。顾平转头看着赵清寒3人，无奈开口，还是各自散开吧，我们这样根本没人敢惹，更何况是抢机缘了。顾平站在原地看着他们3人离开，又默默估算了他们奔走的方向。赵清寒是独自上路的，元真2姐妹结伴行。他默默估算他们3人上路必定会遇到波折，但是他们3人的实力他心里都有数，就算是路遇不敌，他也可以及时赶到。这仙灵之渊就像是一个斗兽场，谁都没有绝对的安全，如果寻求安逸的话，更是不用进来了。来这里的人心里都非常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抢夺弱小就是修仙界的常识，不强你怎么修行？不强你哪来那么多资源在寿命大限到来之际破险？顾平是很尊重这项规则的，甚至他可能是这个遗迹之中最尊重这项规则的人。桃林深处，顾平摘下来一片沾血的桃花瓣，阴阳2气在脉络间流转，将残留的血腥气分解成细碎的信息。这片桃林在昨日发生了一起厮杀，破坏了他一大片桃树，这让此刻的他心疼不已。这都是自己财产啊，却被这些人随意破坏，确实该杀。那现在就看看我的仇人们吧。顾平嘴角勾起冷笑，瞳孔深处泛起洞天规则的光芒。在他视野里，整座仙灵之渊都化作透明棋盘，每道灵力轨迹都纤毫毕现。西北方13里处，玄琛正用佛莲吞噬新得的血气，东南5里的山洞里，阴阳交萧远刚包下第3张人皮。南域那些修士本来都组队离开遗迹，出现在遗迹之外了，这下又改头换面，一群人回来，行动都拧在一起，极为团结。他们的心思顾平能够猜到，无非就是先走出遗迹，营造不在场的证据，然后找机会进入，大肆杀人夺宝。遗迹之外的人来查，他们就清清白白的没有嫌疑，不会成为怀疑对象，甚至遗迹之中的重宝都会落在他们身上。顾平眉头一皱，他看到赵清寒去的那方向，正好是阴阳教圣子萧远的位置。清寒玄阴体声名在外，这萧远若是安耐得住性子，不动手才奇了个怪了。他默默开口，但没有起身去帮忙。顾平指尖轻弹，空中浮现水晶幻象，画面中萧远正将银毒灌入女修7窍，那女子浑身痉挛着，被抽干精血，又是阴阳教的包皮法子。这萧远要那么多人皮到底干嘛啊？他没有着急，这萧远他肯定是必杀的，留着萧远在，他顾平在阴阳教的那些道侣就会有风险，把萧远杀了才算安全。但也不是现在，急不得。顾平突然按住手腕，掌心灵力勾勒出玄妙纹路，脚下泥土翻涌，一具与他的形貌相同的泥偶破土而出。顾平给这个泥偶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又将一滴精血滴在泥偶的眉心，散发着浓浓的血气。
既然要钓鱼，总得先打窝。西北方古祭坛上，玄琛的浮屠塔正滴落粘稠血珠。这慈眉善目的和尚刚用佛光超度完2名修士，此刻正惬意地清点战利品。只可惜这2名修士浑身血气不怎么浓厚，让他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忽然，他手中佛珠剧烈震颤，东南方传来浓郁的血气气息，有炼体的修士也进来这一计了。玄琛眼中闪过贪婪，他掐诀催动佛莲，9具尸体瞬间化作干尸，澎湃血气涌入体内。袈裟鼓荡间，和尚步子飞快，已化作金光掠向目标。片刻后，玄琛站定在桃溪畔，桃林边上，溪水岸边，落英缤纷。溪边石台上，顾平模样的泥偶正在调息，背对着和尚，似乎在打坐修行。不是体修，玄琛疑惑，但也不妨碍他发现一个落单的机缘。他抬掌出手，佛门鹰爪直冲的泥偶的头颅，想象之中的头颅血浆爆开的场面并没有见到，反而他被一股烂泥溅了一脸。反应过来不是真人之后，玄琛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是有人专门为他做的局。不仅如此，此人也知道他在遗迹之中吸食人血的事情。他没有犹豫，立即选择转身离开。大和尚好急的性子，才刚来就要走了吗？顾平的声音从每朵桃花中传来，声音刚至，他的赤焰刀就横劈过来了，直冲玄琛白胖的脖子。和尚浑身气血暴动，一手抵住赤焰刀，赤焰刀顷刻崩断，又一手出拳轰在了顾平身上。金铁交鸣般的骨骼碰撞声在桃林间炸响。顾平后撤3步，卸去拳劲，脚下离出2道深沟，他胸前一块已经被打得坍塌。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玄琛和尚就喳的一声拿出一杆降魔杵，降魔杵的尖利时嵌进顾平的肩胛骨，鲜血顺着杵身滴落。施主这身子骨比老衲的降魔杵都硬，好浓重的气血之力，想不到还有你这等的炼体的好苗子。言语之中没有对顾平实力的承认，只有对美食的赞叹。玄琛咧嘴一笑，露出染血的牙齿。他胸前袈裟早已碎裂，露出布满梵纹的古铜色胸膛，展示出他是真正的炼体修士。顾平拧腰震飞降魔杵，伤口处血肉如活物般蠕动愈合。大师的金刚不坏体倒是名不虚传。他说话间突然矮身，银血剑贴着玄琛头皮掠过，削断一串佛珠。18颗鎏金佛珠尚未落地，玄琛的膝撞已到顾平腹前。这一击带着龙象之力，空气被压缩出肉眼可见的波纹。顾平不避不让，小腹突然凹陷3寸，阴阳2气在丹田处凝成漩涡。砰！闷响如擂巨鼓，玄琛的膝盖陷入顾平腹部，却像撞进棉花堆。他瞳孔骤缩的刹那，顾平腹部肌肉猛然绞紧，身子猛地一转，借力打力，将玄琛整个人甩向半空。好一个花劲！玄琛在半空翻腾，降魔杵突然暴涨3倍，带着万钧之力劈下。杵身浮现的罗汉虚影与顾平挥出的饮血剑相撞，冲击波将方圆100丈桃花震落。顾平虎口崩裂，浑身血气震荡。此刻他已经知道自己炼体的修为不如玄琛。再来！他弃刀不用，双臂怒张，竟用血肉之躯硬接降魔杵。降魔杵逐渐扭曲发出刺耳声响，两人脚下地面塌陷3丈。地陷，9攻不下，玄琛忽然使出阴招，降魔杵尾端射出9环，如毒蛇缠向顾平脖颈。顾平偏头闪避的瞬间，和尚的左手结成无畏印，掌心万字佛印正拍在他心口。咚！这一掌打得顾平嘴角溢出血丝。此刻体修之间的差距已经无法弥补，顾平不得不承认自己单单依靠肉身的力量打不过玄琛，但这种纯粹的肉身交战顾平很难遇到。就算是现在稍有不低，他还是想再试试。用肉身硬抗住玄琛这一掌后，他手已扣住玄琛手腕，指甲深深陷入对方脉门。大师这慈悲掌够劲，两人贴身决力，肌肉奔张的背部将空气挤爆出连环气浪。顾平的上身的衣物已经全部破碎，露出有力的肌肉群。玄琛突然暴喝，背后浮现8臂冥王法相，每只手掌都凝着不同佛印。顾平周身则腾起一轮巨大的红日，烈阳真诀依旧是他主修功法之一。轰！当8道佛印与大日对撞，整片桃林的土壤被掀上高空，烟尘中2道身影如流星般交错而过。顾平的手贯穿玄琛右肩，和尚的降魔杵插在顾平的小腿里。玄琛看着自己肩头汩汩流出的精血，忽然收杵大笑。施主这最后一爪落在身3分，小生的罗汉金身就要破了。顾平抹去嘴角血迹，也收起了腰间的饮血剑。大师的功力也同样深厚。两人相视一笑，脸色骤然发狠。玄琛忽然扯下残破的袈裟扔向远处，他们已再度战作一团。这次纯粹以拳脚相搏，每一击都带着最原始的暴力美学。顾平的鞭腿扫过玄琛腰腹，
和尚以铁山靠硬接，反手一记肘击砸向他太阳穴。顾平缩紧避让，膝撞直取对方丹田，却被玄琛以金刚坐莲之势压住膝盖。两人僵持的瞬间，顾平突然张口，一道太阴剑气从唇间迸射。玄琛偏头闪避时，顾平的额头已重重撞上他鼻梁，咔嚓，鼻骨断裂声。玄琛踉跄后退，久攻不下，他却笑得愈发畅快。好一个头锤！他抹了把满脸的血，突然扯断颈间佛牌掷向天空。最后一招，佛牌在空中化作千手观音法相，每只手掌都捏着不同法印压下。顾平长啸一声，浑身汗毛倒竖，脊椎如大龙般节节爆响。他踏碎地面冲天而起，右拳凝聚阴阳二气，一轮弯月从他的拳头中冉冉升起。太阴炼形，他已经能够在炼气期施展出异象。当拳头与千手观音相撞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随后爆发震动，让人心房震颤。待灰尘散去，顾平单膝跪地，手肘折断。他肉身不敌。顾平起身，没有再逞强，从储物戒里拿出了饮血剑。他站在玄琛的身前，想要咧开一个笑容，嘴一张，一大口鲜血就吐了出来。和尚，你这肉身不错，在我的拳下，你还没死，你也很不错，但你也没有机会了。他同样掏出了降魔杵。顾平横剑，赤焰刀已在降魔杵下损坏，他身上只有这把神剑了。断剑一横，体内灵力突然坍缩，炼气13层巅峰修为的灵力在此刻尽数灌入剑身。这柄残缺的凶兵发出饥渴的嗡鸣，剑脊上暗红血槽亮起妖异光芒。夜长梦多，该结束了。他忽然暴起，身形化作9道残影。玄琛眉头一挑，不是体修，那刚刚两人赤膊对阵了那么久算什么？算他有力气吗？他分明看见顾平右臂无力垂下，只能靠着左臂持剑，剑意滔天。他甚至恍惚中感到害怕，这不是体修的路数，而是彻头彻尾的灵修剑修手段。他手中的降魔杵当即暴涨3丈，佛光缠绕。晚了，顾平的声音已经贴近耳边，枪降魔杵断成了2截。玄琛扭头就走，顾平持剑而上，烟罗布欺身而上，饮血剑突然爆出1000丈血芒。玄琛仓促之间拿出了自己的莲花坐台对抗，又被顾平一剑劈飞。玄琛回头只能以肉身对战，但是这一次顾平不给他机会了。精巧的步伐配上快剑，玄琛同样以身法对敌，那你追我赶。只是顾平的剑意越来越近，剑锋蹭得他肉身发疼。若不是这一技限制修为，我杀你只需2拳。可惜，但这里是一技。顾平知道金丹修士的肉身已经可以血气外放，和剑气一样恐怖，一拳隔空杀人不过是很轻松的事情。玄琛停下来，佛法在他身上流转，同样是炼气巅峰，他修行至今还没有遇到过对手。一袭佛门大手印袭来，顾平翻身后撤，使出了师姐的拿手好戏玄阴剑法。韩梅三弄他也是第一次施展，剑法如同雕花一样绽放，如同剑丝，如同细雨，被剑势调动，说时迟那时快，剑丝笼罩住了佛门大手印，手印被分割剥裂开。顾平断剑猛地一绕，脑海中回想起赵清寒使出这一招时的气运，断裂的剑尖猛地3战，寒梅三弄被他完整的使了出来。3层剑丝从玄琛的视角看过去，就像3朵白花袭来。这还是炼气修士该有的灵力吗？为何如此深厚，一点都不见力气啊？他不敢大意，勉强在炼气巅峰使出了佛门金身，伸手朝天一跃，一块大杯在他手中浮现，被猛地扔出，大摔杯手，杯影朝着顾平袭来。杯影一连破碎3层剑丝，轰在了顾平身上。顾平吐出一口鲜血，他觉得自己的5脏6腑都移位了。这是功法招式的差距，寒梅三弄式太阴炼形诀里的招式是离月宗的功法绝学，但与佛门至高秘法相比，还是差了太多。不过此刻玄琛也不好受，他以炼气勉强使出大摔杯手，现在他已经面色惨黄。顾平强撑着没有倒地，又吐出一口鲜血之后，少了赤焰刀，他只好将阴阳二气凝结在饮血断剑之中，太极双刃此刻变成了太极单刃，势头内敛了许多。他的步伐迅速，朝着玄琛急奔，躲过玄琛的几下阻拦之后，他挥手劈剑，轰阴阳剑锋力不可阻挡，从玄琛的肩头斩下一刀，直达胸口，差点砍掉了他的半边身子。佛门金身被破，玄琛终于感觉到了害怕，这一剑太恐怖了，到底是什么招数？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说过？玄琛想要动身时，他又惊觉自己金身正在崩解，不是被外力击碎，而是体内精血逆流，顺着毛孔疯狂涌向那柄断剑，肉身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嗜血化灵，你竟然有这等妖物！玄琛脸色大变，他猛咬舌尖，喷出金色精血，在空中凝成欧字真言。最后一口气，佛门狮吼功朝着顾平的脑门猛地一吼。温顾平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出窍了，
但他引血剑已斩至玄琛的面门，剑锋未止，玄琛的右颊血肉已自行撕裂，血珠连成红线没入剑槽。趁着他神魂恍惚的时刻，玄琛服用了一颗珍贵的9转回气丹，瞬间回了7成灵力，使出了佛门金光遁术，整个人化作光点，迅速远去。顾平持剑，浑身的血水和汗液混在一起，浑身都有大大小小的伤口，眉心还隐隐作痛。天骄真的很难杀啊！他虽然已经有些力竭，失血过多，但也知道不能放任玄琛离开此地。在嘴里塞了一把疗伤丹之后，他迅速赶上去，不停挥剑在玄琛背后斩出。道友，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你我都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骄。玄琛已经惊骇，这人就是个怪胎，战斗了这么长时间，灵力还未枯竭，也未见顾平服用回气丹药。顾平血洒桃林，没有应声，紧绷着脸朝前赶路。玄琛被追的灵力又要见底，该死，这炼气境界太限制人了。他一边逃一边将身上的储物袋扔下来，一路逃一路扔，但是顾平都没有停下来。眼看他不是为财，玄琛更是气急。他妈的，12仙灵妖丹大家都找不到，又不是你一个人找不到，所有人聚在这一记核心之中，不就是为了这点战利品吗？为什么要不死不休呢？道友，贫僧所有的战利品我都给你就是了，为了这点东西玩什么命啊？顾平不语，他此时的状态也奇差无比，每一次挥剑他身上都一阵剧痛。见到顾平没有放手的意思，玄琛也不再逃，而是停了下来，面朝顾平拿出了一盏莲灯，这灯是我司主持给予我保命之物，保我肉身不碎，保我神魂不灭，你今日杀不死我，他有恃无恐。顾平眼红，他有这样的保命东西，自然是要痛下杀手。他挥剑继续往前斩，太极双刃被他又使了出来，但是这一次没有奏效。玄琛盘坐在地，点燃了莲灯后，全力施展佛门金身。顾平的太极双刃砍在他的金身上，只留下一掌深的伤口，且没有血液流出来。你妈的！顾平爆了一句粗口。佛门金疙瘩，他的绝招都无法奏效，天骄果真杀不了吗？他有些不服，收起了饮血断剑，拿出了自己的炉子，炉子从天而降，将玄琛关了进去。他盘坐在地，开始炼化，喜欢原地打坐是吧？我让你打坐。他烧动炉子，熊熊火焰开始燃烧起来，但炉子之中的玄琛嘴角露出讥笑，隔着炉孔嘲讽他。顾平面不改色，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了几张封印符箓，将炉口贴了个严实，一旦决定要拿出不可见人的东西，他都要把后续的事处置妥当。封紧了炉子之后，轰！顾平体内金色的火焰开始在炉中蔓延，只是一瞬间，玄琛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异火？不对，是仙火。你怎么会有仙火？没有人回答他，回答他的是顾平的持续点火。为了追求速度，他调动的全身的阴阳灵力来喂养的金色火焰，火焰以阴阳之气为燃料，开始疯狂燃烧。炉子中传出了凄厉的惨叫声。道友，饶我一命！金色的火焰开始在玄琛的眼眶里灼烧，那里是佛门金身最薄弱的地方，从眼眶开始的，玄琛的五官开始被点燃，头皮和头骨开始被烧化。但他的反击的还在持续，玄琛不停地冲击炉盖上的封印，几道封印已经开始失效。顾平不得不盘腿坐在炉盖上进行的镇压炼化。啊，你真以为这破炉子就困得住我吗？轰！脑袋都被烧化了半个的玄琛，在炉子里用精血再次施展出大摔背手。不好！顾平听到了细碎的声响，他的炉子正在出现裂缝。妈的，这个炉子还是他做杂役的时候用来炼气的，因为用着顺手，一直没有来得及更换。现在这关键的时候竟然出了差错，该省的地方真不能省啊！炉子的裂缝越来越多，顾平有些左支右绌，但是这玄琛一定不能放，一旦放走，被他逃出了一计，他的秘密就全被抖出去了。算了，本想以普通修士的身份与你相处，却如此艰难。顾平首次调动了这片洞天的力量，宏大的力量从天穹上垂下来，加在顾平身上，他的修为如同突破了一般，变得深沉不可抵挡。已经布满裂痕即将的碎开的炉子，此刻也任由玄琛攻击，也纹丝不动了。炉中金色的火焰还在燃烧，顾平的血染红了炉身，但他没有懈怠，玄琛还能大喊大叫。半个时辰后，火焰烧到了玄琛脖子，他消停了下来，但是肉身依旧在折腾。又过了2个时辰，炉中留下了一层厚厚的骨灰，还有一颗金丹。顾平没有的大意，即便有洞天力量的加持，他也不敢打开炉子。猛火又烧了金丹2个时辰，金丹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痕。我不甘心！一道恶毒的声音传来，金丹也化为灰烬。玄琛终于身死，死的不能再死。炉中只剩下一个青莲佛灯。顾平打开炉子，将骨灰收了起来，这可是上好的肥料啊！又将佛灯拿起来看了看，
贴了封印符箓之后，装进了储物袋。这东西他一旦出了遗迹，就得立马去珍宝楼出手，带在身上就是等死。他又沿路返回，把莲花石台、断了的降魔杵、断了的赤焰刀都捡起来拿走。这些法宝虽然毁坏了，但是材料还是可以用的，也可以低价卖出去。降魔杵应该是金丹中阶，修好之后应该能卖几十枚钟灵了。赤焰刀的品阶太低，只是金丹初阶，买新的也只要10枚钟灵，没有什么修补的价值，容了做材料储备即可。玄琛逃亡的时候，把几10个储物袋扔在了各处，要是其他人寻找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遗漏。但是这里顾平是主人，他准确地找到了每一个储物袋的位置，然后返回桃花林之中，迅速打开这些储物袋，然后腾空所有，装满了他的一个储物戒。收获还不错，他咧嘴一笑，满嘴都是血沫子。看到了收获之后，顾平就安心地盘坐下来，吃了一枚珍贵的9转回气丹后，又吃了一瓶疗伤丹。他这次伤得太重了，和玄琛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肉身战斗他打不过，功法强度的他打不过，唯一占便宜的就是他的修为比玄琛炼气9层巅峰强。疗伤丹像是糖丸一样被他吃了下去，浑身的疼痛在愈合的过程越加疼痛难忍。整整1夜过去，他才靠着打坐勉强恢复，还有暗伤没有全部痊愈。暗伤的治愈，他又利用金色火焰在受伤的地方灼烧疗愈，此法虽然疼痛难忍，但是也是一种治愈暗伤最快的办法。还有一种可以疗愈暗伤的好办法，双修。但是现在夏元白距离他有一段距离了，实在不好赶路过去，求着上床寻欢作乐。况且元真还在陪着。又过了半日，顾平才恢复到了全盛时期。这一战对于他来说艰难漫长，但也收获满满。他已经是把能够打出来的招式全用上了。他主修2门功法，太阴炼形诀和烈阳真诀，一阴一阳，和他体质相合。烈阳真诀是太阳教的功法，他得到的是残篇，里边仅有一招大日术可以用拳头轰出去，威能中等，可以对敌，但并不是什么厉害招数。但这一招他会。太阴炼形诀是离月宫的完全篇，离月宗的至高功法，其中包含4部分内容：剑招、寒梅3弄、玄冰剑气、神魂法、太阴摄魂刺、对敌玄功、双天寂灭、领域控制、九幽寒域。4部分的每一招都很强，但是顾平没有来得及修行，只是在赵清寒的手中讨教过寒梅3弄几次，他如今也能使出来这剑招。师姐的双天寂灭他只见过1次，又没有刻意去练，因此不会。神魂法的太阴摄魂刺听师姐说也很强，但他在宗门的时候一心扑在了炼体上，这一招他也不会。另外他还修行了9阶遁术中的第1阶烟罗步，自创的太极双刃，自带的金色火焰。除此以外，他掌握的杀招再也没有了。真龙炼体诀中有3招强大的肉身功法术，他没来得及练。断水剑法和太玄雷法真解也没来得及练。时间啊匆匆过去，最热衷的是炼体，现在炼体的修为也仅仅再凡胎境巅峰，反倒把其他功法的修炼落下了。得到机缘之后，他正式修行才7个月时间，炼体修为就从0到凡胎境巅峰，这在整个修炼史上都是第一人。灵修修为从炼气3层到炼体13层，跨越10个小境界，也只花费了7个月时间，修行速度堪称妖孽。要知道夏元白16岁，现在也仅仅只是炼气巅峰而已，对自己这段时间的修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顾平就安心下来盘点战利品，这也是他最喜欢的环节了。甚至他都在犹豫，要不要把这座洞天遗迹一直放在这里，放人进来历练，他好多拿一些机缘。顾平从玄琛和尚身上获得的战利品清单，含杀人夺宝所得。玄琛和尚作为西域佛门天骄，又是体修强者，身家极其丰厚。顾平斩杀他后，不仅得到了他的储物袋，还从他身上拿到他搜刮其他修士得到储物袋，收获远超预期。中品灵石1423枚，下品灵石40万枚，佛门功德金珠5颗，每颗蕴含高僧愿力，可助突破瓶颈。灵石并不多，那是因为许多修士和他一样，都不喜欢在身上携带大量灵石。灵石都存储在珍宝楼了，不过只要修士一死，每个修士在珍宝楼的账都会被消掉，其余任何人也无法兑现，无论多少灵石都变成了珍宝楼的灵石。丹药则多一点，金刚淬体丹8瓶，罗汉金身丹3瓶，龙象大力丸12瓶。这3种丹药顾平最喜欢，可以用来炼体修行。而且根据玄琛然写进的炼体修为，这些药对于顾平现在来说非常有帮助，不会存在药力不够的问题。此外还有佛门舍利丹2瓶，百毒不侵丹5瓶，气血大补丹30瓶，阴阳合欢散1瓶。看到合欢散的时候，顾平一愣，这秃驴要这阴阳教的银毒春药干嘛？阴阳教的仙子都杀啊，
真是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还有玄阴寒水丹3颗，九转回气丹8枚，疗伤丹14瓶。功法秘籍不多，只有一本《浮屠炼血术》，这是邪佛秘法，吞噬气血，强化肉身。顾平不喜欢，准备拿出去拍卖。仙药灵材的门类更多，千年菩提果、金刚菩提树幼苗、龙血灵芝、佛骨舍利、玄铁金晶等等。法宝兵器是大头，顾平很是看重，一一挑选技术。此次战利品共有27件筑基阶的法宝，5件金丹阶的法宝，可以售卖几百钟灵。几件他看不出品级的，用来给修士看护性命法宝，价值更多，他无法定价。清算战利品，顾平都花费了1个时辰。这一战不仅斩杀了强敌，这海量资源也弥补了第2次进入遗迹没有大收获的遗憾。光是灵石就足够支撑他未来数年的修炼，一些佛门炼体的丹药对他来说也同样宝贵。这秃驴家底比我想象的还要厚实。顾平咧嘴一笑，将所有战利品收入囊中，心中畅快无比。不过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多女人要养，这些战利品也只是杯水车薪。毕竟他的目光远大，男人就应该有养尽天下美人的气魄。顾平把目光转向了赵清寒的位置，师姐已经和阴阳教的萧远对峙了几个时辰了，两人身上都有伤，但双方都没有放弃吃掉对方。萧远应该在等人。顾平知道赵清寒也在等他，他猜测萧远有很大可能是在等待西月，但他始终知道西月的动向，所以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去支援师姐，而是选择疗伤。现在他看到西月已经开始动身了，他也迅速赶路，往赵清寒那里靠。密林深处，剑气纵横，寒光如霜。赵清寒手中龙骨剑狰鸣，剑锋所过之处，冰晶凝结，连空气都仿佛被冻结。他身形如电，剑招凌厉，每一剑都直指萧远要害。赵清寒，你的玄阴体我早有耳闻，本圣子今日要定了。萧远阴冷一笑，身形如鬼魅般闪避，手中长剑划出一道道黑白交织的剑气，试图扰乱他的攻势。赵清寒冷哼一声，剑势陡然一变，冰晶长剑上龙纹闪烁。这把剑从遗迹之中拿出来之后，在他的手中首次展露锋芒，一道寒冰剑气骤然爆发，如怒龙咆哮，直逼萧远咽喉。萧远瞳孔一缩，仓促间横剑格挡，然而这一剑蕴含玄阴之力，寒气瞬间侵蚀他的经脉，让他手臂一麻，身形倒退数丈，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不愧是玄阴体，果然霸道。萧远舔了舔唇角的血迹，眼中贪婪之色更甚。他虽受伤，却并未慌乱，反而愈发兴奋。若能擒下赵清寒，以阴阳教秘法采补他的玄阴之力，他的修为必将暴涨，或许还能因着玄阴体，让他欠缺的资质得以弥补。赵清寒不给喘息之机，剑势再起，冰破龙剑的寒气化作漫天冰锥，如同骤雨落下，封锁萧远退路。然而萧远身法诡异，虽然在修为和资质上略有不敌，但是也能在千钧一发之际以遁术避开致命一击，同时反手甩出数枚毒针，直袭赵清寒周身大穴。雕虫小技，赵清寒剑锋一转，冰晶屏障瞬间凝结，毒针尽数被冻结落地，但也被萧远又躲开了。密林之中，薄雾冥冥，这些参天大树帮助萧远躲过了一次次的杀机。萧远没有想着后退远去，不仅如此，他一边周旋，口中的荤话没有停过。他眼中杀意凛然，以往也有男修士如此辱他，那时他只是冷漠，并无心追究。但是现在他已经是顾平道侣，又被人如此言语侮辱，他怎能忍？赵清寒再度欺身而上，剑招愈发凌厉，逼得萧远节节败退。然而萧远虽处下风，却始终未露败相。他一边以阴阳剑气周旋，一边言语挑拨。赵清寒，何必如此拼命？不如乖乖跟我回阴阳教，我保你享尽荣华，甚至让你做我的美妾，如何？找死！赵清寒眸中寒光暴涨，剑势骤然提升，龙骨剑上龙纹彻底激活，一道冰龙虚影咆哮而出，直冲萧远。萧远脸色微变，不敢应接，再度施展遁术闪避。躲避了之后，他就立即碎传讯符，嘴角勾起一抹阴笑。赵清寒，你再强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等着吧，马上你就会被我捉住。久攻不下，这萧远又如此声势夺人。赵清寒猜到了萧远已经传讯联系帮手，而阴阳教进入遗迹之中，能打的除了萧远之外，谁来能管用呢？西月双拳难敌四手，赵清寒转身就走，想要暂避锋芒，但是萧远怎么可能如他的意？急忙又过来追击，牵制住他，不让他离开。你找死！女子声音冰寒，密林里的瘴气如沙漫浮动。萧远浑身是血，却并无大碍，笑意不减。他的指尖拿着传讯符，洋洋得意。他抚过腰间玉佩上阴阳胶的双鱼纹路，唇角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冷笑。赵清寒，西月已收到我的传讯，待他赶到，
这片密林便是你的葬身之地。你不如识相一点，把原因给了我，我放你离开，绝对为你保密，也不污你清白，如何？况且我身为阴阳教圣子，一身阳气浑厚无比，料想你也动心不已，约我双修对你来说也是一场大造化，你不考虑一下吗？赵清寒只觉得浑身恶寒，他猛地一挥剑，萧远身前的大树砰的一声直接炸开，树皮木屑崩了他一脸。他已经决定不走了，西月来他就杀西月，无论是谁来，这萧远今天都要死。他默默地拿出传讯符，犹豫之后还是选择传讯给顾平，但他心里还是有些的芥蒂，刚刚离开他身边就要寻求他的帮助，这实在的有辱他这个师姐的名声。但是在尝试了传讯给顾平之后，赵清寒也忍不住有些紧张，他和顾平之间的距离已经超过了传讯符发挥作用最大距离，无法联络到顾平了。他凝视着掌心失效的传讯符，心思婉转，脑海中浮现顾平炼化遗迹时那双洞悉万物的眼睛。他既是遗迹之主，这遗迹里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也必能感知此间杀机。若是他不能感到，也算我看错了他。他收起来传讯符，准备迎战。顾平肯定会赶到的。此时数里外，西月正踏着步子穿越毒爪，感应到玉佩震动，他足尖轻点展颜，腰间银铃竟与萧远玉佩发出共鸣轻响。这是当年两人青梅竹马修行时得到的传讯宝物，但是萧远以他道途为重，从来不曾以此物传讯打扰他。他查看了内容，便掐诀转向东方，发间流苏划过凌厉弧度。萧师兄，平日里与我说话都畏畏缩缩，觉得亏欠了我修行的时间，对我敬重直礼，现在却用了玉佩传讯，必定是遇到了重要的事情。算了，还是帮他这一次吧。他已经打算与萧师兄说清楚他找到了天命鼎炉的事情，只希望他的坦言可以让萧师兄释怀。虽然青梅竹马，但是在道途面前，谁又能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呢？密林中，和赵清寒一直对峙的萧远突然抬袖接住一片飘落的月白花瓣，这花瓣上金色纹路正组成阴阳教密纹。他指尖燃起幽蓝火焰，将花瓣焚尽，生出一抹淡淡清香。萧远目光灼灼，对着身后笑着开口：“师妹，既然来了，何不出来的躲着师兄是想做什么呢？小时候一起玩的捉迷藏，师妹现在还惦记着呢。”西月出现，站在了萧远身后几米处，保持了距离。师兄传讯给我，所谓何事？萧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目光温柔地看着他，细心开口询问：“师妹，这一路上可找到了所寻找的东西？修行可否有所得？有没有遇到何等危险？”师兄，我这一路上可真是赚了不少机缘，等到出了遗迹，师兄就分给你一半。听着萧远这样开口，西月的心里很是复杂。刚刚路上下定决心要和萧远坦白的话，此时也有些张不开嘴了。他能够感受到萧远对他浓烈真挚的爱意。西月简单回应了萧远的话，并不怎么详细，甚至有些应付的意味，但是萧远也听得很认真，满脸关切。西月心头叹气，他目光转向密林之中，这林中有师兄正在狩猎的猎物吗？萧远见西月始终没有问及他身上的伤，心中不免有些难过，但还是开口：“那个东域的天骄玄阴体被我堵在这里了。”哦，西月眼睛明亮，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便开口：“不知师兄为何狩猎这玄阴体？”萧远一愣，心头暗道糟糕。他虽然一丝都没有触碰到过西月，但他却是一个极其喜好的女色的人，花费了大量的灵石购置了金丹级的女修美人用于取乐，还早早的破了元阳，只能走魂修的路子。但这些事情他从来都没有让西月知道。此刻被心上人问到为何擒拿玄阴体，难道他要说自己的是为了玄阴体的原因吗？他曾在西月这里说过，一生一世只娶她一人的。萧远恶狠狠地开口：“此女见我路过就想杀人夺财，还将我打伤。哦，那我们联手将她杀死即可。”西月淡淡开口。萧远摇头，还是不要杀她为好，留着带回宗门慢慢折磨她，让她这么简单的死了，可就太便宜她了。西月眉目平淡，中州三大美人之一的她，此刻对于心里背叛萧远的负罪感也弱了许多。她平静的俏脸骤然一笑，也是，玄阴体万年难见，如此杀了可真是有些浪费了。这样的女人放在我阴阳教可是极好的鼎炉，师弟，要比我们两人将她擒住，你夺了她的原因，再将她押回的教内供弟子修行如何？萧远心中高兴，但他依旧严肃绷着脸。此事若我摘了她的原因，可就对不起师妹了。师妹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不过放着这等机缘不取，以后修行必定会遇到心魔。再者，把这等宝物让给教内的弟子，可就太糟蹋了。等我摘了原因，再把它给教内弟子随意取用。西月闭上了眼睛，萧远的这些话让他心头的负罪感又弱了许多。一则是他的虚伪，二则他并不敬重那些教中的女子，将她们视作随意取用东西罢了。为他做了这最后一件欺男霸女的事情，
两人就两清吧。什么青梅竹马，什么敬重之礼，在他的天命鼎炉前都算不得什么。原本他是想要在不久的将来和萧远成了好事，就算他资质稍有欠缺，他也可以辅佐帮扶。但此刻他的心已经冷淡下来了，既然选择背叛萧远，那他就不会虚伪好。那我就助师兄一臂之力，擒了这玄阴体。西月的一对秀拳生光，身法紧凑，朝着密林的一个方向掠去。密林深处瘴气翻涌，赵清寒手持龙骨剑，剑锋寒光凛冽，周身玄阴之气凝结成霜，脚下地面寸寸冻结。他眼神冰冷，死死盯着前方两道身影，阴阳教圣子萧远以及刚刚赶到的圣女西月。赵清寒，你逃不掉了。萧远舔了舔嘴角的血迹，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乖乖交出玄阴体，我或许还能留你一命。赵清寒脸色冰冷，阴阳教圣子只会这些抢掠女子双修的勾当，让人唾弃。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要夺了我的原因吗？刚刚怎么在你们圣女面前又装得像是君子一样？住口！萧远被扯开了遮羞布，脸色大红。西月立于萧远身侧，月石轮悬浮于掌心，银辉流转。看着赵清寒的样子，他也点头，这女子的模样也是极美，怪不得萧远费尽心思惦记。他还要感谢赵清寒把萧远的心思捅开。他红唇微扬，语气慵懒，却杀机暗藏。萧师兄，何必与他废话，直接拿下便是。赵清寒冷笑一声，玄冰剑猛然一震，剑身龙纹骤然亮起，寒冰剑气如怒龙咆哮，直冲二人。双天寂灭，一下面对两人，赵清寒选择一上来就拿出全部手段。温度骤降，无数冰晶凝结成剑，剑气骇人，每一束冰剑都是大杀气，此刻铺天盖地斩向萧远与西月。萧远眼神一凝，血雾交织成网，硬生生挡下这一击。然而剑气余波仍震得他气血翻涌。他就是不行。西月则轻哼一声，月石轮旋转如电，银光如月华倾泻，他一双拳头将袭来的冰剑尽数轰碎。西月的强大是他修行的拳功，此拳功是上古传下来的功伐圣术的残篇，被他机缘所得。不愧是玄阴体，果然厉害。西月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化作无奈笑意。可惜你终究只有一个人。话音未落，他与萧远同时出手。萧远使出了噬魂锁，黑白二气化作锁链，如毒蛇般缠绕向赵清寒，试图封锁他的行动。西月的双拳又一次临近，赵清寒只感觉西月的拳头上带着龙头，白皙的拳头，拳锋蹭得他肌肤生疼，这要是被一拳打在身上，怕是要重伤了。不仅如此，西月的背后生出来明月异象，这异象是他天生就有的。月石轮分化万千，银光如雨，从四面八方绞杀而来，每一道银光都足以撕裂金丹修士的护体罡气。此刻他的修为仅是炼气巅峰，威力也一点不敢小瞧。赵清寒眉目紧皱，玄冰剑横斩，玄阴之力爆发，冰墙瞬间凝结。然而西月的月石轮却如切豆腐般破开防御，萧远的噬魂锁更是直接缠上他的手腕，一股遏制之力迅速往他的神魂上吸附，如同蚀骨之躯，难以摆脱。他掌握的神魂手段太阴摄魂刺此刻也很难派上用场。这萧远一直玩的是阴狠的东西。噗，神魂被伤，赵清寒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浑身一震，拿出了龙鳞盾抵挡西月的拳头。他眼神依旧凌厉，猛然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玄冰剑上。寒梅三弄，玄冰剑上的龙纹彻底苏醒，一条冰霜巨龙虚影冲天而起，龙吟震天，恐怖的寒气瞬间冻结方圆100丈，一朵朵龙纹剑丝绽放开来。萧远与西月脸色微变，这把剑的威能不俗，他两人的也不敢硬扛，急忙催动护体法宝抵挡。然而赵清寒这一击是透支了灵力换来的强大，剑丝横扫之下，二人皆被震退数10丈。然而西月终究是阴阳教圣女，底蕴深厚，她稳住身形后，眼中寒芒一闪，月石轮骤然合一，化作一轮银月直斩赵清寒。结束了。轰！西月的银月斩落，赵清寒为防着他的拳头，勉强横剑格挡。然而玄冰剑被震飞，他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鲜血染红衣襟。萧远狞笑着走近，赵清寒，小娘皮，你终究还是败了。赵清寒艰难撑起身子，眼神依旧冰冷，但体内灵力已近乎枯竭，玄阴体本源受损，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西月缓步而来，月石轮悬浮于掌心，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可惜了，若你肯臣服，或许还能活命。赵清寒冷笑，做梦。此刻他仍旧相信顾平不会为敌丢弃他，或许他现在也有危险。萧远眼中贪婪更甚，伸手就要擒拿他。玄阴体归我了。就在他伸手去抓赵清寒时，顾平从一侧树后悄无声息刺出了一剑，这一剑穿透了萧远的嘴。
从他的后脑勺插了出来。萧远被这冲击力轰倒在地，竟然一时间没能站起身来。顾平拔出剑来，一脚踩在萧远的嘴上，嘴臭，那这嘴你就别要了。另一边倒地的赵清寒也翻身而起，一剑砍向西月的脑袋。西月原地发愣，他苦苦寻找数日的那个人现在出现了。对赵清寒的攻击，他只是下意识的一挡，被劈到了远处。但一瞬间他就稳住身子，和赵清寒交手起来。赵清寒服用了一枚9转回气丹，浑身灵力恢复，开始了2大双修宗门圣女之间的战斗。另一边，顾平更是压着萧远打，他早就来了，和西月前后脚来到这片树林。为了抓住时机，一招结束战斗，他也是苦苦忍耐埋伏在这里，结果听了一顿这萧远的臭嘴。本来这一剑他是要斩在萧远的头上的，但是他出剑的时候，萧远的嘴还在犯贱，他就一剑插进他的嘴里，插得他口中血水直冒。但一叫天骄，萧远怎么可能这么就死了？被顾平踩住嘴之后，他翻身一滚，身法倒是不错，竟然躲开了顾平的第2脚。萧远稳住身形，眯眼打量顾平，虽然满嘴是血，此刻也要嗤笑一声：我当是谁？原来是个无名小卒，怪不得只会偷偷摸摸的。他感知到顾平的修为并非是压制的，而是真正的炼气，虽比普通修士强横，但在他这个金丹天骄面前依旧不值一提。出了这一计，他一手就能杀死顾平。赵清寒，这就是你的依仗？萧远讥讽道：一个连筑基都未到的蝼蚁，也配与我阴阳教为敌？顾平神色淡漠，并未理会萧远的嘲讽，只是缓缓抬起手，引血剑汇聚阴阳2气，开始引势出剑。废话真多，他淡淡道。萧远眼中寒光一闪，气势骤然爆发，找死！话音刚落，他就被顾平一剑劈飞，一息都没坚持住。顾平见到这萧远这么耐揍，开始频繁出招，大日术在他手中成型，一轮大日被轰向了萧远。看到顾平又使出了太阳蛟的功法，竟然真的是他！西月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但面上依旧平静如水。他没有将心中所想说出，而是缓缓抬起月石轮，银辉流转间巧劲暗藏。师兄，此人交给我。他轻声道，语气依旧慵懒，但眼神却已认真起来。他倒要看看这个命中的男人究竟有何等实力。顾平一时间杀不死萧远这狗皮膏药，只能猛烈地对上西月。师姐已经受伤，他对上西月一点好处都占不了。轰！顾平与西月瞬间交锋，大日术与银辉碰撞，1日1月交相辉映，爆发出恐怖的灵力风暴。西月月石轮旋转如电，每一击都蕴含大道之力，这是他天生异象的威势，足以撕裂筑基修士的防御。然而顾平的肉身已经逼近金丹境，硬生生地扛住了他的攻势。体修，他的动作谨慎了许多。虽然他的拳法很强大，一拳都能打死普通炼气，但眼前之人是体修，体修的修为还不俗，他的一拳也同样沉重，这逼得他不得不谨慎应对。区区炼气竟有如此实力，西月心中震惊，这样的实力一点都不弱于天骄，怎么会是籍籍无名呢？他的战意更盛。另一边，赵清寒与萧远再度厮杀，他虽重伤，但玄阴体本源爆发，龙骨剑寒光暴涨，竟逼得萧远一时难以近身。赵清寒，你已是强弩之末，何必挣扎？萧远虽然也重伤，但他觉得赵清寒伤得更重，他的嘴中血流不止，一团疗伤丹被他塞在嘴里，锁魂链如毒蛇缠绕，试图封锁赵清寒的行动。聒噪！赵清寒剑锋一转，冰破龙剑再度爆发，冰龙虚影咆哮而出。顾平与西月的战斗愈发激烈，他的引血剑竟开始压制月石轮。西月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绝非普通炼气修士。你究竟是谁？他冷声问道。顾平没有回答，只是手中的剑被阴阳2气包裹，又用普通的火焰伪装，化作一柄燃烧的长枪，猛然刺出。轰！西月被震退数步，眼中终于浮现凝重之色。这个男人比他想象的更强，他不得不拿出十足的战力。轰！他一拳打出，隐隐有龙吟之声。顾平感觉自己的肩膀脱臼，急忙后退。这是什么拳法？竟恐不如斯！心头更是有危机浮现。此刻若是他抓住机会再用月轮，他就要重伤。但让他惊讶的是，西月并没有抓住机会，而是又出了一拳。这不应该啊！作为天骄，刚刚那样战斗错误，他们不应该犯的。顾平躲过一拳，银血剑砍向月轮，金属碰撞声炸响，火星四溅。他的意象竟硬汉法宝，虽然震得月石轮嗡嗡颤鸣，但他扛住了。西月借力翻身，一记鞭腿横扫，腿锋如刀，直劈顾平脖颈。顾平双臂交叉格挡，肌肉暴涨。砰！恐怖的力量让顾平双脚陷入地面3寸，但他纹丝不动，反手抓住西月脚踝，猛然抡起，狠狠砸向地面。轰隆！地面炸开深坑，
烟尘冲天。烟尘未散，一道银光骤然刺出。西月嘴角一血，眼神狠厉，秀拳如毒蛇吐信，直取顾平心脏。顾平侧身闪避，但仍被划破肩头，鲜血飞溅。他闷哼一声，立即远退。西月的拳法太过惊人，顾平内心震颤。你这是什么拳？无可奉告。他的发丝飘扬起来，机体生辉，准备拿出全力。他并不认为顾平已经施展出来全力。为了检验这男人的实力，衡量他日后可以走到何等地步，他今日要用上的所有的手段，希望顾平也是如此。若是顾平不敌被他杀死，那就太可惜了。那样的话，即便是他是天命鼎炉，他也会不接受。他西月仙子是名震天下的美人，不会盲目屈身庸才。顾平看着他浑身的张扬起来的气势，他也不由自主地紧紧握起了手中的饮血剑。横剑在眼前，浑身的阴阳二气躁动了起来，灵力充盈，灌注在剑身之中。西月的手段甚至要比那玄琛更强，一不小心就是重伤。下一秒，砰，两人再次交手，太极双刃。顾平使出了汇聚太极双刃的全力一击，西月被劈甩飞了起来。他月轮震颤，全力稳住颤抖的身子，纤细的身子在空中飞速旋转，强行卸力。又一个转身从天而降，一拳轰向顾平天灵盖。顾平怎么会等着他乖乖落地？一世尚不熟悉的寒梅三弄，剑丝在空中绽放，西月落下来就会落在剑丝之中。少女不停，月轮光芒绽放，护着她穿过剑丝，一拳轰了过来。顾平对她的月轮羡慕不已，但此刻他也挥拳，砰的一声，两人的拳头第一次相撞，咔嚓，顾平的颧骨碎裂。少女也不好受，浑身气血翻腾，口中溢出鲜血，体修的杀伤力可见一斑。巨大的力量顺着她的拳头直直贯穿她的躯体，在她的身后打出气爆声。她一个弱女子的躯体确实扛不住。顾平另一手握住断剑，脸色郑重。此女真乃天骄中的天骄，那天生的月轮真是造化之物。他不再停留，决定速战速决。每一剑斩出去都是太极双刃，威力极强。西月被不断的抛飞，又以拳法回敬。顾平身上的骨头碎了10几根，西月身上的血也越来越多。两人的交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顾平只觉得这次的战斗太难了，不过只是越到后面，他的胜算就越大。无论如何，在炼气境界，他走的是古修士的法子，他的灵力是比西月深厚的，这一点西月比不过他。西月的双腿的像是铁鞭子，一脚横扫在顾平脖颈之间。顾平的觉得自己的脑袋都要掉下来了，他忍着剧痛，终于找到机会勾动奇影血剑的本命神通。剑身不再是阴阳灵力笼罩，而是红光血芒大放。顾平一剑插进了西月的细腰上，前后贯穿。少女用来发力的腰马此刻被顾平定住，西月强行往后退，却被顾平如同狗皮膏药一样粘住，摆脱不可。他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气正在被那把剑抽取，这让他莫名惊骇，但又被顾平如此贴近，他根本无法脱身。情况危急之间，西月终于拿出了他的武器阴阳合欢铃。他本不愿意拿出这宝物迎战自己的天命鼎炉，只是如今他竟然交手不敌，也只能不留后手。叮铃，铃声一响，周围的草木震颤，顾平的神魂一震，一股玄之又玄的波动在他脑中响起。这股玄妙，他忍不住去琢磨，但也给西月了机会。他握着剑刃往后退，要将的银血剑拔出自己的腰间。在他就要拔出来的时候，顾平伸手又是一捅，又给捅进去了。西月一惊，神情一变，口中血水溢出来，被他的合欢铃在如此距离之下影响到，还能反应过来。他挥手又摇了一下铃铛，叮铃。顾平点头，继续摇，不要停。西月愣住，第一次低头质疑自己的温养了10几年的宝物，合欢铃出问题了吗？见他没有反应，顾平手中用力，让剑身在他的体内翻转，搅动着他的脏腑。少女疼的小脸煞白，我让你继续摇着铃铛，没听到吗？西月手指轻轻颤抖，铃声波动开来，不再停止。密林之中浓雾因为铃声都在散开，花草授粉，万物交合。顾平睁开了眼睛，你这铃铛不错，但是这和你无关，你今天还是得死。他猛地拔出了断剑，又以更快的速度挥剑，要将他消手。西月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剑身离体的那一刻，他轻盈的身子抬了起来，一拳从天上轰出，正中顾平额头。砰，这一拳打中了。顾平急急退去，刚刚西月的那一拳刁钻恐怖，酝酿已久，他的头骨被那一拳打炸了，额头的骨头已经碎开，现在只是头皮还没破，勉强包裹着头骨，不让脑袋碎开。两人分开，西月捂着细腰，脸色煞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不明白自己的阴阳合欢铃为何会对顾平失效，这在合欢铃的诞生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阴阳合欢灵契合天地之间的阴阳大道，没有谁能超脱在阴阳之外。就算是何等冷漠的女人，都会在这铃声里变成的妖艳魅魔。但是今天却出了意外，意外依旧发生在她的男人身上。顾平不语，这一下真的是脑袋炸开了，脑壳疼得他钻心。他收剑扶着树，嘴里塞了一把疗伤丹，目光紧紧盯着西月。虽然西月伤得非常重，但也要防着他在此刻出手。另一边，赵清寒浑身是血，一剑插在了萧远的丹田之中，前后贯通，萧远被钉在树上，双脚离地。赵清寒的剑钉得很深，他挣扎不开，顺嘴吐血。不等他缓过神，赵清寒一拳打进他的嘴里，萧远的满口牙齿被打碎，面容凄惨，不忍直观。赵圣女又是一拳，打得萧远半边头颅破碎。顾平那边的战斗状况的，自然他的余光之中倒影。赵清寒提着重伤的萧远，萧远的一身功力已经被他封上，他纯白色的衣裙已经变成了血衣，没有一个白点，远远看去就是一身大红。他提着萧远来到顾平身边，顾平才算松了一口气。我们各自收手吧，放下你身上的宝物，你可以离去。顾平打怕了，西月的手段防不胜防，那拳法骇人至极，他也不愿意赵清寒冒险。放了萧远，他张开满嘴是血的红唇。顾平摇头，语气不容置疑，萧远今天必死无疑，你救不了他。西月想到了和萧远的曾经，想到萧远对他的深沉爱意，他从来没有对萧远做出过回应。此刻他只想救萧远一命，算是对他过往的回馈。此事过后，他和萧远一笔勾销，再无瓜葛，他也能无愧道心。少女一手扶着腰肢，一手捏着合欢铃，到底要怎样你才能放了萧远？顾平没有想和他讨价还价的意思，和西月说话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到他缓过来，稳住了头皮，他和赵清寒两人难道还拿不下他吗？等他缓过神来，动用一技之力就可以拿下西月，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萧元辱骂了我妻，他今天得死，他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你可以向我提出条件。西月开口。听到顾平说到妻子的时候，西月心头竟然莫名一痛，在第一时间有些嫉恨赵清寒。他西月还要与人共侍一夫。顾平就要开口拒绝的时候，赵清寒拉住了他的手，两人目光对视。赵清寒小声提醒，忘了师尊的主意了吗？这是离月宗迈出去的第一步。他想起来，月华真君让他找机会拿走西月的原因，可现在他只想杀人。不过他还不清楚西月是否有后手，杀他是否容易，所以他也不得不考虑赵清寒的提议。我要你的原因。他果断开口。在他开口的时候，被赵清寒压着的萧远疯狂摇头。西月没有立即拒绝，而是缓缓开口。你不是太阳教的修士，你是离月宗的人，是吗？顾平转头看向赵清寒，无奈一笑，师姐，这下人家知道我们的身份了，那真不得不杀他了。赵清寒白他一眼，不要那么是杀，也不要太过杀伐果断，那样只会让你偏激，我们修士要的是利益最大化。顾平无奈，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西月点头，如果是离月宗的话，那就不奇怪了，别的修士只会说要我的身子，只有离月宗的人会说要我的原因。我可以给你原因，但你要保证放萧远一命。顾平和赵清寒皆是一惊，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痛快的答应。被架着的萧远此刻呜呜的颤抖着身体，手臂抬起来向西月挥手，艰难的摇头。西月，不要不要。他的声音很小，但西月能听到。顾平笑了起来，拍了拍萧远的脸，西月仙子，你看你的情郎不愿意你把身子给别人了，还请道友不要为难他了。顾平收手，也懒得羞辱萧远了。萧远此刻像是疯了的狗，从他听到西月答应了之后，他就一刻也没有停歇，口中嘶吼着叫着，摇头求着西月不要答应。见到西月真的是答应了，要以原因换他的性命，萧远冲击浑身的经脉，想要冲击被赵清寒对他修为的封禁，只要修为恢复，他就原地自杀。但赵清寒怎么会允许他死呢？他死了就没有价值了。他顺手又将他的功力封禁了一层，这下萧远彻底老实了。西月不要，西月不要，求求你了，赵清寒让我死吧，西月不要这样，不要。顾平啧啧称奇。西月仙子，在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道友还请直言。他问。顾平呵呵一笑，阴阳教是双修宗门，天下闻名，教中弟子的做派，天下人也都知道，女弟子们的名声可并不怎么好啊。西月仙子答应得如此痛快，莫不是原因早已失了？西月心头浮现一阵羞怒，但还是被他压抑住了。若能和顾平结合一次，对他的道途影响深远，所以无论此次有多蒙羞，他都要去做了。萧远呼的一声喷了顾平一身的血，你不得好死，畜生，你不得好死啊！顾平笑呵呵的把他吐出来的血擦干净，没有动手去打杀他，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西月偏偏行了一礼，道友若是怀疑我原因之身不存，可来静观验明正身即可。他亭亭玉立在那里，
轻轻掂起了裙摆。顾平给了赵清寒一个眼神，赵清寒把剑拿在手中，若是顾平去验明正身的过程中有什么意外，萧远就必死。片刻后，顾平钻出来，回到了赵清寒身边，他有些回味刚刚看到的东西。西月仙子，你可以发下道誓了。不要啊，西月！在萧远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中，西月口述道誓。顾平又拿出来倒砌的纸给他，西月用血书写。顾平点头，开口发下道誓：我和赵清寒在这一计之内，不再斩杀萧远，今日饶他一命。西月点头。赵清寒把剑从萧远的体内拔出来，一脚把他踢开。萧远自由了，但是他站在原地，血红的眼睛盯着顾平，又回身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妹西月仙子，盯着西月的裙摆位置，他一步一步地离开这个地方。顾平笑着调戏西月：西月仙子，还不快去养生，把身上的疤痕都修养好了，出了一计，你可要洗白白的爬到我的床上来啊！哈哈哈哈！西月欠身一礼，回身迅速离开。西月走远之后，顾平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倒在了地上。他抓住了赵清寒的脚，把我背起来，迅速离开此地，传讯给元真元白，让他们截杀萧远，此人必死。他发的道誓是他和赵清寒不杀萧远，不代表别人杀不得。好，赵清寒背起顾平，迅速离开了此处密林。两人前脚刚走，几个趁火打劫的修士就迅速靠近此地。赵清寒脚步踉跄，他的伤势比顾平好不到哪里去。这趟交战可谓是两败俱伤，唯一的战利品是西月仙子的初夜，这对于顾平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差点死在这里了。两人回到了桃林之中，双盘坐在地，开始疗伤。赵清寒已经给元真元白传讯。另一边，西月找上了正在疯狂逃窜的萧远，他隔空轻点两指，解开了萧远身上的禁制。正在狂奔的萧远此刻却没有回头看是谁帮他解禁，还能是谁？只是此刻他已经无颜回头面见心上人。想到西月即将要在那男子手上遭遇的事情，和刚刚已经在那男子手上遭遇的事情，他就心如刀绞。这一切都是西月为他做的，都是为了救他。他没有回头，而是脚步停下来，停顿片刻后又再次启程，向远处跑去。好好活着，放弃仇恨吧。西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萧远无力地握着拳头，眼睛血红。他不知走了多远，忽然有人在身后叫他的名字，女子的声音动听。他回头一看，一柄龙骨剑飞来，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的视角在上升，然后他看到远处自己的脖子以下的身体，才反应过来，他被人在一瞬间摘了脑袋。临死之际，他连杀了他的人都没看到，只看到了把雪白的龙骨剑。一阵马车声音响起，一个女子从车上弯腰捡走了一枚头颅和一具无头尸体。萧远死。小东山遗迹核心区域，仙灵之渊，桃花林。顾平已经在树下盘坐了2个时辰了，头骨的破裂修复依旧没有眉头。这一次金色火焰来疗伤都极其缓慢，好在是赵清寒受的伤并不怎么严重，否则两人的此时的安危就难以保全了。他也无法每时每刻关注遗迹之中的事情。元白杀了萧远的画面他已经看见了，此刻那两姐妹正坐在马车上狂奔回来。片刻后，一阵车轮滚滚的声音，元白从车上扑到顾平怀里：夫君，你没事吧？他的小脸里满是担忧，急忙伸手用贴身的丝巾擦去顾平脸上的血。从顾平和赵清寒现在样子来看，他就知道刚刚他们两人经历过怎么样的厮杀。没事，就是受伤严重。顾平抬头看向夏元真，温声开口：元真，你去砍伐些树木来搭建一座屋舍。夏元真心里想要凑近观察顾平的伤势，但妹妹凑在他怀里，他便只能在边上看着。又听到顾平的安排，他也不做多余询问，转身就赶往密林区域了。1日时间，元真元白两姐妹在桃花林畔搭建了一座木质的屋舍，3、4间房子，带着篱笆大门，一副在桃林深处隐居住所的样子。房子搭建起来之后，顾平动用一技之力，一片浓雾在附近生出，将这片桃林连带着屋舍都遮掩了起来，无人可以走进这片桃林。屋舍内，夏元白终于忍不住开口：夫君，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盖房子？顾平摸着他的脑袋：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以后纵身修仙界，何处为家？不如随身携带这一技，四海为家。当然，现在搭建这房子，当然是有个地方住。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开口：我伤得比较重，需要双修疗愈重伤。此言一出，夏元真和赵清寒都是沉默。屋外桃园之中，赵清寒铲除了几棵桃树，将院子建得大一点。顾平说的话向来算数，他如果把这里当作家，那就说明往后这里会是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此地灵气充沛，是曾经一大宗门的核心之地，用来修行闭关最好不过，是个避世的好地方。他也盗几块巨石，将石头劈成石板，在小院前铺成了石板路。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等待顾平痊愈。
而夏元真则是坐在窗外，一边看着陶林，一边听着屋内顾平和妹妹的动静，就连修行都没有了滋味。他看到赵清寒的忙碌之后，也虎不容形地忙活了起来，为这个家添砖加瓦，并且取了一块桃木，在木头上刻下了他的名字，挂在了一间木屋的门头。又取了一块，刻上妹妹的名字，也挂在了一间木屋的门头。他的女人那么多，只有这几间木屋哪里够住？谁建的木屋谁住，后来的女人也无法抢夺。赵清寒直起腰来，眉目冷清，听了他这话，也不免有些想笑，忍不住开口：一朝堂堂的皇女，威仪天下的女子，此刻竟然只会偷偷的吃这些小醋。你真若是对她在意的紧，哪里用挂这些牌子来自欺欺人？你直接进去找她即可。你妹妹与她双修那么辛苦，你这做姐姐的也不去帮忙，你的原因又不用留着等突破。夏元真二话没说，拔出长剑，转身就和赵清寒斗在一起。夏元真听闻赵清寒暗讽自己偷偷吃醋，不敢主动找顾平，顿时羞恼交加。尤其赵清寒那句你的原因又不用留着等突破，直戳他的痛处。作为皇女，她何等娇贵，本就因顾平的出现屡次破例，心中本就矛盾，此刻被点破更觉难堪。夏元真骤然拔出鸣凤剑，剑锋寒光乍现，直指赵清寒咽喉，冷声道：离月宗的圣女也配望一本宫私事。赵清寒早有防备，冰魄龙剑瞬间出鞘，冰晶剑气凝结成霜，将袭来的剑锋隔挡于3尺之外，反唇相击。皇女殿下若真有胆量，何不直接推门而入？何必在此迁怒于我？夏元真施展皇室秘传黄天剑诀，剑势如龙，霸道至极，每一击皆裹挟黄道威压，剑气纵横间竟引动桃林落英纷飞，花瓣被剑锋搅碎成粉。赵清寒则以太阴炼形诀应对，剑招寒梅三弄，画出3道玄冰剑气，冻结袭来的黄道剑气。他刻意收敛杀招，仅以剑术周旋，显然不愿真伤夏元真。夏元真讥讽道：听闻玄阴体乃双修至宝，难怪赵圣女对元阴2字如此敏感。赵清寒眸中寒意骤深，剑势陡然凌厉，冰龙虚影自剑锋咆哮而出，逼得夏元真连退3步。若非顾平重伤未愈，我今日必斩你舌根。嘴上功夫谁不会呢？夏元真讥笑。两人打斗时，桃林雾气被剑气搅动，落英与冰晶交织，远处木屋内隐约传来夏元白的轻盈，更刺激夏元真心神。两人交手数十回合，因为受伤的缘故，赵清寒逐渐力竭，逐渐落入下风。赵清寒始终冷静克制，招招留手，夏元真则情绪外露，总能被赵圣女的话影响心绪，剑招又狠辣霸道，却也不够灵活，抵不过寒梅三弄的精妙，就招式渐乱。赵清寒见状，一剑震飞其佩剑，龙骨剑尖轻点他心口。皇女之尊，也不过如此。随即收剑转身，默然道：你若真在意他，不如此刻脱了衣服进入房内，与他双修疗伤，总比逞口舌之快有用。夏元真咬牙拾起佩剑，虽不甘，却未再纠缠，身姿霸道，一招书给赵清寒。他明显不愿开口了。他瞥向顾平所在木屋，最终沉默离去，在一旁打坐。而赵清寒则继续修缮庭院，仿佛方才争斗从未发生。实则他的手臂也发麻，夏元真的剑太重，势头又猛又重，每一次抵挡他都要拿出十足的力气。半日之后，顾平走出木屋，脑壳的伤已经逐渐痊愈了。此刻阳光洒在他身上，顾平感受到浑身上下畅通的灵力运行，气息沉稳，也不由得心情舒畅起来。受伤的时候真是没有安全感。他抬眼便见赵清寒与夏元真剑拔弩张后各自不待见对方，桃林间剑气未散，石板路上还残留着冰霜与剑痕。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叹了口气，缓步上前，站在两人中间，抬手轻按他们的剑锋。清寒、元真都是自家人，何必动刀动剑？赵清寒眸光清冷，收剑入鞘，淡淡道：谁与他是自家人？夏皇女殿下架子大得很，连挂个门牌都要争个先后，一言不合也要动手。哦。顾平一愣，转头看到了夏元真挂在木屋门框上的名字。夏元真冷哼一声，剑尖却已垂下。本宫行事何须他人智慧？倒是某些人仗着师姐身份，处处挤兑，阴阳怪气。赵清寒欲张口痛骂，却被顾平伸手按住。他无奈地笑了片刻，一手揽过赵清寒的腰，一手牵起夏元真的手。你们若再闹，今晚我便让你们和我光着身子同住一屋，看你们还吵不吵得起来。赵清寒耳尖微红，别过脸去。胡闹！夏元真哪里被男人碰过，这一次被顾平抓住手，他紧张到急忙摆脱，挣开他的手，却未再出剑，只瞪他一眼，低声开口：无耻。他的黄衣裙摆极大，腰身却紧窄。顾平看得准准的伸手，又将他搂进怀中，拒绝了他的挣扎。他凑近到他的耳畔：元真为何如此？忘了承诺了吗？你身边这些人看不惯我，我不愿和他待在一起，
共是你一人。顾平脑袋大，其人之福真不是可以轻易享受到的。此刻是他第一次遇到两女如此针锋相对的场面，偏偏他们一个霸道，一个冷漠，谁都不是温和的性格，这一点楚玉和苏妹这样的反倒是极其体贴人，不让他烦心。他让自己的声音沉了下来，行吧，你们打吧打吧，斗吧斗吧，把这个家斗一个底朝天，你们才开心。干脆以后你们也别出去找机缘了，窝里内动就行了，足够和同阶天骄修士练手了。正好你俩资质修为相近，以后也有一个对练的人，看不过对方，那你们就出手吧，把对方打服即可。他两手放开，也不再揽着他两人。三人坐在一起沉默，见到他俩不说话，顾平才语重心长地开口：修仙路漫长，你们往后又都是姐妹，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比得上登仙飞升？还要浪费精力心境去内斗？我的女人应该彼此扶持，才能走得更远，知道了吗？他的问话两女都没有答话，明显还是不服。他也有些气馁，硬度不行，只能来软的了。他只好将两人都搂在怀中，让他俩人在他怀中面对面吧。软玉温香在怀，顾平的心思也活络起来。一个男人搞不定女人的话，也太失败了。大夏要复兴，少不了离月宗的助力；离月宗要光大，少不了大夏的辅助。你们两人都是一大势力的传人，难道面对家族和宗门的未来，你们还要如此摒弃盟友吗？夏皇女太过霸道了。赵清寒终于开口，他脑袋靠在顾平的胸膛上，目光盯着夏元真的脸。夏元真双目紧闭，这是他第一次被男人这样搂着。听了赵清寒的话之后，他睁开眼和赵圣女对视，见眉心目间有着无奈，圣女殿下也同样傲气十足。顾平见两人虽嘴上不饶人，但杀气已消，便知劝和有效。他笑道：好了，元白还在休息，你两人切不可再争斗了。夏元真直起了腰肢，从顾平怀中离开，到一旁打坐修行。威仪天下的皇女怎么会喜欢顾平这样的小动作？尤其是他怀里还抱着其他女人的时候，若是他想要亲热，那也得他独自一人前来，他才愿意被他轻薄。夏元真的离开让赵清寒眉头轻蹙，这皇女也太装了吧。但是这一次他忍住了没有开口。顾平手指轻轻按在他的红唇上，师姐若是闲着，不如帮我清点战利品。此次出门历练，与同辈之人生死厮杀探索，跟着师弟一起也是经历颇多。此刻又心有所属，待在情郎的怀中，即便是一丝不苟的清冷仙子，此刻也难得露出一些笑容来，迎合着情郎的调笑。直到顾平的手逐渐开始放肆，他口中的话逐渐变得擦边，赵清寒才重新挂上冷脸。他小声开口，给他面子，在一季之内，你我同阶，你如此捉弄我，我也不说什么，毕竟你我二人结为了道侣。但是等到出了一季，我是金丹，你还是炼气修士，可敢如此下作的碰我的身子，你莫不是把我赵清寒也当作是那些合欢楼的姐妹了？顾平急忙摇头，冤枉啊，师姐，我可是一次都没有去过合欢楼找女修，天地可见我的真心。他点头，却被顾平凑近偷吻了一下。女子叹气，师弟，并非是师姐吝啬，实在是你修行之路不能被美色荒唐了。顾平摇头，我一个双修成道的，可管不了那些。师姐不给，我也不强求，等到修为高了的时候，师姐的身子也终究是会给我。我倒是希望师姐从今往后道途畅通，一路飞升，用不到双修来突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他摇头叹息，此代天骄云集，若是单一的灵修是走不远的。这次回宗门我就要着手体修了，怕是不久之后就会因为分心之后修行速度下降的缘故，主动让某人轻薄了。顾平笑着点头，法体同修才应该是天骄的入场券。他仔细回想与西月的对战，那女子的拳头威力那般不俗，定然也是体法同修，只是体修的修行所需堪称恐怖。他如今身处凡胎境的巅峰，每日仅2个大周天回合的炼体就需要花费甚巨，若是全部服用气血丹的话，怕是每个周天都需要10枚气血丹，2周天就是20枚，1枚气血丹150灵石，1日的花费就要3000灵石，堪称恐怖。3000灵石都足够在合欢楼里找练气7天字号的漂亮师妹双修200次了。且不说现在气血丹对他已经无用了，他还要更高级的炼体丹药，只是想想顾平就觉得头疼不已。这也让他不由自主地拿出萧远的尸体和他的储物袋，这是此次一技之行第2波战利品了，他很是看重。眼前的地上放着萧远的砍头尸身与储物袋，在一边打坐的夏元真也在此时凑了过来，毕竟是一个天骄的储物袋，没有人不好奇。杀了此人，顾平4人都能分一点。见到元真站得有点距离，顾平也笑着开口，不要站那么远嘛，元真，这杀人也有你们姐妹的功劳，肯定会给你们分战利品的。顾平想到夏元真从进入一季之后就没有拿到有分量的战利品，
他一直在找妹妹，中途还被他抢走了一枚天灵妖丹。现在两人结为道侣了，那枚被他抢走的天灵妖丹肯定也成了竹篮打水，顾平又不会还给他。至于顾平说过的，她们姐妹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他这个夫君，这话听听就行了。毕竟他这个便宜道侣到现在还没给人家分什么战利品呢，答应他的嫁妆也还没头绪。对此赵清寒也没有异议。顾平俯身检查，先从萧远腰间取下那枚阴阳双鱼玉佩。指尖玛萨奇纹路，灵力探查进去之后，心头一惊，这玉佩竟然还有另一半。他试着将灵力朝这里另一半玉佩蔓延过去。片刻后，一行小字在他的心底显现，竟是西月的气息。这玉佩竟然能和西月联络上。你还是杀了萧远对吗？这不是他的气息，我认得你的气息。顾平收了玉佩，选择不回应，因为他已经看到遗迹之中一处隐秘的山腰上，此时此刻西月也捧着一枚相同的玉佩，确实是两枚传讯玉佩。但现在顾平可不能让西月知道萧远已经死了，他要是变卦那就不好了。不过这件事情他确实没有违背倒是。至于他如何拿到这玉佩和萧远的战利品的别管，问就是捡到的，别人送的。这玉佩倒是件好宝贝，能引动西月的传讯和气息，留着或许有用。他没有将这玉佩的事情告诉赵清寒和元贞，不着痕迹地把玉佩装了起来。随后他翻出萧远的储物袋，神识一扫，眉头一松，嘴角一咧，嘿嘿，东西不少，勉强算得上是战利品丰收吧。不过他心底则是不耻，他真是看错了这萧远，本以为萧远和玄琛和尚的残暴程度不相上下的，结果打开萧远的储物袋才知道，这小子外强中干，实际没杀多少人，储物袋里的东西也远远不如玄琛和尚。储物袋中灵石，中品800余枚，下品3万。顾平当场就分了，没有给自己留，把灵石给赵清寒和夏元贞分掉。元贞此番离开遗迹之后可着手练踢了，从中州来的天骄大多数都是体法同修。夏元贞点头，我有心练体，只是妹妹与我两人若都练体，花费甚巨。没关系，你二人只管开始修炼吧，灵石的事情我来想办法。他把这800枚钟灵全都给了夏元贞，又从储物袋里把自己从玄琛和尚那里得来的灵石拿出1000钟灵给师姐，师姐也要练体的。他尽量一碗水端平，这些灵石足够他们两人的炼体修为到达染血境了。只是染血境之后炼体花费，这1800钟灵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储物袋中丹药不少，阴阳合欢丹数瓶，疗伤药若干，九转还气丹5枚，还有一瓶玄阳壮气丹。顾平看到这丹药之后也是一笑，显然是用来弥补元阳亏损的。果然是废物才需要弥补元阳亏损，他的元阳饱满，根本用不上这东西。其余丹药大概有100多瓶，各不相同，都是一些对他无用的货色，可以直接卖给珍宝楼。功法之类只有一本阴阳交泰秘典，记载阴阳交的双修术。顾平随手丢给赵清寒，师姐，这功法你收着，或许宗门用得上。法宝有3、4件金丹级的法宝，萧远自己的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都破碎了。储物袋中的战利品灵药是大头，足足有几百株品阶不一的灵药，有几株药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让他心惊。这些足够品级和年份的大药拿出一记就是能够上得了拍卖会的东西，但是想到了自己还有丹道真解在身，这些价值不菲的灵药他也舍不得往外卖了。与其以后炼丹去高价拍卖灵药，不如这些灵药先留着，自己这一技之中有现成的药源。最后他看向萧远的尸体，掌心金色火焰燃起，尘归尘，土归土，他的炼气炉已经破了，不然的话这萧远也是上好的肥料啊。可惜了，火焰席卷而过，萧远的尸身化作灰烬，随风散入桃林。夏元贞抱臂旁观，忽然道，就这么烧了，不拿去喂狗？顾平一愣，这就是皇女的情感。萧远分明没有惹他什么，他却也因为顾平的缘故对这萧远极恨，说来他也是个嫉恶如仇的性格啊。顾平摇头，人死债消，何必折辱？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他若是让元贞知道了西月已立下道士，他的原因迟早是他的，元贞的性子肯定要暗自吃醋。赵清寒轻哼一声，却未反驳，转身又去整理石板路。实则又一次在顾平这里分到了战利品，受师弟的恩惠，他心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尽管两人已经结为道侣，但1000钟灵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小数目了。此次一技之行时间不长，就已经有如此丰厚的收获，这一点离开的顾平他一个人做不到的。1000钟灵啊，都能打造一把品相极好、用料极其扎实的金丹阶法宝了，元婴低阶的法宝都能买到。夏元贞则踢了踢地上的灰烬，低声嘀咕，便宜他了。一边说着，他一边拿着钟灵转身进屋，脚步急促。这么多灵石，他肯定是要给妹妹分的。就算是炼体，
这些灵石也足够她姐妹二人修炼到燃血境。这都是顾平给的修行资粮，太多了。以往在皇家里也从来没有这么富裕，得到过灵石。夏家族人众多，每个月分到他手上的灵石也没有多少。现在顾平一次性就给他分了这么多，他强行按耐住心头的躁动，现在不杀人夺宝更待何时？瓜分完战利品之后，顾平自己则是修炼起来9阶遁术的第2阶。此刻遗迹核心仙灵之渊内，灵气早已被血腥与煞气浸染。曾经汇聚于此的各方天骄，如今也都十不存一，有些地方尸骸堆积如山，残破的法宝与碎裂的符箓散落满地，每一处沟壑都浸透了修士的精血，连规则之力都因杀戮过甚而隐隐震颤。由他亲自参与的就有阴阳教圣子萧远被夏元白劫杀，离月宗柳长青死于赵清寒剑下，佛门玄琛的连登与肉身皆被他炼化，死在萧远和玄琛手下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整个遗迹的核心区域已经上演了数日的大鱼吃小鱼，即便是在强者为尊的修仙界，这样批量陨落天骄的场景也让人心赛战利品不断在活下来的人手里流转。遗迹之中最强大的那几位天骄手里掌握着进入过遗迹之中所有人宝物的1半以上，富可敌国。其余势力弟子或死于争夺那虚无缥缈的12天灵妖丹的混战，或葬身于遗迹规则触发的灵力潮汐绝杀禁制。仅存的那些修士虽未陨落，却也都是身受重伤，油尽灯枯，无力厮杀。有人自爆本命法宝断后，肉身崩裂；有人燃烧精血施展禁术，修为跌落至炼气境，勉强逃出遗迹。但没有人可以完完整整的离开遗迹，因为这遗迹之中有的天骄很是霸道，不愿意让这些人带着储物袋离开，他们依旧对那12天灵妖丹念念不忘，不允许一颗妖丹从手中离开。每一个想要离开遗迹的人都被他们拦下来，扣押下来储物袋，发了道士才被允许活命离开。这些天骄霸主带走的储物袋中堆积着数十名天骄的遗物，中品灵石成山，功法秘籍染血，甚至还有未炼化的传承残卷，战利品堪称恐怖。而此刻遗迹之内的战斗已经来到了天骄霸主们的厮杀角逐的阶段，没有人可以在厮杀之中毫发无伤。顾平看到中州江家的9窍玲珑体也被其他天骄霸主围攻喋血受伤，其他人想要首先解决他这个实力极强的对手，但是被他拿出后手重伤逃走。顾平一一数点，遗迹之中仅剩10几人，自己这一边就有4人有着天骄霸主的实力，他、清寒、元真、元白，实力不容小觑，而且他们都无伤在身，有着极大的优势。再算上西月仙子的话，他要杀掉的人就只有10人左右。只要这10人死去，此次遗迹之行，所有人宝物都掌握在他手里，宝贝回到他这个遗迹之主的手中。天骄们把脑袋都打烂了，顾平现在依旧不急。等到仙灵之渊里的天骄霸主们在互相残杀中一一死去，他在最后登场，坐收渔翁之利即可。这是他作为遗迹之主应该有的气度。说实话，这一次厮杀斗争他已经有些疲惫了，连着2场生死之战，先打玄琛，再打西月，该使出来的招式他也都全力以赴了，也把自己修行的缺点看得清清楚楚。此刻他只想等待最后的收获。至于为何要修行9阶遁术的第2阶，当然是他已经预料到这一次走出遗迹的时候，就是他顾平的逃亡时刻。等到他是最后一个活着离开遗迹的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最大的受益者，甚至可能是遗迹之主。那时候谁能保下他？师尊月华真君都没有那个本事，他也完全没有在这遗迹之中藏一辈子的想法。如果一直龟缩在这里，那些死了家族传人的势力必定疯狂的持高阶法宝，把他刚拿到手的洞天遗迹给敲烂不可。那时候他就真的无路可逃。遗迹核心的血腥厮杀仍在持续，顾平暂避锋芒，带着道侣待在桃林家园之中。这片被灵力滋养的桃林成了灵石家园。顾平将从玄琛、萧远等人手中夺来的灵药与幼苗取出，决定在桃林边缘开辟一方灵圃。说干就干，顾平以引血剑为锄，在桃林南侧划出灵田，艰难地开垦灵田。不仅要深深开挖土地，还要留心观察地底的灵脉走向，不能破坏了灵脉。再将自己挖来的2色3色土埋在灵田之下，增加土地肥力。夏元白砍伐了几棵巨木，分解成篱笆大小，在药园灵田边上喂了起来。夏元真手里小心地握着一株株珍稀的灵药，将这些灵药栽进顾平预留出来的坑里。他的黄衣裙摆此刻拖在了灵田里，沾上许多尘土，纤细的腰肢弯下来的时候不由得翘起了臀。顾平琢磨了几眼，可惜了，他和他妹妹一样，臀不大，那就说明他的黄衣之下身子也是纤细。太过纤细的身子怎么可能扛得住他的宠幸轻薄？栽种灵植的时候不能有丝毫的灵力波动，要用凡人的力量仔细呵护栽种在土中。赵清寒弯腰跟在夏元真身后，
两人是同样的姿势，只是师姐的是白色的衣裙，身姿骨也是纤瘦。在夏元真栽种完灵植之后，他负责伸手将土壤回填，并用玄阴体凝结水气，水流顺着他的指尖滴落在灵药的根系。顾平在前边垦荒开辟灵田，两女在身后跟着栽种，元真则是忙着打下手。半天时间，四人仅仅也只是种了几百株灵药，还不到储物袋里的1/10。夏元真直起腰来，回头看了一眼，已经有2、3亩地的灵药了。这些灵药的每一株都价值不菲，此刻在他的手中种下来。顾平说，这里的灵药以后都有他们的份。只是他依旧心惊，这些药的价值，他真的愿意分给他们吗？赵清寒直起腰，看着他的脸，冷漠的小声开口，停下来做什么？这些药他肯定自有用处，所以不拿出去卖。这也说明了他不缺灵石，以后这些东西自然会有大用处的。这是两人闹矛盾之后，赵清寒第一次主动开口。夏元真点头，继续弯腰种药。他只是觉得这里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他们几人有点像凡间农民夫妇一样。忽然，顾平起身，停止了耕种，他的目光严肃，站在原地一声不吭。片刻后，他叹气，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次播种就到这里吧，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他伸手带了一片遗迹之中的灵物，灵物凝结成雨，落在了他的灵田之中。他们栽种的灵药顿时熠熠生辉。三女面面相觑，跟在他的身后回到了木屋外边的厮杀。这么快就结束了吗？木屋之中，赵清寒三人各自擦拭佩剑，温习功法，对敌招数。顾平已经静坐多时，他的视线看着遗迹之中的各处。遗迹之中，厮杀依旧在进行着。这些天骄霸主都各有后手，想要杀死他们极其艰难，即便是面对多人围攻，都不见得可以拿下，更何况是要得到对方的储物袋了。但是想要离开这座遗迹，储物袋就必须得留下来。这样的规则制约着这里的霸主们。但是顾平本就忽略的一个人，却开始了他在的遗迹之中的动作。苏婉堂，那个年轻的珍宝楼天骄掌柜，他进入遗迹之后，竟然幸运地活到了现在。或者说，他一直都没有选择离开遗迹，而是都留在了仙灵之渊，等待机会。现在，他已经找到了他在等待的机会。此刻，他已经从中州江家的9窍玲珑体闭关疗伤的地方离开。玲珑体身上的储物袋被他全部卖给了苏婉堂，身上没有储物袋，此刻玲珑体已经接受了其他天骄的审查，脱身离开遗迹。这苏婉堂把珍宝楼的存款业务开到了他的遗迹之中，他收购霸主们的储物袋，让他们可以完好走出遗迹。这样一来，大家都不用争斗了，只要找到他，把储物袋里的东西一卖，灵石存到珍宝楼的账上，每每保下性命，离开遗迹。顾平意识到苏婉堂要坏了自己的好事，但他还在想，此女这样的举动，为何没有人出来制止她？明摆着，所有人的储物袋这样下去都会被他收走，就连那些修士们不想卖给珍宝楼的东西，也会选择卖给他。岂有此理！片刻后，顾平发现了原因。此刻场中还有10位天骄霸主，他们各自为战，已经不再联手结盟，就给了苏婉堂的一一突破的机会。只要他找到那些受了重伤的修士，他的收购就能够达成。他就是看出来，所有人各自为战的现状，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场中但凡有2人结盟，他就必定折戟。顾平起身看了四女一眼，走吧，希望这一次可以顺利一点。4人飞掠出迷雾掩盖的桃花林。赵清寒三女坐在马车上，朝着苏婉堂的方向狂奔而去。顾平紧紧跟在后边，目光灼灼。1个时辰后，苏婉堂被堵住了，他孤身一人，被4人堵在一座洞府内。他在这仙灵之渊的藏匿之地，看着眼前站着的顾平4人，苏婉露出浅浅笑容，精准找到谁才是4人之首。他欠身朝着顾平一礼：“顾道友，我们又见面了。”顾平点头，没有吭声说什么。苏婉堂见此也只得叹气，脸上有些可惜，甚至有些楚楚可怜。金色的瞳孔却灵动，我的行踪向来隐秘，又不与人结仇，不参与厮杀，如今还是能被顾道友找上门来，看来那炼化了遗迹核心的人就是顾道友了。没想到这等大机缘最后落在了顾道友身上，在下先祝贺顾道友了。顾平脸色平静，内心却狂跳不止。阳谋，这是阳谋。他本以为这苏婉堂只是想要把天骄们的储物袋收走，现在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恐怕只是在吊他这个遗迹之主。他一时不察，竟主动送上门来，被抓个正着。一时间，顾平内心是很破防的，也不由得对苏婉堂刮目相看了一番。但他此刻绝对不会松口的。哦，遗迹核心，那是什么东西？没想到我替人跑这一趟，还能另有收获。不过这等机缘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但是闲话少说，掌柜的还是把东西拿出来吧。苏婉堂一愣，什么东西？掌柜的别装了，我也是为人办事，我们这么多人，你还是不要为难我吧。玲珑体系存在你这里的东西，托我来取回。顾平上前一步，将他能够逃走的余地彻底逼死。苏婉堂皱眉，
或许是误会了，江无涯道友的东西是卖给我珍宝楼，并非寄存。我说是寄存就是寄存，速速交出来。顾平不想讲理，他人多干嘛讲理？此刻苏婉堂目光重重看着顾平，本以为可以将遗迹之主引过来，但现在看来，就算是中州的江家，在我珍宝楼面前也不过是蝼蚁。他江无涯必定知道轻重缓急，断不会如此不知进退。道友可否再思量思量？顾平摇头失笑，有什么事情你去找江无涯去，我只负责跑腿办事啊，拿零食啊，苏掌柜不要为难我吗？不过无涯兄弟能如此强硬的要拿回他的东西，肯定有他的理由。他的储物袋里或许有实在不愿意卖给你珍宝楼的东西。他话没说完，就被夏元真以目光制止，言多必失。顾平随即闭口不言，心里对元真的演技大加夸赞。他不言，只是伸手朝苏婉堂要。赵清寒三人已经拔剑，苏婉堂的心底更加怀疑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顾平真是不是遗迹之主吗？但此刻被人把剑架在脖子上，他也无奈拿出了江无涯的储物戒指，交给了顾平，都在这里了，道友可以查看。顾平稍微扫了一眼储物戒，心头触动，面目平静，装模作样的清点了一番，然后点头。赵清寒三女也收起了剑。那道友四人可还有其他事情吗？他平静地询问。顾平摇头失笑，没事就不能和掌柜的喝茶聊聊天吗？上次在珍宝楼的喝的茶水可真是滋味非凡。苏婉堂，今日在下有要事在身，恕不能陪。说着他就要绕开几人离开，但被顾平拦住了。苏道友，在仙灵之渊的天骄争霸结束之前，你还是不要离开这里。我不如同江无涯那般硬气，我可不敢得罪珍宝楼，所以我不会杀了苏掌柜，但苏掌柜也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听到这话，苏婉堂忽然笑了，笑得很灿烂，金色的瞳孔都璀璨了起来，不让他离开。那谁是遗迹之主？谁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这人已经自己跳出来了。他得到了答案之后，也不再心急，而是真的从储物袋中搬出来茶桌、椅子，摆上灵果，请四位道友落座。顾平知道自己的遗迹之主的身份藏不住了，就直接开口：珍宝楼会保护客户的隐私，对吗？是极，我珍宝楼的信誉向来如此。他的心情此刻很是轻松，反而带着顾平一起打量此处的风水宝地。这小东山遗迹洞天以前是万寿宗祖师偶然所得的宝物，比之一般超级势力的福地洞天都要不小，是真正的价值不菲的造化之物。他一边说着，一边浅笑看着顾平，一边熟练地给四人斟茶。顾平叹了一口气，盯着苏婉堂看：苏道友，你这次做得太绝了。苏婉堂摇头，顾道友想要的不就是这些天骄修士的储物袋吗？现在江无涯的储物袋也在你的手中，一个也不少，场中修士的储物袋最后还是你的，你现在没有任何损失了。顾平端起茶盏轻抿一口，一股茶香甘甜，沁润心脾。他笑着开口：无涯兄弟的储物袋可不在我这里，进了你珍宝楼的东西，别人怎么能拿走呢？况且无涯兄弟储物袋里还有12天灵妖丹，现在都被你珍宝楼买到手了，这下要被天底下的修士知道了。你珍宝楼再大，也有人敢出手追杀妖丹。现在江无涯相信你珍宝楼的信誉，你猜他是相信他的储物袋在你那里，还是在我这里？外边的人相信江无涯的储物袋在你这里，就能相信他的储物袋里有天灵妖丹。苏掌柜，你依旧跑不了。苏婉堂面无表情地端起小壶，又给顾平倒了一杯水。此刻他意识到眼前这男子的难缠。顾道友，难道我们真要互相伤害吗？顾平摇头，一本正经地开口：这可不是互相伤害，因为我可以泄露珍宝楼得到了12天灵妖丹的秘密，但是珍宝楼不能泄露客户得到了遗迹的秘密，这是珍宝楼的原则，不是吗？夏元真和妹妹对视了一眼，本以为顾平只是好色，却不想他遇事也能有如此灵活的底线，这简直是一点道理也不讲了，不装了，直接欺负人。苏婉堂对上顾平的那双逼问的眼睛，强行忍住了动手的冲动。若是眼前四人都是天骄，他打不过；若是眼前四人都是天骄霸主，他会很惨。他深深缓了一口气，道友想要如何？顾平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他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太艰难了。顾平平静地开口：发道士替我保守遗迹之主的秘密，并且不再追究我冒犯珍宝楼的过错，不再追究与我相近道友和势力的过错，就当那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毕竟苏道友也明白，到最后这江无涯的命和他的储物袋都是我的，却被你放走了，这储物袋现在也只是物归原主。至于这储物袋里我刚刚盘点缺少的12天灵妖丹，就留下当做对苏道友的歉意补偿了。苏婉堂再也忍不住开口：这储物袋真没有天灵妖丹，我拿到的时候就没有，江无涯根本就没有得到。顾平摇头：那我就不知道了，整个遗迹之中大家都知道江无涯对那天灵妖丹追寻的最为热切。苏婉堂被气笑了：
但现在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吞。按照顾平的要求，他发了道誓，可这顾平竟然脸皮厚的要现场从他这里购置一张到期的纸张用来书写道誓，但他还是卖给他了，这也是珍宝楼的原则，无物不卖。他挤开一滴金色精血，默默将道誓写上，然后点燃，引发天道共鸣。顾平缓了一口气，感谢苏掌柜理解，我们这些小宗门的修士，面对机缘的时候，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也没办法，我们不像你们那样有着优渥的修行资源。苏婉堂侦查，你的修行关我屁事。若是苏道友没有事情的话，就可以先行离开遗迹了。苏婉堂点头，但他开始温和开口，这次江无涯的货物丢失，我自己要补上的，缺补东西众多，若是顾道友在遗迹之中有什么货想要出手售卖的，现在也可以卖给我。若是道友想把这座遗迹洞天出手了，我万宝楼也给得起价格。他虽然语气平淡，但顾平知道他从一开始就打他这遗迹洞天的主意了。他饶有兴致地询问，那敢问苏道友这座遗迹价值多少？这得看顾道友想要多少，只要你出一个价，我万宝楼给得起，就能成交。顾平点头，故意出价刁难他，我想要10个女帝鼎炉，你万宝楼可以给吗？苏婉堂摇摇头，认真开口，10个太多了，3个女帝鼎炉，你若接受，那我就可以成交。3日之后，我珍宝楼能把3位女帝给你送上门来。顾平心头一跳，赵清寒几人也是被吓了一大跳。女帝毕竟是仙境之下的最强，存世的大帝可并不多，女帝更是少中之少，有的超级势力之中都没有帝境强者。现在珍宝楼一开口就是3个女帝鼎炉，他们怎么能不惊？顾平心头后怕，幸好价格喊得高一点了，若是刚刚少喊一点，被苏婉堂拍板成交了，那就可惜了。这珍宝楼的势力也是真恐怖，他只是为了一时口快才说出了女帝鼎炉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却没有想到珍宝楼竟是直接就有卖女帝鼎炉的。不过此刻他也知道了这座遗迹洞天是何等的珍贵，不敢轻易出手了。几人沉默，苏婉堂脸上始终带着平淡的笑容。顾平心有戚戚，也不再继续谈论这遗迹洞天的事情。趁此机会，他从储物袋里拿出来10几件法宝，一一摆在了桌子上。这10几件法宝，苏掌柜可以估个价，若是价格合适，我就卖给苏掌柜。掌柜的一个弱女子，我也不会欺负你太狠，能给掌柜的多赚一点，自然是极好的。苏婉堂欠身一礼，那小女子就先多谢过道友了。言罢，他才拿起这些法宝一一查看。这些法宝之中有3件化神中阶的法宝，11件元婴高阶的法宝，因为祭炼的材料都来自一头真龙，所以价格要比同阶法宝要高上1成。夏元真手指轻颤，不由自主看了顾平一眼，目光中带着询问，意思是化神阶的宝物你都拿出来了卖啊？穷疯了本皇女还能养你，至于卖这些东西吗？顾平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稍安勿躁。从众明宫的法宝大殿里，他得到了上百件法宝，这10几件只是宝光相较来说比较暗淡的，可以卖了换灵石。元婴高阶法宝，每一件作价5000钟灵，因材质上浮1成，每件5500钟灵。化神中阶的法宝，每件市价1万钟灵，因材质上浮1成价格，每件11000钟灵。你这些一共我可以给你93500块钟灵。这个价格说出来的时候，赵清寒都为之心颤，太多了，如此多的钟灵足够他们修行很久了。更何况他清楚的知道顾平那里还有更多龙骨法宝，品阶更高。顾平点头，将这些法宝装了起来。苏掌柜，等我出了遗迹就去珍宝楼找你，我对你承诺，这些东西一定卖给你，就按你刚刚说的价格，我也不还价了，因为我没有忘记苏掌柜送给我的3个储物戒。他抬起手露出3个戴在手上的储物戒。顾道友客气了，在下还有一事，敢问掌柜的身上可带着珍宝楼的货？苏婉堂脸色一变，顾道友莫不是连我珍宝楼的货都要抢？顾平连忙摆手，误会了掌柜的，我只是想要买些东西。那自然是有货的，道友说说看，想买什么东西？不过我把话说在前面了，我在这遗迹之中售卖，要比外边的珍宝楼贵1成。顾平点头，1成可以理解，我也愿意给掌柜的一个面子。在下想要一个逃命的宝贝，越强越好。苏婉堂点头，也是叹了一口气，顾道友这重宝在身，想要完好无损的离开此地，外边那些化神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我可得好好思量思量。不过若是这洞天遗迹是我珍宝楼的东西，那就没人敢抢了。片刻之后，苏婉堂手掌一翻，拿出来10几张符箓，念在道友修为还是炼气巅峰，无法御驾飞行法器，那这些传送符则最为合适。顾平眼睛一亮，传送符。苏婉堂勾起红唇，1张符箓可以瞬移超100里，即便是化神的赶路速度也稍有不及，但也不能排除被化神修士锁定的情况。不过这价格可就有些。顾平深知这样的好东西价值昂贵，但他也是个不差零食的人，实在没有了，
就等他去抢一波再回来即可。多少灵石？一张传送符市价1000钟灵，现价1100钟灵，我这里一共13张。他带着笑意看着顾平，顾平也好叹了一口气，这一张符箓的价格都足够打一把元婴出阶的法宝了，贵得让人想要杀人夺宝了。修行之路太难了，一点侥幸都没有，怕就怕这些传送符，就算是我全买了，也不一定能活下来。苏婉堂没有收起这些符箓，而是继续开口，我珍宝楼也有雇佣修士的业务，化神中阶修士每人每日只需要3000钟灵，3000钟灵可以为你奔赴杀局，死活都不论，死了也不会多收你一枚灵石。当然也有只护送，遇到危险就跑的价格，只要1500灵石。顾平摇头，太不切实际了。对于这些高阶修士，他一个都信不过。一个炼气境的修士雇佣化神修士来护道，人家来了之后不先杀你夺宝，都对不起人家的修为。这一点和买到女帝顶炉一样不可靠。他把13张传送符全部收起来，再来一件好用的飞行法器吧。他打算出了遗迹之后就立即突破筑基，然后使用飞行法器离开。在遗迹之内，就算他是遗迹之主，也不能放开规则的限制。若是彻底放开规则限制，把所有人的修为压制在筑基境，那他就优势全失，只有挨打的份了。别人筑基巅峰，他筑基前期。苏婉堂拿出了自己此次携带的最好的飞舟，递给顾平。这是元婴中阶的飞舟，全力飞行可以达到化神中阶修士的赶路速度，即便没有法力供应，但只要填充足够的灵石就能赶路，很适合顾道友。顾平还能说什么呢？这东西是硬通货，自己可以一直用到元婴修为都够用，现在只是提前买了，不过也要多付出1成的价格。见顾平看过来，苏婉堂轻声开口，这非洲4000钟灵，遗迹之中售卖4400钟灵，是一个公道的价格。元婴高阶的法宝要5000钟灵，这中阶的非洲4000钟灵也能接受。算上传送符箓，他这一次一共花费了18700钟灵。他开始掏灵石，当然他掏的不是自己的灵石，而是将无涯储物袋里的灵石。看到那个熟悉的储物袋再次被拿出来的时候，苏婉堂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住了，脸色有些难看。这不就是抢了他的钱来他这里买东西吗？若不是发了道士，等出了这一计，这顾平插翅难逃。但现在他还得带着笑脸做生意，真是个痛苦的过程。将无涯储物袋里的东西真不少，把这次所有的花费都抵上了之后，还给顾平留了一大堆灵药。谢谢我的无涯兄弟啊，无涯兄弟劳苦功高啊，哈哈哈哈！他的笑声让苏婉堂眼皮直跳，恨不得把他的嘴塞住。处理妥当后续的事情之后，顾平起身朝着苏婉堂拱了拱手，多有叨扰，苏掌柜还请便。说完就带着三女转身离开了。当他的目光始终可以看到苏婉堂，他都离开多时了。苏婉堂依旧抬起茶桌上的茶盏，朝着虚空敬了一杯茶水。顾道友，那在下就先行告辞离开了。在偷窥的顾平心头也是发麻，这些天骄没有一个好惹的，这苏婉堂更是精明中的精明。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见过苏婉堂出手，不知道他的资质如何强大，不过他也能猜出来此女的实力非凡，就算是他也不敢说可以轻松战胜拿下。回到桃林家园之后，顾平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枚滴溜溜的龙骨小塔，递给了夏元真。诺，给你的聘礼，这宝贝虽然比不上龙骨剑，但也最少是炼虚境的宝物，想要从珍宝楼买的话，最少要35000钟灵。夏元真双手接过小塔，在他的手中骤然变大，他忍不住滴血认主。虽然他嘴上不说，但顾平难看出来他对这小塔的喜爱。顾平凑到赵清寒的边上，轻轻碰了碰他拿着冰魄龙剑的手。赵清寒无奈把这把剑收了起来，没有让夏元真看到，因为那冰魄龙剑比这小塔要好一些，但是却也不如袁白手上的那把龙骨剑。等我带着袁白回家一趟，就去离月宗找你。夏元真开口，皇女的金色冠冕映得她俏脸英气明媚，美丽让人移不开眼，让顾平有种强烈的征服欲，恨不得现在就他点头。该说的话，你要告诉你族中之人，大夏此代有忠心之士，应该不会做那恶待皇婿的事情。我有机会去大夏一趟，见你父皇。听说此代的夏皇天资无双，只是有隐疾，100年修为难以寸进，此事我会留意，打听一下离月宗有无管用疗伤丹药。夏元真此刻心里感到了踏实，他看着顾平，一字一句开口：君若不负我，我定不负君。顾平点头，你要做好准备，大夏的铁骑不应该沉寂下去，准备好征战四方吧。他没有想到夏元真的情感是这样的，和他的性格一样明朗。赵清寒也愣住了，君若不负我，我定不负君。这样的话说出来的时候，确实很有几分味道，不似做作。赵清寒也不由得对夏元真刮目相看了一眼。仙灵之渊里的争斗已经差不多结束，余下10人都是重伤在身，却是谁也不愿意放手的，都觉得自己是所有战利品的主人。就算是现在每个人都把脑浆子打出来了，还是不愿意离开。当然
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对付的。楚星河，中州楚家少主，天生星辰道体，可引动星辰之力加持己身，夜间战力翻倍。莫红玲，南疆万毒谷圣女，身负天毒灵脉，以毒入道，血液含剧毒，呼吸间可散播无色无味的瘴气，曾瞬间毒杀数名围攻他的天骄。因体质特殊，旁人不敢近身，得以在乱战中保全。林无风，北域寒冰宫剑子，先天玄冰剑骨。洛清霜，北境雪原的冰魄玄女。司空望，西域魔音阁传人，拥有七情魔瞳，双目可操控他人情绪，轻则扰乱心神，重则引发心魔自毁。陆清禅，东海散修联盟女天骄。白子夜，天机阁当代行走，天生无垢道心。此人精通卜算与阵法，大多数时候能提前规避凶险，靠阵法困杀敌人。这人也是顾平重点关注的人，免得自己去收割他的时候栽跟头。李弘一，血煞门嫡传，修炼血神经残篇，每杀一人可凝练一滴血煞真经，短暂爆发超越境界的战力。因为他功法需持续杀戮，成为遗迹中人人忌惮的血疯子，许多天骄都不愿意凑近他。风九幽，幽冥宗少主，身具九幽解体。林朗天，东域神霄宗当代3大天才之一，就是在遗迹口用少女拉车的那位。除了这10人以外，苏婉堂已经离开遗迹，西月依旧在疗伤，他伤得很重，尤其是腰间被顾平剑插的位置。顾平此刻观察着这几人的动向，拿出了自己的银血剑，擦了个干净，又从龙神传承的法宝里拿出来一把龙血刀。自从赤焰刀断掉了之后，他的太极双刃就缺少了一刃，无法双手持刃，太极双刃也不能发挥最大的威能。此刻这把龙血刀的品阶不低，是实打实的化神阶武器，他浑身的灵力灌注进去都无法发挥此刀的全力一击。现在他没有别的选择，毕竟这刀最起码坚韧，没有那么容易被损坏。他逼出一滴精血滴在龙血刀上，然后开始艰难炼化此刀。1个时辰后炼化完成。和他想的一样，他远远不可能发挥出此刀最强状态，但是使出太极双刃杀人足够了。默默地看了一眼场中的局势，是时候该结束小东山遗迹了。他转身回到桃林木屋小院，看到他的脸色，三女已经有了预感。果不其然，顾平还是开口：“你们3人先出遗迹等我。”不行，赵清寒第一个开口，态度坚决：“夫君，此行有大危机，让我留下来陪你吧。”袁白忍不住红眼，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出去了那么多修士，肯定有人已经把遗迹已经被人炼化的消息传出去了。顾平的杀的人又那么之多，外边的人恨不得把他剁成臊子。虽然顾平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太阳教的天骄，但总归还能查到他身上。夏元真目光盯着顾平，俨然一副不愿离开的样子。顾平摇头，收敛起了笑容，沉着脸色：“你们先走，你们若是留下来，我赶路都有挂念，尤其是师姐和元真。只要你们和我走得近，就会让别人怀疑我的身份。先走吧，这不是和你们商量。而且，即便你们先出去，都免得被盘查一番。”他揉了揉元真的脑袋，心头慨叹：还没有相处多久，就要分别了，可真是让人难过。三女在走之前，又在木屋边上的灵田之中种了灵药，即将分别，颇有一些愁绪在几人心里生出来。默默地看着他们弯腰种药的样子，顾平忽然神魂一震，想到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有趣了起来。不想走的话，就一直待着吧。赵清寒疑惑地回头，顾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待在这里没问题的。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什么？夏元真直起腰来，一脸期待。顾平嘴角勾起笑容，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不用离开遗迹，这座洞天之我的，我离开的时候必定会带走。你们待在这里边，就被我直接带走了，不用出去犯险。实则他没有把话说清楚，这遗迹的核心已经和他融为了一体，他就是这洞天，这洞天就是他。只是这事太过神异，他也只能假装如此开口，告诉他们这洞天被他炼化成了空间宝物一般。赵清寒脸色一正，才反应过来，这里不就是他们的家吗？刚刚搭起来的家还要去哪里？这洞天就是顾平的。3人脸色云霄雨霁，瞬间晴朗了起来。顾平笑着开口：留着点话就好好种田吧。他把身上的灵药都给了元真，夏皇女负责插秧，等我打猎回来吧。他转身背着刀剑就离开了。3人只能叹气，仙灵之渊此刻已经是最死寂的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战局，谁也不想在拿到最后的战利品前失去战斗力，所以他们一个个天骄现在藏得比老鼠还要深，都想要留在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现在顾平就是一个戴着透视眼的大猫，要把这些老鼠一个个揪出来了。他按照距离自己的远近一个个动手，第一站就遇上了中州楚家少主星辰道体楚星河。
楚星河自是星辰道体，见顾平孤身前来，冷笑挑衅：“区区无名散修，也敢打搅我修行，觊觎我的机缘。”顾平不语：“散修，你去和我太阳蛟说吧。你只需要记住，杀你的人，太阳蛟刘冲。”他直接催动烈阳真诀，金色火焰冲天而起，瞬间照亮天空。楚星河施展周天星斗诀，但顾平已栖身近前，银血剑横斩，一剑破开他的护体星光，再以太极双刃连击，逼得他连连后退。3招之内，楚星河吐血败退，顾平一脚踏碎他的护心镜，冷声道：“储物袋，或者死。”楚星河整个人愣在原地，咬牙交出储物袋。他受了重伤，又被人找到，后果就是这样。他只是没想到，这个太阳蛟的天才能够藏到最后才出场首战，立威见效之后，顾平没有停下来，他必须一鼓作气横推到底。他不能是最后一个走出遗迹的天骄，所以在抢了楚星河之后，他就在仙灵之渊外刮起了疯狂的灵力潮汐。他可不想让楚星河那么容易出去。第2战，顾平对上了南疆万毒古圣女莫红灵。何妨小辈敢来冒犯，我的毒连元婴修士都扛不住，你敢近身，我太阳教可不怕你。顾平嗤笑，直接运转太阴炼形诀，肉身泛起淡金色光晕，百毒不侵。他大步踏入毒雾，莫红灵骇然发现毒气对他无效，他急忙祭出本命毒蛊，顾平却近身一拳轰碎他的护体法宝，打得他腰身弓起来，吁吁吐血。莫红灵被迫认输，交出储物袋。顾平淡淡道：“毒修，不过如此，也不杀人。”羞辱之后就立即离开。玄琛已死，这一击之中他肉身无敌。第3战，顾平和北域寒冰宫剑子林无风对上。林无风抱剑而立，寒声道：“你的剑不够快。”顾平不答，银血剑出鞘，剑光如血红贯日，与林无风的寒破9节剑碰撞。林无风剑气冰寒，试图冻结顾平灵力，但顾平剑势突变，自创太极双刃斩出。林无风长剑崩断，胸口被划开一道血痕，又被顾平双刀插在2个肾上。林无风跪地咳血，顾平收剑：“剑修，你差得远，被人羞辱要比被人打得吐血还痛苦。”林无风心头暗骂顾平，这人要不是趁着他重伤，他怎么可能被这样轻易打败？不公平！顾平又转身给他一脚：“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要是你不受重伤，你能见到我，